哎呦，名古神医竟然在芙蓉州，嘿嘿，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快请进来呀！黄兴良让下人把苏小璐恭恭敬敬地迎进知府府门。等苏小璐到了面前，他一看都傻眼了。哎，怎么是个孩童？怕不是在骗本官吧？我乃名古医道传人，已经出师。我师父的确是年纪老，不过他并不在这儿。他若是在，也不一定会出手。而我初出茅庐，不管是疫病还是奇病，正是我历练的好时候。听说神医有神针，细如毫毛，你有吗？我也没见过神医，你总得拿出点什么证明一下，来让本官相信你，对吧？黄兴良打量着苏小璐，半信半疑。他一直盯着苏小璐，就想从苏小璐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来。但苏小璐神色平静，她拿起针带，从里面取了一根银针来，只是轻轻一弹，银针飞射而出，吓了黄兴良一跳，也吓了他身边的侍卫一跳。数名带刀侍卫齐齐拔剑，警惕地防备着苏小璐。神针在此，大人且细看清楚。而黄兴良面前的案桌上已经稳稳地扎了一根银针，银针入桌一小指节深，此刻还在细颤。黄兴良震惊苏小璐有如此本事，他看着面前的银针，对苏小璐的身份信了9成，剩下的1成是对苏小璐医术的疑惑。神医真的有那么神吗？哎呀，姑娘好本事，你的身份本官信了，还请姑娘出手根治疫病，拯救我芙蓉州的百姓们呐！黄兴良朝着苏小璐拱拱手，多谢大人信任，我定会竭尽全力找出病根的。苏小璐朝着黄兴良走去，侍卫们很是警惕。黄兴良看着苏小璐的眼睛，挥了挥手：哎，不用这么紧张，神医要想杀我，你们保也保不住。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他身边这点人还是不够看呢。苏小璐取了银针收好，事不宜迟，还请大人现在就安排我过去。黄兴良安排了一个捕快跟着苏小璐，听从苏小璐吩咐。朱捕快带着苏小璐直接去了驱离的地方，目前以济世堂作为最大的驱离地点，地方不够用的时候，周边的房屋也被征用了。朱捕快带着苏小璐直接去了济世堂大夫住的地方，给苏大夫安排个住处。药童立刻下去安排。苏大夫，一会儿大夫们商讨的时候，再和他们说你的身份，还请你一定尽量治好他们。我去看看刚隔离的人。朱捕快领着苏小璐过去。驱离的地方分为了3个地方，第一是初除发病的，第二是长出了疱疹的，第3就是无药可救快死之人。刚驱离的大约有100左右，已经有不少大夫在把脉细细检查了。苏小璐到来，朱捕快给他找了一张桌子放下。哎，来这边排一些人。一些人一看便假装没听见，这么年轻忽悠谁呢？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治大病的人呢。苏华看见了苏小璐，又听见朱捕快的喊话，没有人动，他朝着苏小璐走去。朱捕快已经拿了名册准备登记了。姓名，目前有什么感受？苏华，我暂时只觉得喉咙疼痛发痒，我很想咳嗽。苏小璐担心地看着二哥，他让二哥坐下，把手伸出来。苏小璐伸手给他把脉，凝神聚气，细细地感应苏华的身体。初期症状极似风寒，以咽痛、舌苔白、出冷汗等症状为主，脉象也只是微微虚弱。朱捕快记下来。苏小璐看着苏华，眼中带着担忧。小璐，我是昨晚略感不适，今天就有了这症状，我吃一些药就好，别担心，我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爹娘还在家等着你呢。苏小璐目光坚定，她捏着苏华的脉搏，将内劲朝苏华身体推了一些。苏华收回手。苏大夫，你们认识？这是我二哥。朱捕快看了看苏华，心想难怪苏小璐会毛遂自荐，一切都是为了他哥哥。登记好了，苏华就能下去喝药了。直至把所有新送来驱离的人都看诊完，大夫们才停下来。看诊完了，就准备回去商讨一下。朱捕快带着苏小璐一起过去。路上，苏小璐听到了他们的讨论。症状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初感染疫病的都是这个症状，咱们也无能为力了，还是控制好
等着朝堂来人吧。哎，这好端端的，也没有任何征兆，怎么就发疾病了呢？真是让人不解，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根源，从哪里下手也摸不准。是啊，往年那些疫病的药啊，吃啊也不管用。哎，每个大夫都眉头紧皱，找不出办法，他们也只能按照风寒一类的病开药。朱捕快看了看苏小璐，他可是神医传人，难道他也没有看出什么来吗？一起回了正厅，人们才注意到苏小璐。洪正疑惑地看了看朱捕快。哎，朱捕快，这位姑娘是？苏大夫是名古神医传人，特来参与疫病，只希望尽早查出病因，救百姓们。这下不止洪正惊讶了，所有人都惊讶了。年长的老大夫上上下下打量苏小璐。他就是名古医道的继承人，看着也没比我聪明多少嘛。老头怎么选中了他呀？刚才看你也看了一些病人，你来说说，这次疫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初染疫病的人，除了有风寒症状之外，身体逐渐气虚。苏小璐实话实说，她也在思考，疫病症状很像风寒，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一般来说，瘟疫的出现多是水灾或者大旱，疫病都是极端天气导致死人过多，尸伏遍野，无人掩埋的状况出现，才有可能导致疫病。芙蓉州这一年风调雨顺，百姓富饶，不存在尸伏遍野。疫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你不是神医吗？你会不知道？小姑娘，神医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你真的是神医？你身份牌拿出来我们看看。苏小璐不紧不慢地拿出字牌，老大夫一把拿过去，凑近了仔细看起来。看完之后，他还给苏小璐。你真的什么也看不出？身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苏小璐的医术。其他的大夫也都带着疑虑看着苏小璐。洪正皱眉，对着老大夫开口：师傅，他真是神医传人吗？洪正问出心中疑问。济世堂资质最老的大夫便是面前的老人了，整个济世堂都知道老大夫最敬重的就是名古神医。老大夫疑惑地看着苏小璐，一边对洪正说道：身份自然是没问题，但他到底能不能当神医，这就不好说了。我没有必要解释和证明，只要老头认定我是唯一继承人，那就足够了。朱捕快，如果有人过世，先不要焚化，我要解剖他们的尸体。丫头，你疯了？还不确定是什么疫病，你就不怕染病吗？苏大夫，这太危险了，你还是再想想吧。我已经想好了，望闻问切已经看不出什么了，解剖是一定要做的。至于害怕，苏小璐还真没考虑过。你这丫头年纪不大，疯起来却让人刮目相看。你解剖，我来给你打个下手。老大夫抚了抚胡子，他一开口，洪正立马就出声了：哎，师傅，这怎么能行？这么涉险的事情，还是让徒儿来吧。师傅，我来。一时间，其他的大夫也都纷纷出声。老大夫是济世堂的主心骨，这样危险的事情怎么能让他做？行了，这些事情用不着你们来，你们也别来碍事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一把年纪了，这小丫头是神医传人都不怕死，真要有什么问题，我也不亏啊。丫头，怎么样？要不要反悔啊？我不会反悔。老大夫有些赞赏，小小年纪有这气度，天下难有啊。老大夫让其他人退下，他则是和苏小璐一起去看重病的病人。走到一间房，里面很安静，这个屋子安置了5个病人，却一点声音都没有。老大夫上前去探脉搏，都死了。小丫头，现在就有现成的。苏小璐点头，她去外面用药水洗了手，然后回到房间取了小刀就开始解剖。老大夫看着苏小璐下手利落，他的眼神也变了，他心头的那点不忿都消失了。同样的年纪，他自问比起苏小璐差得太远了。朱捕快一直跟着苏小璐，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震撼的。
解剖。苏小璐从下午忙到了深夜才收手，老大夫已经露出疲态。这病可怕呀，整个咽喉没有一块好肉了，肺部、肚腹也都坏了。这个病不能扩散出去啊！朱捕快，知府大人那边，你赶快回去禀报一声啊！朱捕快只是看着也是触目惊心，他微微颔首就出去了。芙蓉州要有难了，如果百姓们知道这个疫病如此恐怖，只怕是要乱。苏小璐神色也很凝重，用药水将双手洗干净，把小刀也都清洗好。朱捕快已经回知府衙门回禀了，希望黄兴良能够慎重应对。丫头，你觉得这个疫病要怎么治啊？这疫病和卷宗里记载的死人瘟很像，但有一些地方又不一样。给他们吃的药可以改一改，看看效果。如果能查清楚疫病的根源就好了。最初看病的几个人已经过世了，现在疫病初发，人心惶惶，只能查问一下他们的家人，但能得到的消息不多呀。不管能不能查到，我也要查一遍。时候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我先走了。苏华就在这里面。苏小璐点点头，她抬手敲门。二哥，你出来一下。苏华听见了苏小璐的声音，忍着极其痒的嗓子开门出去，自动地远离了苏小璐好几步，忍下咳嗽的冲动。小璐，我们去那边说。苏大夫，那我先不打扰你们了。苏小璐担忧地看了看苏华，她正想给苏华把个脉，苏华就退开了。小璐，我没事儿，我吃过药了，你不用担心，也不要靠我这么近，以免也染上疫病。二哥，你不用这样，我下午解剖了病死之人，让我给你把脉看看。苏小璐上前捏住苏华的手腕，苏华静静地等着，他实在难以忍受了，咽了咽喉咙，清了2声嗓子，迎上苏小璐带着担忧的眼神。只是嗓子有一点痒。岂止是有一点痒，他觉得难受极了，很想畅快的咳嗽，但妹妹在，他怕自己咳起来引他担心。苏华的刻意隐瞒，苏小璐也没揭穿。哥哥的脉搏比起白天时虚弱了几分，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常。二哥，你把这粒药吃了，时候也不早了，你早些休息。苏华点头，他吃了药。小璐，别太担心二哥，你累了一天了，快回去好好休息吧啊！这一粒药吃下去，苏华顿时就觉得好受了很多，有些痒有些疼的喉咙都有明显的好转。苏小璐回去，苏华也回了房间休息。苏小璐回到药童安排的房间休息，她决定明天就去查一查最初生病那几人的家里。而此时的知府府内，朱捕快把下午的事情禀报给了黄兴良和周志听。黄兴良皱着眉头看向周志：二皇子，这疫病凶险呐，下官也束手无策了，还请二皇子草下抉择呀。疫病发，黄兴良就上报了朝廷。二皇子周志是申时刚过进城的，他是奉命而来，这次疫病要怎么做，就看他怎么安排了。彻底封城，增派兵力，每家每户严格检查，将染病之人彻底驱离开来，任何有咳嗽、高热迹象的病人全都驱离。以济食堂为中心，向周围征用房屋用来安置病人，每间房住4个人，每日5次给药，每个病人都必须要喝药。住所每日要撒芦荟驱毒，要有违令者给予3次警告。若有抗命之人，情节严重，可用以杀鸡儆猴。任何暴乱都必须除去。黄兴良立马下去安排了。周志对身边的金四吩咐：金四，你拿着令牌出城，去往苏林和江陵各调兵力1万来守芙蓉州。是。说完，金四便出去了。周志起身对身边跟随的金武说道：跟我去那宅子看看，回都回来了，也应当传个话。老天让芙蓉州出疫病，又让那人被困在芙蓉州里，老天是不是怜悯了他，将机会送到了他的面前来？是。金武跟随周志出去，赶着马车离开，到了一座宅子。周志下了马车等候，金武上前敲门，大门很快开了。苏崇警惕地看着周志：你有什么事情？苏崇疑惑，周志为什么又回来了？周志的出现还是让他不得不防。我是奉命来解决疫病一事，
知道你们还没出城，特来告诉你们一声。此次疫病严重，芙蓉州要封城了，在疫病一事解决之前都不能离家出门。苏姑娘在济世堂为疫病效劳，这段日子恐怕没办法来告诉你们，所以我来说一声。周至很有礼貌，语气温和。苏崇没请他进去，他便没有要进门的意思。苏崇神色缓和了一些。你能见到小鹿，那请你帮我传一句话。周至温和一笑，点头。请你对小鹿说，让他不用担心我们，让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定要以自己为重。好，我会把话带到的。谢谢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我。好。周至转身上马车，马车很快就消失在苏崇视线里。苏崇关上门，他身后周至看不见的院内，刘子金、周恒都在。周至说的话语，他们也都听见了。没事儿，华弟弟福大命大，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就关着门，保护好自己，不给小鹿添更多的麻烦就行。苏崇对几人笑了笑，纵然心里担忧不止，苏崇也藏在了心里。刘子金也开口说：“对，一定会没事的。”对，小鹿那么厉害，肯定会没事的。周恒拍了拍苏崇的肩膀：“咱们等他们回来。”所有的担忧都藏在了心里，他们能做的就只有照顾好自己和等待。安静的街道只有马车轮子滚动的声音。周至上了马车就没说话，一直到了府门，金武开口出声：“主子到了。”周至下了马车回府，热水早已准备好了，他褪去衣物泡在热水里。他闭上眼，脑海里回想起苏崇说的那句话：一切以他自己为重。苏崇是这样想的，那染病的苏华呢？他也会这样想吗？生死关头，利益当前，所谓的骨血亲情真的有那么坚韧吗？他不信。苏小璐如果找不出治疫病的方法，苏华真的不怪他吗？他不信。现在机会摆在面前了，他会亲眼看着的。睡了一晚，苏小璐精神满满。他起来之后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开始给病人诊脉了，看看他们吃了新的药有没有好转。昨天查出了有死人瘟的症状，药就换了几味药，半夜到天明，染病的已经吃过2回了。如果药对，病症就会有所缓解。苏小璐正在给苏华把脉，苏华的症状已经好很多了。或许是晚上的药有效果了，我已经没有那么想咳嗽，喉咙也没有那么疼了。症状有一点缓解，要记得按时吃药。兄妹2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对方不要那么担忧。苏小璐给苏华把脉之后，又给其他病人看了看，昨夜吃了新的药，症状都有所缓解。这时候有人来请苏小璐和老大夫过去。小璐丫头，走。2人一起过去前厅。小璐丫头，看出什么没有啊？路上老大夫问苏小璐：孙老，昨晚换了药，症状都有缓解，说明死人瘟的成分也有，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仅仅是死人瘟。唉，如此难解，怕只有找出病源才行了。这个病源要怎么找，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2人到了前厅，苏小璐一眼就看见了周至，他就知道这家伙还没走。一个多疑且精通谋算的人，没有那么好骗。周至看着苏小璐，眼神温和。苏姑娘好。黄兴良看了看苏小璐，他倒是没想到周至已经认识了苏小璐，心里有些好奇，但这不是他能问的。苏神医、孙大夫，你们都是医术造诣高深的大夫，二皇子是京中派来负责此事的人，对于疫病，你们和二皇子说说吧。孙老对周至拱拱手：见过二皇子。对于此次疫病，以老夫的医术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神医了。苏姑娘，你有什么良策尽管说，我尽全力配合你。周至认真起来不容小觑，有一种魄力。先封闭城门，要从源头查起。看来我们不谋而同。昨晚我已经下令封城了，至于查源头，你尽管说，我全力配合。查源头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一个一个查，一家一家看吧。好，那就一家一家的查。黄兴良立马说道：最初发病的人有3人，
他们都是同一天死的，看病的时间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不同的医馆。那3人，一人叫张一民主要是送柴火的；一个人叫王东子，是送菜的，专门给大户人家每日送菜；还有一个叫吴平安，是做活禽生意的。这3个人已经死了，但家里还有人，已经有好几个至亲染病在隔离了。这3人做的事情相差太远，都是属于各家各户都跑，接触的人也多，他们之间没有关联，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染上疫病。我想去他们家里看看，问一问他们的家人。那我留下来，时刻关注着染病百姓的情况。周至淡淡点头，他则是和苏小璐一起动身。孙大夫，那就有劳你了。孙老摆摆手，出了济世堂，牵着马车等候的金武就上前。黄大人，还请您指路。苏姑娘请。黄兴良对着金武说了个地址，然后就闭目养神。苏小璐也闭目养神，但他能察觉到周至在看他，他懒得猜忌，随他去了。先解决疫病再说。周至看着苏小璐，看他面色平静地闭着眼睛，反正他也不睁眼，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机会看他。苏小璐的眼睛很漂亮，嘴巴也好看，鼻子眉毛都好看。她机灵聪明活泼漂亮，比他见过的任何女子都更有吸引力。周至不由得想，周恒和他朝夕相见，是一起长大的，他们有青梅竹马之情。苏崇苏华也这么护着他，他会喜欢苏小璐吗？苏小璐对周恒会喜欢吗？不管他们怎么配合，演得怎么逼真，他只是看了周恒一眼，就知道那是周恒，而不是苏恒了。他连查都不用查，那种感觉是不会错的。他没有说明，因为他真的没打算要周恒的命，但他心里疯狂的嫉妒也是真的，许多种情绪在心中疯狂的滋长，让他心里疼得厉害。周至眼眸幽深，他看着苏小璐眼睫颤动，心头翻涌的情绪消失，微微勾唇。他在苏小璐忍耐不住要发作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苏小璐皱着眉头，他睁开眼看着闭目养神的周至。这个人呢，周至虽然清瘦，但他骨相好，他长得好看。如果不知道他精通谋算，心思深沉，他真的会觉得周至是个谦和温润有礼的男子。可实际上他只能小心谨慎，怕着了他的道。马车停下，周至睁开眼对上苏小璐的视线。苏姑娘到了。我知道。周至先起身下去。苏小璐看了看还在闭目养神的黄兴良。黄大人到了。都到了呀，刚刚我都睡着了。至于是不是真的睡着了，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金武已经上前敲门了，门里传来一道警惕的老人声音：谁呀？官府抽查，把门打开。听到是官府，很快院门打开，一老妇怯怯地打量他们。黄兴良穿了官服，老妇一看就准备下跪。大娘请起，我们此次来是为了疫病一事，你家儿子张一民是第一批染病的，所以才来查一查。这位是二皇子还有这位是大夫。老妇神色哀伤，看向周至就要下跪行礼。不用行礼，起来回话。大人，二皇子，大夫，你们先进来说吧。苏小璐看了看院子里堆满的柴火。你把10天前你儿子的事情说一遍，包括那段时间他给哪家送柴火，吃了什么东西，那3天内能记住的都说一遍。老妇眼中有伤痛，她陷入沉思，努力回想。我儿子那几天主要是给李员外家中送柴火。李员外今年要用的柴火比较多，除了李员外家就是王员外家。至于吃的东西，那都是家常便饭，就是家里的菜，买的肉什么的。当时找的大夫还是济世堂的大夫。那时候我儿子已经有些严重了，就是这些了。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老妇很伤心，一次次的说起，就等同于把旧伤疤一次次的揭开，这让他痛不欲生。老妇眼里有了泪花。是这样，当时张义民请的是济世堂的洪正大夫，因为风寒怕传染，洪大夫看病的时候掩了口鼻，洪大夫这样做才避免了染病啊。他住哪个屋子？总知道可能是疫病后，他的屋子就收拾过了，也是为了家里的孩子，他就住在那个屋。老妇指了指，苏小璐就朝着院角的一间屋子走去，一个可能有疫病的屋子。黄兴良有些不想去，但看周志已经跟上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跟上了。门是关着的，张家已经失去了3口人。苏小璐推开门走进去，一些东西虽然被清扫了，但屋子里生活的痕迹还在。苏小璐看见有小拨浪鼓。他们有幼儿吗？有一个3岁的小儿也感染了疫病，已经没了。在门外的老妇绷不住，哭泣出声，为没了的儿子、媳妇和孙儿心痛。最先患病的肯定是张一鸣，疫病会有1、2天的发作期，只有发作之后才会传人。他的妻子一直照顾他吗？这个3岁孩子一直和他们夫妻住一屋吗？是啊，牛氏一直照顾我儿，我那小孙子还未断奶，所以也和他们住一屋的。你们吃饭都是吃一样的吗？苏小璐又问，她也知道老妇现在很伤心，每一次问起都是揭伤疤，但她不得不这么做，她只有查清楚了，才能救更多的人。是啊，我们是吃一锅饭。那几天，我大儿子一家也来一起吃过饭，他们一家都没事，就是我这小儿子。老妇说着，泪水又流出来。吃的东西也找不出问题，命却已经白白丢了。黄兴良叹了口气，只要有疫病来，这样的事情处处都有。你再好好想想，自己家里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那外面的呢？有没有去酒楼吃饭，或者有没有朋友请吃饭？有没有吃过别人给的东西？没有，都没有。好像有。那几天给李员外家送柴火，他回来说过一嘴，说吃了李员外家2个包子。对，我想起来了，我儿子吃过李员外家里2个包子。他回来还说李员外人太好了，给他家干活能管个饭，有时候是包子，有时候是馒头。李员外？黄兴良疑惑的嘀咕，他倒是没想到这次来查还真就查出一点东西来，至少是有突破了。是的，就是李员外。他家的柴火一直是我儿子包揽的，他给的钱也多也爽快。想着，老妇有所神伤。会是包子的问题吗？老妇看着黄兴良，似乎想要一个答案。黄兴良没办法给他答案，所以他看向了屋内别处。周志和苏小璐在屋子里四处检查，苏小璐没有再问，他把屋内检查了一遍，没有再找出什么来，所有的记录都和最早官府查出来的一样。检查完了之后，去下一家吧。周志轻点一下头。黄兴良对着老妇说道：大娘啊，这段时间不能出门，就好好的待在家里吧。老妇似乎想问，但似乎又不敢问。大娘，这次疫病朝廷一定会查清楚的。老妇点点头，送了几人出门。对他来说，儿子一家3口已经没了，这一切都挽不回了。若是知道是什么病，只是为了给心里一个答案。几个人上了马车，去往下一处吴平安家。黄兴良一坐下就闭目养神。苏小璐看了看周志，周志也闭目养神。苏小璐也闭上眼，在体内运行着内功，但他一运转内息，他就感觉到周志又在看他了。
苏小璐也懒得理会，将内息在体内运转了一遍又一遍。等到马车停下，他正好收纳了气息，睁开眼。周芷看了他一路，视线对上，他浅浅一笑。到了吴平安家了。吴平安家是养殖活禽的，他住的地方和家里有些远，家中是妻子带3个孩子和爹娘在家。吴平安家死的是他和他的儿子。金武上前敲门，很快里面就传来了询问的声音：“谁呀？”“官府查案，开门协助调查。”黄兴良说话之后，门很快就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神色疲惫的中年妇人，发间还带着一朵小白花。他看了看苏小璐几人，俯身行礼：“民妇秦氏见过几位大人。”秦氏侧开身，请了苏小璐几人进院门。冷清安静的院子失去了鲜活，只剩下冰冷。这又是一户要用很久的时光去愈合的一家人。黄兴良轻轻摇头，叹息着：“请大人见谅，家中公公和婆母都伤神，孩子也太小，不便出来见人。你们有什么需要问的，就问我吧。”“那你回想一下，他们那几天有没有吃什么其他的东西？朋友给的、请的之类的？”“没有吃什么别的，那段时间就是给李员外家里送些鸡鸭。李员外送了2个包子，他吃了1个，留了1个回家来。我大儿看了要吃，我就让他吃了。”“李员外家的包子？”“是的，除此之外没别的了。他没出去吃过饭，饭都是我给他送去的。”“他没住在家里吗？”“我家的是养鸡鸭活禽的，那些东西脏臭，所以在城外圈了地养，没事给他送饭去。那天我大儿子吃了包子，说是很好吃，他要去帮他爹养鸡鸭，就去了。”秦氏说不下去了，她泪如雨下，掩面哭泣起来。又是包子，吃了包子的都染病死了。李员外家的包子有问题。苏小璐沉思了一下：“去王东子家一趟看看。”苏小璐和周芷转身出门，秦氏擦了眼泪相送：“大人，查出来了，能不能告诉民妇一声？”“会告诉你的。”黄兴良答应下来，又嘱咐秦氏这段日子不能出门，要做好防护，听从官府安排。上了马车之后，黄兴良就闭目养神了。苏小璐不管周芷看不看他也闭目养神，将内息运转一遍又一遍。金武赶着马车去往王东子家。王东子是做送菜生意的。马车停下来，几人下车就看见院子外面许多烂菜叶，还有烂菜叶子不停地从院子里被扔出来。“走路要断腿，上山要遭毒蛇咬，下河要遭水鬼拉呀！往我家倒粪，你娘的要死了！屎从嘴巴里吐我家来了！老娘今天就是要在这守着，我不睡了。谁敢来老娘就砍断谁的手！你们不要我活，那就都不要活了，全都死吧！反正老娘没了男人无依无靠，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死鬼王东子，你在天上睁大眼睛好好看着，看着是哪家欺负我这个寡妇，欺负咱们没出生的孩子。你晚上就去找他们，你在那边孤苦伶仃的，刚好把这些畜生拉去作伴。”女人骂着骂着就嚎哭了。四周邻里安安静静，但这大白天的，现在官府又不准出门，大家肯定是在家的，只是不出声罢了。金武敲门后，院内的嚎哭咒骂骤然一停。“谁呀？”“官府查案，请你们开门配合一下。”黄兴良说完，就小声地对周芷和苏小璐说道：“这是王东子的妻子袁氏，王东子父母已经过世了，现在这家里只有袁氏和他未出世的孩子了。”官府封城，要求百姓闭门。最开始染病的几家人自然被左邻右舍攻击。庄义民和吴平安家还好，他们家里至少还有说得上话的老辈。王东子家不一样，没有老辈，就只有一个怀着身孕的袁氏，所以左邻右舍的欺负就很多了。烂菜叶子、烂鸡蛋、大粪
都会朝着王东子家院内倒。黄兴良解释了为什么王东子家会是这样的情况，欺软怕硬是亘古不变的，在哪里都有。袁氏把门打开了半扇，警惕地看了看，看着黄兴良穿着官服，才彻底开了门。他眼睛还有些红，肚子已经显怀了，很警惕，但也挺直了腰背。民妇见过黄大人，院内无法下脚，就不请大人进去了。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吧。之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我男人的衣服用品全都烧光了，你就是要，我也什么都拿不出来了。大人，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袁氏心中忐忑不已。我知道。10天之前，你的丈夫有没有吃过别人送的东西，像是包子、馒头什么的？没有。你再好好想想，仔细想想。我想起来了，我男人一直是在家里面吃的，但那天给李员外家里送菜，得了2个包子拿回来，说肉很多，但我闻了肉味就恶心，我就没吃，怕放坏了，我就让他都吃了。袁氏眼睛泛红，有了泪意。又是李员外送的包子。这3人竟然都吃过李员外送的包子，3人又都是因为疫病去世的第一批人，这个李员外家实在是太可疑了。苏小璐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个李员外家是不去不行了。黄大人，李员外家的包子有什么问题吗？我男人是不是那包子给害死的？肯定是的，我男人从来不生病，他身体一直好，怎么突然间就感染了疫病了？他也不去别人家吃东西，一定是那个李员外有问题。可怜我男人呢，那李员外丧了良心呢，做有疫病的包子害人性命，把我害得好惨呢，可怜我现在孤儿寡母。黄大人，你处理一下，全城封城封门，但是治安也要管理好，这样的事情不严加管制会出人命的。我们去一趟李员外家。好，那下官留下来和巡逻的士兵说一说，等安排好了，下官就立马过来。周芷点头，他看向苏小璐。苏姑娘，我们走吧。苏小璐和周芷一起离开，上了马车后，苏小璐就闭上眼运转内息。她以为周芷会和之前一样，一路上不会说话，大家安安静静的去李员外家查一查有没有端倪。但马车刚走没多远，小璐，我昨晚去见你大哥他们了，我告诉他们会封城，让他们不要担心你，安心闭门就好。他收了内息，睁开眼看向周芷，看着他带着微笑。那谢谢你。不用谢，你医术造诣极高，我想和你做朋友，你参与疫病自然是不方便报个平安的，我就顺手而为了。苏小璐看着周芷，她的神色温和，面带笑意，看人的眼神也很真挚，好似他说的话都是真的。一时间，苏小璐也有些分不清，他到底是真心这样说这样做，还是抱着其他目的而为。周芷，他看不懂，也看不穿他。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既然看不懂他，那他就当他的善意是真的。他也的确不方便和大哥报平安，周芷有权有势，他自然是方便的。小璐，那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可以。苏小璐从随身的布袋子里取出一个瓶子，倒了一粒药递给周芷。你身体弱，这是雪池草还有鬼兰子等名贵药材制成的药丸，可补身体暗伤，延年益寿，你吃吧。周芷看着苏小璐，神色有些迟疑。苏小璐已经有些反悔了，她想起周芷的身份和情况，她应该不会轻易相信别人，自己这样给她拿也不好，不拿也不好。不过这么名贵的东西，周芷不要，她可是要好好收着的。一粒药能价值上千两，她也是昏头了，怎么突然冲动拿出来赠送？苏小璐正要收回手，周芷已经伸出手，从苏小璐手心里取走了那一粒药丸。有一点点苦，还有些硬，有点难嚼。他原本是有些迟疑的，可还是选择了相信。药入口，他就知道是好东西。谁让你嚼了？这药可以吞服，又不是很大一粒，药本来就不好吃，你嚼了肯定更不好吃啊。是吗？我不知是这样，怪我自己。周芷吞了吞苦涩的药后笑起来，在这一刻，
苏小璐才觉得周芷有点人味儿，她也笑了笑。那当然是怪你啦，你记得下次吃药丸用吞的就好。周芷点头。小璐，你会做药膳吗？看我问的糊涂话，你怎么可能不会做药膳呢？我会，但不好吃。这你说了不算，我没吃过，所以我保留意见。你的身体吃药膳也可以，等疫病解决了，回头我抽空给你做一些药膳吃。如果你想试试的话，我可以做成饼子，到时候你可以带回去，能吃挺久。或许是因为他和周恒是双生子，又因为知道他凄惨的经历，苏小璐其实是同情周芷的。如果没有冲突，他不介意对他好点儿。好，那就有劳小璐了。苏小璐点点头，他感觉这样比之前好多了。周芷也不再盯着他看。周芷垂下眼眸，他嘴角缓缓勾起，抬头看苏小璐的时候露出笑意。只要他是善意的，苏小璐对他会很好。马车停了，到了李员外家，周芷和苏小璐下了马车。李员外家的大宅门紧闭着，金武照例上前敲门。按理说，李员外这么大的宅子，应该有专门的小厮守门，就算是要求闭门，守门小厮也应当在门里守着。但金武敲门许久也没有回应。金武不停地叩门，可有人在？官府查案，请开门配合。没有回应。金武看向周芷，请示周芷的意思，是否需要他翻墙进去看看。周芷看了看李宅，沉吟了一下，正要点头，李宅里就传出了声音：谁呀谁呀，别敲了。有人来了。金武就沉默地退到一边。是谁呀？有什么事情？官府查案，请开门配合调查。听到是官府，小厮才把门打开。金武拿出腰牌，伸到小厮面前。看清楚了，我乃皇室一品带刀侍卫，你面前的是当朝二皇子殿下。小厮看着那黑沉沉的腰牌，再看周芷气势冷沉，他深知这不是他惹得起的人物，连忙跪下去，战战兢兢地说道：请二皇子恕罪，是小人有眼无珠了。不知者无罪，你起来回话。小厮起身，周芷开门见山：你家老爷李员外可在？他这段日子有没有外出过？回二殿下，我家老爷从上个月开始便已经不见客了，家里生意都是让掌柜去打理，现在城内疫病发作，老爷更不会出门。可以说从上个月开始，我家老爷就没外出了。你家老爷从商，怎么这么久不出门？可是有什么隐情在其中？我家老爷这么久不出门，的确是有原因的。是这样的，是我家夫人生病了。其实今年老爷已经推掉了很多请帖了，就是为了在府内陪陪夫人。我家老爷对夫人可好了，还为夫人重金求神医呢。我家老爷心善，现在疫病，他还让府内仆人们都回家去了。别的府门仆人都是死气，我家老爷不一样，府内下人都是活气，每月月银也不低。我家老爷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那别人都回去了，你怎么没回去？姑娘，我是逃荒来的，我家里就剩我一个了。李员外好心收留我，我就把这儿当家了。等攒些银子，我娶了妻室才有家呢。现在府内亲戚除了我，就还有一个老厨娘，她也是孤身，所以这李宅就是我们的家。偌大的李宅，现在就是主家和2个仆人了，而这小厮看着也不是染病之人。仆人都回去了，那现在府里的吃食是怎么安排的？李员外和李夫人不需要人伺候吗？苏小璐这样问，有试探的意思。不需要，我家老爷和夫人情深意重，夫人病了，老爷不放心，所以就自己照顾夫人了。现在又有疫病，老爷更不要下人伺候了。现在我们有什么事情，都是在主院外喊老爷，因为疫病，主院里面我们是不能踏足的。我们要见李员外，你带路吧。小厮有些为难，如果是其他人，他也就替主家去了，但这人是二皇子殿下，小厮只好领着苏小璐和周芷进宅子去。老爷，二皇子殿下查案，您快出来吧。二殿下，这就是主院了，老爷和夫人就住在里面，你们进去就好。苏小璐和周芷跨进主院去，金武跟随其后。这个院子收拾得干净，看上去没什么危险，但这是目前查出来最可能是疫病根源的地方。几人正要往前走，从主院里已经有人影出来，来人一身黑袍，
整个人上上下下包裹的严实。二皇子殿下大领，请恕小人失礼了。疫病当前，小人让下人都回去了，所以才有所怠慢，还请二皇子恕罪。不知者无罪。多谢二皇子，小人一定配合调查。你先带我们看一看主院。我听说你夫人病了，她在哪里？病得重吗？李员外是自己出来的，知道是皇室查案，他的夫人能起身，应该也是要出来才对。周至看着李员外，虽然他整个人只露出了一双眼睛，他什么情绪根本就看不见，但他还是从这双不甘心的眼睛里看出了不少东西。苏小璐也在观察李员外，但他包裹得太严实了，看见的实在有限。而且李员外身体看着没有问题，他没有疫病，是个健康人。但奇怪的是，他没有疫病，为什么包裹得这么严实？浑身上下除了眼睛外都包裹住了。李员外领着他们进主院查看。我夫人已经过世了，她生前不喜欢大肆宣扬，所以我没让人知道，让她安安静静地走了。这个消息周至和苏小璐都感觉到了意外。这其实是我夫人的遗愿，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走，只想让我送她。我们夫妻多年，这是她最后的请求，我怎么可能不答应呢？所以我就没发丧，谁也没说，就我自己安静地送走了她。这是1个月前的事情了，府里仆人是不知情的，他们只以为我因为夫人病重要陪伴夫人，所以闭门不见客。我这辈子无儿无女的，银钱也是够用了，这样也够了，所以就想着借这个机会养老了。李员外这个解释虽然让人震惊诧异，但也站得住脚。他带着周至和苏小璐来到正厅。周至和苏小璐四处看了看。听说你曾为夫人花重金求神医。是啊，可惜没寻到，送去的信渺无音讯，若是真寻到神医，或许我夫人还能好起来吧。藏在黑袍的双拳不自觉地握紧。可惜这世上总是不太如意的，带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周至说完就朝外面走。一直到了主屋，苏小璐发现了一些端倪。主屋里也没有住人的痕迹，这是为什么？李员外难道不在这里住吗？周至也察觉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你们的主屋，你夫人过世之后，你没再住这儿了吗？是的，我住偏房，住这儿会很伤感。偏房在哪儿？偏房就在隔壁。那就过去看看吧。那你们来吧。李员外走在前，周至和苏小璐跟上。你还好吗？今天走了不少路，周至的腿可能支撑不住。没事，走吧。周至走得很慢，没有人知道他的双腿已经痛到麻木。跟着李员外走到隔壁偏房外面，李员外推开门请他们进去，有淡淡素雅的香味扑鼻。这既香我夫人生前很喜欢的味道，我现在每日还会点，我想她也会喜欢的。你很钟情倒是难得，这天下左拥右抱的人很多，一心一意的太少了。苏小璐皱起了眉头，她揉了揉鼻子，还是被这杂乱的气味刺激的难受。她开始在房间里检查起来，这杂乱的气味有疫病的味道，有熏香，还有很淡的尸臭味。她总觉得疫病源头可能就在这里，但这个偏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李员外一直垂着眼眸，不和苏小璐、周至有视线的交流，他们问他就答，不问他就安静沉默。苏小璐皱了皱眉头，她实在是找不到异常的地方，但她又闻见这里的气味古怪，各种气味刺激她的鼻子，已经有点不舒服了。苏小璐看了看周至，两人交换一个眼神，什么也没说，但都知道这间偏房有异常。检查完了之后，李员外把门关好，他松了口气，也是恭恭敬敬地送他们出府。上了马车，小洛，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想晚上悄悄来看看，
刚才在那偏房里，我闻到了尸臭的味道，但我没有找到来源。周芷眼神怔了怔，他垂下眼眸。尸臭气味是不是很难闻啊？是不好闻，我总是在靠近床边的位置闻见，离远了气味也就淡了。但那床四周也没有什么端倪，出来之后其他的房屋就闻不到尸臭了，所以那间屋子肯定有问题。哎，你说李员外的夫人过世了，他会不会没有下葬他的夫人？有这个可能。你打算晚上悄悄来看看，我就没办法陪着你进去了。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我让金武跟着你吧。行吧。马车停了，苏小璐下来，发现不是济世堂。这是我住的地方，天也快黑了，累了一天了，你应该也饿了吧？先吃了饭，休息一会儿再去吧。我怕你回济世堂之后没时间休息。好，那谢谢你。不用谢，朋友之间这点小事情不需要道谢。我先去一下茅房。你这茅房在哪儿呢？金七，你带他去。看着苏小璐的背影消失不见后，周芷身边的金武才立马上前扶住周芷。主子，要不要让巫先生来看看？暂时没这个时间，先不用。主子，可是您……闭嘴！不等金武说完，周芷就冷沉地打断。他当然知道他的双腿承受不住，但是他更重要，这双腿他本来就失去了，没有就没有。而现在能抓住的东西，他不要再让他从手中溜走。回房，我换衣服就好。是。苏小璐从茅房出来，见侍卫金七还在等着，他正觉得尴尬呢，金七就开了口：苏姑娘，请。到了正厅，已经摆上了可口的饭菜，周芷已经在等着他了。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尝尝看。我不挑食，谢谢你。苏小璐也饿了，端起碗筷就吃。他本来想着随便吃点就好，但周芷一直用公筷给他夹菜。谢谢。不用谢，既然是夜谈，那等入子夜时再去刚刚好。这会儿还早，你休息一下吧。时候到了，我们一起过去。你和金武进去，我在外面等你。那你也先休息一下吧。来人，带苏姑娘去休息。金七把苏小璐带到别院。苏姑娘，请你好好休息，子时我会来叫你。好，多谢。另一边，周芷坐在床上，一位年约40的先生正在给他换药。巫先生，请你快一些，我子时还要出门呢。巫先生拧眉：主子，你子时不能出门，你伤得这么重，起码要休养1个月，伤口反复破裂，这不是一件小事。巫先生希望周芷能重视起来。主子，如果你实在要出门，让金武他们以木轮椅子推着你去吧。周芷咬紧牙关，他双拳紧握，指节都泛白了。给我包扎，我心里有数。主子，虽然你不爱听，但属下还是要说，能坐着就坐着吧，如果腐烂坏死的过多，后果会很严重。我知道了，下去吧。周芷拿过一边的药瓶，从里面倒出了一把药丸，就那样倒入口中吃了。他身体都有些打颤。金武，子时叫醒我。是。你们就惯着他吧，我不管了。周芷不听，巫先生真的是气急了，甩袖离去。金武皱起眉头，神色有些无奈。周芷微微勾唇，他缓缓躺下，闭眼睡去，但双腿一直很疼。此时一到，金武就进门叫醒了周芷。金武，扶我起来。主子，巫先生说了，现在不能走。我知道，扶我起来吧，我要迟到了。金武见劝说无用，也只好把周芷扶起来。周芷浑身都轻轻发颤着，过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拿出帕子擦去了两颊和额头的汗水，然后出去。路上，金武扶着他。等到了正厅，金武就放开了。小洛，睡得好吗？挺好的，多谢你。那我们现在过去吧。马车早已准备好，有2个侍卫一起，一个是金七，一个是金武。到了李宅，苏小璐对周芷说道：那你在外面等着，我先去了。夜已经深了，这个时候李员外应该是睡了。好，那你小心，我在这儿接应你。金武，你一起去，听苏姑娘的吩咐。是。
苏小璐先飞身上里宅屋檐去，金武随后跟上，轻轻地掀开瓦片，然后拿出一个烟管，对着下方就吹下一股烟雾，飞身下了屋檐。只见苏小璐直接推门进去，点燃了烛火，床上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苏小璐已经在房间里找了起来，找了一圈依然没有收获。苏小璐有些烦躁，来到这里，她还是闻见了一股尸臭和疫病混合的气味，但什么都找不到。床上模糊的可以看见一个睡着的身影。苏姑娘，要不要拉开检查一下？苏小璐朝着床走去，苏小璐没想到，吓得退了2步，因为李员外身边竟然躺着一具骷髅。金武看着苏小璐这么大反应，也上前查看，他竟然和骷髅同枕，这就是疫病根源了。我们先出去吧。找到根源了，苏小璐松了口气。小璐怎么样？你绝对想不到，李员外竟然没有把他的妻子下葬，而是抱着尸体同床共枕。他身上有疫病的症状，没有好全，应该是好了又感染，这样反复。有他这样的例子，我找出方法解决疫病就不难了。不过那个李夫人的尸骨必须得要火化才行，只有源头解决了，疫病才不会复发。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先回去吧，这儿我会让人处理的。回去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审问李员外的时候，我叫你一起。好，那麻烦你送我回济食堂，明天审问的时候叫上我就行。苏小璐上了马车，金武和金七赶着马车去往济食堂。小璐，你回来了，这么晚了，先去休息吧。我没事儿，今天吃了药，感觉挺好的。苏小璐抓起苏华的手腕把脉，他的脉搏虚弱了很多，身体低热。二哥，有哪里难受吗？没有，喉咙也不是很疼，我都不咳了，没事的，别担心。好，我知道，那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好，你也快去休息吧，不用担心我。苏小璐去了熬药的地方，偷偷加了一些灵泉水，才回去休息。睡一觉起来，金武已经等着他了。苏姑娘请。来到知府府内，黄兴良已经穿上了官服，和周芷一起等着了。黄大人可以过去审问了。李元芳，你可吃罪，因为你这惊世骇俗的举动，导致芙蓉州4起疫病，无数人因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李员外缓缓抬头，我妻子的尸骨呢？大人，我认罪的话，能把我夫人还给我吗？其实说起来，我应该才是第一个感染疫病的人。我一直在反复感染和痊愈，我特地的了解过疫病，像是我这样的特殊体，我的血液就能研制解药。把我夫人还给我，让她入土为安，我就配合你们。哼，你好大的胆子，敢威胁本官！大人，我不敢威胁你，我只是想要我夫人入土为安而已。殿下，你的要求我允了。现在你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染病的？2个月前，我夫人病重下不来床，我能想到的办法我都试过了，但她还是一天天的衰弱下去。6月初6那天早上，我醒来之后发现她已经离去了。从那天起，我就不让下人进主院了，每日饭食都是送在主院门口。或许是有太多割舍不下吧，我没有发丧，我就当作他还在。我给他洗头换了衣服，他看起来只是睡着了，一点也不像是死了。他陪了我一辈子，他只是肉体死了而已。我坚信他的灵魂还陪伴在我身边。后来有老鼠来啃咬他的身体，我打死了老鼠，还被老鼠咬了。或许是因为这个，我感染了疫病。那4天，我几乎滴水未进，下人送的饭菜都让我悄悄倒掉了。我以为我就要死了，但没想到我又好了起来。我想起他生前很喜爱我做的包子，所以那天我做了一些包子祭奠他。刚好那几天有送柴火的人来，我将包子送给他吃了。后来我听下人说芙蓉州有疫病了，全城戒严，而那些症状竟和我生病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才发现疫病可能是从我这儿传出去的。
二皇子殿下，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请殿下网开一面，让我夫人入土为安吧。你的要求我允了，只要你配合大夫研制解药，等疫病消失之后，我许你们夫妻和睦。谢殿下开恩。他也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已经满足了。事不宜迟，带他去济世堂，让大夫们尽早研制出解药。黄兴良点头，立马就让人把李员外带下去了。那我也回济世堂了，尽早研制出解药，也能多救一些人。好，你去吧，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苏小璐转身出去，他一走，周芷就跌坐在椅子上，他身后的金武连忙扶住他。金武，回府吧。周芷声音都有些颤音，他的忍耐力快要到极限了。金武连忙背起周芷回府去。快请巫先生过来。巫先生急急赶过来，二话不说，剪开浸血的纱布，给周芷清洗伤口。期间，周芷痛醒来，他颤抖地拿过床边的药瓶，拔去塞子，就把药丸倒入口中。现在知道疼了，早干嘛去了？巫先生皱着眉嘀咕抱怨。周芷勾起苍白的唇，笑了笑。先生不懂。我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男男女女那一点事情，真不知道有什么懂不懂的。主子说我不懂，难道殿下为了这一点事情，冒着截取肢体的风险就值得吗？巫先生是真的有些生气了。周芷不听话，旧伤发了，辛苦的是他呀。绞尽脑汁处理他的伤口，费尽心机想让他的伤口快点愈合，是他呀。在巫先生看来，周芷这样的做法完全就是不值得，但周芷却是笑了笑。值得。就算是要为此再截去半截残破的肢体，也值得。听着周芷这样肯定的语气，巫先生已经无话可说了，把周芷双腿包扎好后，一言不发的就起身退下了。房间里安安静静的，药效上来，周芷也迷迷糊糊的睡了。苏小璐回了济世堂，立马就放了李员外一些血，用来研制疫病的解药。他拿了血就走，事不宜迟，必须要尽快研制出解药。苏小璐走后，孙老给李员外包扎伤口，他对守在身边的弟子们说道：都下去吧，这次疫病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那个丫头真的行吗？哼，她要是不行，可就没有人行了。你要知道，咱们大夫和大夫之间医术还能比较比较，但和名古神医那就是人和神的区别呀。他要是研制不出解药来，那这世上就没有人能做到了。师傅，你对那丫头也太看重了吧？那可不，这段时间好好和丫头学学，神医指甲盖露一点点，对你们来说都是终身受益了。可别抹不下脸面哦，在医术上面她是医圣，更何况还是个丫头啊，比那老头脾气可好多了。大夫，你们说的名古神医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李员外的疑问谁也没有放在心上。是啊，谁能想到呢？她那么小的年纪就已经继承了名古神医一派，医术了得呀。只可惜这世上神医难求，这天下还是普通大夫多。这样想就对了，一个名古只肯收一个徒弟，神医也就成了传奇。这次若不是他二哥感染疫病，我们也没机会见着他呀。神医的二哥也感染了疫病吗？啊，好了，你伤口这儿包扎好了，给你准备的房屋也都好了，你先下去休息吧。谁也没有注意到李员外的异常，大家都沉浸在疫病即将解决的轻松里。李员外回到了济世堂安排给他的小屋里。夫人呐！神医，哼，他倒要看看这所谓的神医到底能有多神。他若是失去了亲人，能不能和他一样的痛苦？恨意在心头蔓延开来。李员外咬紧了牙关，闭上满是恨意的眼眸，抬手擦去了眼泪。李员外开门出去，向人打听了一下苏小璐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一说找苏小璐是有重要的消息告知，就有人直接给他引路去。
苏姑娘就在里面研制解药了。苏姑娘，我想起来我吃过一种药物，之前忘记告诉你了，我刚才想起来，我想着或许有用，所以来跟你说一声。苏小璐正在磨药，她听见了，连忙出来开门。李员外，你说你吃了药物，给我说一下吧，说不定真的有用。李员外朝着屋里走。那药物就是……李员外的视线落在那鲜红的半碗血上面，他走了过去，在苏小璐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打翻砸在了地上。想要用我的血研制解药，你做梦！我要你也感受一下至亲至爱离世的滋味。神医，我倒要看看这下你还怎么救你哥哥。看着李员外吞了药，苏小璐立马飞身过去点了李员外的穴道，快速地封住了李员外的命脉。他捏开李员外的下巴，一拳头就砸在李员外的胃部。李员外痛得蜷缩身子，不可控制的呕吐，他只吐出了一滩黑血。来不及了！苏小璐眼睛都红了，他拿出一个药瓶，捏着李员外的嘴巴，就强迫他吞了下去。他只希望这价值1000两的药能救李员外的命。研制解药，如果没有李员外的血，或许他最终也能研制出来，可他二哥或许等不到解药。他没有迟疑，拿出小刀就割开李员外的手腕放血。看见流出来的血全是黑色的，苏小璐脸色越来越沉重。来不及的，我的血还是我的肉都没有用了。你能保下我的命，真不愧是神医，可那又如何？你救不了你哥哥了。你让我感受你的痛苦，你以为我就没有办法对付你了吗？你以为死了就是结束吗？痛快，至少你目前没有办法就足够了。你是不怕死，就是不知道你怕不怕你夫人被我挫骨扬灰。人死了还可以配姻亲，当然了，我也会给你配姻亲，叫你死了也和别人同葬。你和你的妻子就是死了也不得相见。不要把我和我夫人分开。你要不要银钱？我把我所有的银钱土地都给你。求求你别那么做。我的东西你以为吃下去就了事了吗？只要我不许，吃了的你都得给我吐出来。你要让我尝尝你受过的痛苦，我自然也要叫你死了都悔恨。看着李员外吐出了带血的血块，奄奄一息，苏小璐起身离开。李员外眼里的光渐渐暗淡下去，他根本想不到小小年纪的苏小璐看着只是个小孩子，却如此的心狠手辣。他怕极了，他做错了，可却没有悔过的机会了。苏小璐失魂落魄地走出去，让孙老等人觉得异常，想要问一问，却被苏小璐冷漠的眼神吓退了。没有人敢阻拦苏小璐离开。孙老立马就去苏小璐的房间看，就看见了快要断气的李员外和一地的黑血。李员外看着有人来，眼里燃起了一抹希冀。他张口艰难地想要发出声音，但口舌好似麻木了，任凭他怎么努力都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有2行悔恨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出来。孙老检查了一下李员外的情况，狠狠地拧眉。你服毒了？哎，师傅，地上的碎碗装过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孙老看着李员外浑浊的眼里蓄满老泪。都怪我们多嘴了，还以为他真心悔过了，没想到心里藏有滔天恨意。我猜他这样做是想要那丫头痛失至亲吧，但现在又悔恨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了，但李员外这鱼死网破显然是失败了，所以现在快死了才这么悔恨。听着孙老说的，李员外艰难地动了动嘴，艰难地发出了一个音节。求。你求我也没用，名古一派素来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只有世人追崇他们的份儿啊。这世上求神医的人多了去了，没有等到神医的人也多了去了，谁敢报复他们呢？你有这胆子，你就好好受着吧。他二哥还在这儿呢。黄兴良在接到消息的时候，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发生突然，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在场，而苏小璐是绝对不可能毒死李员外的。事不宜迟，黄兴良回过神来，就立马火急火燎地去见了周至。黄兴良把事情给周至说了一遍，就低下了头。殿下，事情就是这样的。此事我知道了，下去吧，做好防控，城里巡逻不能松懈。金武，把假肢给我取来，我要出门。主子，巫先生说了，不能再下地了，不然伤口崩裂会……我知道，但我要出门，我心里有数，去取来吧。周至还没有出门，巫先生就匆匆追来。不许不许，谁敢背主子出门，就是害主子性命。主子意气用事，你们怎么也跟着瞎胡闹？金七，送巫先生回房休息。金七言有担忧，却只好听命拦下巫先生。哼，不过是个女子，有什么好的？这大周女子多的是，怎就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好好好，你们今天由着她去的，真出了什么事情，我看你怎么办。坐进马车之后，金武，去那个宅子，他应该会去那里。马车到了苏崇几人居住的宅子外面，却没有看见苏小璐的身影。苏小璐没回来，他还能去哪里？找了2圈，金武再次进言：主子，你不能再这样了。周至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需要休息了。盐城找。周至不肯回府，金武也没有办法，只能盐城寻找。空荡的街道只有马车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当看见漫无目的走在街上的苏小璐，金武眼睛都亮了。他松了口气，总算是找到了。周至看见了苏小璐，也松了口气。周至从马车里下来，他看着苏小璐一脸的泪水。小璐，过来。苏小璐此刻是崩溃的，脑子一片混沌，好似什么都不知道。听到声音，他缓缓走过去。周至伸手摸了摸苏小璐的头发。小璐别怕，一切都会好的。周至话还没说完，苏小璐就软软地倒在他怀里，失去知觉。金武，回府。金武已经飞速过来，在周至的指示下抱起苏小璐送上马车。回到府内的时候，周至已经昏迷了。巫先生骂骂咧咧，但最后还是给周至检查。看着躺在床上的苏小璐，巫先生还是咬牙切齿。哎呀，就为这个女子连命都不要了，哼，气死我了！京中那些个贵女，哪个不比她漂亮？巫先生，她没事吧？哼，她能有什么事儿？她身体好着呢，强壮如牛，只不过是一时伤心过盛，失了心智而已。苏小璐的身体很好，她会昏迷，那完全是太伤心了。巫先生气鼓鼓地离开。金七看着同床共枕的苏小璐和周至，就让他和主子这样吗？主子在意他，他也不是3、5岁，要是醒来看见这样，可能会不高兴。我把他抱去外寝，隔得近，主子醒来要是想看也近。苏小璐醒来的时候有些迷茫，她失神了片刻，就想起来了，她欠了周至一个人情。我先走了，等我研制出疫病解药，我给你们主子把身上所有的毒都解掉。这太感谢你了。苏姑娘，李员外和吕夫人都化了灰，他们的骨灰你准备怎么办？把他们一个埋一处，有山相隔就行了。小璐，别担心，我没事儿。阿哥，我知道你会没事的，我就是来看看你。苏小璐倒出一粒药丸塞入到二哥嘴里。阿哥，你好好休息，我这几天要研制解药，你一定要等我。小璐。苏华叫住了苏小璐。小璐，不管怎么样，二哥都希望你以你自己为重。这辈子能做你哥哥，二哥很开心，很幸福。二哥知道，就算二哥离开了，你们也会好好孝敬爹娘的，所以别痛苦。二哥真的没有遗憾。苏小璐站定着，满脸是泪。他才不要什么生离死别，他要他的二哥哥活着，健康的活着，娶妻生子，儿孙满堂。苏小璐回了房间，就让人收来了几具尸体。苏小璐点了烛火，关上门。孙老赶来拍门，
丫头啊，你开一开门，我给你打个下手。不用了，这只能我自己来。这5天，他要么研究出解药，要么死。苏小璐躺在床上，闭上眼，凝神聚气地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周志来找苏小璐的时候，苏小璐没有见周志。小璐，可以开门了吗？周志，你先回去吧。我感染了疫病，这几天我不会见任何人。如果我好了，那么解药就出来了；如果我没好，那一切也与我无关了。小璐，值得吗？你本不用这样的。值得。或许他会因此丢命，但不这么做，他一生都会后悔。所以他宁愿赌一次，也不要以后后悔。苏小璐，你要活着，你答应我要替我解毒的，这是你和我许诺的，你不许食言，我等你。周志说完，就对着金武金妻吩咐：回府。苏小璐感染疫病的事情，济世堂大夫们很快也知晓了。孙老急步赶来，重重拍门：你这个丫头，你不要命了吗？你能以身试毒，自然是不要命的。老夫服了你了。丫头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济世堂还有不少珍贵名药，我让人统统给你送来，要什么尽管用。谢谢。孙老很快让人把所有药材都送到了苏小璐的房间，统共有数千种药材，有值上千两银子的，也有只卖1、2文一大包的，基本上都是可以入药的药材。苏小璐也开始了疯狂的试药，她连熬药都省去了，磨碎了就直接嚼，几种的吃，吃完等2个时辰。只是1天时间，苏小璐嘴巴都麻了。8月22，苏小璐感染疫病的第3天，苏小璐浑身都很沉重，她磨药试药的动作已经很缓慢，这个时候她还能行动自如，简直就是奇迹，全靠她的空间。周志照常来问安，他在门外问候：小璐，今天怎么样？我给你半个时辰，如果你不能答复我，我就破门进来。没多久，门缝下缓缓出来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勾勾。周志冷峻的神色才缓和了些，用小夹子夹起纸张烧毁。好，给你炖了汤，给你放进来了，记得吃一下。我回去了，等你好消息。周志做完这些就回府了。苏小璐在以身试毒研制解药，他则是在控制疫病，稳定整个芙蓉州。8月24，苏小璐感染疫病的第5天，周志在门外询问：小璐，今天怎么样？我还是给你半个时辰。苏小璐艰难地起身，颤抖地在纸张上画勾勾塞出去，但周志送来的汤却放不进来。昨天他就没有力气把那食盒提开了。这一次周志没有离开，他看着小窗口，眼神久久没有移开。周志不离开，跟随他的金武金妻也皱起眉。金武出声问：主子，要不要破门？周志抬手制止：回了，明儿再来。周志并没有离开济世堂，他住的地方距离苏小璐的房间就隔着2间屋子。回到房间坐下：主子，苏华一直想见苏姑娘。我过去一趟吧，至少她不能死在他前面。周志来到房间的时候，苏华还清醒着没睡。二皇子殿下，他只想再见妹妹一面，但诉求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这让苏华感觉很不安。他看着这个和恒弟弟一母同胞的双生子，视线相对，他只觉得眼前人深不可测，他的情绪，除非他主动展露，不然谁也不知道他的心思。不过是15岁的年纪，却有几十岁年纪的心思深厚老沉，可见他有多精于谋算。周志走到床边：你知道苏小璐为你做了什么吗？她感染疫病了，她的这个过程在正常情况下缩短了1倍，也就是说你们能活10天，她就只有5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她还是没有出来。我又给了她1天，明天我回去看她。我知道你也快撑不住了，但是你必须要支撑住，至少不能走在她前面。如果她去了，我会来告诉你的。周志说完，苏华的情绪就有了波动，他眼睛逐渐鲜红有泪。好，我知道了，多谢。说完，苏华闭上眼。周志只看了一眼就转身离去。
在某些程度上，苏华和他有些相似，心思深沉，能忍。周芷走后，苏华才发出小兽一样的呜咽。这10多年的记忆在脑海疯狂闪现。苏小璐从小就对他们特别喜爱，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欢喜。她的眼睛像是星河一样，总是很亮很灵动。很小的时候，他总叫二哥哥，长大后就成了二哥。他把他能给的好全都给了家人，这个家里一切的好转都围绕着他，他是全家人的幸运，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爱。苏华觉得心很痛，他和家里一致的认同苏小璐是天上来的仙女，他们都想对她好，可事实上是苏小璐一直在对他们好。每一次血腥上涌，苏华都咽了回去，他有诸多的痛苦，他深深的明白他还不能死。等苏小璐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他动了动手，有些意外，身体感觉轻松了不少，他的眼睛都亮了。医治疫病的解药就是丝瓢啊！苏小璐连忙起身，将自己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之后，拄着拐杖开门出去。神医出来了！金武快步走过来，解药我找出来了，用原先医治死人温的药材，加上1味丝瓢，立马去配药和熬药。对于病症严重者，将丝瓢先捣碎成粉，或者以水湿润捣成汁，给病重者先喝下去。小药童高兴地点头。哈，是，我这就去安排。我去告诉师傅这个好消息，大家都有救了，太好了，太好了！现在解药有了，这上千人的性命都有救了。我二哥在哪儿？金武也没敢耽搁，立马就带着苏小璐去了苏华的房间。苏小璐拿着丝瓢，一到房间里，立马就捏开苏华的嘴巴，把丝瓢塞进苏华口里。他的手指流出涓涓细流，辅以灵泉水，效果会更好。苏华面如死灰，连呼吸都很细微，意识已经不清醒了。二哥，快嚼啊！他喂进去的灵泉水都从苏华嘴角溢出，苏华这个状况很不好。苏小璐拿出银针，拉开苏华的衣裳，快速地将银针扎入苏华的心口，又在苏华眉心扎了一阵。银针刺入很深，命穴被刺激，苏华醒了过来，吞了带着药味的灵泉水。他看着眼神很焦灼的苏小璐，有些迷糊的呢喃：小璐，真的是你吗？二哥，是我，我研制出解药了，你快点嚼一嚼，我们都要活着回家去。爷娘、大哥、三姐姐都在等着我们。苏华确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动了动唇，努力地嚼动口腔里面的药材，一股清清凉凉的感知从喉咙蔓延开来，让混沌的他愈发清醒。小璐，二哥有些累了，先睡一下。好，二哥，你安心睡吧，等你睡起来，一切就都好了。谢谢你照顾我二哥。看见你没事儿，我很高兴。谢谢。现在解药有了，疫病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消失的。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我回去后会如数禀明，到时候会有奖励的。我先给你保存着，等你来取。抵抗疫病的解药有了，分离的日子就进入倒计时了。苏小璐点头。那我先回府了，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他们都会配合你的。很快的，药童就送来熬好的药。苏小璐捏开哥哥的嘴巴，一点一点地喂他喝下去。喝了解药下去，他会好得更快，要不了几天疫病就好了。苏小璐这一觉直接就睡了1天1夜。他一醒就看见了王慧兰正好走进来。你们快来，小璐醒了。小璐，你渴不渴？饿不饿？想不想如厕？周恒、苏崇还有刘子金也都进来了，眼里都透着欣喜之意。小璐，你终于醒了。大哥，你们怎么来了？你这么多天没消息，我们打听到你为了救人自己感染疫病了。阿崇每天都来济食堂，一直没找到机会进来，还是昨天二皇子殿下说解药出来了，破例把我们放进来看看你。小璐，你辛苦了，幸好有你。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不过现在都没事了，
我就是太累了才多睡了会儿，要不了几天我就会恢复得力壮如牛。好了好了，现在小鹿也醒了，你们也别担心了，有我照顾他就好了。你们都去外面帮忙吧。小鹿，你睡了1天1夜，你饿了没？我给你炖了小肉粥和雪梨汤，你要先吃哪个？如厕我也给你准备好了。慧兰嫂子，我二哥咋样了？现在能下地了吗？我还是过去看看他吧，正好吃太饱了，我消消食。行，那我扶你去。不用不用，我已经大好了。小鹿，过来。瘦了。苏小鹿抓着哥哥的手，顺便给他把脉。二哥，我本来就有点胖，瘦一点更好，你才是瘦了。我给你开小灶，你可别嫌难吃啊，一定要多吃点，知道不？好，我多吃一些。小鹿，谢谢你又救了我。到现在，苏小鹿救了他2次了。第一次，他让他重新成为正常人；第二次，他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你是我哥哥嘛，我们本来就是同志连根呀。你关心我，我关心你，你来我往也。苏小鹿出门去给苏华做补气药膳，这个小灶当然只有他哥哥才有。王慧兰帮着他磨药，苏小鹿把药膳熬成糊糊，舀出1碗放凉，另外的加了一些面粉搅动。苏小鹿想起了周志。慧兰嫂子，那个周志还在济世堂吗？他没在这儿了，好似有什么别的事情忙去了。小鹿，你问他干什么？是有什么事情吗？哦，没什么事情，就是这一次我研究解药，他也帮了不少忙。他身体也不太好，我答应帮他看一看。晚上吃饭的时候，苏小鹿来到苏崇、苏华、周恒住的房间。大哥、二哥、周恒哥，我明天就要去周志的府上帮他调理身体了，这段时间我就不回来了，等全城彻底清空了，城门开了之后，我再回来和你们一起回家。小鹿，会不会有危险啊？周志这个人心思太深沉了。小鹿，阿志他的腿……周志的双腿膝盖以下没有小腿，是钢铁架，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他的身体啊，就是一个毒罐子，目前是百毒不侵的平衡状态，但毒素不清除，他也没有几年好活了。这一次他帮了我很多，我之前就许诺过，疫病之后帮他解毒，既然是要帮他，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小鹿，那你小心啊。好吧，小鹿，那你安心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在呢。小鹿，谢谢你。周恒认真的感谢，也在心里祈祷着周志能够好起来，不受病痛折磨之苦。那我去啦。二皇子殿下在吗？我来给他看病的。苏姑娘进来吧，我带你过去找主子。金四转身领着苏小鹿进去，他把苏小鹿带到了房门外。主子，苏姑娘来了。在屋外守候的金武都啧舌，这金四也太大胆了，竟然直接就把人带了过来，也不先通报一声。在屋内床榻靠着看折子的周志，折子都掉了，他慌了一瞬，平息了一下心神。让他进来吧。苏姑娘请。金武压低了声音：你也太大胆了，都不通报，主子会生气的。我都是为了主子好。吴先生说了，主子需要静养，在伤口愈合之前不能再走动了。金武给金四竖起一个大拇指。好样的。那你在这儿守着，我出去看看。苏小鹿走进屋里，周志长得很好看，看着他，苏小鹿脑海里就浮现一句话：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小鹿，你随坐吧。我是来给你诊脉的，之前我说过，疫病解决之后帮你解毒，你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扎针切脉。周志的脉象杂乱无常，身体内府可谓是处处都不好。我先用内息给你推一遍，你放轻松就好，别有抗拒的意识。好，那辛苦小鹿了。苏小鹿闭上眼，凝神聚气地将内息推入周志的身体里，缓缓地沿着他的每一条经络游动。他收了内息，睁开眼。你的经络都通畅，这是一件好事。你的体内一共有上百种毒素积累沉淀着，我都记下来了。我先整理一下，才能找出不伤你身体的解毒之法。好，你慢慢来就好。那这几天我就在贵府打扰了。在我回家之前，我每天都会给你做药膳，我会多做一些，你到时候按着时间吃就行了。你身上的这些毒，解毒也不是1天2天的事，至少得要6年。这6年，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给你解毒。好，那我先下去了。金四，安
安排小路住南院，叫金九过去听他安排。是。苏姑娘，属下金九，请姑娘吩咐。那这南院有没有小灶？我之前开的方子药材都凑齐了吗？准备齐了，南院里有独立的厨房，一切都准备好了。苏姑娘现在就要过去吗？现在就带我过去，我弄快点，晚上你们主子就能吃一顿药膳了。是。苏小璐到了灶台，把药材清理出来。金九在一边看着，把苏小璐做的都记录下来。这些药膳的方子，我到时候会写下来，我没在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做给他吃。这样吧，反正这个也不太难，我教你吧。金九微微诧异了一下，他不知道神医是不是真的这么大方，一点儿也不在意被偷学药方。那就有劳苏姑娘费心了。金九学得认真，他亲眼看着一锅雪白的粥变成黄糊糊，然后又变紫，最后变黑了。金九从一开始很期待，到半信半疑，到最后的若有所思。完美，药性存留的非常好。好了，现在可以端去给二皇子吃了。这些等放干一点收起来，可以就这样直接吃，也能用热水化开了喝。好的，多谢苏姑娘。金九把这碗药膳放进食盒里，转身就去主院。没多久，金九就回来了。苏姑娘，我家主子请你过去一起用膳。快来吃饭，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谢谢，看着就很好吃。吃完饭之后，小璐，要不要出去走走？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病人。你的双腿情况很严重，从现在起你都不许走路，至少等伤口完全愈合了才行。好，我会坐木轮椅子的。那行，你要是想散步，我可以推着你在府内走一走，消消食，然后我再给你针灸。这个月先调理着，稳定你身体的情况。年后我会进京来，到时候再给你解决掉一些毒素。好。那你在这儿看吧，这个位置极好。金四他们的招式可能比较刁钻，你要做好准备。是吗？那正好比比谁的招式更刁钻。苏姑娘，请。好。金九侧身避开，苏小璐第二剑已经刺来，金九提剑挡下，两剑划拉出火花。只是一息间，苏小璐紧接着第三招、第四招接踵而至。金九眉宇冷飒，一开始他以为是陪着苏小璐玩玩，但一过招他就知道想法错了。苏小璐功力并不输他，接招出招他变化的游刃有余。如此招式，金九反倒是看不出他到底用的什么剑法。初出试探之后，金九越来越惊讶，最后以苏小璐将金九剑柄打落取胜。苏姑娘，我输了。金九退下，换金七来。金九则是退到了周氏身边。主子，苏姑娘剑法诡异多端，我看不出来路，但隐隐又总觉得很熟悉。不过，苏姑娘功底真是深厚，她这样的年纪轻轻，真是一个天才。她的剑法和天下第一剑龟游前辈有相同之处，若是我没看错的话，她应该是师承龟游。可龟游前辈和神医吴前辈不是不合吗？传说而已，本就不能服众。到底是怎么样的，又有多少人能知晓呢？龟游前辈的剑法以狠辣著名，但苏姑娘的剑法可柔可刚，虽然有些地方有一点相似，但大体上一点不同啊。金九有疑虑，他越看苏小璐的剑法，越觉得他不可能是龟游徒弟。错了，龟游前辈只是在剑道上有他自己的悟性，他若是教徒弟，应当也是打好基地领入门的。每个人在剑道上的悟性是不一样的，自然剑法也不一样。你看他，虽然剑法随局策改变，但是根基却不变。主子，你太厉害了。他博览天下群书，无论是朝堂里还是江湖里，他都有所了解。只要了解本性，要是遇上了，他很快就能猜出来。苏小璐和金七打了个平手。下次再来。好，只要有空，随时恭候。苏小璐回到周芷身边。你身边的人武功真高，我受用了。闲暇的时候可以让他们陪你过过招，相互切磋，他们也受用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推你回房针灸吧。针灸完之后你就可以睡觉了，刚刚好。这是火烧针法，1刻钟之后你会觉得全身有灼热之感，一旦有这种感受立马告诉我。火烧针法不能久停，不然会灼伤你。好。你脖子怎么红红的？感觉痛吗？
这不应该呀，他的针法不可能出错呀。没事，这是我身体自己的变化，现在还没有灼热之感。苏小璐还小，还不知情势，所以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有任何不舒服，你就说出来，我及时帮你调整。周芷听话的点头。又过了会儿，小璐，我感觉有灼热之感了，从心口蔓延至全身了，好像着火了一样。火烧针法就是这样，一旦有灼热之感就要取针了，要是取晚了，你就会被烧伤。火烧针法之后，你的体温会比较高，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沐浴一下。要是你可以承受，那就不用沐浴。火烧针法会让你的身体一整晚都暖暖的，要是你不排斥的话，它能让你睡个好觉。小璐，我很喜欢这样温暖的感觉，祝你好梦。你也好梦。苏小璐收拾好了东西就出门回房去，这是唯一一晚她没有在半夜被痛醒。一觉到天明，守夜的金吾脸上都带着喜色。巫先生过来请脉了，他给周芷把脉，神色若有所思。巫先生，你今日为何这样看我？我脸上有东西吗？主子，你要是每天都是这个状态，我做梦都会笑醒了。以后会的，以后会的。那可太好了，我以后也能睡个踏实觉了。我这就去看看神医，我可得好好请教请教他。巫先生起身退下，一出门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金七：哎，快点告诉我神医住哪儿，我要搬过去和他同住。吴先生莫急，我带你去。于是苏小璐刚刚起来，一开门就看见门外站了个中年大叔。苏姑娘好，我叫吴明，我热爱研究读书，希望能得你指点一二。这么有礼貌的大叔，苏小璐只觉得真可爱。没事没事，你也是二皇子的人吧？你有医术功底，那就再好不过了。那接下来我便厚着脸打搅姑娘了。苏小璐点头，她去烧水，给周芷兑出一碗药膳糊糊。巫先生用勺子舀了一点，闻了闻，又尝了一下，然后皱眉，表情复杂。哎呀，这真是太玄妙了。药膳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端去给他喝就行。10月初3，城门解封，芙蓉州又恢复了以往的喧闹繁华。殿下，现在城门也解封了，我给你储备的药也够你吃半年的，我明天就要回去了。周芷夹菜的手顿了顿。好，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去呢？应该会等到放榜的。那祝你3个哥哥都能上榜。谢谢。殿下，以后你睡觉之前按一按这个穴位，这能让你的体温升上去，会让你睡得好点儿。好，谢谢小璐。苏小璐在的时候，周芷身上多了人情味、烟火味。苏小璐一走，一切恢复从前。一觉醒来，苏小璐从房间出来，和王慧兰打招呼：小璐，你回来了。慧兰嫂子早啊。小璐早。你最近休息的不好吗？我看你的气色有点差。别提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能吃大葱，吃了就恶心。恶心？苏小璐捏着王慧兰的手腕给她把脉，她神色渐渐严肃。小璐，我没什么问题吧？慧兰嫂子，你最近身体不舒服，你就没想过你是怀有身孕了吗？王慧兰傻眼了，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气色有点差，是动了胎气。那不要紧吧？欣喜、激动又担忧。放心吧，有我在呢。不过你要吃一点保胎药是真的。还有啊，不想吃的东西就别勉强。一会儿我写个禁忌单子给你，除了禁忌单上面的东西不能吃之外，其他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谢谢小璐。小璐，那我走了，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子姬。苏小璐点点头，王慧兰就带着笑意转回房间去了。苏小璐去找苏虫和苏华，他们在厨房看见小璐回来，无形之中都松了口气。小璐饿了没？馒头很快蒸好了。看着妹妹平安无事的回来，苏虫也就放心了。闻着好香哦，谁做的呀？我们3个呢，还炖了红烧肉，软烂着呢。到时候用馒头夹着肉块，别提多香了。
苏小璐的馋虫已经被勾起来了，开始盯着锅里。苏华和周恒都淡淡一笑。开锅了，第一个馒头自然是苏小璐的。他贪嘴不贪心，捧着一只夹了肉块的馒头就到一边去慢慢吃。这时候他听到了刘子金兴奋的笑声。子金遇到什么好事了，笑得这么开心？刘子金向来内敛，他高兴也多是浅笑，像是这样开怀大笑，他们还真没有见过。大概是因为慧兰嫂子怀孕了吧？什么？苏虫诧异。苏华和周恒相视一笑，心中了然。没多久，刘子金的声音就从外面传来了：阿虫，我有个好消息要与你们说。阿虫，我要当爹了，你要当干爹了。恭喜恭喜！他和刘子金交好，一早的时候刘子金就说过，以后他的孩子要认他做干爹，以后苏虫的孩子也认他做干爹。子金，恭喜你了！恭喜恭喜！谢谢谢谢！我也祝你们都能结良缘，一生幸福。小璐，有劳了，你嫂子都说了，多亏有你，不然都还不知道。哼，举手之劳。不过孕期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这前3月啊，禁房事。苏小璐是个大夫，想起有孕的那些禁忌，就是随口一说。刘子金脸色爆红，声音顿时就小了几个度。知道了。他们3人是真的相信大夫面前无男女这话了。苏小璐给开了安胎药，熬给王慧兰喝。王慧兰气色很快就好了起来。因为王慧兰怀孕，刘子金请了厨娘来做饭，厨娘手艺不错，苏小璐几人跟着吃上了好菜。10月初9，乡试放榜了，苏虫武功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在看见第1的位置上赫然写着苏华的名字的时候，苏虫不由笑了。他接着往下看，第2名就是刘子金，他在第16名，而周恒在第90名。看完之后，苏虫挤出来：咱们都榜上有名，第1名是解元老爷，是我弟弟摘得，子金第2，恒弟第90名。周恒的名次是他故意藏拙的，有名就行。苏华是第1，是当之无愧的解元。刘子金叹服，拱拱手：阿华当之无愧，咱们是同喜同喜了。没能得第1，第2也不差，以后他就是举人老爷了。就算科考到此止步，他也是能做官了。不过他还要参加明年的春闱，他要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大哥，走，咱们先回家再说。他们刚刚到家，苏小璐就看见金武在门外等着。看见周志身边的人，苏虫、苏华几人都有些警惕。金武走过来，递上请帖：恭喜苏姑娘了，也恭喜你们都取得了好成绩。我家殿下即日也要启程回京，为了答谢苏姑娘和你们为这次疫病的贡献，今晚设宴于惊鸿楼，还请几位赏光。周志本该启程回京了，但想着就要放榜，所以才推迟了几天。周志的请帖是去还是不去？我先回房了，你们商量一下。要是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是不去的话，那咱们都不去。那我们去还是不去啊？不想去，主要是担心周恒。要是不去，周志毕竟是2皇子，要是被他为难上，他随便对付对付都够他们受的。苏华看向苏小璐：小璐，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啊？苏小璐给周志调理身体有接触，如果能多知道一点有用的消息，那更利于选择。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比较清冷安静，我要他做的他也都照做了，但真实的他不展现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得去，别的不说，我们在这次疫病的确是帮了许多忙啊。那就去吧。周恒点点头，他没说话。得知要去，刘子金没反对，所以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去了惊鸿楼。到的时候，看着整个惊鸿楼人声鼎沸，周志不只请了他们，这下子几人都松了口气。周志出来说了一些感谢大家的话，他谦和有度，引得众人欢呼喝彩。他的眼神扫过众人，露出温和笑意，举起酒杯敬了一杯酒，
然后就离开了，好似所有的危机都是苏崇几人的错觉一样。大家放心下来吃饭。周恒吃了一些之后，我去趟茅房。没有什么危险，苏崇几人也不担心。周恒离开饭桌下楼，很快就看见了等着他的金武。他深吸了一口气，走吧，带我去见他。隐瞒不了，他反而平静了。周至要见他，他不可能不来。大公子请。周武带着周恒转进一间厢房，周恒就看见了坐在桌前等待的周至。周至朝他看来，兄弟二人四目相对，周恒心情复杂，好似有千言万语，又好似没有一句话想说。坐吧。阿志，你还是认出我了。他被吴老头带出宫，再到南山村之前，吴老头就给他医治双腿，解了毒，还给他推骨改相，使得他现在和周至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周至还是认出他来了。这些年你过得真好。阿志，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难道暗害我的人是你指使的吗？周恒哑然，当然不是。周至浑身是刺，沉冷的可怕。阿志，如果你要我的命，那你就冲我来，不要牵连其他人，他们是无辜的。大哥，我不会取你性命，真的。这样的你，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你和母后真的太像了，哪怕我什么也没做，都认为我会做点什么，这让我很为难啊。我要是什么都不做，有点对不起你们如此警惕啊。阿志，你说的，我信你。几年前我就打听到吴先生的踪迹了，但那个时候他身边已经没有你在了。吴先生不畏皇权，他只负责治好你。那时候我有想过，你可能会过得很不如意。周恒安静地听着，他没有吃过苦，跟着吴老头的那段日子，老头虽然嘴上无情，实际上却是很细心。而到了南山村，苏家对他更不用说。这个时候，周至在过什么样的日子？周恒垂下眼眸，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想要拿回自己的身份，要凭本事。我不会杀你，当然，我也不会让你。我想要的我自己会争取，同理，你想要的也要你自己争取。虽然你换了名字，但是不管你是叫苏恒还是周恒，你想要重新成为周恒，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会试的时候别藏拙了，小心藏着藏着，就真的什么也不是了。你走吧，上个茅房1刻钟够久了。周恒看了看周至，没有眼神交汇，他最终轻叹一口气，转身出去了。恒弟弟，你去哪儿了？没事，我刚才有点闹肚子。没事就好。周恒不想说，苏崇有再多的担忧都忍下来，没有问。周恒没有注意到苏崇的神色，回到位子上继续吃饭。这个插曲谁也不知道，周恒已经恢复平静。苏崇是有些担忧，但周恒现在好好的，他也就不多问。这次疫病害苦了人呐，有些人中了举，但人却以阴阳两隔，报喜之日随着去的也是报丧。哎呀，谁说不是呢？疫病一事只怕传出去了，现在名次已经知晓了，我们也别耽搁了，明日就启程回家吧。第一，他是想早点回家了；第二，他是想着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对周恒的安全也更有保障。咱们困在这里这么久，爹娘听闻风声也担心坏了，是该早点回家了。咱们是该回家了，那今晚回去就收拾收拾，好好休息一晚，然后明天一早就启程回家。那就明天出城。出来这么久，我也想家了。周恒点点头，他有心事，刘子金和苏华都看出来了。一回宅子，刘子金就挽着王慧兰回房了。苏小璐打了个哈欠，周恒担忧地开口：阿春、阿华、小璐，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们。周恒就把周至见他的事情告诉了苏小璐他们。几人听完都一脸沉思地想，周至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恒弟弟，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们就当他说的是真的，你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对呀，
而现在你和我们在一起，他要动手的话，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放心，我们呢都会保护你的。我还答应了明年进京给他解毒呢，他不会杀你，这一点是真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大哥二哥，你们早点休息吧，我也回去睡了。明天一早咱们回家。离开家好几个月了，他好想念家里的一切，特别是三姐姐那一手好菜。苏小璐回房了，苏华拍了拍周恒的肩膀：“我们也休息吧，什么也别多想。”周恒神色严谨，似乎有话想说，但最后尽数沉默。恒弟弟，走，睡觉去。华弟，一起挤一挤吧。不了，你和恒弟弟睡就行，我自己睡。苏华看着两人的背影，露出笑意。几年的朝夕相处，哪怕周恒不说，他们都能看出来。周恒不敢说道别，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开口，就怕他们兄弟不答应。但他们哪里能看不出来呢？周恒想要悄悄离开是不可能的，他想都别想。苏崇习武之人最为敏锐，有他在，周恒是没机会的。苏华安心回房休息，苏崇也和周恒回房休息。一上床，苏崇就睡了，让周恒睡里侧。苏崇很快就睡熟了，周恒没有睡意。等到了半夜，他轻轻起身，但他才刚刚下床，苏崇的声音就响起：“恒弟弟，你上哪儿去啊？”“我起夜，没事，阿崇你睡吧。”苏崇起身下床，一揽周恒的肩膀：“正好我也要起夜，咱们一起吧。”周恒的计划没有机会实行，一起上了个茅房，两人又一起回来睡。苏崇很快就睡熟了，周恒又悄悄下床，他没走2步，苏崇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恒弟弟，你也要去茅房啊？”“于是他又和苏崇一起去了茅房，一直到天亮也没有找到机会。天一亮，苏华就过来了，东西收拾好了，苏崇去看马。周恒眼底有青色，苏小璐也买了许多包子和馒头回来，把包子分给大家吃。看见周恒，脸色不好：“昨晚没睡好吗？”周恒看着苏小璐灵动的双眼，藏着一丝丝狡黠，他有些无奈，拿着苏小璐分的包子：“阿崇、阿华、小璐，我不准备和你们回去了。”他没有找到机会走，这件事就只能放在明面上说了。他们护他，把他当家人保护，他又何尝不是？他不想把危险带给他们，他远离苏家，不和他们走近。有苏小璐在，周芷不会伤害苏家人，但有他在就说不定了。周芷的心思太深，难以琢磨，也看不透，他不敢赌。恒弟弟，不管你周恒的恒字是哪一个，我们这么多年朝夕相处，做不得假。等明年你真的和二皇子直面上，我们可能不会站在你这头，但现在你连做二皇子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你和我们在一起并不会有麻烦，所以我们不会让你现在就离开。对，反正你现在呢和我们回家去，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你们周恒眼睛泛红，他心有千万情绪翻涌，喉中也哽咽。苏小璐拿了个鸡蛋塞给周恒：“快上马车吧，三哥。”苏小璐又给苏崇、苏华一人一个鸡蛋，然后率先上了马车。周恒握着手里的包子和鸡蛋，一时间百感交集。苏崇拍了拍他：“恒弟弟，快上去吧，吃了东西睡一觉，昨晚一夜没睡好，要补补觉才对身体好呢。”苏崇露出笑意，快速剥开鸡蛋壳，一口吃了，然后又大口咬着包子，坐上马车，赶着马儿就走。马车很快出了城，朝着家的方向赶去。一道身影注视着马车远离，而后折身回返，回到府内，进了主院，对身坐在案桌前看折子的周芷回禀：“主子，他们已经离城了。”“我知道了，下去吧。”身影退下，不多时，金武从外面回来：“主子，苏林起了，燕兵伐兵了。齐老将军传来消息，恳请主子派兵支援。”“即刻从芙蓉州调兵力5万前去支援齐老将军，助他镇守苏林。燕兵伸过来的爪子，让他全都砍回去。”“是。”周芷的面色上流露出不服他年纪的沉和狠。安静的小道上，有一辆马车坏在半道上，
几个身穿铠甲的军人脸色焦灼无比。该死，现在可如何是好？老将军赶不去芙蓉州，这还能怎么办？还不快点修好马车，轮子坏了就换一个。咱们就是抬也要把将军抬去芙蓉州去，那里有神医在，将军一定会治好的。齐老将军高龄70了，要真在这儿出事，回京真不知道怎么交代。几人立马修破损的马车轮子。此时有一辆马车远远而来，王栋和杨震眼睛都齐齐一亮，两人立马上前拦下过路马车。后生子，你们的马车我们征用了，我们这个马车和你们换，这是5两银子用作补偿，回头你们把马车修一修就可以了。杨震拿着碎银子上前，直接把银子丢到苏崇怀里。不等苏崇开口，后生子，帮忙一下，我们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赶去芙蓉州。苏崇看着他们穿着铠甲，衣服上绣着州字，立马就知道这是大周的将士。稍等，你们是大周的将士，此番请求我肯定答应，请容我们兄妹先下来。大周将士为保家国，现在有要紧的事情要和他换马车，苏崇自然不会拒绝。他眼观六路，看一下不远处的马车轮子塌陷，就知道是马车坏了。杨震和王栋露出笑意，他们都没想到这几个年轻人这么好说话，顿时只觉得几人气质不凡。若是闲暇，定要好好结交一番，但现在没空。等他们抬着一个身穿铠甲的老将军来，几人都镇住了，因为老将军的心窝上有一支贯穿身体的巨大箭矢。快，小心些，咱们立马去芙蓉州，有二皇子引荐，神医肯定不会推迟的。王栋催促着，苏崇几人都下意识地看向苏小璐。等一等，小姑娘，你若是嫌弃我们的马车，那你们就在此地等一等，我们一进城立马就让人把马车给你们赶回来，可行？杨震以为苏小璐是看见了血，从而嫌弃他们的马车。等一等，你们要找神医，现在去芙蓉州也找不到了。为什么？姑娘可是从芙蓉州来，可是知道些消息。你们要找神医，应该是想为这个老将军拔下剑矢保命吧？但你们现在去是见不到神医的，因为神医今天已经离开芙蓉州了。你们在芙蓉州是见不到神医的，但你们在这儿就能够见到神医。鄙人不才，师承名古医道，在医术上小有心得。苏小璐这番话把杨震、王栋都听懵了，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身前这个才半腰高的小丫头，她竟然说自己是神医。那你怎么证明你是神医？我干嘛要证明？我想救就救，不想救我就不救，我干嘛要向谁证明？你们要是不服气，那何不看一看自己可还能动？苏小璐话音一落，杨震几人面色就僵硬了，掀了个面红耳赤。你对我们做了什么？卑鄙！大哥二哥，来帮一下，把这位老先生的担架先抬进马车里。你们几个毛小子，要是老将军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人头不保。几位将军，我也不多说了，我抱你们过去，你们自己看看吧。打开医药箱就取药，先捏开齐老将军的嘴巴，把药塞进去。封命穴之后，他才用小刀把有大拇指粗的箭矢削去尾部，一手握住箭矢的钩子顶端，一鼓作气的把箭矢拔了出来，又迅速的把齐老将军伤口敷上药，穿针引线将其缝合住。在马车边眼睁睁看着的王栋几人都惊呆了。老杨啊，咱们好像真遇见神医了。就看苏小璐这手法，没个几十年经验都不敢这么果断，但她还是个小丫头，能有这本事，不是神医是啥？杨震沉吟不语，眼睛就盯着齐老将军，看着齐老将军胸口还在起伏，他才松了口气。小神医，敢问我家将军何时能行？齐老将军身上还有银针呢，这又要什么时候取走？他们再看苏小璐，已经没了脾气，没有什么比这事实更能证明他就是神医。2个时辰后自会醒来。大哥，我们休整一下，今晚就在这儿扎营了。而有苏小璐这句话，杨震也放心了。多谢小神医。杨震恭敬地拱拱手，他拍了拍王栋的肩膀。咱们也就地扎营，等齐老将军醒来。不远处有小溪流，苏崇几人就去抓小鱼去了。拇指大的小鱼，小是小了点，
但煮一锅鱼汤，一边喝汤一边吃馒头，也是一种美味。这边生了火，架了吊锅，另一边几个将士都默默地守着马车。老杨，你说这几个后生子怎么一点也不怕？看着都没2两肉，就不怕咱们做点什么吗？刚才教训还不够，那小丫头医术了得，杀人于无形，这玩笑可别开了。咱们就是武夫，论这些弯弯道道，死100次都玩不过。眼看天也快黑了，2个时辰也到了，苏小璐朝着杨震这边走来。我来取针。有劳了。而这时候，昏睡不醒的齐老将军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看着苏小璐，有些迷茫地呢喃了几个字：绵绵，是绵绵。苏小璐看老将军把自己认错了，他微微笑了笑，然后起身下了马车，对王栋、杨震说道：好了，人醒了，一会儿我把药方给你们，你们去芙蓉洲抓药，按时吃就好，半个月后就会痊愈。绵绵，小绵绵。马车里传来老将军虚弱的呼唤。苏小璐顿了顿身，这个老将军应该是重感情，把他当成谁了吧？苏小璐没有多想，回到火堆边去烤火吃东西，而王栋和杨震已经上了马车。快扶我起来！齐老将军虚弱着急，好似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人。将军，你受了重伤，现在还不能妄动。将军，你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去做吧。齐老将军看着2个副将，刚刚是谁在这里？他人呢？将军，刚才是名古小神医在，还是他救了你呢？本来我们要去芙蓉洲找神医的，但不想在路上遇见了。你说巧不巧？多亏了这马车坏了这一下呀，不然可能就错过了。王栋感叹，这么巧的事情都让他们遇见了，真是让人唏嘘。说起来，还是齐老将军有福气，他吉人自有天相，所以老天有着安排，让他逢凶化吉了。将军，你是想见一见那个小神医吗？你们扶我起来，我想看一看。通过2个副将说的，齐老将军也知道自己是被神医救了。刚刚可能就是看错了，那迷迷糊糊的一眼，他也不太清楚，但他被救了这一命，于情于理都应该亲自感谢一番。将军你稍等，属下这就去请。王栋说完就下了马车。杨震看着齐老将军似乎有心事的样子，他识趣，安静的没有多问。齐老将军心事重重，他70多了，家中男丁多，女娃娃少，唯一的女儿自然是从小宠爱，只可惜他命不好，生得一女就难产去了。唯一的外孙女儿却在婚配年纪走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他一辈子都挂记着。若是能找回，他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事了。刚刚瞥那一眼，让他好似看见了外孙女小时候，这心里一直放不下，不再看一眼，他是怎么都放不下心的。王栋走向苏小璐他们，闻着鲜美的鱼汤，咽了咽喉咙。这些文人就是会生活，会享受，赶路歇脚都还要吃得好，不像是武人硬邦邦的饼子兑冷水直接吃。看着王栋走来，大哥，取个碗来，舀1碗鱼汤送那老将军喝吧。给老将军喝1碗鱼汤。小神医，将军醒了，想见你表达谢意。跟他说不用了，没什么好谢的，我乐意。将军，这是野生鱼汤，快趁热喝。让你请人来，人呢？那小神医说救人是他乐意，所以不用谢。他可是神医，有着大脾气，我也没办法，我怕说多了把人得罪了。算了，再等我休息一晚，注意他们的动静，明早叫醒我。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也不用着急这一时半刻。好，将军放心休息吧。齐老将军喝了1碗鱼汤就睡下了。苏小璐和王慧兰挤着睡了，火堆不熄，苏虫他们围着火堆休息。天一亮，烧了热水，将馒头撕成小块泡开水吃。吃了之后，几人就准备离开了。而王栋和杨震连忙叫醒了齐老将军。小神医，你们等等。苏小璐几人朝着王栋走来。老将军，你受伤不轻，这几个月最好还是卧床休养吧。
齐老将军看着苏小璐，他眼神都舍不得离开，是有2分相似，但这是几个年轻娃子，仅凭着这2分相像站不住脚。小姑娘，你们是哪里人呢？这就不必说了，反正救你就是我高兴。你好好养伤吧，我们要回家了。小姑娘，你娘是不是姓严呢？齐老将军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不是，我娘姓赵。老将军，你认错了。说完，苏小璐微微一笑，挥挥手。那老将军再见，我们走了。齐老将军神色纠结，刚刚苏小璐那一笑，他觉得又多像了2分。可他们的娘不是姓严，而是姓赵。他看着苏小璐几人的背影，叹了口气，这也许就是巧合吧。王栋和杨震几人也朝着芙蓉洲而去。11天后到了安平县，刘子金和王慧兰回了家，因为天色晚了，所以今晚他们就在安平县住下。他们归来，王县令是最高兴的，女婿中举，王慧兰又怀了身孕，妥妥的双喜临门。而苏崇、苏华、周恒都榜上有名，他们和刘子金交好，以后就是友人，所以王县令热情地招待了苏小璐他们。刘子金的娘也出席了，她温柔极了，拉着王慧兰的手，嘱咐了许多需要注意的，还给苏小璐夹鸡腿。吃完饭，苏小璐主动提出给刘母把脉，刘子金有些紧张。小璐，我娘身体没事吧？我哪有什么事情，我吃得好，睡得好。没什么事，只是身体弱了些，好好休养就行。人只有放宽心态，积极向上的生活，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我就说吧，现在你们放心了吧。小璐，那请你给我婆婆开个养生的药方吧。苏小璐点头，这都是小事。兰兰，你就别担心我了，我没事。你舟车劳顿，要好好休养才是真。这一路辛苦你了。刘母的关怀让王慧兰心里暖暖的。婆婆，我也很好的，你别担心。阿纯、阿华，你们要是定下亲了，可一定要送信于我。还有恒弟也是，你们的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这次回去风光无限，说不定有人会把亲事定下来。告别了刘子金，几人也赶着马车回羊角镇。羊角镇，苏三郎和赵氏都焦灼地数着日子。苏小玲也把祈福的佛经抄写了一遍又一遍，无声的祈祷苏崇、苏华、周恒和苏小璐都能平安回来。林平生那边也会让林瑶瑶每天都过来一趟，看看苏崇、苏华、周恒有没有回来。今天已经是10月23了，苏小玲早早起来把饭菜做好，然后将抄写好的佛经放在篮子里收好，和苏三郎赵氏说了一声就出门了。他要拿去寺庙里烧掉。刚出门就看见王氏和苏老爷子又带着苏大郎和苏二郎来了。你们不要来了，我家不欢迎你们。自从7天前喜报带来了好消息，也传达了一个有可能的坏消息之后，王氏每天都带着苏大郎和苏二郎来，今天连苏老爷子也来了。他们来为的就是要苏三郎同意回家族去，还想把苏顺过继给苏三郎做儿子。明明真正的消息都没有传回来，他们就一个劲儿的笃定苏崇、苏华几人全死了。看着这几人，苏小玲就忍不住恨。苏小玲想拦，直接就被王氏给推一边去了。嘿，死丫头，滚一边去！这个家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老三，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出来给爹娘一个准话，娘也是为了你好啊。三爹，你和弟妹快出来吧，爹娘都是为了你们好啊，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哎，三弟，你和弟妹商量一下，青哥和顺哥，你们看上哪个选哪个，要是都喜欢，我和大哥都同意过继给你们。这个时候，苏家人意见非常的一致。屋内的苏三郎和赵氏听见院子的动静，两人都气得发颤。他们是不盼着崇哥、华哥一点好的。二爹，我就跟你明说吧，就算他们都没回来，我也不可能认下苏青和苏顺。
若是你要认，那咱们夫妻情分就到此为止了。喜报传来的时候，他欣喜若狂，可喜报过后就是噩耗。看着赵氏决绝的神色，苏三郎心口抽痛，他伸手把赵氏揽入怀中。二娘，你说啥呢？我怎么可能答应？走，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就算是那样了，我也不可能答应。有小玲在，咱们百年归老自会有他送我们走。我们的夫妻缘分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这辈子就要牵着你的手走。赵氏一直在流泪，苏三郎坚定地看向他，让他疼痛的心有了些温暖。但一想到生死不明的几个孩子，他的心又一阵阵痛。王氏几人还在外面喊：二娘，你在屋里别出来，我去把他们赶走。这边的动静已经惊动了隔壁的陈虎一家人。陈大妞和陈二妞到苏小玲身边问她有没有事情，苏小玲摇摇头，她被王氏推摔了，手心擦破了皮，也不算什么。王氏看见陈虎一家人来：陈家的，这是我们苏家的事情，不关你家事情，我劝你还是别多管闲事。什么？你们苏家的？真是不要脸！我大哥早就和你们不是一家人了，是哪门子的一家人？你又是哪门子的野兄弟？我和苏三郎才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你在这儿一口一个大哥，也不怕天打雷劈打死你？我呸！就是丧尽良心的东西，自己有亲兄弟不认，不要来抢别人！呸！钱氏气得不行，陈虎也是气得不轻。我苏三郎爱和谁做兄弟就和谁做兄弟，关你们什么事情？虎子和我结拜过了天地，轮得到你们来骂？我警告你们，现在立马给我滚出我家去，我家里不欢迎你们。哎，老三，你可不能这样说啊，咱们才是亲兄弟啊，以往的那些都翻篇了，咱们还是一家人，我的儿子还是大哥的儿子，你和弟妹看中哪个给哪个，这难道还不够吗？听到苏二郎这话，苏三郎都快气笑了，这么说倒是成了他不识抬举了。是啊，老三，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啊，这要是没儿子，你们百年归老可就没有人送终了，这要是弟妹还能生，我们也不用这么担心，这不是弟妹生不了了吗？你们就这么确定我的儿子女儿死了吗？你们就这么巴不得他们死吗？这么多年了，但凡你们对他们好一点，给他们1-2个鸡蛋吃，给他们一点笑脸，说几句好话，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你们。但是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每年从苏小芝身上拿走多少银两？你们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你们背地里那些咒骂，以为我真的不知情吗？我的虫哥、华哥从来没得过你们一个好脸啊！你们还想扎小人叫他们短命？他们此去相识，一有点坏消息，你们就巴不得他是真的呀。现在要我认下苏清、苏顺做儿子，真的是为了我考虑吗？我苏三郎不是傻子呀。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我就是一辈子没有儿子，也不可能要你们的儿子。我的东西，我就是用不完了，扔了烧了，我也不会给你们一丝一毫。王氏、苏四狗，你们别再说是我的爹娘了，我恶心至极了，我对你们已经仁至义尽。你们要是逼我，我不介意赶尽杀绝。我以后是不是凄惨，起码几十年以后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你们要是再不走，你们将在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立足之地。我的这些东西给苏家族里，我相信他们很愿意将你们革除族谱，赶出村子。苏三郎直呼了王氏和苏老爷子的名讳，他仅有的眼睛通红，咬牙切齿，面目狰狞。他要这一家子永远都不要出现在他的世界里，每天都来逼迫，这一次
他再也不会给他们机会了。老三，爹娘不是这个意思，爹娘只是想把你喊回家呀。够了！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走走！苏大郎和苏二郎有些不甘心，今天又没有把苏三郎一家拿下来。哎，老三，你好好想一想，我们明天还来。苏家人一走，苏三郎就疲惫地闭上眼来。赵氏在转角无声流泪，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大哥，陈虎才喊了一声，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想要安慰苏三郎，却发现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到苏三郎。虎子，弟妹，正好你们也在，我有个事情要和你们商量。陈虎和钱氏立马就严肃地看着苏三郎。大哥，你只管说，什么忙我们都帮。陈虎目光灼灼地看着苏三郎，他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是因为他坚定地认为苏崇他们还活着。但如果他们真的不在了，那他的儿子就是苏三郎的儿子，陈实、陈兴就是苏三郎和赵氏的儿子。虎子，我准备去一趟芙蓉州，小玲和他娘就有劳你们帮我照看了。陈虎还没有开口，赵氏就从转角出来。二爹，我和你一起去。他也不愿再等下去了，每一天都是无尽的折磨。爹娘，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去。苏小玲也不想留下来，他们一家人总是在一起齐心协力的，这么多年来走过了风雨，任何磨难都不应该分开，一起去，什么样的结果也一起承担。小玲姐，大哥大嫂，既然要去，那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也好有个照应。去一趟，真要有什么事情，这一家人挺不住的时候，他还能挺住。陈虎是这样想的，他要一起去，然后也要把他们安全的带回来。孩娘，这一趟我就和大哥大嫂一起去，你在家里带好孩子们。大妞二妞许了人家，亲家也是可靠之人，真要有什么事情，他们不会坐视不理的。钱氏抿唇点头，陈实也是半大小子了，陈兴也懂事了，他不怕。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是苏三郎和赵氏帮着才渡过来的，现在他们有难了，当然要帮，尽全力的帮。二爹，你们放心的去吧，我会照顾好家里，等着你们回来的。夫妻两人心意相通，有许多的事情从来不需要说明，只是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并且全心全意的支持对方。大哥大嫂，那咱们收拾一下，现在就走。虎子，你不用去。虎子兄弟，这份心意足够了，你就在家里。大哥大嫂，你们别说了，这一趟我必须得去。咱们都是过了天地认可的亲兄弟，什么也别说了，咱们抓紧时间，早去早回。陈实皱着小眉头，爹，你和大爷大娘还有姐姐放心去，家里我会照顾好的，你们放心吧。爹，还有我们呢。幼弟虽小，但还有他两个做姐姐的。陈虎点头，眼里有着欣慰的泪光。都是好孩子。苏三郎和赵氏都红了眼睛，苏小玲也是眼里泛着眼泪。好，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收拾几件衣服，马上就走。这时候，屋外传来一道让所有人齐齐一震的声音：爹娘，快开门呀，我们回来啦！苏小璐的声音响起，让院子里背着包袱准备出门的苏三郎、赵氏等人齐齐一震，在这一瞬间都感觉犹如隔世。而屋外的苏小璐见没有回应，已经等不及地跃上屋檐，她轻盈地落在院子里，看着一家人，有些郁闷地问：爹娘姐姐，你们怎么背着包袱，是要去哪里？小璐，小璐，四妹，真的是你吗？苏三郎眼睛泛红，伸出手，似乎想触摸，又不太敢的样子。是我，我和大哥、二哥还有三哥都回来了。真的是小璐他们回来了。大妞二妞，快去开门。陈大妞和陈二妞回过神，正要去开门，
陈实已经先一步反应过来，快速的去打开了门。大哥二哥，你们总算回来了，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下我看还有谁敢欺负大爷大娘。这几日王氏和苏老爷子他们每天都来，每次都让人难受的要命。这下好了，他们都平安回来了。爹娘，孩儿不孝，回来迟了，让爹娘担忧了。苏三郎又哭又笑，数次哽咽，什么话也没有说。陈虎和钱氏也是大大松了口气，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都化为了喜悦的泪，一边笑一边擦泪。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平安就好。苏三郎看着身边安静站着的周恒，他伸手拍了拍周恒的肩膀，周恒温和地笑了笑。三叔，我们回来了，抱歉，让你们担忧了。苏三郎擦去脸上的泪水鼻涕，温和地摇摇头。你们一家人好好说会儿话，赶路回来肯定饿了，我们去做饭去。钱氏点点头，带着几个孩子就直接去厨房忙碌，把收拾好的包袱放好。进了正厅坐下，赵氏都还拉着苏小璐的手，舍不得放开。苏小璐顺手给赵氏把了个脉，脉象有些紊乱，气急忧心导致的。娘，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没事儿，你们回来就好。苏小璐没有隐瞒，将疫病这些事情通通都告诉家人，只是省略了他和周氏的交集，还有回来时候遇见那个老将军的事情，苏小璐也没说。谢谢你。惊险、紧张和最后的平安，赵氏的脉象平和下来。而今孩子们都平安回来了，而陈虎和钱氏那边也做好了饭菜。姐，家里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你看你这手都擦伤了，也没有处理。小璐，幸好你们回来了。于是苏小玲就把这段时间的事情事无巨细的和妹妹说了。苏小璐听了就生气，那一家人真是太讨厌了。她已经在想要怎么收拾一下他们了，明天还敢来，绝不叫他们空着手回去，真当她的医术是白学的了。苏小玲伸手捏了捏苏小璐的脸蛋。你们回来了，以后就没事了。那些人就是仗着你们没回来，现在大哥二哥都回来了，那些话他们不敢再说的。你都瘦了好多，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好，谢谢姐姐，我想吃你做的菜，可想啦。爹喝醉了，娘在照顾他，现在也在午睡，咱们也睡一会儿吧。苏小璐睡觉很快，闻着姐姐的气息也让她很安心，很快就沉沉的睡去。苏小玲没有睡多久就起来去厨房收拾了，赵氏也来帮忙，母女两人做事勤快。赵氏给苏小玲打下手，先把鸡汤炖下，再准备其他的菜，有好几道苏小璐特别爱吃的菜。苏小璐在黄昏时候醒来，外面夕阳正好，空气里有她熟悉的饭菜香味。先去厨房喝一碗鸡汤，吃点鸡肉。苏小璐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笑容甜美。赵氏目光温柔，眼里全是笑意。小璐，你慢点吃，吃完了我给你舀。苏三郎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厨房，看见苏小璐乖巧甜美的喝鸡汤，就如同以往的每一次一样，苏三郎的心落稳了。苏小玲端了一碗解酒汤来给苏三郎。爹，喝解酒汤。好，谢谢三妹。苏三郎喝完了解酒汤之后，到灶台帮赵氏看火。等饭菜都做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一家人轮着给苏小璐夹菜，苏小璐的碗里很快就堆成了小尖尖。爹娘姐，我真的吃不下了，求放过。苏三郎、赵氏和苏小玲都扑哧一笑，终于不再给苏小璐夹菜了。苏小璐吃得饱饱的，她很少把自己吃撑的，今天算是例外，所以饭后她给自己配了消食药泡水，还给自己食穴上扎了2针助消化，真的是吃得太饱了。她开始配药。苏小玲到苏小璐身边。小璐，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吗？那你帮我把它们都磨碎吧。苏小玲一边磨药一边问。这些药材是用来做什么的？给谁吃的？这个嘛，是我给那些人准备的好东西，
不能明着拿他们怎么样，但要我什么都不做，那可不行。当所有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是天杂。苏小玲一听，干活就更勤快了。还有什么要做的？我帮你。苏小璐嘿嘿一笑，两姐妹配合起来做事更快，把熬成水的药汁趁夜涂抹到门口。苏小玲还顺便煮了解酒汤，等苏虫、苏华、周恒晚上回来可以喝。做好这一切之后，两姐妹才回房休息。此时的林平生家里，师生几人还在对饮，话题不断。林平生把近几日苏家人的作为和苏虫、苏华说了，让苏虫、苏华知晓。林平生对苏虫、苏华的文章大肆表扬，提及了周恒，他觉得以周恒的水平，成绩应该更好才对。林平生的官问，周恒先是赔罪，然后袒露了自己的身份。知道真相之后，林平生也释然了。他鼓励周恒，周恒见解独特，有心胸，如果他能成为皇帝，那一定是以仁善心怀天下的好皇帝。如此好的苗子，自然要服。等苏虫几人从林平生家离开，到了家，看着锅里的解酒汤水，哎呀，还是家里好啊。许许多多的舒适隐藏在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里。喝了解酒汤，三人安静地回房睡觉。第二天一早，所有人都被拍门声音吵醒。王氏和苏老爷子带着苏大郎、苏二郎又来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来一趟的事情，反正也没有损失，说不定今天就成了呢。苏小璐起床就去开门了。你们敲什么敲？你们回来了。苏大郎和苏二郎先是一阵，后是一阵失落。苏虫他们回来，那岂不是没戏了？没错，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所有人都虚伪俱全的回来了。我给你们说啊，我二哥可是整个芙蓉州的第1名哦，是当之无愧的谢元了。他可真厉害，给我们家光宗耀祖啦。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又没能让你们如愿呢。多亏我们一家是被革除出来了，不然哪有今天呀？就算你们今天全都气死在这里，那也没办法呀，这都是不能更改的。我二哥这么棒，说不定明年春闱还能考个状元呢。苏老爷子眼睛都快爆出来了，状元呢？他们原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一下子就蔫掉了。王氏更是焦心，看见苏虫、苏华出来，虫哥、华哥，你们看看奶，我是你们奶呀。苏老爷子一脸期待，无比迫切的希望苏虫、苏华能喊他一声爷。我们家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以后再敢到我家里来，可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苏老爷子，不管我和大哥脑袋灵不灵光，你们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们兄弟都记得清清楚楚。小妹出生的那天，我们一家人被迫离开，寒冬雪地，又被你们抢走所有的那年过冬的野味银钱，还有我们一家与恶虎那一战，还有那一年苏顺、苏青入学的那一幕，还有扎针娃娃，许许多多，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原谅？两个孙子的冷漠，苏华的旧事重提，让苏老爷子老脸臊得慌。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竟都是仇啊！苏老爷子心生懊悔，他不由得想，是不是当初态度软和一点，不想着拿捏苏三郎一家，他有没有可能把三儿子的心暖回来？只可惜人生没有后悔药，现在什么都晚了。你们不认祖宗，是要遭天谴的呀！老天爷呀，开开眼吧！王氏难受啊，苏三郎一家人就这样飞黄腾达了，他心里刺痛啊！一想着他什么都捞不到，就痛苦的不行。本以为这两个傻子没什么出息，谁料到竟然变这么聪明。他干脆就地打滚，耍起了泼来，如同往常一样。他不好过，他也想让苏三郎一家不舒坦。虫哥、华哥，这以前是你们爷奶糊涂了，现在知道错了，以后会改的。这一笔写不出2个苏字啊。苏大郎和苏二郎现在只想说软话，哪怕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也忍不住要说。苏三郎和赵氏也起来了。王氏眼尖的看见了苏三郎。老三呐，我是你娘，我是你亲娘啊！你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你咋和娘还记仇呢？老天爷呀，你快开开眼吧，莫要让我们母子再分离，不然我死不瞑目啊！谁说老天不开眼了？正是因为老天开眼，我们一家人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爹娘的辛苦，大哥二哥的辛苦，全都是脚踏实地走过来的。努力的人，老天永远都不会辜负。而那些偷奸耍滑的人，心思恶毒的人，一定会有报应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这可是古人说的。苏老先生，你打的什么主意，我们兄弟都清楚得很。往日种种历历在目，招惹了我们兄弟二人，怕是真的会死不瞑目啊。对于苏老爷子一家人，他们其实都不想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是苏三郎的爹娘。苏老爷子看了看脸色很冷漠的苏三郎，疲惫和难堪直往心头上涌。都别说了，回家。他想起了很多年前，那时候苏三郎干活总是最勤快的，他敦厚实诚，不会撒娇，也不会哄人开心，但他最听话呀，他们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包括娶妻。一开始赵氏是买来的，苏三郎没有那么喜欢的，日子久了才逐渐喜欢上的。赵氏性子柔弱，逆来顺受，便是苏崇、苏华都傻了，也没说什么。明明也是2个孙子，当时怎么就不同意请大夫呢？如今懊悔不已，却已无力回天。现在回头浮想往事，心塞得很。苏老爷子恍然大悟，也羞愧得老脸通红。原来不是苏三郎心狠，是他们心毒不自知，还恬不知耻啊！苏老爷子离开，王氏立马就麻溜的起来跟上。苏大郎和苏二郎有些不甘心，但见苏华神色阴冷的像蛇，他们只好讪讪笑笑，然后离开。离开没多远，王氏就开始恶毒的诅咒：这烂良心的东西，当初就该摁尿桶里淹死，连带着几个小杂种也烂了心肝。我咒死你们，以后子子孙孙都没屁眼子！烂心子的贱种，全都不是好玩意儿！我呸！该想做官儿，迟早要被人砍死大卸8块。苏大郎和苏二郎都觉得一下子损失了成千上万白花花的银子，难受得紧。当初要不是娘，你容不下3弟妹生个丫头，事情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苏大郎的责怪让王氏瞬间就哑然了，苏二郎也皱着眉头。也是，娘，你说小陆是扫把星，要把他们赶出去的。听说那时候3弟下套从不走空，苏崇、苏华也都从傻子变聪明了。小陆哪里是什么扫把星，是福星还差不多。若不是你把他们赶出去，有苏小璐这个福星在，咱们老苏家说不定要出好几个当官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苏小璐出生开始改变的。现在回头看，那小丫头哪里是什么扫把星，明明是福星、福宝。你们怪我，你们够了！你们娘做的不好，那你们是怎么做的？作为亲兄弟，本该情同手足，你们又做了些什么？那茅草房当年人家陈虎可是夜夜去帮忙，他自己日子也没多好过，但就是去帮了。一个外人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这些亲兄弟又做了些什么？冲个儿、华个儿2个侄子，有没有得你们一点东西吃？现在倒是会说了，当初怎么不见你们帮着说几句？苏大郎和苏二郎顿时哑口无言。哎，今后谁也不许再找苏三郎了，他们和我们没有瓜葛了。人家当初什么都没有，都能奔出现在这日子，你们也有手有脚，想要好日子就去自己拼。我和你娘年纪大了，身体愈发不如从前了，回家就商议如何分家。我和你娘每年拿你们孝敬就行，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就靠你们自己。老婆子，走了。王氏听着苏老爷子的话，答应了一声，就挽着苏老爷子的胳膊走。
苏大郎和苏二郎都傻眼了。要分家了，他们得好好盘算盘算才成。不管怎样，都不能吃亏了。苏崇、苏华、周恒中举的消息传开，家里或者店里开始常常有人上门来问，多是打听婚事的。赵氏也似乎有了意向，开始询问苏崇、苏华的意思。苏小玲的婚事也开始在挑选了，几乎每天都有媒人打听。苏小芝来贺喜的时候，恰好遇上了孙府连氏在。连氏气质温婉，保养得好，穿得也好，让苏小芝都不由得低下头去。同样是女人，有的女人生来就荣华富贵样样有。看见苏小芝，连氏礼貌地打招呼：“是她小姑吧？早就听闻过你，今日有幸得见了。你好，你好。”夫人，你好。你知道我，那我真的是太荣幸了。苏小芝悄悄地打量，她看着连氏和赵氏关系似乎很好，心里有些莫名的发堵。有许多的事情都是她不知道的。小芝来了，快坐吧。小玲，去沏茶来。苏小玲点点头，下去沏茶了。苏小芝看着苏小玲倩丽的背影，心里也有些闷。她不由得想，这个夫人来是看中了苏小玲，还是苏崇、苏华？不管是谁，那都是极好的婚事。苏小芝心里闷得慌。有外人来，连氏就没有再说了。她对赵氏笑了笑：“那我先回了，等你们的信儿。”连氏来的确是为了孙宝善和孙宝倩来的，他有心结个亲，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成了都是好事。苏崇、苏华名声大噪，好的公子哥炙手可热，好的姑娘也是。苏三郎和赵氏心思都不深，为人公婆都不会为难人。苏崇、苏华大有出息，姑娘跟着他们，日子自然差不了。好，那夫人慢走。连氏走后，苏小芝才到赵氏身边位子坐下来打听：“嫂子，这位夫人是来问虫根、华根还是小玲啊？”都问了。每一次看着苏小芝的眼睛，她都觉得和苏小芝距离越来越远，所以不等苏小芝追问，赵氏就转移了话题：“小芝啊，多谢你来祝贺2个孩子，这一转眼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过多操心了。”“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小芝啊，现在长寿长养也都知事了，也不用你那么操心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事情？这一辈子啊，还有这么长呢。”赵氏关心起苏小芝的事情，苏小芝也就被转移了注意力。她是个寡妇，自然也是有媒人来问的。她有时候估计也会想这件事，但想着孩子们，她又觉得孩子们还太小。“嫂子，我不会再嫁了，我就想着好好把长寿长阳照顾好。长寿长阳一直拿虫根、华根当榜样呢，特别是小杨，他说自己以后也要成为虫根、华根这样的人。”苏小芝就差把野心说出来了。赵氏浅浅笑了笑，没有答话。恰好这时候苏三郎回来了，看见苏小芝打了个招呼：“小芝来了。”“二爹，你陪小芝说说话，我去帮小玲做饭去。”“嫂子，现在虫根、华根有出息了，你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买2个丫鬟做杂活吧，也该享受享受了。”“我们有手有脚的，又没有老的动不了，买什么丫鬟呢？不买。”“可以后虫根和华根要做官，你们身边没人伺候，丢的是他们的面儿啊。”“小芝，有没有面儿是我家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质疑。”“三哥，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啊。”苏小芝不理解，她明明是为苏三郎考虑，苏三郎还会生气。就是赵氏对她也有些爱答不理的。“如果你来是要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那你就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啊。要怎么过，有没有面子，是我们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操心。你把你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苏三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苏小芝过线了。他说的话，还有他说话的语气，都让苏三郎感觉到了不舒服。这个妹妹，苏三郎不想过多打交道。有些事情一旦开始计较，有了底线，任何过线的行为就不可能不知道。只不过
是无限包容了而已。苏小芝心里不平衡，苏三郎也不想和她多说什么。苏三郎的疏离让苏小芝心里闷闷的。三哥，对不起，是我逾越了，你别生气，我以后不会了。啊，多谢你来。沈娘最近怎么样了？小寿、小杨怎么没有带来呀？苏三郎问起了家常，他其实很关心苏小芝。苏小芝当初帮了那一把，他永远都记得。只是世故无常，人心易变。苏小芝做不到他想看见的，他也做不到苏小芝想看见的，所以越走越远。他身体挺好的，近来有点风寒，所以没来。小寿、小杨也挺好的，他们要是知道舅舅念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三哥，小寿也常常惦记虫根和华根两个哥哥呢，他总是说，要是还能跟在两个哥哥身边学习，该多好啊！哎呀，小芝啊，回去吧。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次。以后你来找我，如果是想说这些，那么你别来了。如果是吃饭，随时欢迎你来。好，我走，我走。是我不识抬举来打扰了，但我又有什么错？我不过是想我的孩子好过一点，想让我的孩子能够嫁得好娶得好，但就是这样你都不肯帮。当初双双的婚事是如此，现在又这样。你是我三哥，你是小寿小杨的亲舅舅啊，难道你就想看着他们娶那不识半个字、五大三粗的女子吗？三哥，你别忘记了，我可是你亲妹妹。苏小芝抹了一把眼泪，然后毅然起身就走。赵氏拎着茶壶进来，给苏三郎倒了一杯水过来。喝杯茶水吧。哎呀，二娘啊，你说小芝怎么就不明白呢？如果小寿、小杨做事好，以后有机会肯定会信任他们的。现在才哪儿跟哪儿啊？他怎么就那么急啊？哎，还扯上虎子一家大妞二妞的婚事，那哪里是我能做主的呀？姻缘线是上天牵的，他非责怪我。苏三郎心塞了，大妞二妞的婚事，他就是传个口信而已，能成的主要的还是牛家人喜欢。赵氏浅浅地笑了笑，他伸手给苏三郎顺了顺心口。喝点茶下下火吧，我去厨房帮小玲去。赵氏去了厨房。小玲，不用夹菜了，你小姑已经回去了。好。小玲，你常去孙府，你觉得孙府那家公子如何？苏小玲想起孙宝善，人挺好的，但是我长了他几岁，我觉得还是算了。孙宝善今年也才15岁，他经常要去孙府取药材制药，和孙宝善、孙宝倩也都熟悉。想着要结为夫妻，苏小玲想想还是算了，感觉怪怪的。哪怕只大了2岁，她还是觉得很奇怪。娘，孙宝善和小鹿的年纪相差并不大。孙宝善大了苏小鹿3岁多，和苏小鹿还合适些。小鹿才11岁，还小呢。苏小玲抿了抿唇，用心摆菜。她其实并不想嫁人，但作为女子，总是要有这么一遭的。不嫁人的女子要承受的实在是太多，没有一颗强大内心，真承受不住。黎瑶瑶这样的女先生，不羁洒脱，爱自由，找不出第二个了。娘，我就算了吧，我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苏崇直接走了。赵氏有些疑惑地看向苏华。华哥，你大哥可是心有所属了。娘，这个我不知道。华哥，你对孙家小姐有什么感受？跟娘直说吧。娘，我比孙宝倩大了6岁了，如果孙宝倩愿意，我也愿意，一切听娘做主就好。孙宝倩相貌柔美，知书达理，娶这样的女子是良缘。良善好相处，那她以后就能好好侍奉爹娘。她也知道自己，如果她都愿意，那以后相处也不会差。在这样的基础下，孙家还有底蕴在，这桩婚事要是能成，是她幸事。那行，我给孙府回信，要是成了，今年就定下来了。好，辛苦娘了。娘不辛苦。华哥，你帮娘打听打听，你大哥喜欢的是哪家姑娘？
你大哥这也老大不小了，他要是有喜欢的姑娘，自然是最好。成与不成，爹娘都会为他去争取的。嫁人娶妻，自己喜欢最为佳。他和苏三郎都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很幸福，夫妻和睦，相互喜欢，相互扶持。好。苏虫刚刚那反应的确是有些不对，不过他还真不知道苏虫喜欢了谁。回想了一下，也猜不到，他们到底是兄弟。在赵氏面前，苏虫或许觉得难为情，说不出来，但对他就没这个顾虑了。兄弟间是可以分忧互助的。赵氏这才离开回房去。他回房，苏三郎已经等着了。咋样了？已经说了，华哥有这意思，虫哥好似有喜欢的人了。我才说2句话，他就直接走了，也不知道他喜欢的是哪家姑娘。虫哥有喜欢的姑娘了？是啊，你也惊讶是吧？我也惊讶呢。是啊，太惊讶了，之前也没觉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赵氏到苏三郎身边睡下，苏三郎自然地伸出手臂，把赵氏揽入怀中。我现在啊，担心的就是小玲，没人来说的倒是多，但小玲都没点头。哎，我就是怕久而久之，人家觉得咱们小玲眼光太高，太挑了。小玲确实是该定，再多看看吧。虽然担忧，但这事情本来就不能急，好姻缘就不着急。也不知道恒哥以后会娶个什么样的女子。说起来，他也15了，过了年后也就16了。哎，周恒来这个家里也8年了，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从心里盼着他能有个好姻缘和好未来。放心，都会过得好的。时候也不早了，早些睡吧。苏三郎侧头亲了亲赵氏的额头，赵氏心里暖暖的。好，明儿我给孙府回信去。此时另一边，苏华和周恒都坐在了苏虫的床边。苏华看着把脑袋都蒙住的苏虫，他和周恒相视一眼，两人都不由笑了。大哥，说吧，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周恒也有些好奇，苏虫和他们朝夕相处，他认识什么样的人，他们也认识，但细细一回想，根本没有女子对得上。苏虫突然有了自己喜欢的女子，这太让他们匪夷所思了。就是师傅的女儿，我喜欢她。苏虫心跳加快，不好意思说了。夫子家的女儿，一位同样知识渊博的女先生林瑶瑶。周恒若有所思，苏华凝思了一会儿。大哥，你想过没有？他31，而你才22，你们相差了9岁，这9岁是整整9年啊！男人娶比自己小9岁的大有人在，不觉稀奇，但女人比男人大9岁，实属罕见。我当然知道他比我大，但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大我小我的又有什么关系？苏虫掀开被子，脸通红且坚定。华弟、恒弟弟，你们倒是帮帮我呀！苏华和周恒看着苏虫，他们怎么觉得这话有点不太对呢？阿虫，所以林师姐并不知道你喜欢她，所以是你暗恋了她？苏虫着实是感觉到了窘迫，但也坦然承认。是这样没错，但我喜欢她，我总得努力获得她的芳心吧，至少得让她知道我有这番心嘛。都说烈女怕狼缠，她就缠一回试试。苏华和周恒神色精彩，眼里都是些笑意。阿虫，我支持你。不若这样，过几日师傅要带我们出去看景，我们顺口提一句，要和林师姐对诗，邀她同去。到时候啊，对诗句，玩一下飞花令。这个办法可以。好啊，那就这么办。你们是知我心意的，你们一定要帮我的。苏华、周恒都点头。苏华自然是要帮，苏虫是他兄长，从小一起长大，他太了解这个兄长了，因为知道他真正喜欢是什么模样，所以必须要帮。他要苏虫不留遗憾，喜欢了就尽情去追去爱。周恒眼眸低垂，心思暗藏，
如果林瑶瑶比苏虫大9岁都有好结果，那她藏了多年的那一份心思，到时候苏三郎和赵氏知晓，也不会觉得难以接受。有了苏华和周恒的鼓励，苏虫心情飞扬。他从床上起来，华弟，早些娘和你说孙家小姐的事情，你是怎么回的？你同意了吗？如果孙宝倩答应，那我就娶她。她是好女子，处处都不差。若有缘，我也是喜欢的。如果孙宝倩答应，那他会用心和她培养情感。在这么多的基础上，他也希望拥有真挚的情感，和心意相合的女子共度一生。华弟，你忘记了，孙宝善也是夫子的学生，到时候邀请他一块儿，把那小玲、小鹿也叫上一起，到时候再让孙宝倩一块儿去呗。多见面总是好的，总比那些见不了几面的更好吧。这倒是不错啊，他和小玲、小鹿有往来，有他们在也不会不自在。就当啊是游山玩水了，过不久啊就该下雪了，雪一落景就更好看了，带上好酒，想想啊都有些期待了。要不把大妞、二妞他们也叫上吧，干脆咱们几家人一起去。现在呢都还未婚娶，明年大妞、二妞也要成婚了，他们要嫁去芙蓉州，这以后呀怕是难得见一面的。人多了，吃烤肉和热酒，雪景漂亮，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的。苏华和周恒一愣，他们也没想到最后邀请的人越来越多。不过细细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两人都浅浅一笑，点头。好，那等下一场雪就和师傅提。那时候也不早了，我先回房睡了。好，那就都睡觉吧。第二天，赵氏就去孙府拜访了。他去拜访，连氏高兴相迎。快请坐，可是有答案了。我家二小子苏华有意，如果孙小姐也喜欢，那咱们就定他们的亲事。那实在是太好了，倩儿也欢喜的。连氏一开始就问过孙宝倩的想法了。孙宝倩在苏虫、苏华兄弟之间，她更喜欢苏华。现在赵氏给她这个答案，可不就是想睡觉送来了枕头，真是及时雨呢。连氏笑得合不拢嘴，她是真的高兴啊。苏华可是整个芙蓉州举人中的第1名啊，熟读4书5经，知识渊博，人才相貌样样不差，还有个神医妹妹在，以后孙宝倩生孩子，连氏完全不担心。想想他心里就乐开了花。相互喜欢就有个好的开始，更能将未来的夫妻缘分修得圆满。连氏和赵氏交谈很愉快，等送走了赵氏，连氏就笑着去往孙宝倩的院子。连氏想着，脸上的笑意就止不住，任谁看了都知道他心情很好。孙宝倩正在练体，这些动作都是苏小璐教的。看见连氏，孙宝倩收起动作，调整呼吸。倩儿，娘要与你说一件事情。娘，是什么事情？倩儿，苏家给娘回信了，他说了，苏华对你有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2人就和八字定亲。我听娘安排就好。孙宝倩脸红了，有些羞涩。她本就更喜欢苏华，现在知道苏华对她也有意，她哪能不害羞？孙宝倩不由得想，老天爷真眷顾她。小时候她身体极差，身体快要油尽灯枯的时候，上天安排她认识了苏小璐。现在长大了，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上天又把苏华安排给她。缘分是他想要的缘分，想着就觉得心里暖暖的。那娘就帮你做主了，这姻缘啊是上天的安排，你和苏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孙宝倩羞涩地低头，她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只是现在畅想以后，心里有期待之感。连氏又和孙宝倩说了一会儿话，才起身回主院。刚刚出了孙宝倩的院子，就看见孙宝善在外面来回踱步。看着这个儿子，连氏笑着走过去。娘，善儿，你可是有话要对娘说？是的，我有话和娘说。娘，我知道你最近在操心我和姐姐的婚事，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苏小璐，娘，能不能帮我说她？孙宝善知道连氏最近操心这件事，他担心连氏意向是苏小玲。苏小玲比他大2岁多也没什么，但问题是
他更喜欢苏小璐啊。虽然苏小璐现在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但他可以等他。他打小就很喜欢苏小璐，喜欢她活力四射，喜欢她武功高强，喜欢她可可爱爱。要是能娶她，他觉得这辈子都会幸福的不得了。我儿，你喜欢小璐，娘可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娘，我真的喜欢小璐，她身上好似会发光，我见到她会非常开心，很想和她在一起，但是我又怕她不喜欢我。善儿，娘竟不知你痴念已久。罢了，便是不成，娘也会帮你说一说的。便是不成，娘也希望你不留遗憾。谢谢娘，我会努力的。孙宝善重重点头，他当然也要努力，不能武，他就努力学文。等以后苏小璐可以谈婚论嫁的时候，或许会喜欢他呢。赵氏回到店里，就和苏三郎轻轻点头。钱氏也在店里帮忙，见此也露出笑意。等到酸菜泡菜都卖完了，大哥大嫂，快给我说说。赵氏笑着把事情给钱氏说了。那可太好了。哎呀，虫哥竟有心仪之人了，也不知道是哪家姑娘。我也好奇是谁家姑娘，因为他思前想后也想不出会是谁。苏虫、苏华都以读书为重，每天不是家里就是学堂，能是谁家呢？等把华哥的事情定下来啊，回头好好问问他吧。咱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不错。虫哥自身也不错，到时候请媒人问问。11月12，陈大妞和陈二妞来串门，他们和苏小玲在厨房忙碌聊天，苏小璐则是在院子里练剑，听着厨房里传出小声的说话声音，他多看了2眼，于是他又凝神聚气地听了。厨房里，陈二妞说道：小玲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苏老爷子他们得了怪病，身上长脓疮了，看了好多大夫都看不好，都说没病呢。村里人都说这是遭报应了。哈，那严重吗？不严重，就是折磨人，也不会传染，看大夫也没用，吃药擦药也不会好，古怪着呢。所以村里人都说这是遭报应了。我也觉得是报应，谁让他们前阵子天天来欺负人了？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都记着呢。管他呢。他知道是苏小璐的药，但管他呢，苏家人又不知道，还找不到原因。大家都说是报应，那就是报应咯。陈大妞和陈二妞都笑起来，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也是很高兴，想想都觉得解气。苏小玲也高兴，她知道苏小璐有分寸，能无声无息地惩治了那家子，感觉心里都畅快了不少。可算是出了口恶气了。我们听到爹娘讨论的时候，心里都乐开了花，大夫都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反正也不严重，我希望他们慢一点好。我也是，管他们什么时候好，和咱们都没关系，不说他们了，晦气。那一家人，苏小玲是永远都讨厌。知道这个消息，她很高兴，但也不想多说他们。这个话题就此终止。小玲姐，你的亲事怎么样了？我的还没定呢，不过二哥的亲事就要定下了，是孙府的孙小姐，日子还没定，在合八字了。是孙宝倩，那真的太好了，她又漂亮又温柔，还读了很多知识，和二哥相配得很。陈大妞只想到了一句话：才子配佳人。那大哥的婚事怎么样了？大哥的也还没有定。小玲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我也不知道，一切随缘吧。可要说喜欢的话，像是我大哥二哥这样的都好。唉，你叹啥气啊？二妞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用藏在心里，和我们说说。我没事，我刚刚就是在想，要是周航再大2岁就好了。我觉得他和小玲姐也挺相配的，如果他再大点多好啊，一起长大，相互了解也多，也知根知底嘛。随着他们的婚事一步步推进，陈大妞和陈二妞也成熟了许多，能够嫁一个互相有了解还知根知底的人，实在是一大幸事。周恒相貌也俊朗，学识也好，小小年纪就中举了，要是能和苏小玲在一起，也是才子配佳人。其实也没大多少，2、3岁也不算大。苏小玲愣了一下，
才回过神来。不说这个了，我教你们做一道药膳吧。不知怎么的，对于周恒，他也有不一样的感觉。他和周恒是两个世界的人。周恒，他是皇子啊，他将来的妻子身份只会是贵不可言，是他不能匹及的。苏小玲不想再说这个话题，陈大妞和陈二妞顿时就懂了，默契的没有再提，认真的和苏小玲学做药膳。陈大妞和陈二妞误以为苏小玲不喜欢周恒，只拿周恒当弟弟看。在屋外的苏小璐收纳了气息。偷听真的要不得要不得，但是听到了好消息真的很开心哎，怎么办？他叹了口气，默默提剑去隔壁操练陈实去了。陈实都能练剑了，陈实习武也很有毅力，苏小璐从不监督他，只是隔一段时间抽查一下，而每次抽查陈实表现都很好，证明他很努力，并没有落下。小新，你想不想习武呀？不，小璐姐，我不想，我只想好好读书。三哥，小璐姐，我要回房写字了。说着，陈星连忙起身回房去，他可害怕死了习武。陈实和苏小璐都不由笑了。11月22，苏崇、苏华和周恒一起向林平生提出了邀请。好，那就都叫上，一起去玩一番，人多也热闹。好，那就这么定了。能与师父师娘师姐一同赏雪，能与师姐对诗，实乃一大幸事。徒儿已经开始期待了，早就想与师姐较量一番了。师姐学识不浅，如此一想，没有人会不期待。哈哈哈哈哈！好，那你们可要做好准备了。林瑶瑶是他唯一的女儿，聪明睿智。自从伤疤全好后，她再也不忌讳世俗眼光，知识比起苏崇、苏华、周恒几人一点也不差。不过没有一起较量过，到底是怎样还说不好。一起较量一番，想来也是会很精彩的。苏崇、苏华几人笑了笑，告辞回去。回去的时候，还对孙宝善发出了邀请，连同孙子谦和连氏一起。孙宝善高兴不已，连连点头答应。一想到苏小璐也在，他就高兴。而林平生也在吃饭的时候和陈氏、林瑶瑶说了：“那可以呀，今年又是一个好年，让他们放松放松也是好事儿。年后就要准备春闱，这想有放松的时候就难了。”林瑶瑶气质冷，听着林平生的提议，她微微皱了皱眉头：“爹，娘，你们去玩吧，我就不去了，我要去拜访一个学生。”她不想去，因为想着苏崇会让她很不自在。林瑶瑶不知道苏崇最近怎么了，遇见了总会看他，说话也总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苏崇过于奇怪，就像是书中常说的情窦初开的男子女子，都会有一些奇怪而反常的举动，或让人匪夷所思，或让人觉得很幼稚。这次去不光是玩，而是苏崇、苏华还有周恒都想和你较量。他们为男子，你为女子，你不是向来不服气男子才能从文吗？这可是很好的机会，有较量就有输赢，错失这个机会，以后可就难有了。知子莫若父，林瑶瑶可不是安于现状的女子，她有抱负，但世上向来对女子苛刻。苏华多优秀啊，芙蓉州乡试第1名。我去，正好也看看整个芙蓉州乡试第1名到底多有才华。爹也很想看看，到底是谁更胜一筹。那我也准备一下，要吃东西，我也做个拿手的蛋黄锅吧，给你们下下酒。那就辛苦夫人了。陈氏笑着摇摇头，这么多年日子平静流逝，从未与人团聚，想来竟还有些期待。多交好是好事，女儿林瑶瑶一生不嫁，他们夫妻不可能一辈子陪着她。瑶瑶的性格也冷，若是能结交几个好友，将来老了不至于太过孤楚。而此时的孙府，孙宝善高兴地和孙子谦、连氏还有孙宝倩分享了消息，
爹娘，你们一定要去！林师姐和苏虫、苏华还有周恒几位师兄要较量文采，一定会很精彩的。哎，姐，你不是也跟着林师姐学习吗？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一辈子都会遗憾的。孙宝倩也有些想法，她希冀地看向孙子谦和连氏，怀着期待开口：爹娘，我也想去，陈家的大妞二妞也会去，小林小鹿也去。去，咱们一家都去凑个热闹。想来也精彩，爹可不想错过，然后一辈子啊都觉得遗憾。这论起文采啊，爹这肚子里也有几两墨水。哎，爷你也去吗？哎，爷就不去了，你们玩得开心就好了。一来孙伯承年纪大了，二来他辈分长，不是同辈，孩子们会有所拘泥。哈哈，一会儿让厨房做一些好吃的点心带去，玩个尽兴。孙子谦和连氏点头答应。苏崇几人回家也和苏三郎赵氏说了这件事，苏三郎和赵氏想了想也答应了。吃过饭，夫妻俩就去隔壁和陈虎夫妻说。一听要去赏雪景，陈星就拍手叫好：好啊，那是不是可以堆雪人了？娘，去嘛，小林姐姐烤的烤鸡可好吃了。陈大妞和陈二妞虽然没说话，但雀跃的眼神藏不住，他们也是想去的。陈实就更不用说了，他也想去。好，那就一起去。既然要出去玩，也要带不少东西，吃的喝的，拿手的爽口泡菜，甜辣的白菜都少不了。赵氏还带了一甚羊肉。第二天一早，几家人就赶着2辆马车一起出城去了。城外有一山林，名为桃花林，是满山的桃树，有一处亭子，春天开花的时候，镇子许多文人雅士都会在这里赏花。地势平坦，冬天没花，但也适合赏雪。到了地方，大家就支起炭炉，这样亭子里就不冷了。做父母的都在炭炉边烤火，苏崇他们则是在亭子外面看景。苏崇、苏华、周恒已经和林瑶瑶交流起学识来，而苏小璐已经带着陈实在桃花林里乱窜了。石哥，你速度太慢了。等陈实跑不动了，苏小璐才停下来。孙宝善跑到苏小璐身边，递上水壶：小璐，给喝点水。谢了，我现在不喝。苏小璐朝着苏小玲和孙宝倩他们走过去，他们在堆雪人。苏小玲手很巧，堆出来的雪老虎惟妙惟肖，大家手都冻红了，脸上都带着笑意。苏小璐也帮忙，而苏崇、苏华、周恒和林瑶瑶玩起了飞花令，没有实现2两合作。苏崇自然如愿的和林瑶瑶做了队友，苏华和周恒一对，取的字是雪。那我便来开个头吧。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4人你来我往，竞争竟也十分激烈。几人玩得尽兴，吸引了亭子里的大人们。林夫子的女儿好才气啊，张口就有古诗句来，不像是我们，只知晓感叹一句：雪好大，好好看。钱氏掩嘴浅笑。随着苏崇几人玩的飞花令越来越激烈，苏小璐他们都过去了。林瑶瑶是真的很有文采，飞花令根本难不倒她。第1个回合以林瑶瑶赢结束。第2个回合开始，取自梅，依然由林瑶瑶开头。梅蕊蜡前破，梅花年后多。苏华和周恒也都十分用心。飞花令初开始都简易，因为记的诗句很多，但随着时间拉长，许多让人熟知的都被说了。这就是考验一个人诗文功底的时候，这是文人很喜欢的游戏。林瑶瑶的功底着实让他们震惊，一人一句玩得不亦乐乎。到后面苏崇接不上了，连周恒都接不上了，苏华和林瑶瑶都深思熟虑，最后每一字
以苏华收尾，赢了一局。于是第3局开始，这次取自花。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苏小璐看着苏虫接不上，有些焦急，有些懊恼。他笑了笑，朝着苏虫开口：大哥，我们也好久没有过招了，瑶瑶姐以1敌2也立于不败之地，不如我们舞剑给他们助助兴怎么样？好。嘿，大哥看剑，我来凑个兴，助瑶姐姐一番。孙宝倩也加入其中。苏小玲笑了笑：那我去烤肉。陈大妞和陈二妞笑着过去帮忙。瑶瑶姐可真厉害啊！苏小玲笑了笑，认可的点头。精彩的飞花令，美味的烤肉食物，还有苏小璐和苏虫英姿飒爽的剑招，都让人心情大好。林平生慈祥柔和地看着几个得意弟子和女儿。他的女儿才学不浅，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诗文，都没有输给任何人。他若是男子，怕是科举前3甲也要有他的名字。女儿身有大志向，实在是令他骄傲得很，一笑再笑。3个回合的飞花令，最后是以林瑶瑶赢下花字这一局结束。3局2胜，是林瑶瑶赢了。苏华、周恒都心服口服的拱拱手，多谢师姐指教。指教不敢当，多谢谦让了。苏华才读书几年呢，他又读了多少年？所以苏华的聪明才学远在他之上。小璐，你真厉害，苏虫也厉害，竟然不知你们武艺如此高强。谢谢瑶瑶姐夸奖。走走走，好吃的都好了，咱们去吃东西。宝倩姐，走啊走啊！大家一起吃烤肉，吃点心，喝着温热的酒水。爹，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和大哥二哥他们一样厉害。我以后也要和林师姐交流学识，玩飞花令，我争取也打败他。陈星能这么有骨气，逗得陈虎哈哈大笑。钱氏也笑了。那我们的星哥儿可要努力了。小星真棒，大哥二哥学的书籍都给你和师哥留着呢。师哥要努力啊。二哥放心，我会努力的。痛快地玩了一天后，日子恢复平静。白天里，苏三郎和赵氏都去店里，陈虎和钱氏在家里弄酸菜和泡菜。苏小璐开始疯狂练剑。通过芙蓉州一行，他知道他的身手并非无敌。江湖那么大，高手那么多，武功自然是越高越好。他已经11岁了，年后2个哥哥春闱，他也要进京一趟，给周芷解第1次毒。等他给周芷解好毒，他也该去行走江湖了。这几年老头也不来找他，他也不来找他这个徒弟，那他就只能去找师傅。12月初1，孙府传了消息来，苏华和孙宝倩的八字很合，定在12月22定亲。消息定下后，苏三郎和赵氏就开始准备了。夜里，二弟，咱们家里现在有银子700多两，你说拿多少合适啊？二娘，你就别担忧了，咱们家里什么情况，孙家人是有数的。咱们拿280两下聘，剩下的留给虫哥和小玲。小璐还小，还能等咱们再攒几年。他们本就不是大富大贵，孙家人要是在意这个，那这婚事也不可能定下来。赵氏听着，心里的焦虑有所缓解。这时候传来敲门声音，赵氏起身去开门，是小玲。娘。小玲捧着一个盒子。爹娘，这是这几年我攒下的，你们用来给二哥下聘娶孙宝倩吧。那个祛疤药每年都有上万两银票分给他，这几年下来，他手里就积累了银票8万两。他现在把这些银票拿出来，是为了苏华能风光的定亲。赵氏眼里有些心疼。小玲，你好好拿着就行，爹娘不要。你娘说的没错呀，这是你辛苦所得，爹娘不能要也不会要。你二哥娶妻，我和你娘有打算。这个钱苏三郎和赵氏坚决不要。傻闺女，这个银钱你就好好的收着吧，将来出嫁也有底气。
娘也不知道你将来会嫁给什么样的人。不过有这些银钱，嫁给谁都差不了，娘也才能放心啊。你的心意，爹娘明白，但爹娘不会要的，你收着就行。回去休息吧。苏小玲回到房间里，看着已经睡着的苏小璐，轻轻叹了口气。爹娘也不肯要这钱，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这个家了。回应苏小玲的是苏小璐浅浅的打呼声音。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苏华和孙宝倩定亲这一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整个羊角镇都轰动了，人人都讨论着这一桩亲事。有人说苏华真是走大运了，也有人说孙府是看中了苏华的才学。不管别人怎么说，苏华和孙宝倩定亲了。苏三郎和赵氏眼眶都泛着红，陈虎和钱氏站在苏三郎和赵氏身边帮忙招呼宾客。苏小芝也来了，她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曹氏带着胡长寿、胡长阳，胡双双年后就要成亲，不方便出门就没来。曹氏真心地恭贺着苏三郎和赵氏，然后就带着2个孙子去入座。看着苏小芝情绪跌落，曹氏拧眉：小芝，你若不想吃这个饭，你要么去逛逛街，要么回去。娘，我会这样也是为了小寿和小杨，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小芝，你真是越来越糊涂了，我也懒得和你多说。小寿小杨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要是还这个样子，那你就回去。曹氏已经放弃苏小芝了，他说的话苏小芝从来都不听，倒是王氏说的，苏小芝是越想越信。现在的苏小芝和王氏越来越像。曹氏说不动，他也不想说了。定亲很顺利，两家都欢欢喜喜的。一吃了饭，曹氏就带着苏小芝和2个孙子回去了。要是以后小寿也能娶千金小姐就好了。曹氏皱眉看着苏小芝：娘，我不想娶什么千金小姐，我一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如同苏二哥那样的才学，我拿什么配千金小姐啊？我只要娶一个平平凡凡的女子，真心对待我的亲人就行了。说的没错，千金富贵命里注定，该有就会有。咱们脚踏实地的做人，老天爷自然不会亏待了。什么锅配什么盖，平凡的姑娘没有什么不好，知冷知热知心就好。曹氏欣慰，温和地摸了摸胡长阳的头：杨哥，奶说的可对。哦，奶奶说的对，我以后也要和大哥一样，脚踏实地的做人，努力做人做事，绝不好高骛远。娘，你别担心，我跟大哥以后肯定好好的，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曹氏欣慰地看了看小孙子，他看了苏小芝一眼，如果苏小芝能明白这道理就好了。娘，你就放心吧。苏小芝心中意难平，若是你们舅舅和表哥愿意就好了，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曹氏一听苏小芝还这么说，他轻轻叹气，摇了摇头。苏小芝还是不明白呀，他都没有为苏三郎一家人考虑，苏三郎哪还会一如既往呢？寿儿、杨哥，你们想要过什么样的好日子，一定要自己去努力，永远都要记住，别人能过上好日子，也是吃苦受累走过来的。我们也要脚踏实地，永远都不能去幻想坐享其成。人呐，要把真正的本事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去依靠他人，自立自强了，才能挺直腰板，不惧怕他人眼色。娘，你怎么来了？我是你娘，我来看看你还不能来不成？啊，没有。我问你，当年陈虎的脚，还有那前世脸上的疤痕，都是怎么治好的？在哪儿看的大夫？苏小芝听着王氏这么说，她有些犯难。娘，我猜应该是小鹿。当年我来的时候，陈虎也好的差不多了，前世脸上的疤痕也不明显。还有当年大牛那时候，也是小鹿给他扎针，让大牛醒过来的。王氏皱着眉头琢磨，他不怎么相信苏小芝的话，但转念一想，当年村里那大夫医术也是不错的，那老头和苏三郎一家子亲近，收了死丫头做徒弟也是可能的。呸！死丫头，真是烂良心，不学好。怎么其他人感染不了脓疮，就他们去过那家里的感染了？
怎么之前天天去也没有异常，偏偏那烂心肝的丫头回来，他们就长脓疮了。什么报应，什么天罚，都是狗屁，这分明是恶人在作怪。王氏咬牙切齿，一脸阴毒。苏小芝弱弱的低头不敢多话。你寻个由头，假装长脓疮了，让那个死丫头来给你看病。苏小芝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曹氏带着2个孙子走近跟前了。曹氏看着苏小芝无措的样子，恨铁不成钢。老苏家的，你要再这么不安好心，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小芝是什么人？她有那本事，现在还会在这里吗？你家和苏三郎家里是什么情况？心里没数不成？你不想过安生日子，我家还想过安生日子。王氏看着曹氏，皱着眉，他想和曹氏争论，却发现找不到理。曹氏可不是苏小芝会听话。老苏家的，我家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不然可别我豁出去拿扫把打你走。王氏咬牙，气鼓鼓地转身离开，走远了才敢呸了一声。呸！因为之前有一次他来找苏小芝要钱，被曹氏收拾了。他出门厌恶的唾弃，当场曹氏就抓着他的头发打了他。从此后他就是要吐口水，也是走远了才吐。曹氏可不是吃素的。看见王氏吐了一口，你都是我曹家人了，这样的事情再有下次，那我也成全你，回家好好当你的孝顺女儿去。娘，我错了，你别赶我回去，我生是曹家人，死是曹家鬼。曹氏没工夫管他，他没有给苏小芝好脸色。接下来一段时间，苏小芝就能安分一点。胡长寿和胡长阳没说话。胡双双从屋里开门：“奶，大弟二弟，你们回来了。娘，你们回来了。”苏小芝神色低落，进屋回房了。她心里难受得紧，她知道这个家里都没把她当家人看待了。你们娘是想不明白呀。奶，没关系，我们都明白的。其实那人早就来了，在外面敲门，我没理会，他以为家里没人呢。不搭理就行了。寿儿、杨哥，你们别觉得奶狠心，奶也不想对你们娘这么狠心，但他糊涂，奶不狠心不成，你们懂吧？奶，我们不怪您，我们明白的。就算真是小鹿的手笔，那也是他们活该。谁让他们那段时间每天都去诅咒苏大哥、苏二哥他们回不来啊？娘忘记了，我们可还记得。曹氏见3个孙辈都明事理，也就松了口气。洗漱一下，休息吧。王氏气鼓鼓地回了家，进门的时候就开始和苏老爷子宣泄：“老头子，我可算知道我们生的这脓疮是怎么回事了，都是那没良心的干的。”他一股脑地和苏老爷子说了，越说越气愤，各种咒骂的话语也不断飙出。激动的他感觉气血翻涌，身上的那些脓疮爆发出一阵阵奇痒，让他忍不住停下咒骂，开始抓痒。王氏才抓破了2处，就痛得流了老泪。该死的死丫头，当初生下来就应该把她溺死，叫她现在本事大。你少骂2句，越咒骂长的脓疮就越多。说是人家下的毒，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的事情，少胡说八道。苏老爷子倒是想开了不少，他觉得他身上的脓疮都好了许多。怎么就胡说八道了？就是那死丫头下的毒手。苏老爷子悄悄地上了阵子，厚着脸皮再次敲响了苏三郎的家门。是苏小璐开的门，看见苏小璐，苏老爷子低下头，语气软和：“小璐丫头，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他们吧。”苏小璐看着苏老爷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而来。他看着苏老爷子已经痊愈了，还有点意外。看来老爷子是知道自愈的方法了，但他还是上门来了，说明王氏和苏大郎、苏二郎都没办法心平气和、冷静的过日子。你不都好了，还用得着找我？小璐丫头，一切都是我们自找的，求你消消气儿，放过他们，饶他们一命吧。王氏都想寻死了，可见有多折磨。他们都知道心平气和过日子能好，可他们静不下来，没用。因为苏老爷子没有咒骂，都已经好了，村里人就更相信这是上天的惩罚，是报应，是天罚。苏老爷子愧疚的叹气，
他知道什么都晚了。现在的他也不想什么攀附苏三郎一家的事情了，他只想安生地度过后半生。小鹿丫头，纵然我们可恨可恶，但到底是一条人命。你们能走到今日，也是有几分运道的，何至于因为我们这些人沾上孽障啊？说完，他就弯下腰，静静地等着苏小鹿发话。你们的病症，我知道有个法子能解，以沸水煮开，擦身就行。苏老爷子诧异地抬头看苏小鹿，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这么荒唐滑稽的方法，真的能解痒毒？可看着苏小鹿平静冷漠的双眼里没有丝毫戏耍之意，苏老爷子也迷茫了，到底信还是不信？苏小鹿才不在意苏老爷子相不相信，他关了门就回家了。苏老爷子看着紧闭的大门，浅叹了口气，回到了家里。王氏这几天都没法下床了，只在床上痛苦的呻吟。苏老爷子也没法指望他还能伺候自己。想着苏小鹿说的法子，他叹了口气，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王氏感动的老泪纵横。老头子，谢谢你对我好。嫁来这么多年了，哪里有他享受的份儿？苏老爷子从来就没有照顾过他，没想到老来这个时候还能享受到这样的照顾。王氏觉得死也甘愿了。臭烘烘不知名的药水擦洗，王氏感觉好多了。老头子，不痒了，真的不痒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嘿，这药可真神呐！苏老爷子见真的有用，心里放心了，他没说话，只随便煮了稀饭。他自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的，倒是王氏捏着鼻子吃得畅快，长满脓疮的老脸还挤出了灿烂的笑意。你慢慢吃吧，我把药水拿去给孩子们。苏老爷子去给苏大郎、苏二郎送药水了，很臭。苏老爷子对李氏和周氏吩咐：这是可以治这痒病的药，你们拿去给大郎、二郎擦洗。爹，这是什么药啊？闻着怎么怪怪的？周氏也有些嫌弃，一点也不想沾惹。哎，问那么多做甚？我还能害自己儿子不成？爹，你误会我了，我是担心大郎身体。爹说有用，那我现在就去给大郎擦药去。我也去。苏老爷子沉了一口气，转身回家。明天就是过年了，夜里，姐，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才没多久呢，1年就过完了。是啊，1年又过完了。他的亲事爹娘都在紧锣密鼓的选，过年后这1年无论如何都会定下的。他与苏小鹿这样同床而眠的时光将会越来越少。小鹿，新的1年也要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对我最漂亮、最温柔、最好的3姐姐发誓，我一定会听她的话，健健康康的长大。好，姐姐听到了，诸天的神明也都听见了。好了，快睡吧，做个好梦。12月30大年，早早的一家人就起来，起揉面包包子，说说笑笑的把包子包成各种形状，大小不一。苏三郎和赵氏坐在灶台边烧火，温柔地看着几个孩子们。看着苏虫，赵氏浅浅叹气。苏虫到底是喜欢谁家姑娘啊？他们还是不知道。问了，要么是回避不说，要么直接走人了。问苏华和周恒吧，他们也打马虎眼。赵氏也是真的没辙了。还有苏小玲，看了许多画像也不满意。苏三郎知道赵氏每一个眼神，他轻轻拍了拍赵氏的手背，目光温柔，给予安慰。夫妻2人没有任何言语，却无声的有了千言万语的交流。规矩的把包子包的差不多之后，起了玩心，都用剩下的面团再认真包自己喜欢的包子。三哥，你怎么捏的和姐姐捏的一样啊？你就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吗？你怎么不捏一只很可爱的小猪呢？小鹿，给你。谢谢姐姐，还是你对我最好啦。喏，我也给你一个。现在高兴否？就一般般高兴吧。包子也包得差不多了，上蒸笼蒸。苏虫就叫上苏小鹿去练剑了。苏小鹿用自己新研究的剑招和苏虫过手，等包子蒸熟，立马就跑过去吃包子。看着2只很可爱的小猪，苏小鹿送了一个给姐姐。
他拿着一只小猪和一只大猪包子就出门准备吃了，肩膀却被拍了拍。苏小璐转头看着周恒，周恒手里拿着一只小猫咪包子。小璐，可不可以和我换？我也想吃小猪包子。给你。谢谢小璐。和苏小璐交换了一下，周恒就小心地捧着包子去一边吃去了。苏小璐咬了一口猫咪包子的脑袋，这味道也没什么区别呀，肉馅儿都是一样的，干嘛要换呢？看着周恒那视如珍宝的样子，苏小璐突然愣在当场，心里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周恒不会喜欢我三姐姐吧？姐弟恋啊！苏小璐越想越觉得是，她烦恼地叹气，这可怎么办呀？转念一想，她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或许周恒没这个意思，不然三姐姐都要说亲了，她不会一点不着急。不过心里起了疑，苏小璐就决定等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定要试探一下。这时候其他人也没有注意到苏虫悄悄出门了，苏小璐看见了，她看见苏虫出门就一下子想起最近赵氏发愁的事情，他的大哥有了心上人，也不知道是谁，是大年30悄悄出门，肯定有古怪。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悄悄跟上了。苏小璐顺利地跟踪他到了学堂，大哥这是要干嘛？敲响了林瑶瑶的闺门，她脸有些红，似乎很紧张。苏虫，你怎么来了？你来做什么？瑶姐，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吃。苏小璐万万没想到，她的大哥喜欢的人竟然是林瑶瑶。看着自己大哥这手足无措的样子，这紧张结巴说不出完整话的样子，分明就是暗恋喜欢呢。而林瑶瑶拿着苏虫送的包子。苏虫，我比你大了近10岁呀。这么好又优秀的男子，她很难不动心。但她不是纯真时期的少女，喜欢归喜欢，不会影响她半分冷静。她一句话，苏虫却是紧张了，她面红耳赤。我知道，但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我爹娘准许我和华帝娶心仪之人，一生不许有外室和小妾，一生只许自己喜欢的女子为妻子，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假如我们都能活到80岁，那我们还能在一起50年，大了几岁只是少在一起几年而已。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余生的50年每一日每年都是舒心日子。而如果娶自己不喜欢的，就算是只活到60岁，那在一起30多年，每日过的都不是舒心日子，地狱般的折磨也不过如此。不管余生有多少年，我都不想娶不喜欢的女子。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就让时间来证明。5年啊，不，10年。10年后我没娶，你没嫁，那你就嫁给我，怎么样？苏虫真情流露，林瑶瑶看着苏虫，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他。师姐，你不要有负担，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这么做的，我也会努力向上生活。你呢，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不过将来我遇到有趣的事情，我都会与你分享，与你知晓的。师姐，过年好，我就回去了。说完就转身离开了。10年，他是认真的吗？林瑶瑶拿起包子咬了一口，然后转身回房了。苏小璐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准备折返回家，但余光却看见另一处转角有一抹身影。苏小璐顿住，那是陈氏啊，他是什么时候在那里的？苏虫的告白他又听见了多少？他没有再继续偷看，悄悄地离开回家去了。苏虫的告白惊了林瑶瑶沉寂已久的心，也惊了陈氏。骤然听到这个事情，他都不知道是该担忧还是该欢喜。陈氏出神地折返回了厨房。林平生看他心不在焉，不由一问：夫人怎么了？不是去问瑶瑶想不想吃羊肉锅子来着？去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回来就心不在焉的？陈氏也不知道这件事告诉林平生好不好，他心不在焉的敷衍：没什么，瑶瑶说想吃锅子的。夫人，你有事瞒着我，你叫我这年还能过安生吗？你别担忧，不是什么大事，真的。你我夫妻几十载，除了女儿的事情能让你如此伤心，就没有别的事情了。你想瞒我，
你说如何可能啊？夫人不肯说，那我直接去问瑶瑶。林平生说完，做事就要出门去。老爷，等等！哎呦，我说还不成吗？哎，刚才我去叫瑶瑶，恰巧碰见苏虫过来了，听到了他与瑶瑶告白的话。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喜欢瑶瑶的，瑶瑶没有点头，只说年纪相差大。苏虫就说他用10年来等瑶瑶，10年后他没娶，瑶瑶没嫁人的话，就嫁给他。我恰巧听见这些，一时间心乱了。若寻得好郎君，我哪里愿意女儿孤独终老呢？苏虫这孩子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人品脾性都是好的，我这心里呀，就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样翻涌。陈氏在林平生难以置信的眼神下点点头。老爷，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这心里焦灼得很，怕瑶瑶错失了，又怕是苏虫不够真挚开的玩笑。夫人，这件事情我们就先当作不知情，回头我找机会试探一下苏虫吧，等他过了我们的考验，再想办法撮合他和瑶瑶也不迟。10年太久了，如果是注定要在一起的人，那不会让他们白白浪费这10年。如果这是老天安排的姻缘，不管结果好与坏，瑶瑶和他都会结为夫妻的。只要有姻缘，至于能做什么样的夫妻，那谁也不知道。林平生做了主张，陈氏心中安定不少。好，那就听你的。而他回头也会向佛祖祈福，祈福佛祖赐他女儿好姻缘，余生能有人疼爱知心事。夫妻2人商定，这件事现在就当作不知情，静候时机看天意。苏小璐回了家，假装没发现这一切，但她又忍不住去细想，难道大哥真的要等10年吗？要是10年之后在一起，那这10年好时光不就错过了？唉，忧愁啊。知道了秘密，苏小璐吃饭都不香了，她暗自发誓，下次再也不这么好奇了。苏小璐呼噜地喝了一口鸡汤，将这事儿压在心底不去想。小璐你尝尝，刚喝了鸡汤，解腻消食一下，年夜饭很快就好了，免得你一会儿吃不下。好吃，好好吃。苏三郎和赵氏都是笑笑，苏华和周恒也在帮忙，见此也是温和的笑笑。每年都能看见一只馋嘴猫小鹿，是很幸福的事情。准备好了年夜饭，苏三郎先去放了爆竹。年夜一如往年，苏三郎会给大家发发财包，苏虫、苏华几人也会祝福苏三郎和赵氏，然后开始吃饭。苏小玲把一只烤鸡腿夹给了妹妹，苏小璐欢喜接过，余光看见周恒给苏小玲夹了一块鸡肉。以前怎么没发现周恒的小动作这么多？苏小璐悄悄观察了一下，周恒对苏小玲的关注，不只是他没有发现，就是苏三郎赵氏还有苏虫苏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大家都习以为常，把这些隐藏在细节里的小偏爱当成了正常生活。不知怎么的，苏小璐就想起了大哥和林瑶瑶。林瑶瑶比大哥大了9岁，大哥都喜欢她。苏小玲比周恒才大2岁，喜欢也正常啊，而且才2岁，一点也不大。苏小璐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住，一时不察，呛着了，她咳嗽起来。这怎么了？怎么还呛到了？好点没有？一家人也关心苏小璐，等苏小璐缓和了一些，赵氏就把水递给了苏小璐。她喝了一点水就没事了，再也不敢分神，专心吃饭。吃完饭，大家跟着一起收拾。苏小璐好多次想说话试探试探，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索性就闭嘴了。苏小玲看她这样，宠溺地看着妹妹。小璐，你还是出去练舞吧，这里有我和爹娘就行了。去吧，去吧。苏小璐洗洗手，准备出门去，但隐约又听见赵氏对姐姐说话：“小玲儿，初七和娘上香去吧，娘约了燕家婶婶一起的。她家儿子燕武19岁，
人品不错。好，我听娘的。清远寺，赵氏带着苏小玲在庙门等候，眼看过了邀约时间，燕家还没到，可能他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一会儿，咱们再等等。苏小玲乖巧的点点头。如果只是迟了半炷香时间，赵氏还觉得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一下，但眼看着2刻钟过去，燕家的人还没出现，赵氏就没法自欺欺人了。赵氏有些不悦了，就想带着苏小玲走。娘应该很快就来了，咱们再等一下吧。可能是燕家婶婶有事情来不了了，没事儿，咱们不等了，进去上了香就回家。他们才转身，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喊声：“苏家的，等等我们！”苏小玲和赵氏顿住脚步，赵氏皱了皱眉头：“小玲，你悄悄看2眼，要是看不上，娘就会回绝了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凑巧？他刚好不想等了，要进去了，燕家的人就出现了。不过等了那么久，左顾右盼也见不到人，燕家起的什么心思再明显不过。苏小玲淡淡点头。燕母张氏已经带着儿子燕武走过来了，同时他身边还有3个生面孔的妇人。赵氏对燕家的好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场合早就说好了不带外人来，张氏一点也不守信用。苏家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和几个亲戚撞一起了，所以就一块来了，你可别介意啊。走，咱们进去上香去吧。哎，我听说呀，这个寺庙的斋饭不错呢，我请你们母女吃斋饭。这就是小玲丫头吧？长得可真水灵，我这一看呐，就喜欢得紧，好似我亲女儿一样啊。你说笑了，我看你现在也不太方便，左右也没有什么事情，你也不用管我们，我带着小玲上了香就回去了，就这样吧。哎呀，你这说的哪里话？这么见外干什么啦？大家都是姐妹，左右也不是外人，咱们就一起吃个饭嘛。好姐妹别见外了，走，吃个饭嘛。哎呦，对呀，咱们遇到就是缘分，我们都很好相处的嘛。几人你一句我一句，完全没有给赵氏回嘴的余地。燕武眼神落在苏小玲身上好几次，他勾唇笑了笑，跟了上去。老实说，苏小玲这样的女子他是非常满意的。最重要的是，苏家现在出了2位举人老爷，给他家做姑爷，好处肯定是少不了的。苏小玲含蓄，面对陌生妇人接二连三又自问自答的问题，她没有话说。不知道是谁推了她一下，她就朝着一边倒去。哎，小心！燕武惊呼一声，就要来捞她。苏小玲踉跄了2步，避开，摔在地上。她宁愿摔在地上，也不要和这个燕武有什么接触。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摔倒了？小武啊，快扶一下子！停下，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来扶，不要你们瞎操心。大庭广众之下，还是别让人误会了。他朝着女儿走过去，把女儿扶起来，看着女儿擦出血的手心，赵氏心里很内疚。燕家的，我家还有事情，就不方便和你们一起了，先走了。看着赵氏带着苏小玲走了，燕武有些着急。哎呀，娘，怎么办呢？他们走了。儿不怕，娘有的是办法。他女儿都那么大了，还没有许人家，指不定是有什么隐疾呢。你能看得上他呀，那是他的福分。那赵氏只不过仗着自己2个儿子有了点出息而已。就是，不就是2个儿子都考上举人了，瞧把他弄的。小五姨和你说啊，等把苏小玲娶回家，你可不能由着她，可不能让她拿捏了你。到时候你娘教她规矩，你瞧着就是了。小五，你二姨啊说的对，这新媳妇儿都要听规矩的，你好好记着就好了啊。我记下了，但是他们现在都走了，万一他们不答应怎么办？我儿看上他，那是他的福气，只有你挑他的份儿，哪由得了他挑你？哼！张氏从手里甩出一条丝帕展开，在燕武面前甩了一下。儿，你收好了啊，这可是苏小玲给你的信物，咱们回家看个好日子，
就上门去提亲去。这苏小玲啊，只能嫁给你。他都把苏小玲贴身职务拿到手了，苏小玲便是不嫁给他儿子，以后也别想嫁出去了。赵氏和苏三郎会让自己女儿孤苦终老一辈子吗？那肯定不会呀。而名声坏了，苏小玲要嫁就只能嫁给燕家。张氏露出笑意，燕武欢喜接过丝帕子，他看了看秀雅的兰花有一个玲字，他当即就收好。娘，我看这苏小玲绣活还不错，以后你的衣服就让她给你做了，你想要什么花样让她做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二妹、三妹、五妹，谢谢你们帮忙。这事儿要是成了，等以后那苏崇、苏华当官了，我也让他们给外甥们找个轻松又能赚银子的好活。张氏的3个妹妹都笑着点头说好。大姐啊，那咱们上个香就回家吧。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只管说一声，咱们姐妹啊都随叫随到。回去的路上就开始商量日子，最终决定正月18这个日子不错，约定好到时候一起去提亲。小玲，娘对不起你，让你难堪受气了。娘，没事的，这也不怪你，是你之前也不知道而已。赵氏叹了口气，她的小三妹呀，总是懂事的让她心疼。回到家里，赵氏就叫了苏小璐给苏小玲处理一下伤口，她则是出门去店里。苏小璐看着姐姐手心的擦伤，姐，这是怎么弄的？没事，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姐，连我都不可以说吗？她看着苏小玲，灵动的双眼有泪，水汪汪的。她们是最亲最亲的姐妹呀，是永远都可以信任、可以互诉衷肠的人。苏小璐想着，泪意汹涌，眨了眨眼睛，眼泪就要掉下来。小璐你别哭啊，姐姐跟你说。那你不许隐瞒我。其实没有什么大事，你还太小，这些事不需要这么早知道。不过说与你听一听也无妨。苏小玲温柔地把今天的事情说给了苏小璐听。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呢？我也不知道呢。姐，你觉得周恒怎么样？但是恒弟弟很好，我一直把他当弟弟看。我也觉得他挺好的。苏小玲喜欢周恒，失控的心跳做不了假，而周恒也暗暗喜欢着苏小玲。这双向暗暗的恋慕让苏小璐觉得有些甜得过分。可是周恒是皇族，他还要回京城，还要去争抢皇位，苏小璐担忧了。小璐，你会喜欢恒弟弟吗？我不喜欢三哥，我喜欢他干嘛呀？他又没有武功，我以后要选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做夫君，而且他的武功还必须和我不相上下。这样的话，我以后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和他过招交手了，我们还能一起仗剑走天涯。他就怕自己说慢了，苏小玲心跳都要停了。小璐的心愿一定会实现，你肯定会找到你喜欢的人，他不但武功高强，还会很疼爱你。我还早呢，倒是我最最亲爱的姐姐最重要了，老天一定会赐予你幸福姻缘的。夜里，赵氏靠在苏三郎手臂上，和他说着今天的糟心事儿。苏三郎静静地听着。二娘，你就宽心吧，老天都阻止的姻缘不结才最好，咱们三妹的好姻缘还在后头呢。哎呀，今年小玲就18了，我担忧啊。还有虫哥，给他看了好几个，他连看都不看，喜欢的姑娘是哪家人也不肯同我说。反正春闱在即，孩子们20号就要出发了，等到3月底就见分晓。小玲的婚事和虫哥的婚事都不用着急，等待几个月再看看也行。若是苏崇、苏华都取得了好成绩，那苏小玲的婚事完全不用发愁，会有好人家争着想娶。也只能这样了。好了，别多想了，早些睡吧。正月13，牛掌柜把陈虎和苏三郎两家人都叫在了一起，两家人一起过去。路上前世一问：大哥大嫂，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苏三郎和赵氏摇摇头，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牛掌柜着人来叫的时候，特意强调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两家人都齐聚一堂呢？陈虎和钱氏想不到，苏三郎和赵氏也想不到。到了福满来酒楼，燕氏早已等候着，看着两家人来，连忙上前拉着钱氏和赵氏。你们来了，他们在楼上呢，我们现在就上去吧。苏三郎几人点头。钱氏和赵氏虽然着急，但还是忍下疑问的冲动。都到这里了，不急这一会儿。上了2楼厢房，牛掌柜和牛大贵立马起身相迎。哎呀，三郎、虎子，你们来了呀！快请坐。这次叫你们来啊，是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告知你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牛叔，是什么机会啊？牛掌柜把面前的盒子朝着苏三郎和陈虎推了推。你们打开看看。苏三郎打开盒子，里竟然是满满的银票，有厚厚的一沓。苏三郎和陈虎都倒吸了一口气，这得有多少啊？钱氏和赵氏也被震撼了。我们刚看见的时候啊，也大为震撼。这里面银票足足有1万两，而且呢，还只是表达诚意的出资。三郎、虎子，我就不卖关子了，这是京城来的富商给的银票。他吃过你们做的酸菜和泡菜了，不远万里找到我家酒楼，想要和我家酒楼做生意，也知道我没这手艺之后啊，就想让我帮忙传个话，想要请你们前去京城置办一个酸菜泡菜的大作坊，让整个大洲呢都能尝到这些酸菜和泡菜，而后去往京城将这生意发扬光大，到时候呢还要送进宫去，在豫菜里面争得一席之地。而这1万两就是他表达诚意的方式，他需要你们教会他们制作泡菜和酸菜的做法。如果你们愿意呢，就见个面和他谈一下。他还说分账上可以4-6，他4你们6，整个大洲只要贩卖的地方都会有账本可详细的查的。牛掌柜有些激动，他做掌柜这么多年了，就没遇见过这么好的事情，连诚意都摆在明面上了。苏三郎和陈虎则是被这样的消息镇住，纷纷沉吟了好一会儿，才把这番话琢磨清楚。还没有开始挣钱就先出钱，他图什么呢？从这一笔数额巨大的银钱中清醒过来，几人都开始担忧了。陈虎和钱氏没了主张。大哥，你说咋办就咋办，我们听你们的。钱氏点头，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做的酸菜和泡菜会有这么一天。本来以为在这个小镇子生意红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谁知道会有今天这么震撼的消息。牛叔，那位富商现在何处啊？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想见一见他，然后再做考虑。大贵啊，去把何老爷请来吧。牛大贵点点头，起身出去。苏三郎紧张地咽了咽喉咙，努力让自己镇定冷静下来。牛掌柜很快就带着一位穿着暗红色衣服的男人走来。进了厢房后，他对着苏三郎和陈虎等人拱拱手。几位好，鄙人何海向几位见礼了。初次见面，惊扰诸位，还请诸位听我一言，容我详细与诸位说。何老爷请说。我本是京城中人，在整个大洲有酒楼上百家，名为玉金红，祖上曾是御厨发家，如今酒楼里仍然有几道御菜。我这个人啊，天生就喜欢处理的东西，年纪大了，家事交于后人，我也有时间四处游历。前阵子路过芙蓉洲小憩，在福满楼酒楼里尝到了那道叫做酸菜羊蝎的菜，还有小泡菜，味道令我非常的惊艳，所以我寻迹而来，想与你们合个作。说实话，玉金红已经连续有5年没有选上御菜了，我对这些酸菜和泡菜很看重，所以不惜重金也想与你们合作。何海诚意十足，他的神色认真，不像是说假话，而且说假话也不可能拿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出来。何老爷，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当下还不能给你准确的回答，请容许我们深思熟虑之后
再给你回答。这是自然的，今日一见，我本意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其实这是我的法子其一。接下来你们请听其二。何海笑了笑，苏三郎几人已经打起精神，认真等待了。这其二便是你们彻底将这制作秘法全部传授于我的人，我一次性支付你们5万两银子，而你们后续5年里，每年需要至少研究3道菜谱给予我，5年最少要给予我15道菜谱，如此便可2清。以后你们2家有什么新的菜谱愿意与我合作，我也愿意高价购买。家常菜谱200起步，特制养生菜谱1000两起步。这2个法子，任何风险由我玉金红承担，你们可回家慎重考虑，给我答复。其实我还有其三，那就是如同福满来酒楼一样和你们合作，但这样的效率太低了，你们可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太少了，我所需要的需求你们满足不了。我是真心想将你们这门生意做大做强，这几日我还会在这儿小住至少5日，这1万两你们带回去，以5日为期，5日之后在此地我静候其因。那我先不打扰你们了，告辞。他说完从容地离开。陈虎甚至怀疑银票是假的，拿起来查验，但查验之后发现都是真的。他们失常的举动引得牛掌柜失笑。三郎、虎子，不瞒你们说，昨日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我也同你们现在无异。银票我全都查验过了，芙蓉州里也有2家玉京红酒楼，菜品奇多，是专供达官权贵的地方。这些呢做不得假，除了他的身份，其他都是真的。玉京红多家酒楼在芙蓉州掌管酒楼的并非真正的老板，只是当地的掌事人。我老了，没见过多大世面，但这1万两真金白银的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家随随便便能拿出来的东西。只这一点，这个河海的身份就没有多大疑虑了。三郎、虎子，我也就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至于如何选择，还是你们俩兄弟回家商讨之后再定。反正还有5日的时间，不着急，慢慢想。这样的好事落到了苏陈2家人身上，纵有羡慕，却也真心替他们高兴。牛大贵和燕氏夫妻俩神色温和，只说让他们回去好好考虑。刘叔，多谢你告知我们兄弟这一切，成与不成，这份情谊都铭记于心了。我们兄弟真诚地感谢你们。赵氏紧随一起，陈虎和钱氏也一起弯腰道谢。不用不用。这2家人呢，他活了一辈子，就没见过哪家兄弟能维系这么好、这么深厚的关系。利益向来使人反目，但这么多年来，苏三郎和陈虎2家人从没因此红脸，分工明确，相互扶持。陈虎夫妻俩一如往常，无条件的信任苏三郎和赵氏，这般真心太难得了。牛掌柜眼里全是赞赏。牛叔，大贵兄弟，那我们就先回去了。牛掌柜一家人点头，牛掌柜把装满银票的钱盒子交给了苏三郎。牛掌柜带着儿子和儿媳出门相送，看着他们走远了，牛掌柜拍了拍牛大贵的肩膀：咱们家能和这样的人家结亲事儿，也是祖上积福了呀。嘿嘿，爹放心，喜宝和喜安都是好孩子，我会教好他们的。爹放心，等2个孩子结婚后啊，我会良善的对待陈大妞和陈二妞的。以良善相待，回来的也定会是良善，人心呢也终会换来人心的。好好招待何老爷，万不可出了差错。牛大贵和燕氏都点头。苏三郎和陈虎2对夫妻回了家里。大哥大嫂，今晚咱们一起吃饭了，等虫哥、华哥、周恒他们回来了，一起商量。他们读过书，脑子转得快。对对对。那行，回去收拾一样，就都过来家里说。这么重大的事情，不是我们能贸然做主的，
听听孩子们的意见也好。苏小璐在院子里练武，招式凌厉，剑刃声响。看见苏三郎和赵氏回来，苏小璐收了剑，她脸红扑扑的跑到娘身边。娘，你姐呢？姐在厨房呢。今天她炖了从芙蓉州带回来的鱼货，可香可香了。啊，香不香？哎呀，馋猫。小璐给娘捏了捏肩膀，又给爹捶捶背，然后陈虎一家人就过来了。大妞和二妞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配菜。陈大妞和陈二妞打了个招呼就去了厨房，陈星跟个小尾巴似的立马跟上。苏小璐和陈实也跟去了。小璐，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刚才我看我爹娘回来，脸色都变了，收拾了一下就叫我们过来了，好似有重大消息要宣布。我也不知道啊，但应该很快就知道了吧。也是，爹娘让我们来帮小玲姐做菜，那其他的就先不管了，先做好爹娘交代的事情。小璐，带2个弟弟去吃一点，填一下肚子。好，谢谢姐姐。谢谢小玲姐姐。而前厅的苏三郎和陈虎几人也在商量和分析。大哥大嫂，这事情我们是想不透了，但不管最后怎么做选择，我和孩娘就以你们为主。就算是没有那泼天富贵，我们现在也过得很好很好了，我们满足了。我们已经知足了。现在2个女儿已有好归宿，陈实和陈星也都听话，真的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这当下呀，我们也是满足的，但有这么好的机遇摆在了眼前，错失了也可惜啊。现在主要担心的就是它的真实性。大哥，不管最后你做什么决定，我们夫妻都听你的就是。好，不管能走多远，咱们2家都一起扛着。没多久，苏崇、苏华、周恒下学回来了，他们15号就可以休假，准备启程去春闱。见陈家人都在，苏崇几人敏锐地感觉到可能有什么事情。他们没提，苏崇几人也就耐着性子没问，先吃饭。吃过饭，大家一起收拾碗筷。苏崇看了看苏小璐几人。小璐、小玲啊，大妞、二妞，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几人都摇摇头。不急，等下就知道了。苏华转头问陈实：师弟，近来学习可有长进啊？二哥，我……陈星举起小手告状：二哥，我3哥他总是去练武，根本就没有好好认字学习，你快罚他。小星，你可恶！师弟，过几天我们就要上京城了，有段日子不能盯你功课了。这几日你需将千字文的前50字写上20遍，交给我检查，熟背下来。就算喜欢习武，文科也不能荒废，知道吗？二哥教训的是，我知错了，一定改正。苏华点点头。陈实和陈星他是一定要抓紧的，这是将来他和大哥最能靠得住的人。他们是男儿，肩上的担子本就重，家中的女眷将来都要他们保护，所以在学业上苏华从不松懈。二哥，你放心，我替你监督我哥哥，他要是没好好学习背诵，我就向你告状，到时候你可一定要严厉一点，拿板子打他手心。陈星俏皮地对陈实吐了吐舌头，嘿嘿，他可是借机公报私仇了。臭陈星！好，小星替我看着啊，到时候二哥给你奖励。若是你监督你哥哥完成好了，二哥送你一支狼毫笔，怎么样啊？好啊，好啊，请二哥放心，小星一定不辱使命。陈实一脸苦涩，苏崇伸手拍拍陈实肩膀：师弟珍重。苏小璐等人就是偷笑。苏小璐吃着姐姐剥给她的瓜子，笑眯眯的。自从芙蓉州回来，她的小零食就没断过，不知道是不是她抽条了，不管怎么吃，瘦下去的肉也没有长回来多少。苏三郎几人回来坐下，陈虎和钱氏对苏三郎赵氏点点头，大家都打起精神劲等。孩子们，今天把你们都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关乎着我们2家人，所以我们说出来，让你们拿一拿主意。苏三郎缓缓地把整件事详细地说了出来。
等苏三郎说完了之后，大家都陷入思考。周恒看了看苏华，眼里有着担忧，他有些担心这是不是周志在背后捣鬼。苏华沉吟了一会儿，依那位何老爷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那我们两家人就要上京城去才行。苏三郎沉着的点头。是的。爹娘，反正过几天呢我们也要进京，不如到时候一起进京看一看那何海说的是真是假，到时候再做决定怎么样？我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进京后，他就可以用名古的背景查一查何海。钱氏看了看陈虎，微微点头。大哥大嫂，我觉得重根的法子可行，咱们也先不要他的银钱，等确定了真假，确定了要合作，再谈钱。那我们选择哪一种合作方式呢？选第一种更好，到时候小沈继续研究菜谱，供应给玉惊鸿，长期合作，到时候所有条约由我们来把关。苏华这么说，陈虎和钱氏都连连点头，这下他们放心了。苏三郎和赵氏也安心了下来。大哥大嫂，那不如这样，过几日你们一家人一起进京，看一看何海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一家留守家里，等你们消息。好，那就这样做。这2日咱们再好好想想，要是没有其他的变化，那我们3日后就给那何海回信息。他要是不答应，那就代表这件事不是好事，就此作罢。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何海没有异心，届时再合作也不迟。陈虎一家人都点头，对这样的安排没有异议。大哥，此去尽管放心，家里一切我们都会照顾好的。好，店里要辛苦你们了。陈虎和钱氏都笑着摇头，他们最不怕的就是辛苦。他们只觉得血液沸腾，有使不完的劲儿，能为孩子们奔出个大好前程，为子孙后辈攒下丰厚的根基，这点苦累算什么？做了决定，陈虎一家就回去了。那这几日就收拾一下，过几日咱们一家人一起进京城去，便是不为了生意，也为了你们。此去路途遥远，留在家中太担忧了。前不久我和你们娘就在商量进京了，这一次就让爹娘都陪着你们吧。上次芙蓉州疫病，苏三郎和赵氏就经历了无数煎熬和担心，所以这一次他们不想等在家里了。恰好又遇上了何海这件事，更给他们进京的动力。好，那咱们一家都去。苏小玲看苏小璐数钱，就去把自己存的银票都给苏小璐。小璐，加上这些。姐，不用你的，你存着就好，这可是你的嫁妆。你拿着，姐姐哪里用得了这么多啊？不要不要，你拿着就是了，用不上就存着，每天抱着睡觉多安心啊！手里有银，万事不慌。苏小璐不收，苏小玲也没办法，只好等苏小璐睡着了，偷偷在苏小璐钱盒子里塞了几张。做好这一切，苏小玲把苏小璐的钱盒子放回原位，回床上睡下。月15，苏三郎和陈虎就去见了何海，在牛掌柜的接引下，再一次和何掌柜见面了。何老爷，我们兄弟已经商量好了。何海微微一笑，没有插话，静等苏三郎继续说下去。苏三郎也在观察何海的反应，何海很坦然，苏三郎缓缓地说出商定好的结果。牛掌柜静静听着，没插话。他觉得苏三郎和陈虎做这个决定也正常，小心为上。这没问题，事情重大，自然不能草率决定。我相信进京考察之后，你们会同意和我合作的。这样吧，你们何时启程，我与你们一道，这样路上你们也能对我更为了解。如此坦然赤诚，让苏三郎和陈虎对他的好感又增多了几分。好，我们预定后天18日启程。那好，那我们18日一同启程。这一路你们的饭食我管了，既然是酒楼发家，让你们看看我的厨艺，说不如做。阿崇、阿华，我知你们心有抱负，入仕途之路还有无数难关。这2位曾是为师至交的好友，虽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有些东西为师坚信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不会变的。
你们把信交给他们，与事情多少有些帮助。苏华把信双手接下，谢谢师父厚爱，我与兄长一生铭记，必定不负厚望。苏崇、周恒跪下感谢师恩。林平生把周恒扶起来，你身份尊贵，我与你也没有师徒之名，谢就不必了。我已避世多年，还望你忘却受我传学这件事。皇族纠纷，我不想参与其中。此去便是缘尽，日后相见，当作不相识便好。祝你所求之事情，皆能心想事成。林平生对周恒拱手见了个礼，周恒也回礼。周恒谨遵教诲，谢先生教导之恩。今后恒已将铭记先生所说，绝不违背诺言。但今日还请先生受我300，接受恒这份不值钱的谢意。今后相逢便是陌路人。倘若以后恒心愿达成，先生有需要之时，可以以此物让恒帮先生做一件事。他日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情，恒必当为先生达成。周恒跪下去，真诚地对着林平生拜了3拜。这次回去，他就是冲着皇位而去的。他若失败，和这些人离得越远越好；若是他成功，他一定不忘师恩。周恒认真地把1枚古钱币作为信物递给林平生。林平生看他如此执着，就收下了。好，我收下。林平生看了看3个俊朗少年，挥挥手。好了，你们回去吧。为师祝你们心想事成，前途坦荡。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不问结果好与坏，问自己的心是否如愿就可。他说完就背过身去。此一去再回来，苏崇是否通过考验，他就知晓了。苏崇、苏华和周恒都朝着林平生行了大礼。师父，徒儿回了。3人看着林平生，林平生只是摆摆手，再没有一语。苏崇3人也转身回去了。林平生老了，许是拿苏崇3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子教养，现在学成所归，以后可能难相见。林平生不舍，他擦了擦眼眶，轻叹一口气：老爷，夜深了，夜寒，早点回去歇着吧。夫人，还好有你陪我呀。自然。哎，若是苏崇能过这考验就好了。我也想啊。苏崇3人走在安静的街道上，此时夜深，家家户户都已安眠。阿崇、阿华，到了京中，我便与你们分开。3叔3婶那里，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他们不知道更好。届时，就当是我回家了吧。好。苏华应了。苏崇伸手原想摸摸周恒的头，最后停下，改为拍拍周恒的肩膀。恒弟弟啊，要是真遇到什么难事，就悄悄告诉我们，就算不能明着帮你，暗地里帮你一下也是好的。我们一起长大，你就是我的3弟啊。苏华伸手揽了周恒肩膀。大哥说的没错，什么断了联系的话，面子做够就行了，不用真的当真。2兄弟一人揽了周恒左肩膀，一人揽了周恒右肩膀，近10年的情谊岂是说消就消的？周恒狠狠地感动了，他咽了咽喉咙，将所有的哽咽都咽下肚里。我知晓。 3人都笑着，充满骄傲得意的目光似星辰般闪耀。正月17这一天，全家人都在家中准备一些干粮，用白面发酵烤制的白饼。这种干粮能存放的时间长，适合赶路。苏小璐准备了不少药材，以备不时之需。下午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吹锣打鼓的声音，声音似乎朝着这边来了。二弟，今天是哪家有喜事儿？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清楚，也没听见什么好消息。我去看看，怕是最近太忙了，漏了消息。我去看看是谁家。邻里之间，该走动还是要走动的。爹，这里有我们就行了，你也去看看吧。苏三郎想了想，就点点头，然后也跟着出去了。苏小璐在院子一角熬药，赵氏和苏三郎出来，听着吹锣打鼓的声音，就在家门外停了。夫妻2人都是一脸不解。接着
就是一阵敲门声音，伴随着的还有喜婆独有的嗓音。哎呦，苏家的在家没呀？请开开门来见礼收礼了。苏三郎和赵氏都愣住了，苏小璐也愣了一下，咋回事？赵氏带着疑虑去开了门，一开门，吹锣打鼓的声音立马就响起了，一阵欢庆的喜悦声。哎呦，恭喜恭喜呀！而左右街坊全都听见声音出来看了，就是钱氏和陈虎都出来了，也都一脸疑惑。喜婆笑眯眯的就给苏三郎行了个礼。哎呀，苏家老爷，苏家夫人好！今日喜鹊叫喳喳，天降喜事苏家门，原是燕家郎有意，特来聘下苏家女，待到两人合成双，苏燕两家结亲近。这聘礼啊，一共20担，苏家老爷夫人请点一点。住口！你们打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不认识什么燕家郎，更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赶快把你们的东西通通抬着走，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张氏，你这是何意？我与你并未通信，你为何做这样的事情？赵氏气得发抖，张氏却是端着笑脸，几步上前来，笑吟吟地和赵氏说道：“好姐妹，我这可是上门来提亲了呀！上回我们共同约见上香，我儿子燕武和你女儿苏小玲，他们一见钟情啊，两个人呐情投意合。我儿子呀还拿到了小玲给他的信物呢，回来和我说呀，非小玲丫头不娶。我这一想啊，苏家女好啊，温柔懂事，这贤惠能干，是顶顶好的姑娘。既然两个孩子有情谊，我这当娘的马上就马不停蹄地准备聘礼来提亲了。今日是良辰吉日，我们两家呀就把婚事定下吧。张氏端着笑脸，一番话说下来有理有据，还拿出了一条丝帕，说是信物。你们全部滚！谁再敢说我女儿一句歹话，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张氏，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坏我女儿名声？上次见面相谈毫无好感，哪来的情谊？苏三郎和赵氏如此愤怒，是张氏早就料到的。他丝毫不慌乱，也没有和苏三郎、赵氏理论，而是转头就冲着围观的邻里，把苏小玲的手帕拿了出来。街坊们，你们给我评评理，要是不对我家儿子有意，他为什么把这么贴身的东西送给我儿子呀？你们瞧瞧，这上面还绣着他的名讳呢。你们可看仔细了啊，我可真没说谎啊！要不是有这定情信物，我燕家哪里敢来高攀着苏家呀？谁不知道苏家出了2位举人老爷，以后可是官家呀。我燕家普普通通，家里就是个卖豆腐的，可我那儿子非苏小玲不娶，我这才豁出去脸来求娶的呀。苏三郎和赵氏脸都气红了，他们说不过张氏。钱氏到赵氏身边扶着，赵氏才没气晕过去。陈虎正想说话，张氏就把丝帕凑了过来。陈家的，你们和苏家人交好，你们来瞅瞅，这是不是苏小玲的丝帕？陈虎皱起眉头，这还真是苏小玲的。张氏对燕武使了个眼色，燕武顿时就朝着苏三郎和赵氏跪下了。叔婶儿，求你们成全我和小玲吧，我一定会待她好的，求求你们了，我真的很喜欢小玲啊。你苏小璐取了剑来，寒光闪过，敲打在燕武的手臂上。想坏我姐姐名声，谁给你们的胆？小璐啊，我是真心喜欢你姐姐呀。苏小璐咬牙切齿，她提着剑。小璐，不能做傻事儿。苏小璐习武多年，燕武哪里是她的对手？可要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杀人了，苏小璐就是罪人了。赵氏现在无比的后悔，她恨自己为什么要和燕家这样的人认识，为什么会觉得张氏是个好人？是她识人不明，害了女儿啊！哎呦，好姐妹，你可就成全孩子们吧。我家是穷了点儿，但只要2个孩子相互有情谊，这好日子都在后头啊。你们夫妻2口子这日子不就是这么过起来的吗？
不明真相的邻里街坊还真以为是这样。好姐妹，2个娃娃相互喜欢是好事儿，以后日子过着才顺心嘛。燕家比起你们家是差了点，但条件还是可以的。小玲嫁过去不会太苦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呀！我家小玲和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集。哎，这怎么可能没有交集？这没交集，我儿子哪里拿得到你女儿的私物啊？这整日对着茶饭不思，身体消瘦。哎呦，我知晓我今日所为是故意的，可我也是有缘由的。我是为了我儿子的幸福啊！我就想着，我们家这样一闹，你们女儿就只能嫁给我儿子了。唉，你们这一时气愤，但气总是会消的。且以后啊，看见女儿过得幸福生活，这也会原谅我了。这虽然是下策，哎呦，却是我唯一的办法了。你们只要肯同意这门亲事，哎，便是要了我这条老命，我也给你们呐。张氏说着，竟然也哭了起来。他堂而皇之的把自己的坏心剖开，直白的说他今日所为是刻意的。而燕武也一脸愧疚。娘，孩儿不孝，但孩儿心太小，一辈子只能喜欢小玲一人。若是孩儿不能娶苏小玲为妻，孩儿这辈子就不娶妻了。就是这条命，我也不想要了，只能下辈子再来还娘的恩了。叔婶儿，求求你们成全我们吧。这母子俩一唱一和，哪一步该怎么做早就设想好了，现在这些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燕武磕头求着苏三郎和赵氏，张氏就带着眼泪哽咽地冲着院子里面喊：小玲，哎呀，小玲，你就出来看看小武啊！我出去解释清楚，我和那燕武根本没有交集，我根本不喜欢他。说着他就要出去，被周恒一把拉住。你现在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那正合他们的意。那我怎么办？周恒看着苏小玲满身泪水，心狠狠地揪紧。苏华皱着眉头，苏崇一拍手：我去打断他的腿，卸掉他的嘴巴，叫他们说不了话，我去把他们都赶出去。苏崇气得快要爆炸了。苏华看了看周恒，他追着苏崇而去，苏小玲也要跟上，周恒拉着他不放。你不能去。我也要去，这事关乎于我必须去，大不了我这辈子就不嫁了。恒弟弟，你放开我！周恒看着苏小玲，袖下拳头早已紧握，他没有提，就是因为不知道前途会如何。贸然把苏小玲牵扯进来并不是好事，他不是良配。可现在老天让苏小玲遭这样的磨难，他若挺身出来，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可他无动于衷，这件事就是苏小玲永远的痛。周恒，你放手！我有办法。苏小玲眼里闪过一抹希冀，周恒能有什么办法？你嫁给我，我与你有青梅竹马之情。我小小年纪也是举人之名，就这一点，那燕武一辈子也赶不上我。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泼来脏水无用，才能扭转人言。他有的燕武这辈子都别想撵上，所以人们一看就知晓，苏小玲只要没瞎没疯，就不可能选择燕武。而燕家今天做的这些完全就是故意的，是燕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不行！苏小玲愣了一下就摇头，她想拒绝，想说理由。小玲，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看不得你受委屈，我心会疼。我没提出来，是因为我怕你跟我一起受苦受累，而现在我不得不说，你别出来，等我。滚！你们都滚！哎呀，好姐妹呀，我就求求你成全孩子们吧。此时周恒出来，他沉声一喊：全都住手！阿冲、阿华、小陆，你们都回来，和这种人动手做什么呀？白白脏了你们的手。我们苏家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家，趁着街坊好友都在，大家冷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周恒书生打扮，面相俊朗，看上去彬彬有礼，谦和有度。看看，
还是这位公子说话好啊。周恒没有搭理张氏，而是对苏虫、苏华和苏小璐轻轻点头。以几人之间的了解和默契，他们知道周恒是有办法了。苏家终于有人肯听我们母子说话了，这太好了！儿子，快来谢谢这位哥哥。谢谢三哥。公子请自重，我与你无亲无故，素不相识，可别乱叫了。你们今天来，口口声声说苏小玲和你家儿子烟雾一见钟情，私下交换了信物，因着苏家爹娘不同意，故而生此下策，是吧？张氏和烟雾连连点头。对，就是这样。你们情急之下出此下策，也是情有可原。哎呀，对，哎，要是还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这样。可怜我儿子身体消瘦，茶饭不思啊！我这做娘的，哎呀，也是心疼的紧，这才厚着脸来求。你们今天这样做，是事出有因。那敢问一句，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周恒没有再看张氏，而是走到苏三郎和赵氏身边，牵着他们面向所有在围观的街坊。想必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很好奇，那我今日便告诉大家，我到底是谁？为何我不姓苏，却常驻苏家？为何我不是苏三郎赵氏亲生，却和苏虫、苏华以兄弟相称？周恒这么一说，围观的街坊们好奇心都起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苏小玲的童养夫，我和小玲青梅竹马，从小感情深厚，相互喜欢。我也和我爹娘承诺，等科考结束，必定风风光光的和小玲拜堂成亲。如今我已经是举人之名，今年春闱在即，一切好事，就等我再努力一把，考个好名次，就能得偿所愿了。周恒暗暗地捏了捏苏三郎和赵氏的手心，他相信苏三郎和赵氏一定会明白他的意思。小玲是我的未婚妻，你们听懂了吗？今日你们刻意上门，侮辱我未婚妻名声，其心可诛。烟雾看着谦谦君子的周恒，心里自卑也羞愧。无论比哪里，他都输得彻底。他在周恒面前竟像个奴才。张氏从惊愕中回神，他指着周恒：“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苏三郎和不知道什么女人生的，所以苏三郎才养着你。”张氏，恶意污蔑我一个举人老爷，其罪你担得起吗？阿虫，去报官。好。说着，苏虫直接就飞身出去。苏小璐上前2下就卸掉了张氏的下巴。你这个老妖婆，污蔑当朝举人老爷还敢狡辩，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有什么话你就跟官府说去吧。烟雾见此正想开口，苏小璐走过去就是一脚踹得烟雾趴着起不来。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比得上我3个周恒吗？我姐姐眼睛又没瞎又没傻，会不喜欢周恒而喜欢你？呸！偷人私物，侮辱陷害女子名声，实在是可恶。幸好我家3哥和我姐姐已有婚约，不然这件事换到谁身上谁说得清楚，怕是只有一死才能自证清白了。各位叔叔婶婶，你们说是不是这样？谁家还能没有个姐儿呢？要是因为姐儿漂亮点，家里有本事点，自知配不上就这样去坏别人名声，如此阴险恶毒之人，要是不受惩治，谁晚上还睡得着？苏小璐唾弃烟雾，同时也震惊着围观的所有人。小璐说的对，这样可恶恶毒的人必须要严惩，不然我们都要寝食难安了，实在是太可恶了。对呀，要不是小林有这么好的未婚夫，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呢，真是可怕呀。这可得好好查查才行，可不能放过这么恶毒的人。至于张氏手里那属于苏小玲的丝帕，这还用说，肯定是烟雾偷的。一个会偷女人家私物的人，又让人好一阵唾弃。那些帮着张氏抬礼来的，已经有人扛不住求饶。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和这家可不是一伙的，我们也是受他蒙骗了，拿了他的钱才来的。要是知道这样，我们肯定是不会帮着他们的呀。对，我们也是受了蒙骗。一人一句，只想和张氏撇清关系，免得被他连累。周恒拱拱手：“诸位，我们苏家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家，只等官府来人取了证词，你们清白了，自然不会连累你们。”烟雾一脸不甘心，但他浑身都疼，喘气都扯着疼。张氏倒是想说话，但下巴被卸掉，只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
等苏崇带着官府人来了，不等官府询问，那些人急于撇清关系，就先都抵了。苏小璐在张氏下巴抬了一下，给他把下巴合上。青天老爷啊，民妇冤枉啊！你冤枉？你哪里冤枉？你说说，你儿子要是没偷，是怎么得到我未婚妻私物的？你说吧，不偷不抢，东西哪儿来的？娘！燕武怕得要命，想说话却不知道能说什么，只盼着张氏能完美的解决这一切。张氏心急如焚，他扭头盯紧赵氏，2步上前就跪在赵氏面前，就痛哭流涕起来。好姐妹，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我也是一时猪油蒙了心，才做了这样的错事啊！好姐妹，那天我们约好了去上香的嘛。我家小五，你也是看得中的嘛。我知道你是怪我迟到了，生了怨气，但这是有原因的呀。我是真心想和你结亲家，是后来几次给你送信你不搭理我呀，我这才一时想岔了，做出这等让人不齿的事情啊。好姐妹，我是真不知道你铁了心，不搭理我家呀。我当你是机器，要出那天我知道的气呢。若是你理一理我，我也不至于这样啊。要是你回我一句孝陵定了好夫婿，我也不敢来毁坏呀。你有什么冤屈？不用特地和我说，和我纠缠。有什么委屈和官府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官府一定会查清楚的。没错，官府一定会查个清楚的。苏小玲的声音响起，她还是没忍住从屋里走出来了。她走到周恒身边，深吸了一口气，面对众人。此事关乎了我苏小玲的名声，我并不能置身事外。我相信官府会查明，给我一个公道，所以我不怕。那是自然，衙门一定会秉公查明，作恶之人必须受到惩罚，清白之人一定不会蒙受冤屈。而张氏和燕武则是被抓去衙门，苏三郎一家人也一起过去了。陈虎转头嘱咐钱氏照顾好家里，然后就跟着一起去。赵氏紧紧地牵着苏小玲的手，泪水落下。三妹，是娘对不起你呀，是娘招惹来了豺狼。娘，这不怪你，你又不是神仙，哪能看透人心险恶呢？娘这么疼爱我，若是知道这样，娘才不会招惹他们。苏小玲懂事安抚，赵氏泪流满面，心狠狠地揪疼着。苏三郎看了看周恒，有很多话想说。周恒沉稳沉着，他对苏三郎展露了他成熟的一面。等回家再说。今日说出口的话，绝不是一时的权衡之计。苏小玲悄悄看了周恒一眼，心中有百般思绪在翻转。今天多亏了他。还请大人明察，此人辱我未婚妻名声，偷盗我未婚妻私物，其心可诛。府衙县令齐成顿时不敢怠慢，立马严厉斥问：张氏，你为何要这样做？还不快速速招来！张氏还想攀咬，但燕武已经看清了局势，他磕头认错。大人恕罪啊，都是怪小人暗自恋慕了苏姑娘，才造就此番大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燕武磕头后就痛哭流涕的继续认罪。大人，千不该万不该，是我不该喜欢上苏姑娘。若是我没有痴心暗许，我娘也不会想差了法子。我娘见不得我日渐消瘦，怕我熬坏了身子，才说行这样的下三滥的法子。我们想着，到时候苏姑娘名声不好了，没人敢要她，我就能娶了她了。大人呐，草民悔不当初啊！草民已经知错了，求苏姑娘放过我们吧。就算不能放了我，那也请饶了我娘吧。她只是错在太爱我这个儿子了。燕武又看向苏小玲，一边痛哭一边认错。张氏心里难受的要命，他顿时砰砰砰的就磕头，一边磕头一边恳求：求求你们饶了我们母子吧，
是我心坏，我不该为了儿子起了歹心呐。这一切就让我来承担，一切都是我想出来的。求求你们饶了我们吧。齐成看向苏家人，这桩案子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全看苏家人怎么选择了。苏家人要是不计较，那他也就警告教育张氏和燕武一番，就把此案了结了。苏家人要是计较，那就要好好查查张氏和燕武，然后定罪处罚。所以齐成没发话。苏三郎看着现在痛哭求饶的张氏和燕武，只觉得一口气上不去也下不来。他心不够狠，虽然没法原谅张氏和燕武，但已经动了恻隐之心。赵氏心里也不好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向苏小玲，你们母子情分倒是让人感动，我也相信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听着苏小玲的话，张氏和燕武都面露喜色，但苏小玲的下一句又让张氏和燕武喜悦僵硬在脸上。在齐成以为苏小玲要放过燕武和张氏的时候，但一码是一码，大周律法不容践踏，犯了罪就要受到惩治，才能够彰显国家的律法的公正。如果犯罪没成本，那将是对整个天下的侵害。像是燕武母子这样的所作所为，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受害的女子，也是最后一个。犯了罪就要受到惩治，才能够彰显国家的律法的公正。如果犯罪没成本，那将是对整个天下的侵害。像是燕武母子这样的所作所为，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受害的女子，也是最后一个。我是结束而不是开始。我相信大人公平公正，一定会做出最公正的处决，不偏袒任何人，也不会刻意多加罪名上去。大人，我说的吗？苏姑娘说得很对。大家都认可苏小玲的话。大人，知错能改是好事，唯有此惩戒，才能以示世人。要时刻记得，大周朝是律法严明的国家，只要你犯罪，必定受到惩罚。有此先例，也能让那些心思险恶之人断了这个念想。周恒拱拱手，把张氏想开口的心堵回去。周举人说的没错，请你们放心，本官一定严惩以戒，绝不轻饶。把他们带下去。齐成对着苏崇几人拱拱手，你们请放心吧，我一定会秉公处理的。三人拱手回礼。有劳大人了，那我们一家就先回了，明日便要启程进京，实在是耽误不得。苏华温和地说道。苏崇和周恒也点点头。好，那你们就回去吧，我这边案子有消息，会着人告知你们家人的。好，那有劳大人传递消息到陈虎家。陈虎知道了消息，就可以让陈实写信相告，这样他们远在京城也能知道。陈虎拱拱手，有劳大人了，草民就是陈虎。齐成答应下来，苏三郎一家人这才离开府衙回家。路上，大哥大嫂，你们别担心，这里我会看着的，一有消息我就让师哥写信给你们。好。陈虎看了看周恒，还是忍不住问道，恒哥和小玲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成啊？苏三郎心里也很乱。三叔，我是认真的，我今天所说每一句话都没有乱来，都是认真的，从心而发。陈虎有些高兴，他其实很看好周恒和苏小玲，外面的哥再好也没有自己养大的好啊，脾气人品都看在眼里，再也不会有比这更了解的了。回家再说吧。今天事发突然，到现在心里都还乱糟糟的。到家后，大家在正厅坐下，周恒起身就在苏三郎和赵氏面前跪下。三叔三婶，之前是我冒昧了，但现在请你们听我一言，我喜欢小玲，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喜欢她，想娶她是真的。我恳求你们成全，让我和小玲在一起，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保证。说完就磕了3个头。你这孩子，快起来吧。赵氏心情复杂，伸手扶起周恒。恒哥，你7岁那年秋来到我们家里，今年你16，你和我们相处了整整8年时间了。
说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也不为过。你的脾性人品，我们都清楚。可是，珊珊，我知道你担忧什么。我在这里生活了8年，你们待我如亲儿，却从不问我到底从哪里来，我爹娘是否还在。你们尊重我，我没主动提，你们便从来不问。我原本不打算说出来，就连我喜欢小玲这件事，我也准备藏在心里一辈子。但今天这件事，我没办法坐视不理。我看不得有人辱她名声。三叔，三婶，我来自京城，我的母亲是当朝皇后，我的父亲是当朝皇上。我因深宫陷害导致双腿成疾，我的母亲为了救我，托有人将我带出宫来，京城四处险阻，我好了以后也没能顺利回去。但我知道我的母后一定在盼着我回去，所以我一定要回京去。我也必须回去，因为我是当朝大皇子，未来的太子，这是我的身份。苏三郎和赵氏都震惊住了，他们想过周恒身份或许不一般，但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位皇子，而且还是皇后所出，当朝大皇子。他尊贵的身份，不凡的出身，就昭告着世人，他该是继承正统的太子。赵氏和苏三郎看着周恒，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真心喜欢小玲，此次回京，如果我顺利归位，那我就名正言顺地求娶小玲。如果我不幸遇难，那就更好办了。小玲的婚事可再找，有阿崇阿华在，小玲的婚事不难的。无论我怎样，都不会耽搁小玲。此次春闱最多3个月，必定会有个结局。还请三叔和三婶能够成全我，给我一个机会。他知道苏小玲很懂事，很温柔，很心善，所以他想对她好一点，更偏爱一点。可随着渐渐长大，他慢慢的发现，他的偏爱不再单纯，他想要成为她的丈夫，正大光明的把所有的好都给她。哎呀，这让我们说什么好？恒哥，这件事儿对我们而言太重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答案。赵氏看向垂头沉默的苏小玲。小玲，你是怎么想的？苏小玲抬眸看向周恒，周恒目光和他接触，少年眼神炙热真挚。苏小玲，我心悦你。爹娘，我愿意等恒弟弟3个月。苏小玲垂下眼眸，她对他也是喜欢的。就如同周恒所说，如果没有今天的事情，他也会把心思藏一辈子。可现在周恒已经迈出了那一步，他远比他要艰难。他不想让他独自承担，所以他也迈出一步，让他知道他的心意。赵氏对苏三郎微微点头。恒哥，把小玲交给你，我们也是放心。只是你身份特殊，现在说这些还早，那就依你所说，等这次春闱尘埃落定之后，再谈你和小玲的事情，怎么样啊？好，谢谢三叔三婶给我这个机会。好了，折腾这么久，也都累了，都回房休息一下吧。爹娘好好休息，我们先回房间了。娘，那我们回房了。几个孩子起身回房去了，苏三郎也牵着赵氏回了房间去。二爹，今天这事儿都怪我。二娘，别自责，这哪能怪你呢？人心隔肚皮，谁能知道在这皮囊之下会隐藏着怎样的祸心呢？哎，二娘啊，小玲这命运多舛，今日有周恒解围，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啊。赵氏心里也担忧，周恒是皇子，他也命运多舛，夫妻两人心里都有着浓浓的担忧。二爹，我真后悔前2年没有给小玲定下来。二娘，这更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心疼小玲啊。而且小玲对周恒有意，她心中有恒哥，
这才是最重要的。恒哥的身份，哎呀，这既是天意，我们也只能听从天意安排了。恒弟，现在不同以前了，你得告诉我们，你回京之后准备怎么做？阿冲阿华，我一点也不想把你们牵扯进来，我希望和以前商量好的一样，别有变故。他还是和之前一样，不想把苏家人牵扯进来，他怕自己最后失败，无法全身而退。苏崇拍了拍周恒肩膀：恒弟，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以前呢你只是周恒，回京之后可以和我们没有瓜葛，至少明面上可以。但是现在你是小玲的未婚夫，小玲也很喜欢你，我和华弟弟自然要去帮你。有些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是不会明白的，你不懂。小玲对我和华弟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小鹿是将他们带入光明，那小玲就是他们在黑暗之中一直陪着他们的那一束烛光，呵护他们度过那段黑暗的岁月。是啊，没有经历就不会懂，就像你执意要回京，做回真正的周恒一样。你成了小玲的未婚夫，我们就必须要帮你。正是因为见过了黑暗，才明白光明的珍贵。他们变得聪慧了，往日记在脑海之中的记忆太深刻，他们不提起，是因为深藏心里深处了。苏小玲从小就特别的懂事，她什么都明白。她知道自己的2个哥哥头脑不正常，所以她从小就知道护着哥哥。山里采的野果子，她会小心翼翼带回来，悄悄给他们吃。她会反复地告诉他们哪一个可以吃，哪一个不可以吃。那么多的记忆，在他们好了之后才知道是多珍贵。而苏小玲想要的，他们会全力支持，送到她身边。现在苏小玲喜欢周恒，那他们就会全力支持周恒，让他能够安好，能够带给苏小玲幸福。恒弟，我们想帮你，但不会只为你，只在力所能及里倾尽一切来帮你。周恒心里感动，他点头，也不再矫情，和苏崇、苏华说了他的计划。他回京后想要直接回宫不可能，他只有先想办法联系外祖，通过外祖父让宫里的母后知道他还活着。而他容貌有变，想要让外祖父相信他、承认他并不容易，更何况还可能会遇到周至的阻碍。但不管再难，他也会拼尽一切，绝不退缩。苏崇和苏华知晓了计划，立马就和周恒细致的商量，最后决定进京之后，周恒不用和他们分开，照常参加会试，然后找机会见他外祖父魏家人。商定好之后，3人相视一笑。他们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这些共同成长、相互扶持的记忆会一生铭记。姐妹2人一回房，姐，你为什么会喜欢三哥呢？喜欢他会很辛苦的。小鹿，喜欢一个人是身不由己的，是不能自控的。我知道和他在一起会很辛苦，或许以后我会很后悔现在的决定，可是此刻当下，我想走到他身边去。你现在可能不懂，等你以后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姐，你一定会幸福的。知道苏小玲是真的喜欢周恒，苏小璐心里就安心了。可能这条路会走得坎坷，但那又怎样？再多的坎坷也会被抹平，会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苏小璐也在心里计划着怎么保护周恒，拿回身份。正月18一早，苏三郎一家人就赶着马车启程了。苏小璐和苏崇赶车，和何海会合后就一起走。何海带了不少东西，身边只一个车夫跟随。出了镇子，渐行渐远，没多久就远离了喧嚣。大哥，刘子健是怎么安排的？子健已经先一步进京了，年一过呢他就启程了。他在京城先安顿好，我们去了可以直接找他。那也挺好。他们这赶路去，起码也得10多天。刘子金先去京城，对京城里也会熟悉一点。中午休息的时候，苏小玲有些不舒服，下了马车就吐了。苏小璐拿出准备好的晕车药给苏小玲吃。怎么样，好些了没？还好小鹿有所准备，不然啊，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是没想到你会晕马车呀。周恒走过来，递给苏小玲一包菊干。小玲，取一片含在嘴里，应该能缓和一下不适。谢谢。
苏小玲接过，周恒笑了笑，怕苏小玲不适，他就走开了。周恒走后，苏小玲松了口气，随后也不由得笑了。他想以周恒的聪慧，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所以在无形之间，他会创造很舒服的相处环境。只从这些小小的细节，苏小玲就感受得到周恒是在意他的。他想，只要周恒初心不变，他不会后悔自己做下的这个决定。只要他愿意让他赢，他就一定会赢。大家都是随意吃了些干粮和水，就继续赶路了。一直赶路，过了申时，寻得一处合适的地方，就地停下休息。何海也热络地过来同苏三郎说话。苏兄弟，正好我准备了一些吃食，咱们生火一块吃怎样？正好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好。苏三郎让苏崇、苏华去捡柴火来生火，赵氏和苏小玲则是拿了锅来准备好。苏小璐做不了这些，干脆就跟着何海，看他从马车里拿出什么好东西。丫头啊，你喜欢吃什么菜？跟我说说，我做给你吃。他60出头，家中最小的孙女儿也和苏小璐差不多大。苏小璐活泼灵动，很招人喜欢。你什么菜都会做吗？哈哈哈，几十种菜系几乎都会，我这一辈子都在和庖厨打交道。那你马车里都准备了什么菜？哈哈，牛羊鸡鸭应有尽有，还有你们家里卖的酸菜和泡菜，我也是搬了2坛子带进京城的。那我想吃酸辣羊肉汤。哈哈哈，没问题，我祖上可是御厨出身，今日就让你们尝尝御厨的手艺。这拆肉可是有门道，像我这样砍下来的骨肉就没有什么碎骨了。哇哦！苏小璐很给面子，苏小玲也一脸崇拜。等何海拆了羊肉下来，他放在桌案上，一条条分下来。2个丫头，你们看看，这肉有什么不同啊？苏小璐看了看，她真没看出来，羊肉还是羊肉啊。啊，老先生，你分割的羊肉没有一条连骨带皮的，竟都一般大小，这也太厉害了。苏小玲经常下厨，所以她一看就明白了。哈哈，小丫头有眼光，我这刀工可是练了几10年，从3岁起就开始拿着菜刀了。那万一你失手了，多取了一点点，那不就会有一些最后大小不均吗？哈哈哈哈，小丫头，你可太小看我了。别说这一点羊肉，就是一整只羊，我想让它拆解成大小一样、分量相等都不在话下。哇哦，你真厉害！刀工能达到这个地步，就相当于练武功成为了1等1的高手。老先生真厉害！走，让你们看看我的厨艺。丫头，你可得学学你姐姐，有一门好厨艺是非常重要的。自古说，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苏小璐还没说话，苏小玲就微微一笑。先生有所不知，我家小妹在厨艺上天生不通，她习得医术，是以应对将来了。何海听出了苏小玲的护短之意。哈哈，原来如此，倒是我眼拙了，却如姑娘所说，有医术傍身足够了。何海展示了深厚的厨艺功底，羊肉用吊锅炖上，大家围坐在火堆边烤火取暖，烧了水，顺便把干饼蒸上。何海对苏家人说起了他走过大洲各地方的见闻，一大锅的酸辣羊肉汤也焖好了，浓郁的香味儿就飘出来，羊肉软乎，酸辣白菜也软烂了，大家就着蒸熟的白饼吃了起来。苏小璐从中间掰开，夹了一块羊肉，去了骨头，就这样吃，是肉夹馍的感觉。若不是时不时还会因为一些景物想起上辈子的记忆，他都快忘记他是个穿越人了。哈哈，这倒是个新吃法。何海也学着苏小璐的办法，然后发现味道很不错，大家也学着这样吃，纷纷都说好吃。苏小璐笑眯眯的，肉夹馍肯定是超级好吃的啦。一锅羊肉，一顿饭吃下来，连汤都不剩。吃好之后，何海还有些回味。丫头，你这吃法倒是新奇，
你介意我把它运用到酒楼里面去吗？当然是要改良一下的。到时候白饼只有这么点大，里边加一块软烂香糯的羊肉或者红烧肉什么的，一定别有一番好滋味。哼，我不介意，要做出来了，我一定来吃。好，小林丫头，你对厨艺的通透上，我也看得出你厨艺功底深厚。到了京城，要是觉得烦闷，可找我大孙女玩耍，她呀也是3岁开始拿菜刀。我想你们有着共同热爱的事情，应该会玩得来。好，谢谢老先生。不用，那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点歇歇，明天咱们继续赶路。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你们父子几人可以过来同我挤挤。何海待人真心，他的好意苏三郎也没有推辞，道了一声谢就答应了。苏崇和苏小璐有内力护体，苏华和周恒确实没有，所以苏三郎带了周恒和何海挤挤，苏华和赵氏还有苏小玲回自家马车上休息。苏崇和苏小璐守着火堆，两人默契地运用起了内功心法，在修炼中休养，一夜就过去了。早晨要赶路，所以何海煮了粥，苏小玲帮忙。苏崇和苏小璐则是练了一下剑法。没想到这小陆丫头还有如此好的剑法，真是不错呀。同样能拿刀，却是大不相同。虽然天下太平，但藏于山野中依然有不少绿林盗匪。我早年游历是遇见过拦路抢劫的，每回想都想着自己要是有武艺就好了。这下看见小陆丫头身轻如燕，真是让我感叹非凡呢。何海看向苏小玲，苏小玲在他问出口之前就笑着说：老先生，你莫看我呀也是同你一样的。他看了看苏华和周恒，老先生，我们也同你一样。那我就放心了，我差点以为这武功练起来容易得很呢。一进京城，刘子金就迎了出来。阿崇，我就知道你们这时候到，和我估算的一点不差。子金你进京早，这一次呢，我们一家要劳叨你了。刘子金笑着对苏三郎和赵氏行了个礼。叔，婶，我已经安顿好了，你们一切勿扰，跟我来就好了。苏三郎和赵氏微微一笑。好，谢谢子金。苏三郎看了看何海，何海抱拳：苏兄弟，那你们就先去安顿，等安顿下来，我与家中随时恭候苏兄弟上门来。何海打了个招呼，就招呼车夫先走了。那我们也走吧。宅子刘子金已经做好了，苏三郎和赵氏进京的事情，苏崇信里都说了。苏三郎和赵氏点点头。苏小璐坐在马车边缘，苏崇牵着马车和刘子金并肩走着。慧兰嫂子身体还好吧？说起慧兰，我要谢谢你，有你开的安胎药，慧兰很好，孩子也很健康。我来时已经有胎动了。那就好。慧兰嫂子没有暴饮暴食吧？没有，一直听你说过的，要少食多餐。平日里也让丫鬟伺候多走动。我离家前也同我娘和岳父说过，交代他们要看好慧兰了。那就好。估摸着她是5月里生产，我若是有空就会来的。苏小璐算了算时间，5月里要是没什么意外，她也开始游历江湖了，顺道走去安平县看着王慧兰生产。何况刘子金之前还说要让他的孩子给他做小药徒呢。刘子金笑着对苏小璐拱拱手：小璐，兄长我随时恭候。小璐，到时候你可得立马写信告诉我，是个哥还是姐。苏崇插话，苏小璐点头答应。阿崇，你可得准备好礼物了，你这干爹结定了。早已备好了。刘子金心情大好，说笑间已经到了家里。两宅子紧挨着，一边是他住的地方，一边是留给苏家人。小院子打扫得干净，除去正厅外，共有5间房间和一个小厨房。帮着苏家人把细软收拾好，刘子金才和苏崇、苏华、周恒一起去讨论文学。苏三郎和赵氏准备到街上熟悉熟悉，留苏小璐和苏小玲在家。小璐，
现在也到京城了，我也感觉很好，好了许多。为什么还要扎针呢？你只是吃药压制住了，等药气一过，接下来这几天你都会很难受，会有眩晕和呕吐的症状。我给你扎几针，会让你缓和一些，你慢慢适应了就好了。小鹿，谢谢你。嗨，和我还说什么谢呀？你等着，等有了热乎的感受就叫我，我给你做好东西去，不用吃，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就行。苏小璐扎好了针，她说完就出门去厨房。苏小玲坐在正厅等着，苏小璐把火烧起来，把药材都放进锅里熬制。等她把药熬好，苏三郎和赵氏也买着1背篓的食材回家来了。苏小璐把凝固的药膏切成小条。小璐，这是什么？闻着好清凉呀。有淡淡的花香，很好闻，很清润。这是醒神棒，我给姐姐做的，有这么多。一会儿我也拿1根给娘，觉得烦闷的时候就闻一闻。行。小璐，你来的正好，我觉得有点热乎乎的，正要叫你，你就过来了。那当然啦，我来取针。把银针取下，苏小璐就去分装醒神棒了。做好之后，苏小璐就打了个哈欠。那我回房睡觉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再叫我。苏三郎把大鲤鱼的鳞片洗干净了，端来。这个鱼鳞炸一下，给小鹿当零点吃，他爱吃。今儿晚上以清淡为主，这鱼就清蒸了。一会儿做个小玲喜欢吃的洋芋泥，清蒸点芋头，再划一个蛋花汤就好了。赵氏把晚饭安排得妥当，就和苏三郎一起忙碌起来。夕阳西下，繁华的京城炊烟四起，各家各户都传出饭菜香味。在隔壁的苏崇几人也露出了放松之色。该吃饭了，明日再议。哎，子金，你晚饭是谁做的？跟我一起进京的随从做。那去我家吃吧，尝尝我娘的手艺。改天一定。今天他们呀，到京城也乏累了，该安静安静了。公子，吃饭了。这时候，刘子金的随从来叫他吃饭。刘子金笑着点头。送走他们后，刘子金对随从说道：“福贵，平日对隔壁多加照看。”公子放心，我会的。福贵的厨艺一般，刘子金吃得缓慢。福贵有些不好意思，今天的火候没掌控好，菜也糊了。公子，要不还是请个厨娘吧？不用，你做的挺好的。比起王府的厨子肯定比不得，但比起寻常人家，这些饭食可以说是丰盛。他曾经过的什么日子，他都不会忘记，不是过几年好日子就能忘的。刘子金随和好照顾，福贵倒是不好意思了。此时，苏三郎一家人也开始吃饭了。苏小玲坐在苏小璐身边，将最嫩的鱼腹夹了给苏小璐吃。苏小璐慢慢吃着，门外传来敲门声音。苏小璐立马起身，我去看看。他们刚进京，在京城也没有熟人，会是谁来？苏小璐和隔壁的刘子金同时开了门，看见了熟悉的面孔，是金四，周至身边的侍卫。他神色焦灼。苏姑娘，请恕我冒昧打扰，但我家主子情况实在是危险，请你过去救他一命。要是还有办法，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来找苏小璐。这不亚于告诉苏小璐他们的行踪皆在周至掌握之中。金四怕苏小璐恼怒不肯去，他低头请求：苏姑娘，只要你能救我主子一命，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提。巫先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再找不到压制毒性的办法，周至就要毒发身亡了。金四不确定苏小璐会不会答应，他甚至做好了以苏家人性命来要挟的准备。你等我一下，我拿了东西就和你一起过去。爹娘，我有个病人，现在要去看看他，正好我也吃饱了，今晚可能就不回来了，你们不用担心我。说完就去了房间拿医药箱。苏华来送他出门。金四见了苏华，恭敬打招呼：见过苏公子。小洛，尽早回来。二哥放心吧，他可不是吃素的。苏华点点头，苏小璐才出了门。金四带着苏小璐上了马车，很快离开。刘子金露出歉意：阿华，抱歉，我不知他们。这不怪你，没有关系。小璐不是一般人，他还指望小璐救命，不会对小璐做什么的。我家师叔可是极其的护短。子金，这个二皇子变数太大了，你也要万事小心呢。没事，我又没得罪他们，我也不是籍籍无名之人。放心吧，我行事小心，不会给他机会的。快回去吃饭吧，
看的是未来得及，说不定二皇子情况不好，一切都有天意。马车在皇子府停下，苏小璐下了马车，金四就带着他立马进府。进了屋里，金四就对着正在床榻前坐着的巫先生说道：巫先生，苏姑娘来了。苏姑娘，她现在的情况很不好，体内多种毒素乱窜，我以蛊稳住了她的心脉，但这些毒我没办法压制。苏小璐上前先把脉，周至体温灼热，而脉象紊乱，毫无章法。快时候急剧跳动，慢的时候几息不跳一下。苏小璐看着他胸口处一条月白的肥胖虫子，只有尾端以细如发丝的绳子系着，其他的部分全蠕动进周至的心口处。苏小璐拿出银针，迅速地封住周至几大命脉。以病做床，先把他弄到病床上去。周至身体有毒素发作，身体脉象过急，对他很不利，必须要睡冰床。苏小璐一开口，金四立马就下去安排了。苏姑娘，一睡冰床，他的另一种寒毒就会被引发。我知道他有寒毒，我会封住毒素，不让寒毒发作。见苏小璐都知道，巫先生就没有再说。等冰床准备好，把周至转移到冒着寒气的冰床上，周至顿时就打起寒战来。周至状况不好，金四等人立马就紧张起来。巫先生眉头紧皱，在冰床上，蛊虫受不了冷，已经从周至心口位置慢慢蠕动往外退。苏小璐手取了好几根银针，快速的下针。等那肥嘟嘟的蛊虫退出来，周至的胸膛已经扎满了银针。他把蛊虫抓住，巫先生连忙伸手接住。苏小璐拿了小刀，抓起周至的手就割开他的手腕，各色的血迹缓缓流出来。苏小璐从医药箱拿保命药，捏开周至的嘴巴，把药丸塞进去，还给周至喂了一口灵泉水。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没有说话，而是将手搭在周至的脉搏上。这样一等就是2个时辰，褐色血迹转红，苏小璐才给周至包扎伤口。周至眼皮动了动，醒了过来。小璐，谢谢你救我。你没按时吃药吗？我吃了。苏姑娘，主子是中毒了。苏小璐看向金四，有些疑问：周至现在这么厉害了，还会中毒？金四解释道：苏姑娘，是供……金四，我没事了，你们退下吧。苏姑娘，主子有劳你照顾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们都在外面候着。等人们退下去之后，我中了毒，是我母后下的。你母后不喜欢你，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为什么还要相信她呢？我说我渴求她的一点母爱，你信吗？我信。她从来都不信我。苏小璐看着他病态虚弱的样子，莫名觉得他很可怜。他转移了话题：你身体虚弱，先好好休息吧。周至也听话，闭上眼就睡。你脉象虚弱，我知你腿上有旧疾，我看一看。他们不碍事，不用管，你别看。那行吧，我不看。你别激动，睡吧。这一夜，苏小璐一直守着周至，等他高热退下去，然后取了针，让金四他们把周至转移回房间去。周至一直在沉睡，苏小璐打了个大哈欠。巫先生心疼苏小璐辛苦：苏姑娘，现在她没事了，你去休息会儿吧，这儿我守着。不行，我要时刻把着脉，确保不会再高热起来。再过6个时辰，要是情况都不复发，那就彻底的稳定了。现在正是紧要关头，我不能走。高热后，周至开始发汗，汗水很快把被褥都打湿。他似乎陷入梦魇里，双拳都紧紧握住了。信我。梦魇里，他浅浅的呢喃。躲在床边的金四等人都流露出担忧和心疼之色。苏小璐看着他们这么关心周至，心想周至身边的人倒是忠心耿耿。皇后娘娘从来不肯相信主子，但主子一直都信她，所以每一次皇后娘娘下的毒，主子都会吃下去。金四替周至不平，周至身边的人都为周至觉得不甘。巫先生叹了口气，苏小璐一时也不懂了。他2辈子见过对孩子最狠心的，非苏老爷子和王氏，而现在他们和皇后比起来，似乎没得比。他要救周至，所以他倾尽一切救他性命，仅此而已。
守着周至1天1夜，周至的情况终于稳定了。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接下来需要好好休养。一会儿我把药方给你们，1天3次药，煎服即可。他写了药方交给巫先生。麻烦送我回去一下。苏姑娘劳累这么久，要不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回去吧。吃食早已准备好，都是你爱吃的。真的都是我爱吃的？金四点点头。苏小璐严肃不认真的时候，只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姑娘，她的眼睛很灵动，一看就很招人喜欢。那行吧。正好饿了，去吃饭。果然都是她爱吃的。吃饱之后，金四送苏小璐回去。苏小璐敲门：“小璐怎么样？没事吧？”姐，我没事，就是有些困了。我已经吃过饭了，回屋睡觉去了。累了就好好休息吧。苏宠走到苏小璐身边，抓过她的手，给她输了一些内力。谢谢大哥。苏宠宠溺地揉揉苏小璐的头发。去睡觉吧。苏小璐点点头，回房睡觉了。苏小玲让她趴着，轻轻地给她揉按。苏小璐很快就睡着了。赵氏打了热水来。打小你就宠她，现在都这么大了，还是如此。她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不宠她，宠谁呢？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对苏小璐好。赵氏拧干了帕子，过来给苏小璐擦手擦脸，让她能睡得更舒服。看着苏小璐的小脸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以前一样有点肉。虽说瘦了点好，但是这看着我心里却是心疼。我会每天都给小璐做好吃的。小璐到底是大姑娘了，她是抽条了，褪去了孩童时候的莹润，也是正常，不用过于辛苦。谢谢娘关心，我心里有数。赵氏拉过苏小玲的手背，轻轻拍了拍。小玲儿，你从小就懂事儿，早会。这么多年，娘一直想对你说一声谢谢。我啊，真是上辈子积了天大的福气，这辈子才有你们这些儿女。能当娘的女儿，也是我的福气。好了，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一会儿我和你们娘要去一趟惊鸿楼，中午应该不回来了。娘，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事。小璐要去啊？那行，我们一起去。苏小璐机灵，有她在身边出主意也是好的。苏小玲则是出门去买菜，她熟悉了路，她背着背篓，没多久就装了半背篓。路过药堂，苏小玲进去买药材，她买的都是常见的补气药材，好之后就回家。回家路上，苏小玲就感觉自己被跟踪了。她皱了皱眉头，伸手摸了摸头上的簪子，这是龟友送给她的簪子，里面是有毒针的。这么多年她随身携带，用不上也觉得心安。她加快脚步，本想着把跟踪的人甩掉，没想到那人竟然追了上来。姑娘，等等！苏小玲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你有什么事吗？姑娘，请恕我冒昧了。姑娘长得很像我一个旧友，敢问姑娘是哪里人？你母亲可是姓严？或者姑娘认不认识姓严的人？孙阳新看着苏小玲，极力地隐忍内心激动，真的太像了。先生应该是认错了，我祖籍属芙蓉州，我的母亲姓赵，我不认识姓严的人。苏小玲清楚地看见，听了他的答案，这个男人神色变得落寞，眉宇间还似乎有伤痛。说完，苏小玲就走了，而男人没有再跟来，苏小玲才松了口气。看来那人真的只是认错了。孙阳新看着苏小玲的背影，黯然伤神。不是姓严，是姓赵，这么像，也只是认错了。祖籍芙蓉州，距离京城几千里，他的绵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孙阳新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他没有注意到苏小玲走出去很远，又回头看他是不是真的走了。见这个奇怪的男子是真的离开了，苏小玲才松了口气，看来真的是认错了。确定之后，苏小玲才放心的回了家。
孙杨新回到府里，他匆匆去了书房，将珍藏在箱底的画卷找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画卷里是一位少女，少女亭亭玉立，温婉端坐，笑着望他。孙杨新惆怅地伸手轻轻抚摸画卷上少女的脸颊。绵绵，我今日看见一名女子，她长得好像你。我一度以为那就是你，14年了。绵绵，你到底在哪里？我45了，我这辈子还能等到你回来吗？身后传来脚步声，孙杨新平复了一下情绪，缓缓地把画卷收了起来。老爷，今天可是有消息了，下人说你从府外匆匆回来，就来了书房。周文静走到孙杨新身边，天在街上遇见一个姑娘，她和绵绵长得很相似，可是她的母亲不姓严，她祖籍在芙蓉州。孙杨新这么一说，周文静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失态和失落了。老爷，婆婆说想见你。好，我这就过去。孙杨新说完就出了书房。周文静静静地站在书房，早在嫁给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心里有一个他永远都不能取代的女子，不是吗？心痛的是延绵才认识他几年呀，他跟了他整整20年，几千个日夜他都没能回头看他一眼，他也没能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回首往事，诸多的情谊早已消磨干净，他只是不甘心那么多付出只得这一个结果。守你到什么时候？你要让我这个老婆子下了地府也不安宁吗？我儿啊，你45了呀，那些同你这般大的都当爷爷了呀，便是那延绵还在，他也早就同别人生儿育女了呀，你到底明不明白啊？秦氏气得动了肝火，看着跪在面前的儿子是又痛又气。娘，你消消气儿，情恕孩儿不孝。你到底要娘怎么做才好？若是那延绵还在，娘把他当祖宗供着都行，可他早就不在了，你怎么就不能放下他呢？文静守着你，生生浪费了那大好的年华，他哪里比绵延差了呀？你怎么就不能看看他？你怎么就不能喜欢他呀？他说着都一阵心痛，抓起手边的茶杯想狠狠砸下去。孙杨新垂着头，娘，若是文静有意，她随时可以离去。你怎么就能对文静这么狠心呢？秦氏愤怒痛心到极点，孙杨新太痴情，但他的痴情都给了一个几10年没有消息的人，他把所有的狠心都给了周文静。文静在屋外静静地听着，她早已是泪流满面，呼出一口气，她把脸上的泪水擦去。婆婆，你别怪老爷。文静，我心疼你呀。周文静这个儿媳妇是她亲自选的，她本以为逼迫了孙杨新结婚后，孙杨新就会好好的对待这个儿媳妇，渐渐的忘记延绵。可是过了这么多年，孙杨新心里还是只有延绵。没关系，都是我自愿的。文静跟着你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娘只求你对她好一点，反正娘说的你也不会听，下去吧。这些话在这20年来，秦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如果有用的话，周文静也不会到现在还是处子之身。秦氏也不想说了，挥手让孙杨新退下了。周文静也准备退下去，秦氏却叫住了他。文静，等等。周文静走到秦氏身边，等他吩咐。文静，上次我给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领养一个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养在膝下是一样的。等将来，你也有个依靠。周文静垂眸，
多谢婆婆关心，我还想再多等2年。周文静执着于此，秦氏也没有办法，他挥了挥手，就让周文静退下了。周文静出了主院，就吩咐了下人去熬汤，他则是去书房门外静静站着。他知道每一次孙杨新想起延绵来，都会大醉一场。他以前是一点儿也不愿意用那些法子对他，可现在他年华逝去，他没有时间一直等下去。何况20年都换不了他一个回头，他还有什么好指望的？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比不上那死画卷上的一幅画，他也没必要自欺欺人了。他要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必须是他自己生才行。既然用心等不到，那他就不等了。孙杨新醉得彻底，整个书房都是浓烈的酒气。周文静端着汤进来，就看见孙杨新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呀，这是解酒汤，快喝了吧。孙杨新配合地喝了。周文静看着他配合的样子，眼底有一丝自嘲。明明是从来不看他的人，可又对他毫不设防。到底是太相信他自己，还是太相信他？左右今夜过后都要成仇，他还想这么多做什么？周文静起身去把书房门关上了。文娇，你做了什么？这2个月你就因病休养吧，等我怀上孩子以后，咱们就互不相干。周文静去翻了柜子，孙杨新激动起来。周文静拿了那唯一的一幅画。既然我走了这一步，我就没有想过和你还有好结果。我怀上孩子，我就还给你。我要是怀不上，那这幅画你这辈子就别想看见了。周文静，这20年我真是看错你了。你的确是看错我了。他说完就走了。孙杨新看着他果断决绝离开的身影，一时间心情百感交集。周文静回房洗漱一番后就出了门，他没有带丫鬟下人，只一人在街上走着。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许只是想碰一下运气。这20年来，孙杨新很少有那么失控的时候，他想要碰运气看看那个和严敏长得很像的女子到底是有多像，才会让孙杨新那么反常。周文静连着几天出门，2月初9这天，他看见了一个女子，和他记在心头那幅画像有7分相似。女子身边有一位男子，2人似乎在采买。如果延绵还在这世上，他的女儿也应该有这般大了吧。周文静走过去，走到了苏小玲身边，一起选鱼。姑娘，你也买鱼吗？是的，婶儿，你也买吗？姑娘，你买这么大的鱼，家里人口很多吗？这鱼可不好放啊。没事，我家里人多，都吃得完。苏小玲有警惕心，但周文静并没有一直问。姑娘，我买好了，那我就先走了。周文静买完就走了，还去其他地方买了一些菜。恒弟，我们也走吧。自从几天前被跟踪，他就小心了许多。被跟踪、被认错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告诉家里人，但私底下他多留了个心眼。周恒背着背篓，手里提着鱼，因为长得俊朗，路过的人都会多看2眼。因着苏小玲跟在他身边，还会有路人羡慕。你看看人家小两口。苏小玲听到这些话，脸会红。恒弟，其实你不用跟我来买菜的。没事，刚好有空。他喜欢和苏小玲独处，背着背篓，看着他在各个摊位买菜挑选，所以这几天有机会，他就和他一起出来。苏小玲也发现今天苏崇、苏华都没有在家，他脸颊迅速发热，明白过来周恒今天是特意抽空陪他买菜的，心里有一股不可言说的感受在蔓延。他开始收拾菜类，慢慢做饭。等饭快做好了，外出的苏小璐他们也回家了。这几天呢，我和你们娘也把这惊鸿楼考察遍了，得出了一些结论，要和你们商量一下。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考察呀，我们决定和河海合作了。关于合作的方法，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河海蛮诚心的，关于每家酒楼的账本都给我们看过，账房先生有好几个，除非团伙作假，不然没办法骗人。
若是一个酒楼有问题，会在其他酒楼的衬托下显得特别明显。金红楼几年的账本下来，收支都很平稳，在京城里有一定的口碑了，想作假没那么容易。苏虫带着疑问开口：“我有一个疑问呢，明明风险都让他们承担了，为什么在收入的分账上要给我们家这么大的力？”要知道，那可是6成啊！自古财帛动人心，这么一大笔钱，何海就这么甘心让出来吗？他难道就不爱财吗？周恒和苏华也有此疑惑。虫哥，这爹就要说一句，何老爷为人诚心宽厚了。这样分账并不只是针对我们一家，像是宋城那边有一个合作人，专供应海域之物，为金红楼看管一片海域，拿的是工钱，而海域菜品收益记账下来也是4-6分。像是其他州内的名菜，一旦和金红楼合作了，都是4-6开。每一年送去选育菜的就有几十道名菜呀。金红楼里卖得好的不只是合作过去的菜谱，每一道特色都有搭配成数道菜谱，价格从高到低不等。吃咱们这特色菜的人越多，咱们才能赚得越多，而其他菜品的收支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何老爷也说，对账分支是有风险的，因为说不定口味不合适，没有人喜欢吃，那样的话我们就赚不了什么钱了。爹，你说的意思简易来说就是选4-6分账的合作，我们不会亏本，但会面临着赚不了多少的情况。而第二种直接卖给何老爷，我们也不会亏本，但会面临着一种情况，假设何老爷让这个系列菜品火爆起来，甚至是选上了预菜，也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就要自己克服心里的失落。对啊，就是你说的这样，所以爹和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假如是你们会怎么选？夫妻2人都很想听几个孩子的意见，如今他们都长大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能给出很有用的建议。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选择第一种，以4-6开账的方式，或许赚不了多少，但这关系着自身。在菜品上，我们自身也会很用心，为之付出一切，以后也不会觉得有遗憾。如果选择第二种方式，将来这个东西就不属于我了。它好，我看见了心里会失落；它不好，我看了心里也会难过。第二种方式，无论好不好，我心里都会不舒服，所以我选第一种。周恒说完了他的想法，他也的确是这么想的。恒弟弟说到我心坎上去了，要是我的话，我也会选第一种。我觉得这种和种粮食差不多，都是自己种的，然后更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我也会选第一种，毕竟这是我们家里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机遇，如果不试试，会遗憾终身的。或许经历过几次失败，就不会考虑第一种选择，但他们家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经历过失败，这是第一种方式，是怎么都要尝试的。那好，那我们就选第一种。我明天就写信去告诉你们虎子叔一家，等他们把镇子里安排好，他们就会上京城来了，我们就试一试。若是成，将来把家安在京城里；若是不好啊，咱们再回羊角镇去。那就这么定下了，洗洗回房睡了吧。虫哥，你们夜里也少看点书，伤眼睛。苏虫、苏华和周恒都点头。苏华看着母亲，想起这2日遇见的那少年，少年所说也不无道理。他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问出来：娘，你认识姓严的人吗？不认识，怎么了？赵氏身边的人没有人姓严，他也想不起有谁姓严。二爹，你有认识姓严的人吗？苏三郎摇摇头，他并不认识姓严的人。苏三郎和赵氏都疑惑地看向苏华。娘，我说的不是这23年里，我说的是23年以前，你能不能想起来一点点？苏华突然这么问，赵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的心有些乱，他明白苏华问这问题的意思了。苏华想问的是他去南山村被王氏买去给苏三郎当妻子之前，他到底来自何处？
我不记得了。华哥，你突然这么问，可是有什么事情啊？是遇见什么人了吗？苏华不知道该不该说，苏崇却是疑惑的开口：华弟，是不是有人问咱们娘是不是姓严了？崇哥，华哥，爹必须让你们明白，你们娘是曾经那家人买下来的，她当时记忆全失，她所有的记忆都来自于咱们家，你们不知道你们娘受了多少苦啊！如果有机会能找到她的家人，我们要，而且也必须送你们娘回家。你们娘41了，她的双亲若是还在，也是垂暮之年了。分别20多年，他们或许还在思念女儿，等待着和女儿相见。如果他们不在了，能得女儿一杯坟前祭酒，泉下有知，必定也安息了。所以，如果有消息，哪怕只是可能，你们也别瞒着。我和你们娘会自己判断的。这几日，我们一起参加了几次学子交流的宴会。在宴会上，有一个身体有些弱的书生，有一次按下问了我几个问题。那个书生是齐行之吗？苏华一说，苏崇就想起了一个人来。对，是他。齐行之，苏崇和周恒都是见过的，只是在宴会上有点头之交。在宴会上那么多人，他们也有结识新朋友。齐行之主要就是体弱，所以对他有点印象。但齐行之是什么时候按下和苏华有交集的？苏崇和周恒就不知道了。苏三郎听得有些糊涂，他着急地问：怎么是姓齐啊？姓严又是怎么回事啊？苏华看着赵氏。齐行之对我说，他曾祖父有一独女，也就是齐行之的姑奶，叫齐心雨。成人后婚配给一严姓人家，生产的时候难产过世。齐心雨留下一独女，取名叫延绵。延绵在17岁要成婚那年，出门上香遇上山匪，自此丢失，已经24年整了。齐行之说我和大哥都有些像延绵，但只有那么一分相像。他说找回丢失的外孙女是他曾祖父的心愿，他看见我们便想来问问，如果娘愿意，我可以同齐行之说说，看看能不能私下里和齐家人见个面。听完苏华说的，赵氏神色惆怅。苏三郎握住赵氏的手：二娘，见一见吧。我不知道，他理应要见的，但临头却怕了。娘，你慢慢考虑，这件事太过突然，我们在京城也要住上一段时间，不用太急。娘，我也有事情要说。苏小玲神色认真，听了苏华说的，她深思之后，还是决定把前几天遇见的事情说出来。娘，其实前几日我也遇见了一个怪人，他跟踪我，我以为是什么坏人，后来他追上我，叫住我，说我长得很像他一个旧友，问我祖籍是哪儿的人，我娘是不是姓严，或者认不认识姓严的人。当时我只觉得奇怪，怕他是坏人，在我回答他之后，他就没再跟着我。我看他是真的没有跟着我，所以我以为他只是认错人了。可刚刚听二哥说的，我觉得不像巧合，所以才决定说出来。娘，见一见吧。小玲也遇见了，那加上上次在芙蓉州那个问我们娘是不是姓严的老将军，就是第3次了。就算是巧合，这同样的事情也不可能遇见3次啊！哎呀，上回忘记问那个老将军是不是姓齐了。不过从年纪上看，他是齐之行的祖父也差不多。苏华看向苏小玲：小玲，你遇见的那人大概是多大年纪啊？约莫和爹的年纪差不多。是个中年男子，他会是什么身份还待定。苏三郎握着赵氏的手：二娘，这样的事情有3次，这不可能是巧合呀。赵氏心乱如麻，他回避苏三郎的眼神。我考虑一下再说吧，时候不早了，都洗漱一下睡了吧。现在的他毫无主张，需要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华哥，你同那个齐行之说一声，让他给你娘一点时间。爹放心，我知道的。
苏三郎见此也放心了，孩子长大了，已经能独当一面，不需要他操心。苏三郎离开后，苏虫才开口问苏小玲：小玲，你约到的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没有问。当时他只是警惕是不是坏人，根本没想过问一下那人的名字。我现在就在想，要是娘是那个严眠怎么办？苏虫看了看苏华，又看了看苏小璐和苏小玲。如果赵氏就是严眠，严家人会接受他们吗？会接受苏三郎吗？不管娘是不是严眠，我们都应该弄清楚，他是严眠就该回到严家，咱们爹应该堂堂正正地娶了她。时候不早了，都回房休息吧。苏小玲和苏小璐起身回房，苏小玲打了热水来和妹妹一起洗漱。小璐，刚刚你没有说话，是在想什么呢？姐，我在想娘到底是不是严眠。如果是严眠，她又是怎么从京城到咱们家那里的？这么远的路。我也想不明白，只是一下子觉得心里好慌。小璐，娘还能恢复记忆吗？赵氏记不起来，所以她甘心只做赵氏。可如果她记起来了呢？她还会愿意做赵氏吗？再看着他们这几个孩子，会不会觉得讨厌？这些都是苏小玲担忧的。小璐，难道娘还能恢复记忆？是有一个办法，但那个办法太危险了。强行自己恢复记忆，要是有差错，娘就会变成傻子的。这也就是我一直没有提过的原因。小璐，你答应我，不要让娘做这么危险的事，可以吗？小璐，如果确认娘就是严眠，那她可以回到严家，咱们倾尽一切去严家提亲，把娘风风光光的娶回来就好。那些就都过去，便让他们都去吧，不要让娘再去冒险。就是没有那些记忆，我们都会孝顺她，娘会过得很幸福，不是吗？关于记忆，便顺其自然就好。好，我不会说出去的。苏小璐对姐姐微微笑了笑，苏小玲也抿唇微微一笑。赵氏回了房间，就上床躺下，没多久就听到了苏三郎的脚步声。二娘啊，其实我很怕你的真实身份会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因为那样的你我配不上。我知道你此刻心很乱，我也一样，可这机会放在眼前呢，我希望你抓住它，不要有任何的杂念，也不要顾及任何人，你就勇敢的去查明真相就好了。至于我自己，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在你身边，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在的。苏三郎看着赵氏的背影，将心里话如数说出来。今天这个消息又何尝不是他震撼？可这是事实啊！赵氏是王氏买来的，而严家丢失了一个女儿。当一件件巧合都遇上，背后的真相也应当要看一看。听着苏三郎的一席话，赵氏流下了眼泪。二娘，别哭了。不管这件事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还是我，孩子们也依然是孩子们，我们都不会变的。只要你需要，我们都会在你身边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苏三郎把未说出口的话都藏在心底。如果赵氏不需要，他们一家人也会初心不变。他们或许不会打扰赵氏的生活，但一定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二爹，我现在心很乱，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决定。我很想知道，但我又害怕。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很幸福，我也很珍惜，我怕会失去他们。不会的，不会的，你不会失去我们的。我和孩子们永远都在，只要你要我们，我们就绝不会离开你。我爱你，
我不走，我怎么可能舍得走？你和孩子就是我的根，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孩娘啊，如果你还不想，那咱们就先见一见那个齐行之，你说怎么样啊？好，我愿意见他。有苏三郎坚定不移地陪着，他似乎没有那么害怕和彷徨，身世是他心底的一个心结。第二天，苏三郎就和苏华说了这个决定。这是我和你爹商量之后做的决定，或许真的只是认错了呢。一开始还是不要大肆宣扬，弄得所有人都知道。如果那个齐行之答应，那就约在后天，让他到这里来和我见个面。他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吧。好，那我去和齐行之说。吃了早饭，苏华就独自出门了。按照齐行之给的地址，苏华来到了大将军府门外。小厮出来询问苏华找谁，苏华礼数周全地说了自己是齐行之邀约前来。小厮说了一声稍等，就进府去了。没多久，小厮和齐行之一起来了。齐行之看见苏华，显然很高兴。苏兄你来了，来，快快请进。把苏华请进家门，齐行之带着苏华去了他的院子。苏兄，你可是给我带消息的？那件事我已经说给我娘了，她让我带你一句话。哦，那姑母说什么了？苏华看着齐行之，他没想到齐行之会直接叫姑母，他就这么肯定吗？苏兄，不瞒你说，我几乎可以确定你娘就是严绵，她就是我姑奶的女儿，是我的表姑母。你或许觉得我太武断了，但你莫急，你跟我来你就知道了。齐行之带着苏华去他书房，等苏华看了，自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笃定。苏兄，你快说，我姑母说了什么啊？我娘说她想先见见你，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个误会。齐行之笑着摇摇头，让苏华先看一个东西。他把苏华领到了他的书桌前，让苏华看他画来的画像。饶是冷静的苏华也被震惊住了。你是不是跟踪了我们？苏华到了嘴边的怀疑质问及时收住，他看着齐行之，等他一个解释。苏兄你看，这一幅是我姑奶的画像，这一位是我姑公，他们生下了我姑母，也就是你娘。这应该是她会长成的样子，我推画出来或许不是10分像，但一定有9分。而我又通过你和姑母兑换出了你爹的画像，我没有见过你爹，这个呢可能只有6分像。那我又通过这2张画像，继而推算出了姑母说是生下女儿的画像。你现在看到这些画像的反应，让我更加确定了我的推算是没有错的。你娘，她就是我姑奶走失的女儿烟绵，她就是我的姑母。苏华心中何止是震惊，简直是震荡起惊天巨浪。齐行之画技精湛，见画如见人，若不是他这么坦然的解释，苏华都要以为是他跟踪的他们。看着这几张画像，苏华也明白了刚才齐行之为什么笃定地称呼他娘为姑母。表哥，你刚刚说姑母想见我，什么时候？我随时都有空的。这下子齐行之对苏华的称呼也改变了。这天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如果真遇上了这么多巧合，那这些巧合就一定是真相。齐行之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他的推算绝对不会出错。而从苏华的反应，他也知道自己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明天在我家，你一个人来见我娘。好，明天我一定如约而至。表哥，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有事情要问你，你对严绵的事情知道多少啊？严家是什么情况？我都想知道。我就知道你想知道的。来，表哥请坐，容我为你斟一杯茶之后再娓娓道来。当年我姑奶所嫁之人是一7品文官，名为严青云，现为当朝一品大臣户部尚书。我姑奶生产完严明过世后第2年，她就娶了我们左家亲人，也是我们齐家的人，叫齐新月。后来给严青云生下1女1子，都是一家人。齐新月呢也带得人，本来一家人也是美满和睦。严绵呢也在16岁定下了当年的礼部尚书之子，名为孙阳新。17岁时已经定下婚期，但是那一年他出城到佛陀寺上香，回城时候遇到了匪，自此下落不明。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家一直都在找，
但是从来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有几次倒是找到很相像的人，但最后见了都知道不是，直到遇见了你们。严家现在家庭和睦，对于他们来说，姑母丢失24年多了，已经等于死人了。虽然也在找，但那是做给我曾祖父看的，是面子上的工程而已。而我家不一样，我曾祖父只有我姑奶一个独女，我姑奶又过世早，也只留下一女，也成了我曾祖父的念想。他总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找不回来的话，他女儿泉下有知也不安宁，他百年归老下去了也无颜见他女儿。唉，当年严棉丢失，我家和严家就有裂隙，现在的关系只是平平，不管再怎么样都有怨。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没有办法挽救，有些事情只是没说破而已。而去年我曾祖父领病受伤，身体愈发不如从前硬朗了，家里人都怕他抱憾而终。唉，曾祖父打小就疼我，我不想让他抱憾而终。齐行之说到此处，眼睛灼灼地看着苏华，他狡黠地笑了笑。我从小就幸运，看来这个大功劳是非我莫属了。苏华看着齐行之，沉默不语。表哥，你家里现在有哪些人呢？我姑母除了你还有大表哥，还有其他孩子吗？你也给我说说你们的事情呗。我家里一共6口人，除了我和大哥，还有2个妹妹，他们的样子你已经画出来了。我们一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他的等见了面再说吧。啊，好吧，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话已经带到，我先告辞了。好，表哥，我送你。齐行之把苏华送出了门。好了，就送到这儿吧。那明天见。知道这一点后，苏华心里有了底，安心的回了家。而齐行之也是乐呵呵的回院子。刚刚进院子，就发现书房有人。行之，这些画像是怎么回事？齐清风拿着几张画像，一边对比一边问：大哥，你来我这儿怎么也不说一声，还乱弄我的东西，这样可不好。大哥，脑袋上突然挨了一记脑瓜崩，齐行之咬牙切齿起来。我都16了，你怎么还弹我？我要告诉曾祖父你打我。他从小就是宠儿，因为母胎带的弱，让武将世家都学会了对他温柔。还不快说，再不说我就真要下手了，反正在曾祖父罚我之前有你受的。齐行风是急性子，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直接就威胁上了。那大哥打吧，打死我就好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点说吧。大哥呀，你说娘生你的时候怎么没把脑子和耐心分给你一点呢？这一股脑的全部给我了，难怪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咋咋呼呼的。哎呀，行，快说吧！真是的，打仗啊，要像你这样磨磨蹭蹭的，敌人不早就打到你家门口来了？哼，我找到姑母一家人了，这一次是真的。什么？你说什么？大哥，你小声点。齐行风激动无比。你刚刚说什么？你找到他们了？在哪儿找到的？现在怎么样啊？家里有几口人呢？身体好不好啊？有没有受到欺负？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大哥，你先松开我！我知道你这个反应，你一下子问我这么多，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嘛？哎呀，我这身子苦，可经不起你这样粗暴对待，疼死我了！齐行风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自己太粗鲁了，连忙松开齐行之，不好意思的摸摸脑袋。这都怪我太激动了。娘不是说了，让你把我当女人对待，这对女人总是要温柔点吧？这哪行啊？你是我弟弟，又不是我妹妹。你没事了吧？没事就快点说啊，快点。大哥，事情是这样的。哎呀，那你还等什么呀？赶紧接回家来呀！我们家又不介意这些的。你都说是真的，这次肯定错不了了。有什么接回家啊，接回来再说嘛。我就知道你是这样，唬人脾气。大哥，姑奶去世很多年了，姑母如今也年过40了，她有家室了，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些事情呢，不能只按我们的意愿来，或者是只按照某一个人的意愿来。你要想想，姑母不是一个人。据我了解，姑母现在有2子2女，他们都不是年幼的孩子，他们怎么想怎么看都要考虑进去的。齐行之把道理耐心地分析出来，齐行风也渐渐冷静下来。你说的也是。这件事呢，还不能大肆宣扬。大哥，你要替我保守秘密，我还要去做最后的确定。等我确定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再告诉爹娘，告诉奶奶，告诉曾祖父他们知晓。哎呀，这真是麻烦死了。
算了，你说的有道理，我听你的。大不了这几天呢，我不回家了。不过你说你3天后要去见姑母的，你可得把我带上。他可以保密，但这去见人，他必须要一起去。没问题。在见面的时间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撒谎。他太了解自己大哥了，一旦知道了，他肯定要跟去的。他性子急，虽然没有坏心，可不了解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喜。这件事是一定不能出差错的。哎呦，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谨记啊，不那么冲动了。大哥，你确实要冷静一点了，不然你以后上了战场将越容易被激怒，会有很多危险的。齐家人都是急性子，一旦上了战场，最终都是马革裹尸。行，我知道了。我走了啊。齐行风敷衍的答应，然后风风火火的就走了，显然是没听进去。齐行之无奈的摇摇头，他已经习惯了，要是真听进去了，就不会从小到大都挨打了。齐行之暗暗捏紧拳头，他的几个堂兄都死在了战场上，连一点血脉都没有留下，他无论如何也要保住齐行风。苏华回到家里，就把齐行之告诉他的和家里人说了一遍。他真把我们的画像画出来了，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从来没有见过，却能把他们的相貌通过推算画出来。苏崇、苏小璐和苏小玲也是震惊。我的画像也画出来了？是的，我们的画像都有90%相似。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娘是该去看一看他们。他的生活会如常，唯一的变化是清明寒食，他能去祭奠生母了。知道这么多消息后，赵氏内心更平静了。对于明天和齐行之见面，他也没有那么多彷徨犹豫了。赵氏心态平和，一家人也安心下来。苏三郎和赵氏回了房，苏华也回了房，苏小璐和苏崇练了练剑。今天大家都没出门，苏小玲要出去买菜，周恒和她一起。老板，给我杀一只鸡。周文静挎着菜篮子，对着老板喊完之后，转头笑着看苏小玲。小姑娘，是你呀，好巧，我们又见面了。婶婶你好。你今天买了些什么菜呀？一些排骨和肉，还有黄瓜和白菜，还有豆芽。哎，那你准备怎么做呀？这每天做菜都愁死我了，我家那位胃口刁钻得很，每天准备做饭我都发愁。排骨就做糖醋口味，多一些肉末和豆芽捏丸子，做个红烧焖鸡，再煮上一锅清水白菜汤，就是这些了。听着就不错，那我也学学你。周文静又问苏小玲这些菜是怎么做的，她也和苏小玲分享过她做的菜。等鸡杀好了，周文静又很自然地和苏小玲说再见，她也对周恒露出了温和笑意。小玲，假如以后我没有陪着你，你买菜的时候不要同那个女人交谈。为什么？那个妇人手心细腻，看着不像下厨房的人，她举手投足过于刻板，和真正农妇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她接近你有什么目的，所以你一个人买菜的时候不要和她搭话。好，我会注意的。他们还要在京城里待好长一段日子，一切还是小心点好。菜市场不止这一个，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换一个菜市场。苏小玲垂下眼眸，看着自己的脚，叹息一口气。进京后有许多未知的事情，担忧的事情也变多了。他已经开始怀念儿时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周文静在苏小玲走后也很快走了，回到府里把菜篮子交给丫鬟，他则是去看了还虚弱躺在床上的孙杨新。老爷，你这2天吃的太少了，这样对身体不好。孙杨新不想理会，没有人在被囚禁之后还能吃得下。他从来没想过周文静狠下心来会是如此的狠绝。老爷，我这2天也遇见了那个很像延绵的姑娘，依着她的年纪，说她是延绵的女儿也可信。你想做什么？这件事和她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我认错了。我会不会做什么，那就看老爷你能不能吃得下饭了。哎呀，老爷身子骨本来就不好，你要是身体不好或者是瘦了，婆婆会怪我的。那只是一个无辜的女子，你不要去打扰别人。
左右我现在都只能任你摆布，你想要我吃多少，我吃就是。老爷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老爷能做到答应我的事情，那我就不会去打扰那姑娘。你没什么事情就出去吧，我不想看见你。周文静轻轻应了一声，然后起身退了出去。这样刺激孙杨心的法子有用，他又何尝不是被刺痛了心？把眼泪擦去，吩咐下人给老爷送一盅汤喝，他饿了。吩咐完，周文静就离开了。婆婆，我来了。你起来吧，今天怎么样了？老爷今天好多了，刚刚我和他说了些话，他就肯吃东西了。秦氏看了看周文静，然后合上眼。我记得他前不久是遇见一个和颜敏很相似的小女子，是吧？听着秦氏这么问，周文静心里一咯噔，但还是应声：是。文静，我儿子这辈子认死理儿，委屈你了。婆婆，我不委屈，当初都是我自愿的。她只是不甘心，心里生了幽怨。如果能回到那时候，她一定不会天真的认为自己能感动周扬心，她会离他远远的。婆婆，那我先下去了。等等，文静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孕之后怎么面对他？你总不能一直这样拘着他吧？你总是要放他自由的，而他自由后他会做什么？你想过吗？周文静是聪明人，她想要逃避，秦氏没给她机会，这件事逃避无法解决。婆婆，请您给我指示。文静，我儿子这辈子是走不出颜绵的阴影了，那个女子和颜绵像，用来做个替身吧。你素来懂事，这件事交给你去做，我也放心。这样等你有孕后，他才能容得下你。一切听婆婆的，请婆婆放心，儿媳知道该怎么做了。说完，周文静转身退下，她眼眸里一片冰冷，自嘲地勾了勾唇角。纵然这样，不亚于在她心口扎入一根钢钉，秦氏还是要这样做，只因为孙杨心是她亲儿子。周文静回到主院，就叫来了下人，吩咐了下去。既然是要做好这件事，他自然要将那女子的情况掌握于手中才行。2月11这天一早，齐行之就认真地收拾了一番，然后和府里说了一声就出门了。他来到苏华告诉他的地方，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正准备抬手敲门，耳边就响起了一道让他身躯一震的声音：行之，你来这儿干什么？齐行之露出懊恼的神色：大哥，你跟着我干什么？你这几天不是在营房吗？明明昨天才把他骗出去，昨晚也没有回来的，怎么今天他就回来了？还好死不死的让他遇见，又被他跟踪了。齐行之懊恼齐行风做事不用脑子，也懊恼自己习不了武，不够警觉，被跟踪了都没察觉。我只想跟你说，我昨晚梦见姑母了，我梦见她回家了，曾祖父非常高兴，还夸奖我呢，我就憋不住了，想来和你分享这个好消息。我连早饭我都没吃，我就来了，谁知道看见你出门啊，还鬼鬼祟祟的，我就好奇，所以就跟着你来了嘛。齐行风表情很坦然，完全就是一副反正怪你不怪我的表情。哎呀，好了，你问的我都说了，现在该你给我个解释了，你来这里做什么？可恶，我怎么有你这样没脑子的大哥呢？你说除了见我姑母，我还能来这里干什么呢？大哥，我不和你开玩笑了，你给我听好了，姑母只要求我一个人来，所以我不可能带你一起。现在立刻你马上离开，要是惹恼了姑母不高兴了，我回去告诉曾祖父，你看看曾祖父会不会揍你。齐行风听完就不高兴了，情绪都写在了脸上。我怎么就见不得人了？大不了我不说话不行吗？你大哥，这次只能我一个人去。齐行之严肃的神色不变，这代表着这件事不能商量。那好吧，我就在外面等你，你出来以后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都说了些什么。好，这是他最后的底线了，他也知道这也是齐行风最大的底线。齐行风看齐行之答应，才转身离开。
但他也没走多远，就转了脚，然后原地一直等着。齐行之看着齐兴风离开后，才松了口气，转过身抬手敲门。在屋内的苏小璐和苏虫相互看了看，苏虫对苏小璐点点头，苏小璐才去开门。真的好巧，齐行之和齐行风在外面的对话，苏小璐和苏虫都听见了。为了避免尴尬，他们兄妹默契地保持沉默。你好。你好，我叫齐行之。我叫苏小璐，你请进吧，我娘在等着你了。齐行之进院之后，对着苏虫笑了笑，打招呼：苏大哥你好。走吧，进去说。齐行之点头，跟着苏虫一起进去。他看了看身边的苏小璐，对苏小璐笑了笑，心想怎么越看越可爱呢。进了正厅，齐行之看见了正厅坐着的赵氏和苏三郎。外侄齐行之给姑母姑丈见礼了。你快起来吧，这些事情还没有确定，我也还担不起你这一声姑母啊。赵氏不知道齐行之为什么这么笃定，只从第一眼看，他对齐行之也有好感。这个孩子一身书卷气，笑起来温润谦和，看人的眼睛也堂堂正正的，任谁看了都会有好感。姑母，我的推算是不会出错的，你这个模样我几年前就画了好多次了，从你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你的样子我从来都没有画错过。只是遗憾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你会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对了，姑母，你到底是怎么去那么远的地方的？这么多年是不是受了什么苦难，所以才没办法传递消息？他看了看苏三郎，心里有很多的疑问，有些话到了嘴边他又咽回去。因为他看着苏三郎，觉得苏三郎也不像是凶神恶煞的人，一个人的面相和眉眼之间的温和仁善是骗不了人的。孩子，其实我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记忆，我不知道我是谁。我遇见三郎的时候，就只记得自己姓赵了，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你姑母，可能我不是。失业了？难怪。姑母，你不记得也不要紧，你的相貌是骗不了人的。我有我推算的画像，从你17岁到现在41岁都有，那些都是我好久之前画的。我见到你之后，我就知道我画的是对的，你就是我姑母。姑母，我曾祖父，你的外公，他一直都在等你的消息。他已经70多高龄了，去年领兵的时候还受了伤，身子大不如从前了。入冬以来也是小病不断，现在都还没有大好。姑母，我这次来就是想接你回家去的。孩子，我可能并不是你的姑母，我们还是测验一下吧。对于齐行之的请求，赵氏也很想答应，但理智告诉他还是要冷静，万一最后结果他并不是延绵呢？赵氏有这样的担忧，齐行之也明白。好，那我把姑姑请来，和你做一个滴血验亲。如果赵氏是延绵，那严青云是他的生父，他的血是一定会相融的。好，这样是最稳妥的。大娘，可以吃饭了。苏小玲做好了早饭，过来喊了一声：行之，我可以这么叫你吗？齐行之疯狂点点头，当然可以了。一起吃个饭吧。齐行之看了看苏虫、苏华，有些不好意思。那我就打扰姑母和姑丈了。等到入座一起吃饭，齐行之又看见了2个生面孔，其中一个不用说，他画出来过，肯定是姑母的女儿，但另一个相貌对不上，应该不是姑母的儿子。齐行之下意识地看向苏华。这是小玲，是我三妹，这是周恒，是小玲的未婚夫。你之前可能没注意，他也参加了那几次交流会。原来是这样，你们好，我叫齐行之。是三表妹的未婚夫，那应该是很熟，但在交流会上他好似没看见苏虫、苏华和他走在一起过，这又是为什么？齐行之有疑问，但也只能藏在心里，这些事情都不是现在的他能多问的。齐行之看着丰盛的饭菜，心里安心不少，吃得好代表着姑母的日子过得不错。饭桌上，赵氏给齐行之夹了一些菜，关心地问了问齐家人。齐行之眼圈有些微红。家里人现在都不多，齐家是武将世家，子孙们都要上战场的。现在家里人不多，
我爷爷那一辈几个兄弟也都凋零在战场上了，现在也就是我曾祖父、我爹娘还有我和我大哥。本来呢，我还有一个伯父，一个小叔。小叔死在战场上的时候还未娶妻，所以呢就没有留下子嗣。伯父膝下有2个堂哥，前2年守卫边疆的时候也死在了战场上，他们只是定了亲，还没有成婚，也未有血脉留下。现在齐家能战的也只有我大哥齐行风，他今年18岁，已经定亲了，明年就成亲。我娘说等大哥成亲留下血脉之后再上战场。他说完笑了笑，然后专心吃饭。他是笑着的，只是泛红的眼尾看着让人心疼。齐家现在人丁单薄，只从这短短的只言片语就看得出来。行之，赵氏有些心疼，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苏三郎也惆怅，他觉得很沉重。他们百姓之所以有平凡安宁的生活，那都是将士们以血肉浇筑换来的。齐家只是个例，除了齐家，还有很多人以区区血肉之躯守卫着一方疆土。姑母，你不用安慰我，我们齐家是武将世家，我们本来就是武人，而作为将士，一生的使命就是保卫疆土。能光荣的死在战场上，是每个将士最大的荣誉，我们也不例外。只是抛出国家大事，于我眼里，他们只是我的亲人而已，所以提及我心有所感。行之啊，听华哥说你身体有些不好，正好我家小鹿是学医的，一会儿给你号脉看一下，可好？好好啊。哎，小鹿妹妹学医，那有师傅吗？我在太医院有认识的，我可以送你进太医院学。苏小鹿正在喝汤，呛咳了一下。谢谢，我有师傅了。哎，小鹿不用客气的，太医院那边呢有曾祖父的旧识老友，和我们家很熟的。谢谢你，现在真的不用，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再去找你吧。齐行之是好意，但他已经有天底下最好最厉害的师傅了。哎，姑母姑丈，那我就先回去了，最多2天我就把姑姑请来。赵氏和苏三郎点头，齐行之笑着又对苏小鹿几人挥挥手。那我们先回去了，再见。哎，小鹿，过几天你再和我好好号脉，今天我还有事情要做，号脉的事情就先推一推。我答应你，过几天一定要请你帮我看的。齐行之把苏小鹿当小孩哄了，他怕苏小鹿会不高兴，认真的解释和哄他。他的身体不关事，现在最重要的是早点让严青云来做一个滴血认亲，让赵氏能早点回家。好的，再见。苏小鹿挥挥手，这个齐行之还挺有趣的，可惜他不会武功。齐行之相貌俊朗，人也开朗，如果他武功高强，就有希望和小鹿成就一段好姻缘了。苏小鹿当时对他说的话，苏小玲一直记着。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几次动了胎气，还未足月就产下了他。他底子弱，习不得武也正常。那么多的齐家人都没能从战场上回来，他身子弱，其实也保全了他。听着齐行之说的，赵氏都觉得心里难过。齐老将军的孩子们都不在了呀，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的悲痛。娘，你别担心，好人肯定会有好报的。赵氏温和地笑了笑，点头。好人有好报，他是相信这一点的。他们一家人走到如今，不就是从侧面说明了好人有好报吗？做人善良，既对得起天地，也无愧于心。和齐行之见面之后，赵氏心中平静，不再忐忑，现在只需要安静等结果就好。而齐行之从苏家离开，在巷子转角就被焦急等待的齐行风连连追问。哎，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哎，姑母和你说什么了吗？你吃饭了没有啊？哎，你快说话呀！大哥，你让我慢慢说行不行啊？齐行风根本没有耐心，这让齐行之很头疼。可能这脾气是齐家人刻在骨子里的遗传，只要是练武的齐家人都这样。他不一样，大概是因为他从小体弱，没练过武。他又磨练了齐行风一会儿，齐行风果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上火。齐行之看他就要暴躁，才开口说道：我去了姑母家，肯定是要和姑母多说话，恰好碰到饭点了，姑母就留我吃饭，我肯定不能拒绝的嘛。姑母很温柔，很明事理，不过她失忆了，不记得过往的任何人任何事，所以想要接她回家，还得请严家的姑公过来配合一下，做一个滴血认亲才行。哎呀，怎么还失忆了呢？他可是在京中长大呢，整整17年呢。
真的就一点记不起来了吗？失忆，齐行风不太能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他有些不能接受，整整17年的记忆都忘记了。是的，姑母全都不记得了，就是姓氏他都忘记了。他现在是在姓严，他不记得自己曾经叫做严眠，有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想不起来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啊？你说他怎么会失忆呢？又是怎么去到那里的？哎，可恶！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把他抓了去的，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酱！该死的东西！齐行风发了怒，脸都涨红了。哎，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这些啊？你快跟我说说嘛！他们对姑母还好不好啊？姑母的孩子们对他孝顺吗？啊？大哥，他们对姑母很好的，姑母有4个孩子，都很孝顺姑母的。姑母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哎呀，这个过程，姑母肯定受了很多苦，很多累啊。我想好了，我们现在就去找严家的姑公，让他跟姑母做一个滴血认亲，然后我们就能接姑母回家了。你说怎么样啊？齐行风拉着齐行之就走，他大步成风。大哥，你慢一点，我喘不上气了。哎呀，你没事吧？我这一着急又忘记你这弱不禁风的体质了。没事，大哥，只是稍微有一点粗心，经我一提醒就好了。等齐行之休息到喘气均匀了，来，哥背你，这样走得快点啊！我不怕累，来，快。还是我自己走吧，我又不是小孩子。齐行风看着弟弟犹犹豫豫的，想着他走得那么慢，等他走到那得耽搁多少时间，干脆不说了，直接拉着齐行之的手往脖子上一抬，一弯腰一提，就把齐行之背了起来，然后他就大步的跑了起来。齐行之无奈，只得抱住齐行风的脖子。齐行风跑到严府，也就是一盏茶时间。大公子、二公子，你们怎么来了？哎呀，你别管了，我姑公现在何处啊？哦，你们找太老爷啊？太老爷现在在主院，请问2位公子是有什么事情吗？请容许小人去通报一声。小厮说着就要先去禀报，齐行风哪里等得了？哎，行了，不用了，我直接过去就行了嘛。通报什么呀？2位公子，这样不妥，还是容小人通报一下吧。小厮说完，不等齐行风开口，就小跑着而去。严青云才下早朝，刚刚换下朝服吃早膳，就见小厮匆匆地跑进来。急急忙忙做什么？一点礼数都没有。身边伺候的齐新月微微笑了笑。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太老爷、太夫人，是齐家2位公子来了。大公子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着急，他还是背着2公子来的，小人拦不住他。小厮话音才落，齐行风的大嗓门就从外面传来：“姑公！”严青云听着这大嗓门，有些无奈的挥挥手：“下去吧。”小厮松了口气，缓缓退了下去。老爷，你又不是不知道，齐家都是武将，一个个都是风风火火的性子，和他们讲不得那些七七八八的规矩。这我早就见识过了。他刚说完，齐行风和齐行之也到了门口了。严青云露出宽和笑容，起身：“是行之和行风来了，快坐。吃早膳了没有？”“姑公，行之吃了，我没吃。”“夫人，你去吩咐厨房，给行风做点早膳送过来。”“行之、行风，你们先坐，姑奶先去安排一下。”齐行之点头：“好，谢谢二姑奶。”齐新月笑意颇深，优雅地朝外走去。齐行之这个小辈不是第一次拿气给他受了，齐新宇都死了多少年了，还要压在他头上做大。就这个齐行之每次都叫他二姑奶，他的意思不就是在说他的大姑奶只能是齐新宇？严青云明媒正娶的嫡妻是齐新宇，而他齐新月是续弦，所以他是小，他担不起大。齐新月出了门，神色就露出不悦。行之啊，你来的这样着急，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姑公，我们找到姑母了，这次前来是想你亲自去一趟，与姑母滴血验亲。什么？严青云惊愕了一下，然后看着齐行之不确定地问：“那可是他女儿，
他有什么好查的？要不是曾祖父身体不好，我就直接告诉曾祖父了。他还敢查3天，曾祖父一定打死他。太气了，齐行风气得抓狂。大哥说的对，要是曾祖父身体好，有曾祖父出面，他这点小手段哪里敢使出来？只可惜曾祖父身体不好，姑母要是彻底信我，我们还能直接把他接回家。姑母有姑母的顾虑，滴血验亲还是必须要做的，左右是3天时间，就忍一忍吧。这么多年了，他又有新妻子，我们姑奶早就把他忘记了。姑母又丢失了20多年，他膝下除了姑母还有其他子女，对姑母那点情分早就没了。齐行之眼神暗了暗，他也有些咬牙了，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啊！哎，真是可恶啊！他想着就生气，还要等3天。这3天我不回家了，我怕我忍不住，爹娘要是问起来，就说我在营房有任务。就这么说吧。现在他是不能回家的，他的性子根本藏不住事情，回家准要露馅。好，我会给爹娘说的。不过大哥，你在营房里可别失了分寸，要是有人告状到曾祖父耳朵里，曾祖父肯定要罚你的。好吧，我会控制好的。我信大哥。齐行风点点头，然后大步离去。齐行之无奈地笑着摇摇头，然后慢慢地回家去。而此时的严府，严青云皱着眉头看着身边的齐新月，开口：夫人，那件事儿你当年到底有没有留下把柄？他是不是真的回不来了？老爷说的是哪件事啊？妾身不知道老爷说的是什么事情，可是刚刚他们说了什么？齐新月还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才出去一会儿，吩咐了厨房给齐行风做一些吃的。回来的时候，齐行风和齐行之都已经回去了，而严青云脸色有些发沉。夫妻相伴40年，齐新月知道这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严青云不高兴了。严青云问他一时还真不知道严青云说的是哪一件事情。就是延绵的那件事儿。那件事啊，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把柄。老爷是听到了什么吗？齐新月神色变了变，然后肯定地告诉严青云，那件事都过去20多年了，他当时做的有多绝，他心里很清楚。延绵绝无可能再回京，他虽然没要了他的命，但他也绝不可能回到京城。以延绵的性子，要是落入花楼那样的地方，他根本不会苟活下来。刚刚那俩小子来说，他们找到延绵了，让我过去做滴血验亲的。你要知道，这么多年，齐家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但让我配合去滴血验亲，这还是第一次。齐新月神色也变了变，他看着严青云，垂下眼眸。老爷，以那伙人的凶残，延绵不可能回来了。齐新月还是笃定他不可能出错，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是善类，延绵落入他们的手里，怎么可能活着回京来？严青云看着齐新月这么笃定，左右你也没有亲眼看见他死，你所笃定的只是你的猜测。可他们本就是一群不要命的匪徒，落入他们手中，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可你忘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策在前，天意在后。你没亲眼看见，你就控制不了哪怕只有1分的天意。老爷，是我没做好，给老爷添麻烦了。纵然心里不甘，他也知道严青云说的没错，只要他没亲眼看见延绵断气，那么那1分的天意就不是他能控制的。老天要延绵活着，所以隔了20多年，延绵还是活着回来了。老爷，我想不通，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行之和行风是怎么说的？这个我没问，我没心情知道。我稳住他们，你有3天时间把他们处理掉。这次我希望你处理得干净点儿，若是你处理不好，出了什么事情，我保不了你。延绵是怎么活下来，是怎么回来的，他不在意。当初知道，他的确是震怒过，但事情都发生了，
责怪齐新月毫无意义。齐新月是他儿子女儿的生母，这样的事情摆上台面来，齐家会收拾齐新月，连带着他也会被收拾。所以当初他帮着齐新月瞒了下来，现在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不能影响他。齐行之和齐行风年幼，好忽悠，有这3天时间，足够让齐新月去处理干净了。是，妾身明白了。齐新月委下了身，他知道严青云是什么意思了。你最好是先去查清楚，免得再出什么意外。他们现在已经在京中了，你要是处理不好齐家那边的怒火，你就一个人担下。你知道我的底线的。当然，夫妻多年，我会暗中保你，可不一定能保得下你。严青云把话说得明白，把苏家所住的地址告诉了齐新月，也是在告诉齐新月，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必须一击命中，不能有任何闪失。严绵是齐新宇唯一的女儿，齐新宇又是齐老将军唯一的女儿。齐老将军多宠齐新宇，严青云是最清楚不过。齐新宇死后，这份宠爱就落到了严绵身上。要是让齐老将军知道严绵的失踪是齐新月因为妒忌下的手，只怕恨不得把齐新月大卸8块。就凭着严绵这24年吃过的苦，齐老将军知道后就不可能放过齐新月。看在夫妻情分上，他给齐新月争取了3天时间，给他这个机会，他算是对得起齐新月了。多谢老爷，妾身还有事情，先退下了。这时候他没心情去在意严青云对他的狠绝，他要先去处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大麻烦。他不管严绵是怎么活着回京的，他只知道严绵不能回来，严绵必须要死，这样他齐新月才有好日子过。看着齐新月离开，严青云冷哼一声，这件事从头到尾他也没沾手，要是齐新月真的处理不好，那到时候就别怪他无情了。当初他因为怕严绵比他女儿嫁得好，所以起了祸心，在严绵成亲之前被山肥掳走，这是齐新月的手段。他知道后，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他没怪齐新月，只怪那个女儿自己没本事没手段。现在也一样，如果齐新月没有在这3天处理干净，他也不会帮齐新月，他只会怪齐新月没本事没手段。既然没本事，那么后果就该自己承受着。而齐新月也在离开正厅后立马派人去查了。在等待消息的这个过程，他反复回想20多年前的事情，无论他怎么想，都觉得严绵不可能有生还的路。他到底是怎么安然无恙的回京的？齐新月沉寂多年的心沸如滚水，这短短等待消息的半天，竟觉得度日如年。就是儿媳妇来请安，他都不想见。终于，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齐新月连忙问：“齐伯，怎么样？都查清楚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夫人，的确是大小姐的女儿回来了，她和死去的大小姐太像了。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小姐也没有花容月貌，我还是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她就是小姐，错不了。她现在已经嫁作人妇，有4个孩子，生活也美满幸福，不像是受尽磨难的人。来京中应该是想来谋个生意什么的。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还嫁作人妇，生儿育女？能进京来，肯定也是有些家底了。让严绵过这么好的日子，这和他当初谋划的简直天差地别。他当初费尽心机，要的就是严绵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音乐眯了眯宛如毒蛇一般狠辣的眼眸。齐伯，把我养的那20个人都出动，叫他们做得干净点儿，一个活口都不能留。做完后，一把火烧了。这一次，我要他们死得干净，叫他再也没有机会回来破坏我的日子。延绵啊，延绵，你要是安分地待在那偏远的地方多好。我不知道你过得如此好，我也不会要你全家的命。记着，
最好今晚就动手，一击毙命，不能有任何闪失。20个人若是不够，那就出动40人。总之，我要他们全都死，绝对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他捏紧了手心，眼神阴冷。上一次他没赢得那1分的天意，这一次40个精心训练的杀手，他倒要看看延绵还怎么躲过去。这一次绝对不会再有天意存在。夫人放心，一定会完成夫人交代的任务的。下去安排吧，务必要安排好。这件事情必须今晚解决干净，一旦出任何意外，让齐家人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你和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齐伯，当初你选择了我，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当初齐伯是齐家人给齐心宇的人，掌管齐心宇的嫁妆。后来齐心宇死了，他过来，齐伯就投靠了他。要知道，背主害主一旦揭露，那可是牵连满门的大罪。请夫人放心，老奴一定会安排好，绝不出任何差错的。下去吧，希望明天起来，事情都已经解决完了。齐心月挥挥手，接下来他只需要静等消息就行了。齐伯弓箭退下，这件事非同一般，他也要立马下去安排。苏家有7口人，40个人足够了，绝对让那7口人一个也逃不出来。安顿好了，齐心月才松了口气。齐心月本想去和严青云汇报一下，但去正厅的时候，下人却说严青云去了姨娘房里，这可把齐心月气得不轻。该死的老东西，这么多年，要不是他有手段，日子还不知道有多难过。再怎么去也种不出果，种了也无用。每一个进府的姨娘都是悄悄让他们吃了断子药的。齐心月的手段阴险，心眼也小，除了他自己谁也容不下。所以严青云只有他的2个孩子，他没办法控制严青云只爱他一个，但他能控制严青云的子嗣，只有他能生。就连这次延绵回京的意外，也会在今夜彻底结束。夜里，二娘，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那孩子什么时候会再来？他带来的人会长什么样子？依着齐行之说的，他会带着严青云来滴血验亲。如果这最后一步都确定，那他的身份就被证实是延绵了。他就不是姓赵，而是姓严，叫延绵。他是有父兄姐妹的，要他真的是延绵，那该如何去和这些人相处呢？赵氏心绪很乱。二娘，你别多想，一切都有我们陪着你呢。而且行之这孩子很好啊，看得出他很真诚，你不用担忧，他们就会让你感觉很舒心的。不想了，时候不早了，睡吧。寂静的夜里，只有一家人均匀的呼吸声。黑暗里，数道身影藏在月影，朝着一处方向而去。他们拿着剑，蒙着脸。齐伯还在小声交代他们：这件事必须要做得万无一失，一定不能有任何差错。记住，是有7人，千万不能漏了任何一个。有人翻进了院墙，只发出细微的声响；有人朝着房内去，有人拧开了油桶。房内熟睡的苏小璐鼻子皱了皱，她瞬间睁开眼，听着外面的动静，她立马起身，摇醒了苏小玲。随着她听见外面传来苏虫大喝一声的声音，她也立马一脚踹开了门，一个掌风就朝着黑衣人打了过去。二哥三哥，你们保护爹娘和姐姐，这些人就交给我和大哥。是谁要暗害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苏小璐和苏虫立马就用尽一切保护家人。领头的人吹了个暗号，顿时又有10几个杀手袭来。爹娘，你们躲在屋子里，我和小璐来守门。你们一定要小心啊！突如其来的暗杀，赵氏吓得脸都白了。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刀光剑影。苏三郎抄起了屋内的椅子，对苏华、周恒说道：保护好你们娘。作为丈夫和父亲，苏三郎绝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涉险。刀剑无眼，他并不怕，他不会拿剑，那他就抡椅子拿棒子。
爹，苏三郎冲出来，照着一个黑衣人就砸去。爹，这里有我和大哥，你不用管，你快进去。出来2个人，浇油点火，烧了他们。这一家人有武艺如此高的高手，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到底只有2个人，再厉害，一时间也不能拿下他们几10个人。哎，姑母别怕，行风来救你。突然一道大喝声音响起，齐行风翻墙而来，他还穿着军装，顿时就加入了战斗里。齐行风力大如牛，动起武来极其凶猛。他本来也憋着一肚子火，因为训练要收敛，这股火气还没地方发。晚上睡不着巡夜，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发现竟然有人刺杀。有了齐行风的加入，苏小璐和苏虫就轻松了许多。眼看着杀手一个个倒下，头领只得咬牙发出了撤退的信号。一声令下，还余下的20多个杀手退走。苏虫和苏小璐都没有去追，就怕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可恶，到底是谁要害我姑母？看着苏虫、苏小璐，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哎呀，大表哥、小表妹，你们别怕，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的。谢谢。苏虫皱着眉头，神色警惕地看着齐行风，语气有些冷漠。他们一家人初来京城，也没有和谁结仇，怎么齐行之一上门之后，就有人来刺杀他们？齐行风虽然出手相救，但谁知道他又为什么这么晚了出现在这儿？苏小璐没说话，他也是皱着眉头。齐行风也看得出，他想解释，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他嘴笨，只好愧疚地低下头。此时的外面竟然也响起了刀剑之声。大哥，你守着爹娘，我上房顶看一看。苏小璐足尖一点，运气就飞上了屋顶。他发现刚刚撤走的那些杀手竟然被一队兵将给围了。在精兵的围剿下，那些杀手只能咬牙奋力突围。而那一队精兵的领头人是苏小璐认识的，那就是周志身边的奸妻。小璐怎么样了？大哥，刚刚那一群杀手被一支军队给合围堵回来了，我过去帮忙。齐行风一听，顿时就来气了，他直接翻身出去。这一群该死的杀手，他要打死他们。齐行风把所有的气都发泄在了杀手身上，下手根本就不留情，挨他一剑的几乎是骨头都被砍断，只连着一点点皮肉，他就像是杀人附体一样。行风表哥，别都杀了，留个活口好问话。嘿嘿，小表妹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齐行风心情好了，下手就不下死手了，直接拆骨，顿时惨叫连连。一番拆骨下来，杀手一点动弹的能力都没有，下巴都被卸掉，就是想服毒自尽都不行。没多久，杀手就全部被剿灭，留下几人做活口，还是齐行风全部拆骨的。多谢苏姑娘助我们护城进军，剿灭这些杀手。金七恭敬地道谢。不用谢我，这些人不知道从哪来的，今晚想杀我全家，才被我们给打出去的，没想到就遇上了巡夜的你们。周志派人暗中盯着他们家，他早就知道。一开始他还怀疑这是周志的人，毕竟再过几天会试就要开始了。但现在金七出手，就证明这些人不是周志的。不是周志的话，还能是谁呢？苏小璐的眼神落在被齐行风拆骨的杀手身上，想要知道到底是谁杀他们一家，他只能是从这些人身上下手了。苏姑娘请放心，这些人下手狠辣，又在这京城之中作恶，我们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不但要查清楚，还得派人保护他们呢，不然我让我曾祖父进宫参你们殿下一本。请齐公子放心，这是我们护城禁军的责任，在没查清楚之前，不会让他们再作恶的。苏姑娘，那我们告辞了。多谢。我也走了。行风表哥等等，今天这事太奇怪了。行风表哥，你能不能说说你们回去之后的事情？小璐，我们真的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回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巴不得早点把姑母接回去，怎么会害你们呢？而姑公就更不可能了。行风，进屋说吧，我们没有怪你，刚才多谢你了，不然我们都要危险了。爹，你们有没有受伤？苏虫和苏小璐都没受伤，倒是苏三郎手臂被剑砍了一个口子。苏小璐二话不说，上前为苏三郎缝合包扎。齐行风很是愧疚，姑丈，这都怪我。孩子，别自责，
这不怪你，你帮了我们大忙，刚才多亏你在啊。刚才那些杀手要去放火的时候，是齐兴风来得及时，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他要是有害人之心，刚才他就不会出手相救了。苏小玲去提了茶壶来，给齐兴风倒了一杯。苏华看着齐兴风，兴风，你们今天已经去见过严家人了吗？严家那边说了什么？你能给我们说说吗？齐兴风没有多想，就把白天和齐行之到严家的事情说了。说起他还是有些气愤。我和行之的本意是让他和我们一起早点来的，但他要小人之心，非说要等3天，我当时就很生气。他控制不了脾气，但一动怒，见苏家人都看着他，他就垂下眼眸道歉。哎呦，对不起，我刚刚又激动了，这都怪我这脾气，我激动起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还是行之说的对，当年娘要是把行之的脑子给我一点就好了。没关系，你只是性子直率，如此坦正的心性很是珍贵呢。嘿嘿，姑母真好。赵氏温柔地笑了笑。姑母，你别担心，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下次了。等过2天，我让姑公过来和你做一个滴血验亲，然后你们就到我们齐家去住吧。我们家里很大的，全都住得下。回了家就没人敢害你们了。行风表哥，谢谢你的好意，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去小住的。齐行风不会转弯，他说出口的话语就代表可以相信。齐家人也是真心实意想要找回延绵，但是严家就不一定了。好，那我就先走了。好，你小心些。齐行风不懂人心难测，他复述了一遍，仍然不觉得有问题，但他们已经听出了问题来。为了不让齐行风担心，所以一家人默契的只字不提。爹娘，你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我们会查清楚的。我们现在回家去还来得及吗？他难以想象为什么他的亲生父亲不想他回来，连他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就决定痛下杀手。为什么连自己亲女儿都要杀？为此甚至不管是不是会牵连无辜的人。赵氏想象不出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才会让一个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娘，你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了。假如你就是延绵，或许当年遇匪徒也不是一个意外。要是我能记起来就好了。小鹿，你有没有办法能让娘记起一些过去？苏小玲有些紧张地看着苏小鹿。娘，你脑内没有异常，那段记忆可以说是你自己选择忘记的，除非你自己想要重新找回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苏小玲听着苏小鹿说的松了口气。赵氏有些失落，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娘，你也不用急，记不起来也没关系，有我们陪着你呢。你放心，刚才的事情不会再有第2次了。谁也不知道真相揭开会是怎样的刺痛人心。怎么就失败了呢？天意真的就如此偏袒他吗？原本他还不相信天意，可40个杀手都没能杀得了普普通通的7个人，还从而引出了这么多麻烦，这让他不信天意都不行。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去找老爷，他一定会帮我的，他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大老爷和大夫人夫妻40年了，大老爷肯定会想办法救的。齐伯惊慌失措的自语，而齐新月出了主院就去了偏院，伺候姨娘的丫鬟上前。大夫人，大老爷和姨娘已经安歇了，请容奴婢去通报。滚下去！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拦我？奴婢知错，请大夫人开恩。齐新月直奔里屋，他动静如此大，早就把严青云吵醒了。看看你这样子，哪里还有点当家主母的威严？说你是丧家之犬还差不多。老爷，回去说。严青云从齐新月的表情就知道，他肯定是搞砸了。严青云大步朝外走去，丝毫没等齐新月。齐新月咬紧牙关，紧跟了出去。等回到了主院，看着还跪在地上的齐伯，严青云没有好脸色，在他看来都是无用的东西。齐新月看着冷漠无情的严青云，他咬着牙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老爷，我们夫妻40年，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救救妾身吧。之前我就说过，要处理干净。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我能有什么办法？胜者成王，败者为寇的道理，你应该很清楚。当年你买通山匪，把颜面给掳走，断了我与孙家的联姻，这件事儿我可有追究。当初我没追究，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严青云看着跪在他面前的老妻，丝毫没有动容，而是冷漠的旧事重提，以此让齐新月明白，当年他没有追究，没有出手，现在轮到齐新月败了，他也不会出手。齐新月听出来了，老爷，我可是志远的母亲呐，还有珍珍，便是看着儿女的份上，老爷也不救我吗？谁说要连累志远和珍珍了？你做的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当年是你的心歹毒，怕绵绵比你女儿珍珍嫁得好，生出歹毒心思，买通山匪，掳走了绵绵。现在是你知晓绵绵归来，怕他告发你对他做的那些恶毒的事情，又叫了杀手去暗杀，但是失败了。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和我严家，和我儿子女儿没有一点关系。你本就是出自齐家宗亲里，要有错也是你们齐家管教不严而已。你要是聪明，哼，就一杯毒酒了结了自己，如此啊，我还能保你完好下葬。看在夫妻40年的份上，这是我给你体面的最后机会，左右还有2天时间，你好好想想吧。齐新月听着这一番话，已经心如死灰，再也生不起一丝希冀。齐伯听着痛哭流涕，磕头恳求：大老爷，您不能放弃大夫人呐，您救救大夫人吧。背主求荣的东西，你有今天也是活该。老爷，这么多年情分，我为了这个家如此辛劳，你真的就不救我吗？难道这40年来，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啊！夫人，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夫人现在和我提情，是不是太晚了？当年要不是心宇难产过世，你以为你进得了我家的门？绵绵从小视你为亲娘，她母亲过世时候，她毫无记忆，你又是怎么对她的？你连一个从小养大在你身边，口口声声叫你娘的孩子都容不下，你和我谈感情？我们之间啊，不过是利益牵扯，能有什么感情？不过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罢了。别用感情来遮掩你那让我作呕的目的。齐新月咬紧牙关，死命克制住颤抖的身体。他以为他当年知道之后的隐瞒是有情义在的，却不想一切都是利益。他纵然心毒，可他是爱他的呀。行了，你自己好好考虑吧，没什么事情别来找我。严青云是一眼都不想再多看，甩了甩袖子就出去。吃完早点，严青云就出了府门，直奔大将军府而去。齐新月搞砸了，他就得提前上门了。将军府里，齐行之和齐行风把事情如数说给了爹娘听，齐父大为震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齐母担心地问。那你们公母一家人没事吧？那孩子们也都没事吧？嘿，公母一家都没事儿，幸好他们都习武了。你们说严家那边态度冷漠，怀疑暗杀的事情是他们而为，甚至怀疑你们的姑母失踪背后也有勾结。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你们二姑奶奶的女儿严珍珍比绵绵就小了2岁，有一次绵绵回来的时候，她也会一起回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给绵绵做了一个木鸽子，没多久
那木鸽子就到了严真真手里。我问他是不是抢绵绵的东西，他说才不是，是绵绵不喜欢木头雕的鸽子。当时他还叫来绵绵，当着大家的面说，绵绵是低着头说不喜欢的。这件事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放在心上，我也是这几年会偶尔想起来，感觉有点怪，但事情过去太多年了，也无从考究。只是刚刚听你们说起，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件事。自从伤后回家不能练武之后，他心静下来，回想起往事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无从考究，也就没机会去证实什么。今天听俩儿子说的，他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其实当时绵绵丢失，你们曾祖父还曾怀疑过是不是有人暗害，但查也没有查出什么。后来要办差事，就没有再追查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你们姑公不会容不下一个孩子，现在你们才找他，接着就有人去暗杀，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但爹也想不明白，延绵也是他的女儿，他为什么要去下狠手？其父觉得其中太过复杂，以他的脾性是难以想通的。毕竟无论是怎样的真相，都是和至亲脱不了关系，真相都是血淋淋让人痛苦的。其母保持沉默，因为延绵丢失的时候她还没有嫁过来，所以很多事情她并不了解。爹娘，这件事情也告诉曾祖父吗？肯定要告诉我，只有祖父出马才能让那严青云知道厉害。这件事暂时不能告诉你们曾祖父，他身体很不好，万一忧心过急了，他的身体是撑不住的。就是把你们姑母接回来见他了，也得请大夫来守着，以防你们曾祖父昏厥过去。爹说的有道理，曾祖父的身体自从去年受伤之后就大不如前了。御医都说了，若不是当初遇到神医救命，曾祖父这条老命早就没了。这件事情的确不能告诉曾祖父。哎呀，那该怎么办呢？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呀。老大别着急，你呀就是脾性太浮躁了，一点心机也没有。吃亏就吃亏在这儿，多少次了，也不知道长记性。齐行之眼睛一亮，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快说呀。这个办法还得有大哥出马去做。哎呀，是什么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快说快说。很简单，咱们就去严家，告诉他们昨夜有人想暗杀姑母，为了姑母的安全，要他马上去做个滴血验亲。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昨天他就说这事儿非同小可，要查一查呢。要是他不同意，我们还能强迫他去不成啊？你这个办法一点都不好。大哥，你还真说对了。齐行风一脸疑问，他是越来越听不懂齐行之在说什么了。老二，你是想让你大哥强迫着你们姑公去做滴血验亲吗？这是不是有失礼数啊？老爷是糊涂了，咱们本就是粗鲁不讲理的武将，哪来那么多规矩礼数啊？就是在朝堂上，皇上都还经常被你们这些莽夫给气着，何况其他人？咱们行风啊，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情绪上来了，难免会意气用事。更何况他还是为了孝心，他本就不是个耐心的性子啊。为了孝顺曾祖父，失点分寸，这有什么不可呢？再说了，又不是要伤人，只是请他过去的时候啊，不懂心疼人，没照顾周到而已。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啊，等事后让孩子负荆请罪。齐母拍了拍齐行风的肩膀，嘿嘿，娘说的对，大不了事后啊，我去负荆请罪，让姑公打2下，消消气儿得了。嘿嘿嘿。对对对，那就这么做吧。好了好了，那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吧。一家人正准备走，外面就有下人来通报了。老爷，夫人严大人要见老将军，已经在正厅等候了。齐父和齐母相视一眼，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我倒是觉得他来得好，还省去了我们去找他。他来的正是时候，直接让他没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就拉他过去做滴血验亲。大哥，接下来就靠你的了，把他们哑穴点了，别给他们机会说话。嘿嘿嘿，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走，那咱们就过去吧。姑父，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让外侄猜一猜。姑姑你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你是不是查清楚了呀？顺势就点了严青云哑穴。姑父，
你今天来肯定是想好了要去做滴血验亲吧？毕竟你们父女20多年没见了，必须要做个滴血验亲才行。正好我们也要过去，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正好，我们也刚知道这件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和你一起过去。马车风风火火地朝着苏家而去。一到地方，齐行之就先下了马车去敲门。苏小璐一开门，齐行之就压低了声音：“小璐，事出紧急，我来不及和你解释了，赶紧让姑母准备一下，马上做滴血验亲。我大哥填了姑公的哑穴，我们没有和他说话的机会，其他的等做完滴血验亲之后，我一定会当面跟你们解释清楚的。”好，我去安排。苏小璐去了厨房，简约地和赵氏说了一下。赵氏皱了皱眉头，最后点点头。苏小璐取了2个碗，装了2碗水。嘿嘿嘿，姑姑，这点小事情让我来帮你吧。苏小璐递上1根针。严青云一进屋，他的眼神落在赵氏身上，他扯着嘴角微微笑了笑，以示宽和。齐行风在他手拇指一扎，疼得他直抽泣。齐行风挤了几滴血到碗里，而赵氏也扎了拇指，滴了几滴血进2只碗内。他心里很慌，看见严青云，他心里有一股奇怪的感觉，好似有什么要挣扎而出，他的心跳都失控了。2团血液在水里渐渐相融于一体，让碗里的水成了血红色。嘿嘿，姑公，你看见了吧？血液相融，这就是姑母啊！行风，你可真是，快放开你姑公！你这孩子没个轻重的，你看都把你姑公勒得说不了话了。哎呀呀呀呀！姑公，你快说句话呀！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啊？连话都说不出来啊！啊！真的是绵绵，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赵氏长得像他母亲，就这张脸，严青云就知道错不了。到底是有福气，命也大，在那么危险的险境还能翻身，得天庇佑啊！赵氏看着严青云，只觉得心里很难受。他张了张口，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就是他的爹吗？他看上去真情流露，不像是会下毒手的人，能相信他吗？绵绵，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回来呢？严青云觉得赵氏有些奇怪，看他的眼神太陌生了。这丢失的时候也有17岁，不是3岁小儿，不至于连亲爹都不记得吧？对不起，我记不起往事了。失忆了。严青云疑惑地看向齐行风和齐行之，昨天的时候，这俩孩子可没提这件事。姑公，姑母失忆了，她记不得往事，但这不要紧，姑母能平安回来就好了，是吧？啊，是。人是失忆的，齐新月怎么连这一点都没查清楚就动手？他可真是死不足惜。要是把这些查清楚了，他根本不用动手。一个失去记忆的女儿能对他有什么影响？严青云视线看向苏三郎和苏崇几人，挨个打量过去。失忆了，你也记不起过去了。现在你也嫁作人妇，儿女也都成才了，爹心甚慰。既然身份都确定了，今天啊，就同爹回家去吧。这说不定啊，看见你以前居住的院子、熟悉的房间，你会想起来呢。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真心关怀女儿的老人，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就好似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就是正常的关怀，自然而然地说出来。赵氏有些无措，他看向苏三郎和孩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严青云的表现让苏小璐他们也都琢磨不透，就是其父和其母都不由得想，难道是他们想差了？严青云完全没有一点杀意呀，他还流眼泪了呢。绵绵啊，你就是我的亲女儿，这一点是做不得假的。失忆了没关系，想不起来也不要紧，以后还有很多时间。爹只是觉得你该给你娘上一炷香了，他在天有灵啊，也是担心你的。对不起，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件事情我们一家人要商量一下。我的身份也确定了，给娘上香我肯定得去，但我已经嫁人了，我现在的生活
我不希望他们被破坏。如果您能接受他们的话，我也会尽到作为一个女儿该有的孝道。好，爹知道这太突然了，左右都在京城里，想回家什么时候都可以。咱们父女啊，还有我的外孙们，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啊，不急。那我就来做个自我介绍。孩子们，虽然你们是第一次见到我，都别慌。外公呢，一看到你们啊，就很喜欢。回家了就不怕了，有外公罩着你们呢。还有你们外曾祖父家都会非常喜欢你们的。你们一看呀，那都是好孩子。严青云说完，就转头笑着对其父和其母说道：你们看，我说的对吧？其父其母点头。表妹，你是记不起我们了，咱家里这么多年却都想着你，只可惜分离得太久了，你的好几位表哥已经战死了。不过你现在回来了，他们的在天之灵看见也会安息的。是啊，你是外公家的小娇娇，你的舅舅可都没生女孩，都可着你一个宠，5个表哥也就只有他还在了。赵氏看着其父，觉得心里很难受，眼泪根本控制不住。苏三郎心情也感伤，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生死离别，再也不能相见。对不起。赵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只是除了道歉再说不出别的话语。外公、舅舅、舅母，请进屋坐下，慢慢说吧。在没查清楚昨夜暗杀的真相前，他们对面前这个和蔼的老人也只是怀疑而已。对，进屋。苏小璐把2只碗收走了，她帮着苏小玲去做饭，这么多人肯定是要吃饭的。周恒也来帮忙，苏小璐只能烧火。小璐，你觉得这个老先生慈祥吗？恒弟，你怎么看的？这个外公吧，不是表面这么简单，看着虽然在笑，但我喜欢不起来。严青云慈祥和蔼，只是看起来的，那一双眼睛就跟老狐狸似的。其实这些都正常，他也是第一次见他们，非要说多喜欢，那肯定是假的。齐行之说过，他在朝为官，现今为1品的户部尚书，他心思深沉，如笑面虎，这也正常。昨夜事情还没有出结果，不能说不相信他，但也不能太相信他。我也是这样想的，他虽然在笑，可总感觉有距离，不像是师叔和归游师叔，哪怕是冷着脸也不会让我感觉有距离。别担心，三叔和三婶都知道怎么做的，阿崇阿华也在呢，还有齐家人。阿崇可真的优秀，你这表弟要是有你半点沉着就好了，这同样是习武，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齐行风被揭短，不好意思的脸红了，他摸了摸头，看着苏崇。哎呀，表哥，改日还请你好好教教我，我看你们怎么就都沉得住气呀？我是怎么都沉不住气呀？简单，你跟着我站桩就行了。哎，这没用，我小时候习武也扎马步也站桩，但我根本没这耐心呐。你要是想改善的话，我还有办法的。点了穴，他想跑都跑不了。哎，那好，改日有空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行风确实该好好学，虽是武将，你也孔武有力，但要是沉着冷静，只怕呀，没有你打不赢的仗。等饭熟了，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严青云看了看苏小玲，不错，你娘啊，把你们都教得很好。苏小玲虽然不会琴棋书画，但是她是农家出生的，能培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有这样的2个兄长，将来寻好人家也不难。琴棋书画这些文雅东西，以后也有机会学。一吃饭，严青云惊愕了一下，他是真没想到苏小玲厨艺会如此好，这手艺便是比那御厨也不差了。齐行风吃了2口，好好吃啊，好吃好吃，怎么这么好吃了？太好吃了，你这孩子，慢点吃。齐母尴尬地看了看赵氏，只见赵氏目光温柔，丝毫没有嫌弃，还给齐行风夹菜。齐母心里一暖，
一瞬间有种以后要把赵氏保护的感觉。慢点吃，喜欢吃以后就常来。姑母只要不嫌弃我肯定天天，我肯定常来。当然不会嫌你了，你便是天天来，我也是高兴的。行之也要常来才好，姑母很喜欢你们。谢谢姑母喜欢，那我和大哥就常来讨扰姑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正好能玩一块儿，是要常常的在一起玩。到时候啊，带上你们于然和袁安2位表弟也一起。你们啊，那可是最亲最亲的人了啊！苏崇和苏华都浅笑着点头。你们已经结为夫妻呀，今后也要好好的待他。绵绵遇上你，那也是命中注定的。现在呀，你们家庭和睦，我心里也是安心的。等阿冲、阿华考试结束后，就正正经经的公告，一起回家了，知道吗？你的身体看着有旧伤，过2天我请御医来帮你看看，顺便呢也给绵绵看一看，好好调养一下身体。我还等着你们孝敬我100年呢。苏三郎认真的点头答应，赵氏也点头答应。温和慈祥的父亲让他没办法再怀疑他。齐家人把严青云送回严府。这个好消息啊，你们也抽个空告诉你们祖父一声，他是最惦记绵绵的人了，这是我这个当爹的都自愧不如的。绵绵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呀，如今幸福平安，我也就放心了。姑丈放心，这个好消息我会抽空告诉我祖父的。但还有一件事，姑丈只怕还不知情。严青云就是只老狐狸，暗杀的事情绝对和严府脱不了关系，这件事也应该由严青云去给严绵一个交代。严青云看着其父，露出不解之情。贤侄，你说的事情是？虽然心里清楚，但他还是装作不知道。姑丈，昨夜表妹家遇袭，还遭遇暗杀，几十个杀手来势汹汹，出手狠辣，其目的是想要把表妹一家全部灭口。不瞒姑丈，我是怀疑严府有人不想表妹回来。当年表妹被山匪掳走，也是疑点重重。本来他们一家也平平安安，可在告知姑丈之后，就招来杀身之祸。此事是不是太过唏嘘了？啊，今天冒犯姑丈，便是怕有人从中作梗，阻碍你们父女团聚。现在姑丈也知道表妹身份是真，我才将此事如实相告。严青云愣了一下，然后震惊再愤怒。多谢贤侄相告，此事我会调查清楚。我倒是要看看是谁想要阻碍我们父女相认。无论是谁，一旦查出来，我都绝不饶恕。这害我女儿颠沛流离20多年，害我们父女生离20多年，要是人为，那实在是可恶可恨。一旦查明，我绝不姑息。若这真是我的失责，我就是有罪之人了。我将无颜面对岳父他老人家，将来100年故去，我也无颜去见新宇。这件事啊，我一定要查清楚。有姑丈这番话，我就安心了。那小侄就不打扰姑丈了，告辞。其父没工夫去猜测严青云心里那些弯弯肠子，只要严青云知道他需要给齐家一个交代就行。好，这件事我不知道还好，一知道那就是扎在我心口的刀，我势必要查清楚的。那就不留闲职了，慢走。严青云点点头，他神色严肃，无声地表明他追查的决心。严青云站在门外看着马车驶去，守门的小厮恭敬迎出来唤了一声：大老爷。大夫人呢？大老爷，大小姐今天回来了，还有大公子都被大夫人叫回来了。严青云脸色瞬间就冷了，他大步朝着府门进去。齐新月为了活命不惜一切代价，知道他心硬也不肯死心，将儿子女儿都叫回来，企图用儿子和女儿让严青云心软施救。母子3人一起吃了午饭，下人进来禀报，
齐心月一听严青云回来了，就露出了愁色和担忧。他这条老命能不能保住，就看接下来严青云会不会心软了。娘，你别担心，我和弟弟不会放弃你的。娘，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你。好，娘有你们这句话，娘就安心了。外面传来了脚步声，齐心月紧张地看向门口。严青云沉着脸进来。志远和珍珍先回去吧。爹，这件事我和姐姐已经知道，此事关乎我们的生母，请恕孩儿不能视而不见。爹，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你要女儿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而不救，女儿做不到这么无情。我本想给你在孩子面前留几分颜面，既然你不要，那也罢了。老爷何必把无情说得如此名正言顺？你所说的颜面，就是让我去死，好成全了你，给齐家人一个交代罢了。可你呢？你当初明明知道事情是我做的，你不也没有告诉齐家人？我如果把这些告诉齐家，告诉齐老将军，你猜他老人家会怎么做？他老人家为了大周鞠躬尽瘁，齐家子孙更是为了大周抛头颅洒热血，便是在皇上面前，皇上都要敬让他3分。他那么疼爱的独女，命短就早早去了，而齐心宇唯一的女儿却被继母所害，你知情却不说，才害得颜绵丢失整整24年。你觉得他们知道这些后会饶了你？齐心月看着严青云，他控诉他的这些罪名，企图用这样的方法让他有所动容，但是没有。哼，那件事儿本也不是我做的，你说的话谁信呀？我现在已经是朝中从一品的大臣，便是责罚我，不过是罚我几个月的俸禄罢了。左右都是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而你也是齐家人为我选的继室，他们又哪来的脸来责怪我呢？齐心月想要以此威胁他，他根本不受他威胁，这些事情想要连累他是不可能的。爹，这可是陪伴你40年的人呢，你难道真狠得下心置他的性命于不顾吗？严真真看着严青云，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是这么的绝情，整整陪伴了40年，就真的这么无情吗？严志远也看着严青云，虽然没说话，眼中透露的眼神也是在等严青云说话，心思被看穿。齐心月心虚地垂下眼眸。哼，你们真的了解你们的母亲吗？既然容不下一个幼儿，又为什么要答应齐家要求，享受着齐家给予的不菲条件？他又做了什么呢？会让5岁的小儿在冰天雪地罚站，会悄悄让丫鬟往5岁小儿的被褥里倒水，再污蔑他尿床，从而严苛的责骂。这些都是你们母亲做的事情，不知道他用那些钱财是不是能安心？你们现在也为人父母了，如果你们的孩子遭受如此对待，你们又作何感想呢？总说我对你们母亲无情，我要是无情，他能平安到现在吗？人活在世上，有选择就有得到和失去，成王败寇罢了。告知你的时候，你说你会处理干净，我可偏袒过半分。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姐姐现在已经嫁作人妇，不是她1条人命，是整整7条人命。你们娘要杀人的时候，可动过半分的隐忍？你心思歹毒，全无半点仁慈，所以连彻查清楚的耐心都没有就动手了。你可知道，他早就失忆了，从被掳走之后就失忆了，再也记不起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如果你查清楚了，何至于把自己的生路也给堵死了呢？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齐新月听着这一切，简直如遭雷击。他抬头看严青云，不可置信：“老爷，你说什么？他失忆了？这肯定不是真的。”呵，他岂止是失忆了？不但是失忆了，什么也记不起，连姓都换了。他现在只认他自己是赵氏，你担忧的一切，他根本想都没想过。他不想回来，只想过他安静平和的小日子。我们与他而已，就只是陌生人罢了。你要是查清楚点，事情会有很大的不同。你若是对他好点，他甚至会感激你。你的儿子入仕途，有我扶持，也走得艰辛。你的2个孙子头脑也愚笨，你可知他的孩子是什么样？你可知他的孩子是什么样？齐新月神色茫然，他一概不知。被点了名的严志远连头也抬不起来。严青云嫌弃地揭露他和孩子的愚钝，实在是让他羞愧难当。他的2个儿子皆是读书人，此番进京则是职位可考，其中一人是整个芙蓉州的第1名。你匆匆下手便是得手了，只怕也是难以脱身。齐家早已认定了他们的身份，一旦出事必定会纠察到底。如此富有学识的才子，恐会惊动宫里，彻查之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查到你的身上。你动手就已经是大错特错。现如今我让你畏罪自尽，保全你一个颜面，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还想不明白，大可等着揭发我吧。娘！严真真哭着喊，她心痛无比，却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救娘。严志远捏紧拳头，咬紧牙关。好了，你们都回去吧。今后好好生活。事已至此，他知道自己再没一点活路，走到这一步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谁。他的儿女，他怎么舍得连累他们呢？齐新月轻轻地伸手抚摸严真真的头发，他看着自己苍老的手，眼里有着悔恨。真真，志远，你们回去吧，娘想一个人静一静。娘累了，想休息了。严真真泪流不止，严志远拉了拉她，姐弟2人才不舍得退下去。他们都知道齐新月赶走他们是什么意思，这个结局他们不愿意接受，可却也毫无办法。等2人走后，齐新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转身回院子里屋。既然要走，那就体面地走吧，别被抓进那阴暗的牢里，受了刑罚还是逃不过一死，还会连累自己的孩子。铺上宣纸，写下他罪孽的遗书，然后洗漱沐浴一番，最后安安静静地躺上床，服下毒药，静静死去。苏小璐说了一声出去买药，然后就出门了。他直奔周志府上，见是他，金武几人都露出笑意打招呼。苏姑娘来了，主子在沐浴，你稍等一会儿。苏小璐点点头，他来顺便给周志把把脉，然后问一问那些被抓住的杀手的情况。这个案子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还是早点查清楚。苏小璐安静地坐着等周志，没等多久，周志就来了。小璐，让你久等了。没事，我没等多久，你手伸来，我看看你脉象，最近保养的挺不错，继续保持，到6月份可以开始第1次解毒。好，谢谢小璐。那个昨天抓到的那些杀手，审问出什么结果了吗？还没有，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这才过了1晚，还没那么快松口。我能去看看他们吗？当然可以，你等我一下，我换一下衣服和你一起过去。没事，让金七带我去就行了。好。
周志吩咐了金七，领着苏小璐去地牢。路上，苏小璐问金七：“你们都用些什么刑罚？比如说鞭子浸泡盐巴辣椒水，然后用来鞭打，这样的刑罚有吗？”有的，还有针刑、火刑，其实都有。但有些杀手痛感神经是损坏一些的，对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要他们疼痛到受不了招供，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滴水之刑、无眠之刑、无声之刑呢？金七愣了一下。苏姑娘，你说的这几种刑法是如何行使？我没听说过。哼，或许你等会儿就能知道了。还没说出点什么吗？还未，从昨夜到现在，只是求死，其他的一个字也没说。把他们眼睛蒙上，找一条长凳捆上面，将肢体全部固定好。听苏姑娘的，照做就是了。哼，兄弟们，咱们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不就是水滴吗？有什么可怕的？睡觉睡觉，不能给咱们痛快。现在也是无计可施了，睡吧睡吧，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一人带着嘲笑，说完还真就不挣扎不动弹了。水滴声音啪嗒啪嗒地滴在他们额头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难道就这样？这算什么酷刑啊？一会儿这几人都能睡过去。哼，不急，咱们出去喝点茶，吃点东西，再来看看。兄弟们都出去喝口茶，休息休息。这一个时辰先不管他们。走吧，出去等着看看。有一人似乎发现了不对劲，挣扎了2下。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了？又有一人说，但他们无论怎么说都没有人答复他们。看过了，作为死士，能扛打不怕痛也正常。我尝试了一种新的刑罚，过会儿看看效果。那吃点东西，喝杯茶吧。好，正有此意，多谢款待。小洛，现在还早，你还可以和金武他们过几招。没心情，就这样安静坐一下就好。不知怎么的，看见周志，他心里会有点酸涩之感。周志和周恒对比之下，差别真的是太大了。一个人如繁星正升起，一人却如日落慢慢落下去。苏小玲喜欢周恒，那他们一家人都不会不顾周恒。小洛，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可以过去看一下了。这也有一个时辰了，那就去看看吧。让金七陪着你吧，我随后就到。苏小璐点头，他转身就先出去了。周志看着他的背影，幽深的眼眸笑意已经消失，他的心思太纯真，让他生出了一丝退意。若他知道自己是心思阴暗可怖之人，他还会不会奋力救他性命？他会不会后悔救了他呢？苏小璐和金七已经回到了暗牢里，走近了，有嘶哑的哀求之声。来人，快来人！求求你们把我放下来，杀了我吧！我招！一声声饱含痛苦的求饶之声，金七都诧异了。怎么回事？属下也不知，他们半个时辰前就已经开始挣扎喊痛苦了。属下进去查看过，没有什么伤害，以为他们是休息好了，故意刺激我们，就不予理会。苏小璐走近，拿银针给他们解开封住的穴位，如此他们又能听见声音了。金七上前检查，发现有一人气息非常的虚弱，在濒死的边缘。说说吧，能不能放过你们，要取决于你们交代的东西有没有用。哎，先别着急说，感受一下你们的身体。我方才喂给你们吃的是价值不菲的保命药丸，这能够让你们的精气神迅速的补足充盈，让你们有足够的精神面貌，再迎接下一轮的滴水之刑。别再折磨我了，我全都照，只求给我一个痛快。苏姑娘，这滴水之刑到底是什么刑法？为何不伤人体肤，却能让人神志破灭呢？这滴水之刑本意不是伤人身体，而是伤人的精神。人的神智可以很坚强，也可以很脆弱。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滴水之刑很有用，这就对了。小罗真聪明，能这么快就让罪犯招供，多亏了你。哼，多谢夸奖。几个死士招认的认罪书很快出来了，把他们这辈子所做的所有的龌龊事情全都招认了出来。兼任直指严府，严青云之妻齐新月。齐新月做了多少事情？太多太多了。死士招认的罪书足足有10多桩，其中就包括24年前将出城上香的延绵行踪透露给一伙山匪，给了一笔钱让他们把延绵掳走，
离开京城越远越好，不管是把严敏怎么样都无所谓。还有昨夜的暗杀也是齐新月下的命令，罪证确凿了。苏小璐看完认罪书之后皱着眉头，我要再见一见他们。请殿下给我一个痛快吧，我们知道的真的全部都招认了，绝无半句虚假。我们从小就是严夫人买回来的，她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小璐，你想怎么处置他们？你们这么多年只是听命于严夫人吗？那个严大老爷呢？他没有吩咐你们做事情吗？这件事死士只招认了严青云之妻齐新月，却半句没提严青云，这一点让苏小璐觉得奇怪。严大老爷我们从未见过，夫人交给我们的许多差事都是和严大老爷有关系，像是严大老爷的几个姨娘都是我们解决的，恩宠过高后严夫人就容不下他们了。姑娘，我们所知的已经全部招认了，还请姑娘给我等一个痛快吧。先带下去严加看管。小璐，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先出去说吧，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帮你捋一捋。好，你能帮我，我先谢谢你。这件事情有点复杂，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件事到底和严青云有没有关系？苏小璐带着疑问等着周至解答。严尚书这个人老谋深算，很得皇上的心，因为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识时务。我常在京中和他也打一些交道，他这个人的行事作风我也有些了解的。我这么和你说吧，假如一件事情对他是有利的，他一定会做，而反之，假如对他不利，他绝对不会拖泥带水，他会很果断地斩断，不管这个人是他的什么人。4年前京中有一桩贪污案，是他妻子族亲里的堂弟，因为下面闹了上来，所以呢兜不住了，就来找他庇佑，希望他能够将此事解决。他先是假意稳住了那人，然后就直接进宫请罪了。因为他的秉公无私，皇上呢并没有怪罪他，所以他没有受到任何的牵连。而如果他包庇，将来事情复发，这就会成为其他大臣参他一本的弱点。他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处理起来毫不犹豫。而那位堂弟不日前还同他把酒言欢过。小璐，这件事情看似和他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认为不是表面看着的这样简单。他一定是知情的，甚至可能连当初颜棉丢失的事情他也是知情的，因为说出来对他不利，所以他不说。至于这次暗杀，我相信也不是他做的，因为你们一家回不回暂时对他来说没有影响，而他的妻子齐新月就不一样了。齐老将军还在世，齐老将军功高苦重，他素来重情，若是得知唯一的外孙女丢失是人为而不是意外，齐新月这条命是保不住的。那么多年的分离痛苦，总要有人偿还。严青云摘得干净，齐新月却不能。所以这件事严青云知道，他什么都没做，没帮着齐新月动手，却也没有阻止齐新月。大概率是这个样子。如果我的推测没出错，那么要不了多久，你们就能够得知真相了。这个真相应该就是齐新月畏罪自尽的认罪书。他这么快就畏罪自尽，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很在意自己孩子的母亲。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很在意自己孩子的母亲。严府这几十年里，除了齐新月有孩子，那么多妾室都无一所出。而严尚书并不是一个长情的人，他为了他的孩子付出了很多，所以也会为了不牵累孩子做出最后的选择。严青云不保他吗？苏小璐觉得周至推测的很有道理，但他对严青云不了解，周至所说能对几分，他也不明了。小璐，严尚书是一位识时务的人，当下保齐新月与他没有任何利益，只有连作罪。可齐新月不是和他做了几十年的夫妻，他难道就一点都不念情分吗？周至没有再说，苏小璐看向他，只觉得周至带着笑意的眼神似乎染上哀凉。一瞬间，苏小璐心有所感，想起了周至毒发的事情。有人连亲生骨肉都能置于不顾，甚至只因为一句可笑的批命就厌弃自己怀胎10月的孩子，一次次的亲自下毒，一次次的置于死地。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生身之母更亲切的关系了。这样的关系都可以不顾情分，何况只是夫妻呢？小璐，这几人我还会继续审问，如果审出什么消息了，我再派人说与你知晓。好，那我先回家了。他起身走到门边，又顿住了脚步，回头。你的药要记得按时吃，如果你觉得腿疼，可以多按摩，按捏可以缓解疼痛。
周芷看着苏小璐的背影，他缓缓垂下眼眸，看着自己的双腿，眼神很冷。哼。他轻笑一声，再抬眼，眼里只有无尽的冷漠。从最初的怀疑、冷漠，到现在的主动关心，他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苏小璐才到周芷府门门口，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门口。周恒脸有急色，在对着守卫的金六说话：我家主子岂是你想见就见？你说你认识苏姑娘，我就会相信这是真的吗？你要是再在我家主子府门前闹，绝不轻饶。三哥。周恒听到苏小璐声音，松了口气。你竟真和苏姑娘认识？抱歉，刚刚是我冒犯了。苏姑娘要回去了吗？刚才这人说是你家亲，一会儿要见你，一会儿要见我主子的，我觉得有疑，对她凶了点，请苏姑娘不要介意啊。金六这时的态度和刚才简直天差地别。小璐，家里有点事情，我特地来叫你。苏小璐点点头，她对着金六笑了笑。没事，我不介意。那我先回家了。苏姑娘，我送你吧，马车已经准备好了。苏小璐想着，马车确实比走得更快，她点头答应。三哥，我们走吧。周恒点头。苏公子可别介意，实在是你的相貌与苏姑娘无半点相似，我这才没有认出来。没关系，我不介意。苏公子不介意就好，多谢苏公子大度。路上，金六对苏小璐说：苏姑娘，你啥时候有空再来府内啊？我还想和你过几招呢。你的剑法独特，小半年不见，姑娘想必又进步了很多呀。好啊，过几天有空我就会过来。好，那我就恭候苏姑娘光临。金六显然很开心。到了地方，苏小璐就和周恒下了马车。苏姑娘，那我也回去了。苏小璐点头。金六看了看周恒，四目相对，金六眼神顿时就冷下去了。他勒着缰绳，驾着马车转头就走。周恒垂下眼眸，不让苏小璐察觉他的异常。苏小璐他们还以为周芷没有发现他的身份，但他却骗不了自己周芷早就知道的事实。他想不明白周芷到底想做什么，但周芷没想杀他，这也是事实。一开门，苏小璐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说话声，还有点熟悉，那是严青云的声音。严青云又来家里做什么？严青云又来家里做什么？明明中午才离去，怎么晚上又来了？三哥，他又来做什么？你肯定想不到，他是来请罪的。请罪？就是请罪。他告诉了婶婶，说昨夜刺杀是他妻子齐氏所为，而齐氏已经畏罪自尽了。他看见了齐氏的畏罪自尽的认罪书来的，他痛哭流涕着，把齐氏的认罪书交给三叔和婶婶。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了，所以我才特意去找你。苏小璐一脸震撼，她想起了周芷的推测，周芷推测的竟然一点不差。苏小璐震惊于周芷全都推测对了，所以忽略了周恒为什么会去周芷府上找他。认罪书上都写了什么？是关于多年前婶婶被山匪掳走的真相，还有昨夜杀手刺杀的真相。这认罪书他看见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撼，一个继母因为心中的嫉妒心对继女下了毒手，手段之狠毒让人心骇。苏小璐心里发沉，走近了，他就听见了严青云哽咽的认错之声。绵绵啊，都是爹没有保护好你呀，爹不知他心如蛇蝎，爹不知啊，你可以说是他一手养大的，你也还他母亲呀。严青云老泪纵横地说着让人惊心动魄的过去。苏崇、苏华和苏小玲皆被这真相震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最痛苦的莫过于是赵氏了。他记不起来了，他现在只知道他曾经是延绵，现在听着关于延绵的过去，他心里很难过，哪怕不记得，他也在这片刻感同身受了。你别说了，绵绵，是爹对不起你，才让你受尽苦楚和磨难，都怪爹太粗心了。若是爹，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晚了。
是爹对不起你呀。绵绵，你受了这么多委屈，此事你想怎么处理？爹都依你。他是知道逃不过死路一条，求了个痛快，但你受的委屈绝不能白白受了。他人是死了，但还有躯体，你想要怎么做？爹将他的尸身交给你，爹都依你。爹保证你的弟弟和妹妹绝无怨言，绝不会因此恨上你。这个毒妇的罪名，爹会将他公之于众，让他受世人唾弃。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你先回去吧。赵氏早已六神无主，突然间知道这么重大的消息，他的世界都乱了秩序。可以说，他的不幸是齐新月一手所为。可她现在有对她一心一意的丈夫，一路走来相互扶持，有懂事孝顺的儿女。若不是被齐新月所害，她哪里会遇到这样的丈夫和孩子呢？赵氏心里慌乱，不知道是该悲哀还是该觉得幸运。好，你不要急，好好想。他的尸身在你想好之前，爹都不会动他。这么大的罪过，爹还要去齐家一趟。爹先回去了。严青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他起身，目光从苏崇、苏华他们身上扫过，最后落在苏小璐身上。严青云欣慰地点点头。你们都是好孩子，幸好这么多年有你们，老天有眼，老天保佑啊！说完这句话，严青云就踉跄了一下，然后慢慢出去。二娘，你别怕，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呢。我该怎么办？我心里太苦了。苏三郎哑了哑喉咙，在这一刻，好似所有的安慰都太过无力。他很心疼赵氏，如果可以，他宁愿永远都不要遇见赵氏，不要让他遭受继母的毒手。赵氏本该作为延年有心意相通的未婚夫婿，他这一生可以过得很幸福。那个到现在都还记着他的人，如此重情，他们本来可以结连理度过一生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继母恶毒，一切都被毁坏，有情人天涯各一方。如今物是人非，又该如何面对旧人？苏崇几人默默退出去，将空间留给他们夫妻。也不知道娘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嗣一下子变得很无力。我也是，就算熟读万千大理，此刻也觉得太过无力啊。苏华的目光也充满了惆怅。大家各自回房了。苏小璐上床之后，就和苏小玲依偎在一起。小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娘没有受这样的难，我们是没有资格当她孩子的。小璐，我好难过，我为娘难过，她现在肯定很痛苦。人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一半，现在知道了真相也太晚了，太晚了，已经都是物是人非了，要怎么补救啊？姐，会过去的。只要他们一家人还齐心协力，这个劫难一定会过去的。小璐，我说如果娘不想和爹在一起了，我们都不要拘着娘，就放她走好不好？那我们爹爹会伤心的。苏三郎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也不是果断利落的人，但他真的在很努力地保护一家人。对苏崇、苏华是，对他和苏小玲也是。哪怕心里知道赵氏如果要离开，苏三郎应该放手，但情还是胜过理。可娘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我们也得为了娘好好想一想。如果这是娘的选择，那我就不怪她。或许娘遇到爹，生下我们，只是被人推着走错了一条路，现在她找到了正确的路了，确实应该回归她原本正确的路。姐，这是不是就和小姑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家不再齐心协力，那总有一天我们不会再是娘熟悉的孩子，娘也不会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我们会越走越远。当一个家庭的目标不再一致，那最终都只会形成陌路。
苏小璐永远记得她出生的那一年，苏小芝前来看望的时候也是付出了真心。还有那年苏小芝落难，他们也去帮她，同样是真心交付。可最后苏小芝和他们都生了分歧，还是越走越远了。小璐不会的，娘跟小姑不一样，不管她去了哪儿，我相信她永远都会爱我们。你别难过，都怪我不该说这些，你别哭，这些都只是姐姐的猜测，这些都不是真的。苏小璐是哭着睡着的，她长这么大就没有这么难过过，一想到赵氏可能会离去，心里的每一处都在疼。她从来没觉得这么痛苦，这么累过。夜里，苏小璐发起了烧，苏小玲吓坏了。这时候家里每一个人都不好过，她谁也没有打扰，默默打了水来给妹妹擦汗降温。苏小璐迷迷糊糊地发出梦呓：师父，阿爷，我痛。小璐别怕，姐姐给你吹一吹就不疼了啊，不怕。姐，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小璐，对不起，是我不该跟你说那些的。姐，你没错，这都怪我自己钻牛角尖了。你别担心，我现在都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对的。放心吧，不管最后会怎么样，我们一家人也还是一家人，爹娘也都还是爹娘，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不管母亲怎么选，苏小璐都不会因此记恨母亲。这件事，母亲没错，他们也都没错。缘来相聚，缘散分离，世上事都是如此。小璐，两姐妹相视一笑，苏小玲紧紧地抱着苏小璐。小璐，姐姐永远都不会变。姐，你守了我一夜了，让你担心了，你快休息会儿吧。我不累。昨晚对于他们一家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打击过后还是要继续生活，继续朝前走。苏崇、苏华和周恒已经起来了，几人一起做饭。苏三郎和赵氏都还没有起来，一家人相对沉默，都不太想说话。这件事还需要给赵氏一点平复的时间，而赵氏一夜无眠，看着外面天色渐渐亮起，听着外面孩子们起来的动静。二娘，起床吃点东西好不好啊？你还会要我吗？从齐新月的认罪书，他知道自己被匪徒掳走不是意外，可那么凶悍的匪徒从掳走他到他嫁给苏三郎，期间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他真的还清白吗？你说什么傻话呢？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啊？我才怕你不要我，不要孩子们。你本来可以嫁得很好的，他现在还在等着你。你们本该结成连理的，而我只是阴差阳错。你若是要离开啊，我连挽留的勇气都没有。我不会离开，我要你和孩子，我们是一家人，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直到我们老去死去。好，那我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改变。整夜的痛苦都被赵氏说的话治愈了。爹娘，饭好了。门外响起了苏小璐的声音。吃点东西好吗？赵氏点头。好，我和你娘马上就来。一家人一起吃饭，苏小璐把面盛好，浇上肉酱，端过去递给赵氏。娘，吃面。赵氏微微笑了笑，点头。她觉得苏小璐好似一夜之间成熟了。家里每一个孩子都很懂事，看着他们的眼睛，赵氏心头酸涩，她都懂啊。而他们的眼神让她知道，如果他离去，他们也不会怪他。我们一家人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没有什么是我们一家人过不去的。以前是，将来还是。崇哥、华哥，
恒哥，你们可得好好的调整好心情，好好考试，听见没？其他事情你们就别担心了，有爹娘在，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儿爹，你说是吧？对，你说的对。哎，娘，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爹娘放心，儿子一定会打起精神应对考试的，必定全力以赴。竟是没想到，这背后有这么多波折。还好，一切都过去了。那正好，可以平复好心情，准备应考了。多年苦学为的就是这一回啊！阿华、恒弟，你们可要全力以赴了，我是不会谦让的。苏华和周恒都笑了笑，对刘子金拱拱手。亦是如此。苏小璐听着也勾了勾唇角笑了。对于赵氏身份这件事，一家人也能平和看待了。苏崇、苏华和周恒都开始沉心准备2月18的会试。一家人商量了一下后决定，这几天谁来都不见。严家人和齐家人都来过，苏小璐出来让他们回去了。齐父和齐母来，就是因为看了齐新月的认罪书，久久不能平静，才来一趟的。苏小璐一番解释，他们就理解，只说了等苏崇、苏华考试之后再来。严家人来的是2个中年人，一男一女。他们说了请求，被拒绝后，还和苏小璐周旋了好一会儿，见实在是没有办法，才转身回家去。2月18这天，苏崇、苏华和周恒顺利的去应考了。此考为3天，比起前几次考试时间短了1半多，但压力上却是数倍之增。会试聚集的是大周朝内各个州内顶尖的学子，在从中取顶尖，压力可想而知。这一次是苏三郎和赵氏亲自送几人进考场的。咱们也回家吧。小玲、小璐，你们俩在家，我和你们爹去金红楼找何老板谈一谈合作上的事情。苏小玲和苏小璐点点头，陪着2个女儿回到家里之后，苏三郎和赵氏又出了门。走了远了之后，二娘，你想好了吗？二爹，我想好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一家人有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这次去就当是彻底解决了吧。他们瞒着儿女去的地方也不是惊鸿楼，而是严府。赵氏不想做回延绵，他只想做赵氏。齐新月对延绵做的事情他想不起来，他也不能替延绵原谅他。齐新月畏罪自尽就已经是一个了结。2人到了严府，小厮前来询问：你们找谁？我要见你们的大老爷，还请帮忙通报一声，就说我姓赵。小厮看着赵氏温和有礼，虽然衣着朴素了些，但他神态丝毫不卑。小厮不敢怠慢，连忙进府去通报了。严府内，严青云正冷着脸，严致远捏紧拳头，严真真擦了擦眼泪：爹之前不是说了吗？要给娘留个体面，爹为什么说话不算话？现在不但不让娘入土为安，还答应苏家人那么折辱人的要求。爹，母亲已经为他自己所做的付出了代价，人死债消啊！这才几日，你们着什么急？齐家那边都还没消息，你们现在把他安葬就没事了吗？事情没解决，只怕是下葬了都要被挖出来。严青云看着毫无耐心和谋算的儿女，心中也有烦闷。爹不过是不念情罢了，要是爹不愿意，谁敢动娘的坟？这左右不过是爹把利益看得太重而已。我把利益看得太重？明明是你们对齐家了解甚少。哼，爹难道不是把利益看得太重吗？齐家是野蛮子，爹是怕得罪了他们，有无尽的麻烦吧？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愚笨至极，愚笨至极！是，没错，我就是愚笨至极，所以从小到大才入不得您的眼。爹，我求你了，你就让娘入土为安吧，爹。严青云脸色都气白了，这一双儿女从来都不得他心，他们都是愚笨至极了。情和利本就绑在一块儿，不是你忽略就不存在。
他的苦心他们根本就不懂。我左右也是个垂老母死的人，如果你们不在意影响了后辈子孙，执意要现在下葬你们的娘，那你们就葬吧，他日后悔莫及时，可别再怪我无情了。他们只看表面，觉得齐行风莽撞无用，将来上战场也是必死之局，却忽略了冷静睿智的齐行之。齐家有齐行之在，岂会这么容易败落？齐家所有人的心眼谋算全让齐行之一人掌去了，有功名在，齐行之将来绝不会差了谁去。明明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他的儿子女儿怎么就看不明白呢？爹放心，有什么后果，儿子一人承担。颜真真擦了擦眼泪，也磕头。颜青云失望地闭上眼。大老爷，有人求见。不见。大老爷，他说他姓赵，是个妇人，身边还跟着一个独眼的男子。我快请他们进来，安置你们母亲的事情稍后再议。你们若是敢胡来，休怪我不认你们这儿子女儿。说完就快步朝外走去了。独眼男人赵姓妇人，不就是苏三郎和赵氏？颜青云来到府门外，看见赵氏和苏三郎，他连忙上前。绵绵、三郎，你们来了呀！严老爷，这次来，进去说，这是你的家。颜青云慈祥的眼里是一位老父亲期待的目光。赵氏点点头。你的院子已经修缮好了，想带着孩子回来小住，随时都可以。颜青云知道赵氏不会回来住，他看得分明，他能做的就是尽量交好，即便没有多亲的关系也不成仇。来到正院里，颜青云对颜致远和颜真真使了个眼色。这是致远和真真，是你的弟弟和妹妹。赵氏看了看颜真真和颜致远，他微微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这偌大的颜府，他只觉得很陌生，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颜大老爷，我这次来是想和你说一说我的事情。颜致远和颜真真立马就紧张起来。你说。颜大老爷，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说个清楚，对以往做个了结和释怀。你们都说我是颜绵，可我却不记得了。但那一日滴血认亲，你我血水相融，证明了我们父女关系，那我就是您的女儿颜绵。这段时间我也因此很是痛苦，但我想明白之后，我还是决定放下过去。以前的颜绵，就当她在17岁那年就死了吧。今后我只是赵氏，过去的事情我希望就此过去。现在他也过世了，人死债消，我不想再追究了。我现在的生活很好，我不想他有任何的变故，所以我希望我的生活保持原状。我也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您若是欢喜，每年过节我就上门来拜访一番。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话。赵氏认真的说完，就和苏三郎跪下去，对颜青云磕头拜了3拜。是为父做的不够好，这是你想要的，为父怎能不答应？以后有空常带孩子回来看看我吧。好。三郎，好好对我女儿，我现在郑重的把她交给你了。以前我是不知道，但今后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不会放过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待她好的。绵儿为父替齐氏谢谢你，他对你做了那么恶毒的事情，你能就此放下，留他体面，为父谢你。致远、真真，你们也该谢过你们的长姐。谢大姐宽宏。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我和三郎还要去齐家一趟，不便多留。颜青云瞪了颜致远和颜真真一眼，连忙送赵氏和苏三郎出去。他眼眶红了红，到了府门后微微哽咽，嘱咐：绵儿常回来看看。赵氏点头。
他心里酸酸的，以后节日他会回来看看的，就当是走一门亲。严志远和严真真对他疏离，他并不在意，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也有他的生活。等严青云过世之后，他就不会再回来了。二娘，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们去齐家吧。齐家想着齐行之和齐行风，赵氏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从心底感受来说，齐家给他感觉更亲和一点。苏三郎微微笑了笑，两人朝着齐家而去。严青云转回了主院，他神色恢复了冷漠。进门之后，你们的母亲可以下葬了，她戴罪之身，只有私下体面送走。哼，儿子知道了。严青云皱眉，他看着严志远这冷漠的神色，就明白他们父子之间失和了。严真真也是一脸失望地看着严青云。爹，娘原本是不用死的。这难道怪我吗？啊，我没有给他机会吗？我没有让他查清楚吗？他这条死路原本就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也不是我推他上死路的。你们现在恨我怪我，简直是可笑至极！滚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严青云怒火大吼，严志远和严真真什么也没说，都起身默默退下去了。出了主院，阿弟，娘去的憋屈，你若有办法，一定要为娘出了这口气。我若有机会，也会为娘出气的。我会记下的。他不会鲁莽行事，他会蛰伏，静待时机。总有一天，他会出了这口恶气。赵氏和苏三郎找到了大将军府，只说明了来意之后，小将就笑着说：“快请，我家将军说了，你们回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府里啊，随时都等着呢。”不用通报，小将还好似认识他们。赵氏和苏三郎都惊讶了，跟着小将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齐行风在练拳。看见苏三郎和赵氏，齐行风立马就惊叫出声：“姑母、姑丈，你们来看我了！姑母，你来的正好，曾祖父看见你啊，肯定高兴的昏过去。”“哎呀，呸，胡说八道，不灵不灵。”“你有口无心，不会灵的。”齐行风没心眼儿，说话过急都是有口无心。齐父和齐母都在，齐行风把赵氏和苏三郎带到，齐父激动的起身：“哎呦，我这老腰啊！”“哎呀，你看看，这闪了腰了吧？你慢慢来，急什么啊？”“哎呦，我这老腰啊！”“哎呀，你看看，这闪了腰了吧？你慢慢来，急什么啊？”“啊，表妹夫，你们来了。我这太激动了。你们快坐。啊，我这没事，是老伤了，只要平时不跑不跳都没毛病。刚刚不小心闪了一下，哎呀，没事的。”“我家小鹿是学医的，明儿我让他来给你看看吧。小鹿医术很好的。”“啊，好啊。”“姑母，小鹿还会医术啊？他武功那么好，怎么还有空学医啊？他也太厉害了吧！”“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只能学一样东西啊？你看看你苏崇表哥啊，不但武术了得，人家学问也一点不差。”齐行风不好意思摸摸头，这表哥和表妹真是让他崇拜。得亏你们没有这样的孩子，哎呀，不然都会被气得少活几年。哎呀，哪里会？行风性子直率，宽和善良，是难得的好孩子。是啊，一看就是孝顺的好孩子。孩子被夸奖，齐父和齐母自然高兴，齐行风也心情飞扬。嘿，姑母、姑丈，你们先坐会儿，喝茶，我去叫曾祖和行之过来。行之啊，正陪着曾祖下棋呢。去，快去！齐父挥挥手，赵氏有些紧张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的就有些紧张。齐父看出来了。哈哈，表妹啊，你不用紧张，祖父待你一直很好，你能平安比什么都好。前些日我们也告知他了，他也时刻等着你来看望他呢。这几日要不是行之那孩子劝住了他，他早就忍不住去看望你了。祖父性子和行风一样的，要不是行之啊，我们还真劝不住他。赵氏笑了笑，只是听着他都觉得心里一暖。齐母问起了赵氏这些年的生活，两人聊起来，赵氏也没有来时候那么拘束了。而此时的齐行风火急火燎地跑进了齐老将军居住的竹院。
曾祖父，请之，好消息，有好消息！信封要是有你半点冷静就好了，全家人的心眼儿都让你长完了。多谢曾祖夸奖，行之。曾祖，行之，姑母和姑丈来了。什么？你刚刚说什么？大哥，你说姑母和姑丈来了？是啊，他们在主院和爹娘说话呢。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过去！那小鹿、小玲来了吗？没有，就是姑母和姑丈一起来的。齐老将军没有心思听这些，他现在只想见一见人。他立马动身出去，齐行之却是若有所思的自语：只有他们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不等到大表哥和二表哥会考结束，而且小玲和小鹿也没有来？古怪。齐行风一把拉着齐行之去追齐老将军。哎呀，这时候可别嘀嘀咕咕了，不就是姑母和姑丈来看看吗？有什么古怪？来到主院正厅，齐老将军一进门，看见赵氏坐在那儿，他忽然就顿住了。齐父看着情绪激动的齐老将军，有些担忧，连忙起身上前扶住齐老将军。哎，祖父，你别激动。滚一边去，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赵氏看着齐老将军，心里一酸。齐老将军，叫什么老将军？叫我外公。你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别跟我说什么失忆不失忆的，你失忆不失忆都得叫我外公，这改不了也不能改。这几天我常常看你的画像，但画像哪有真正的你好啊？什么也别说了，回家就好，回家就好啊！小子，得亏行之说你对我外孙女不错，不然今天看见你，我高低得打断你一条腿。齐老将军郑重地拍了拍苏三郎肩膀几下。多谢外公。外公啊，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对绵绵好的。啊，不错，是个有真心的人，眼神坦荡，可信。齐老将军满意的点头，对苏三郎表示了认可。你放心，你受的委屈，外公会替你讨回来的，该你的谁也拿不走。谢谢外公。两个丫头怎么没一起来呀？我也想看看他们。赵氏看着齐老将军，一时间心里也有愧意。这时候齐行风乐呵呵地说：曾祖想看，那还不简单吗？我去接他们过来就好了嘛。姑母、姑丈，你们坐着，我这就去把他们接回来。这孩子性子就是这样。行风挺好的，直率良善。表妹，小鹿学医几年了？拜师没？不等赵氏回答，小丫头学医好啊，我在太医院认识人，让她进太医院学一学吧，学个几年出来就能自己开个医馆了。外公，小鹿有师傅了。哎，外面那些赤脚大夫哪有太医院的御医医术好啊？你别嫌麻烦，这对外公来说就是小事一桩。对呀，表妹，这一点也不麻烦。小鹿的师傅已经很厉害了，真的不用了。他再厉害，还能比太医院的御医厉害吗？你说，小丫头的师傅姓甚名谁，出自何方？小鹿的师傅姓吴，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他出自名古，是名古医道的传人。神医？齐父下巴都惊掉了，出自名古，姓吴，还是名古医道的传人，那就只有那位了吧？齐母也是惊讶，这也太惊人了。齐老将军愣了愣，然后不太确定地问：是那个脾气不是很好的怪老头，长得跟谁欠了他几百两银子的那个老头？齐行之凝思着，他好似想起来了什么。姑母，前几年我就听闻名古出了新的传人，那个新的传人难道就是小鹿吗？夭寿了，小表妹竟然是神医徒弟，小神医，小年纪就出师了，这也太惊为天人了吧？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小鹿出师好几年了，前2年的时候他还会回来带小鹿去历练，最近2年都没有回来，传人还是什么的，我们也不太清楚。苏三郎心里也觉得自豪，为苏小鹿感到自豪。反正有时间，这段日子就住下来，
好好把你们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吧。这样看来，他那个外曾孙女还有点不凡，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他都忍不住好奇。哎，那可太好了！听说小鹿丫头武功极好，让她和邢风切磋切磋，让我也观摩一下。表妹，你们就住菊园，房屋都收拾了一遍，什么时候住都可以。外公，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说明白的，我已经嫁做人妇了，我很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我不想他们有什么变化。延绵只是我的上半生，而赵氏才是我的后半生。其实我和三郎是瞒着孩子们过来的，前不久我们才从严家出来，关于齐新月曾经做过的一切我也都放下了，他人已经死了，那就生死债消吧。赵氏垂下眼眸，这就是他的心里话。苏三郎在一边牵住了赵氏的手，无声地给他力量。绵绵，你能有如此的宽宏大量，不追究过去，不牵累其他人，外公也不会干涉你的决定。你现在生活圆满幸福，外公心里也放心了。过去的不想深究，那就让过去过去，今后好好生活。外公年纪大了，知道你如今一切安好，我也就安心了。以后常常来小住几天就好，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别藏着掖着的，回家来和外公说说。在这进城里，外公只要还在，还是能说上一两句话的。齐老将军缓缓说完，温和慈祥的眼神看着赵氏，看见赵氏就感觉看见了女儿一样。齐心雨去世的早，他把给女儿的爱都转给了这唯一的外孙女。谢谢外公。他看着齐老将军，眼眶微微红了，他能感觉到齐老将军是真的心疼他。姑母，你快跟我说说嘛，小鹿的武功是跟谁学的？我大哥说他和大表哥都是用剑的，而且剑法超高。齐行之这会儿对他们都好奇极了，总觉得这普通的一家人有太过不普通的境遇。小苏和虫哥的武功都是跟龟游先生学的，学了好几年。龟游？是鬼道派天下第一刀剑的龟游吗？是的。小鹿和大表哥也太厉害了吧，当年大哥也想去拜师，龟游前辈没有收。齐父和齐母都一脸震惊，这可真是厉害。当年秦风习武，喜好刀剑，我就带他去找那龟游拜师过，只可惜没成。说邢风根骨拙劣，性子如火，不适合练刀剑。哎，爹，那现在苏虫是我们大表哥，龟游前辈就等于是我们的师叔了。齐行风要是知道，一定会很高兴激动的。哈哈，的确是这样。从外面回来的齐行风只听到了龟游两个字，他大声喊道：爹，我刚刚听到龟游前辈的名号了。哎呀，小鹿小玲，你们能不能走快点，我听得不太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我要赶紧过去听了。没关系，你去吧，这么近我们找得到。苏小鹿也挥挥手，齐行风顿时就高兴得宛如一阵风，跑得没影。他把苏小鹿和苏小玲接来，任务就完成了。现在听见崇拜之人的消息，齐行风顿时就后悔，早知道这差事就让弟弟去做了。齐行风跑没影之后，苏小玲无奈笑了笑，他还真是个人如其名，行风行事如风呢。急急匆匆，来去无踪。哼，这倒是。齐行风已经急匆匆的到了正厅。哎，你们刚刚说龟游前辈什么了？哈哈，你算了，这个事情为父也不知道怎么说。齐母无奈的笑了笑，齐父话到嘴不说，已经让齐行风着急无比了。哎，大哥，你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你想拜师龟游前辈不成，但大表哥和小鹿都是龟游前辈的徒弟。哎，这不对呀，小鹿和大表哥的剑法我都见过，和龟游前辈完全不像。要是龟游前辈教的，怎么会一点看不出来呢？恰好这时候，苏小鹿和苏小玲进屋来了。小鹿，这个疑问呢，只有你才能解答了，你快告诉他吧，不弄个明白，那他接下来就要寝食难安了。龟游师傅只教我们练内功和基础剑法，而我们学成之后，见招随心而走，看似无招，却有千招。哎呀，这可真厉害！
齐行风发自内心的羡慕。小丫头，竟然是你！齐老将军站起来，他看着苏小璐，眼神里是惊讶，久久难以平息。苏小璐看着齐老将军，我也没想到，你的伤好了吗？看见齐老将军，苏小璐心里最后一点猜测也得到了证实，她也是惊讶的。原来他误打误撞救的人，竟然是他的亲外曾祖父。好了好了，他又看了看苏小璐身边的苏小玲。好，到了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苏小玲笑意温柔。小玲，谢谢外曾祖。小璐，我现在能和你切磋切磋吗？可以啊。那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表哥，你看我们现在不分高下，你猜我要是要打败你，我会用什么方法？什么办法？那你可就看好了。苏小璐腹黑一笑，用极快的轻功掠过，扯了齐行风的头发，把他惹生气，让他来追他。追也追不到，打也打不到，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哎呀，我认输了。表哥，你看，要打败你还是很容易的。表哥，你猜用什么方法能打败我呢？啊，我还能打败你？我怎么打败你啊？很简单，不要追着我，做好陷阱，等我来找你就行啦。齐行风摸摸头，感觉好似听懂了，又好似没听懂。他摇摇头，眼睛发亮地看着苏小璐。小璐，我能天天来找你练吗？你每天都这样打我，行不行？齐行之不厚道地笑出声，这么奇葩的要求，也只有他大哥能想得出来了。苏小璐看着齐行风，一脸求贤若渴的样子。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有空的时候我随时奉陪。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切磋切磋别的。可以呀，你说什么我都答应。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从现在开始，你每句话只能说3个字，最多不能超过5个字。你要是做得到，我跟贵游师傅求一把他亲自打造的剑送给你。而这个游戏1年之后结束，你要玩吗？小璐，你是不知道你表哥的性子，他哪里做得到啊？哎呀，大哥，你要好好想想啊！才1年时间，你要是做到了，那就有一把贵游前辈给你打造的剑了呀！这机会难得，这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向来性子急如风的齐行风少有的安静沉默了，思绪在心里憋一圈，他脸已经红了。他不知道该不该答应，答应了吧，他就不能痛快地说话了；可不答应，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齐父也突然收起了笑意，变得严肃起来。是齐母拉了拉他袖子，严肃地对他摇摇头。这件事不一般，看似是苏小璐一时兴起的玩笑，但实际上却是在磨练齐行风的脾性。齐行风本就性子直率，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他不怕艰难险阻，自己的儿子自己心里最清楚。齐母已经在心里捏了一把汗，他希望齐行风能够答应。好，我答应。他实在是太想要归游亲自为他打造的剑，1年而已，他一定能熬过去的。那好，从现在开始，你要选一个贴身随从，你每天说的话都让随从记录下来。如果你有哪一句话超过了5个字，多出1个字，游戏结束的日子就往后推1天，你拿到剑的日子也就会往后推1天。行，我一定要拿到那把剑。齐行风很坚定地说，连回答都被他放慢，分成了几段话。表哥，我给你一个良策，想要做到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说话，先把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一遍，想出能精简到只剩下几个字之后再开口。如果齐行风能坚持1年，那么1年后他将彻底改变，浮躁将彻底从他身上褪去。在长达300多天的磨砺下，他会变得沉稳，会懂得三思而后行。好，就定了。齐行风憋红了脸，才把到嘴边的许多话吞回去，最终只转为这2个字：就这么说定了，他一定能办到的。好，就这样说定了。好样的，老大，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齐母感激地看了一眼苏小璐，然后鼓励齐行风。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齐行风有一天也能被制住。
其父从一开始不懂到现在已经全部明了。他给齐行风一个坚定相信的眼神，鼓励他。好，好。齐老将军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看着苏小璐，眼神慈祥温和。他这辈子呀，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满足了。齐行风脸通红，他张了张嘴巴，着急得很，许多想说的话憋到最后，他说：我可以。表舅、表舅母，还是先回屋坐着吧，我给你们都号脉看一看。好嘞，好嘞。也不急这一天，这几天都在这里住，慢慢看，别累着你了。绵绵、三郎，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小玲，到外曾祖这儿来，我就看你文静，一看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你给我说说你们一家人这么多年的事情，我想听一听。苏小玲乖巧地点点头，走到齐老将军的身边去。苏小璐给齐行之把脉，苏小玲缓缓地说起了过去。齐家人都安静地听着，他们都忍得住，知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唯独齐行风憋红了脸，每次只咬牙切齿地说出几个字：可恶，过分，真可恶。哎，大哥，你这也太上火了吧？小璐啊，他这样嘴会长燎泡吗？太上火了是会长燎泡溃烂，所以接下来的一年让大表哥多喝菊花茶降火吧，食用清淡就行。苏小璐给齐行之写了一个药方，然后交给齐行之。二表哥，你身子弱是胎中带来的，现在的身体弱易喘都是老毛病，只能够慢慢的休养。这个养生药方你每日食用，2年之后就能够强身健骨，改了这手脚无力易喘的不足之症。这太好了，小璐，谢谢你啊。苏小璐又给齐父把脉了，齐父身体有许多的暗疾，都成了老毛病。苏小璐一把脉就知道齐父这些是老毛病了，他没说话，默默地写起药方来。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苏小璐也给齐家每个人把完了脉搏，写好了药方。苏小玲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完了。好了，如今全都过去了，以后都别怕，有我给你们撑腰了，谁也不能欺负你们。道士眼眶酸涩，他垂下眼眸，将眼泪都忍回去。他一直都是爱哭的人，高兴了哭，难过还是哭。走，吃饭去。今天是这几年最高兴的一天。齐母眼里笑意温柔，赵氏心里一暖，也会心一笑。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除了陈虎家以外的人家里吃饭，温馨的亲人关心地关问他们，将距离拉近，脸上带着笑意，心里也是暖暖的。吃饭的时候，知道苏小璐还和苏小玲一起睡，齐母笑着说：姐妹俩感情真好，不像是儿子。行之和行风小时候啊，根本没法睡在一块儿。那还不是因为大哥睡觉太不老实了，他睡觉还要练拳，我睡着睡着就被他打2拳，打得我嚎啕大哭呢。要不呢就是一脚把我踹到地上，要不就是所有的被子都被他卷走，直接把我冷生病。对对。齐行风憋红了脸，许多想挽回自己颜面的话语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只吐出了几个字：弟弟弱。行之身子骨太弱，这也怪我当年怀着他的时候动了胎气，行之差点就没了。当年呐，实在是太凶险了。齐父在那次受伤里落下了无法治愈的暗疾，自此再也不能动武了。或许是老天爷觉得我们齐家流的血太多了，才让娃子捡回一条命。上天垂怜是好事。外公、表哥、表嫂，我敬你们一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能有安宁之日，多亏有你们来保家卫国，才有天下百姓平静宁和的日子过呀。说得好。以后有我保卫你们。大哥最棒。
他笑眯眯地看着温柔的姑母、温和的姑丈、温柔懂事的表姐，还有机灵可爱的表妹，心里暖暖的。吃完饭之后，有下人带领苏三郎、赵氏和苏小璐、苏小玲去菊园。夜里，苏小璐靠在苏小玲肩膀边。姐姐，我喜欢这里。我也喜欢这里，以后要常来看看外曾祖。苏小玲笑意渐深，她最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她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感激。姐妹两人靠在一起，都带着笑意入睡。赵氏心情明显变得很好，解开这个心结后，她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做不做延绵对她来说都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延绵还是赵氏，她的生活都不会有变化，这一份宁和不会被破坏就已经足够了。而在苏三郎一家人回去之后，齐老将军带着一家人出府了。他们去的不是别处，而是严府。现在齐老将军一家人都来了，严青云顿时就慌了。小婿见过岳父大人。你多礼了，你这地方我也许久没来了，突然想起就来坐坐，你不会不欢迎我吧？齐新月做的那些事情可以生死债消，但属于他女儿的那些东西是不可能就这样消去的。他们霸占了这么多年，是时候物归原主了。岳父您说笑了，小婿这儿永远都欢迎您大驾光临。贤侄啊，行风行之，你们也快快请进。当年我女儿的陪嫁礼单你还留着吗？严志远听着就皱起了眉头。严青云只是愣了一下。当然还留着了。还留着就行，若是鱼儿还在世，这些东西也会留多数给绵绵做嫁妆。现在鱼儿已经不在世上，绵绵也丢失20多年，现在他回来了，由我做主，将鱼儿当年嫁妆的8成作为嫁妆给绵绵，你没有意见吧？岳父说笑了，我怎么会有意见？这件事儿就算您不说，我也有此意。今天您开口，那我也在此保证，待我清理一番，就将那些东西交给绵绵。你能答应，那是最好不过了。请岳父放心，不日呢，我就会送去给绵绵的。到时候啊，请侄儿或者行风行之一起过去做个见证。我没问题，乐意跑这个团。没问题，我算数最好了，能帮上忙我太乐意了。齐行风憋了憋，许多跑到嘴边的话被憋回去，最后他只憋出2个字：愿意。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我一直很相信我当年的眼光是没有看错人的。趁着我还走得动，也别推推拉拉的，就5日后吧。5日之后我还会过来一趟。你如今也是朝中大臣了，做事情也不需要谁操心了。我请岳父放心，小婿明白。好了，该说的也说了，我们也回去了。刚刚齐家来过，你们都知道了吧？当年齐新宇带过来的嫁妆，他过世之后你们母亲嫁过来，这些东西都交给他打理了。怎么到现在那么多铺子都关了，现在只有一家香膏脂粉铺子还在。这么多年来，爹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这几十年下来，有的铺子经营不下去，自然就关闭了。家里现在有的都是我娘后来自己经营的，和齐新宇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东西都是娘拼命留给他们的，无论如何她都是要把这些东西保住的。荒唐！别的铺子经营不下去还可信，那布庄怎么会倒闭？他的布庄倒闭了，你娘开的布庄这几十年怎么也没倒闭？怎么就没有经营困难？严青云心中气愤，齐新月倒是好手段，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属于齐新宇的都换成了他自己的。爹这是什么意思？爹是怪我娘坚守自盗的意思吗？那爹为什么要把那些交给我娘来打理？谁能保证做生意就一定能赚钱？如果爹认为是我娘做的不好，
那他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那些铺子就是不能赚钱关闭了，那些银钱，爹每年关系流通也花费不小吧？严志远心里有怨气，他真的是太愤怒了。他知道自己亲娘手段歹毒，可这些不都是严青云默许的吗？怎么出了点事，他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过错都要一个死去的女人来背负？哼，我倒是小瞧了你，今日才知你是个硬骨头。你这个蠢货，你以为我现在在做什么？说了你也不懂，你就跟你那娘一样蠢，心里只装了歹毒的心思。老子要是能回到过去，你一生下来就摁死你了。爹除了说这几句还会说什么？就这几句话，儿子听了太多遍了，早就听烦了。严志远发狠地直视严青云，他不像是以往被骂就低头，这一次他抬起头来了。他知道严青云对齐家百依百顺，无非就是怕齐家那个老东西。齐家再厉害，也只是齐老将军说话有几分力量，但他身体不好，熬不了2年了。老东西的孙子早就不行了，曾孙也不足为惧。齐行之文不成武不就，齐行风有武没脑，这种人一上战场就得死。这样看着，齐家何惧之有？严志远越想心智越坚定，他没错，错的是他爹。你这个逆子！爹怕齐家，我可不怕。爹要拿家里东西去平齐家的怒，我不管，但属于我的东西，我不会让爹动1分。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和陆氏就先下去了。严志远垂下头，拱拱手，然后就带着陆氏离开。严青云气到发抖，许久都回不过神来。他是那么的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个儿子永远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一生都聪明，知进退，明得失，是所有人都公认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却偏偏生下一个如此蠢的儿子。时也命也，一切都是命啊！苏小璐一家从齐家回了住处，苏小璐和苏三郎留在家里，苏小玲和赵氏就出门去买菜了。明天苏崇、苏华他们就结束考试了，赵氏就想着买点好菜给他们补补。考试总是很辛苦的，母女2人一起去了菜市场挑选，买下半扇羊参，连骨带皮一起的，买2条鱼，又买些猪肉、猪骨等。遇见周文静的时候，苏小玲心里警惕了几分。姑娘，好久没看见你了呀，可真是巧啊，又遇见了。哎，这位是你娘吗？哟，你们母女长得可真像啊。你们今天买了什么菜呀？只是一些常见的肉，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是，这菜场啊，天天也就这些东西嘛。我还没有买好呢，就不和你们母女唠嗑了，改天再遇见了再和你们说话。大姐啊，你看着可真有福气，真让人羡慕，有这么好的女儿。咱们下次见。周文静说完就去了其他地方。这位夫人，你认识她？不认识，就是买菜的时候遇见2次，没什么交集。他不想母亲记住，所以就往淡了说。这段时间的日子好不容易过去，母亲好不容易才安心点，他不想让母亲再操心了。上回周恒叫他小心这个女人，今天他也特地观察了，他觉得周恒说的没错，这个女人一点也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妇人。她常常掌勺，还有苏小璐研制的护肤膏保护，她的手掌也有老茧，但那个女人却一点都没有。那个女人有什么目的，苏小玲不知道，今天也是一个意外。好多天没有到这菜场买菜了，今天一来就遇见，可真的是太巧了。不管怎样，她有戒心，下次就会避开这儿，不管来人有什么招，她不入套就行了。娘，你说这次大哥他们能考得怎么样？苏小玲转移了话题。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走到现在，已经是娘没法想象的事情，怎么都好。娘只希望他们不要太苦，还有你和小璐，你们都平安喜乐就好。娘放心吧，我们都会过得很好很好的。赵氏侧头看苏小玲，
眼眸温柔，他诚心求老天保佑，保佑他的孩子们都能平安喜乐。回到家，赵氏就和苏小玲收拾买回来的菜。晚上的时候，苏小璐到隔壁请刘子金的随从福贵一起吃饭。苏姑娘，我谢谢苏老爷和苏夫人的好意，但我不去了。姑娘心善不介意规矩，但我不能逾越了。姑娘快回去吧。福贵笑着拒绝了，他只是王县令府内的一个下人，规矩不能忘。福贵垂着头谢绝了苏小璐的好意。苏小璐也不会强人所难，他点头没说什么，转身回家了。不过没多久，他抱着一个大碗过来，里面有肉和菜，还冒着热气。所以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邻居，邻居之间相互送点东西，很正常的。苏姑娘，谢谢了，就这一次吧。希望姑娘谨记，人心难测，既然分有阶级，最好便是莫逾越了。下人有下人的命。我知道，你能被刘子金选做随从，自然有你的过人之处。你脑子也挺灵活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直说吧。刘子金和我大哥有结拜之情，他这次来就带了你一个人，你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考试就要结束了，总会有一些人妄想要做点什么。你要是做了对刘子金不利的事情，你这么聪明，肯定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请苏姑娘放心，我是不会被逐的。王老爷对我有养育救命之恩，我也是识字的。如此重恩，我若是背叛老爷，天理不容。他是不可能被逐的，他陪着刘子金来，除了照顾，就是要盯紧刘子金不变心智。不过这些话他不会直白地说出来，相信以苏小璐的聪明，应该也明白。不会最好。刚刚开门，就恰好有一辆马车而来。齐行风高兴地从马车上跳下来。姑母，我来了。姑母、姑父、小玲、小璐，我们呢是奉曾祖父之命来的，和你们一起去接人，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家。曾祖还没有见过大表哥和二表哥呢。好，他们也没有见过外曾祖，是该见一见了。姑母，你们快上马车来吧。表哥再接再厉，你做得非常好。齐行风脸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憋出2个字：一定。到了考场，随着时间临近午时，考试结束。没多久，苏崇、苏华和周恒、刘子金就结伴出来了。爹娘，我们回来了。你们饿不饿？娘带了包子和馒头，还热着呢。有吃的，那真好啊！早上在里面呢，只吃了1碗稀饭，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也快吃点吧。刘子金笑着点头，拿了一个馒头和一个包子吃了起来。齐行风弱弱开口：想吃。他不能说太多字，但他生动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哥，我们出府前可是吃过了，可不只是1碗稀饭呢。齐行风脸一红，他知道啊，他是吃了3碗瘦肉粥，还有2笼水煎包，还有4个鸡蛋，还有一些凉牛肉。行风，吃吧，吃多少都有，不够姑母改天再给你们做。行之，你也吃点吧。齐行之轻咳一声，有些不好意思的接过。他也觉得脸热，他来的时候也是吃饱了，可看见也忍不住想吃。赵氏笑意温柔：这几天你们不在，有些事情你们也不知道。爹娘已经去看望过你们的外曾祖了，他年纪大了，很想念你们，我们一起过去一趟吧。齐行风和齐行之一起点头。齐行风不能说太多话，话到嘴边骤然收口，转而看向齐行之：你说。大表哥、二表哥、周三哥，我们是特地一同前来接你们的。曾祖很想念你们，宴席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我把你们都接过去，而且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你们说。齐行之看了看刘子金，拱拱手：刘公子，相逢就是缘分，一起去吧，我也很想和你交朋友。齐公子相邀，我等岂能不应？如此便打扰了。周恒微微一笑，点点头：多谢。请。等他们上了马车之后，齐行风就骑着马，齐行之和苏小璐坐在外沿。到了大将军府后，小厮很快进去禀报，没多久，齐老将军和齐父齐母就亲自出来迎接了。说起来，我们也是第2次见面了。苏华温和点头：是的，上一次多有冒犯。不是冒犯，是救命。你们都是好孩子，
回了外曾祖家就跟自己家一样，不用拘谨。走，先进家门再说。齐老将军看着苏宠、苏华，心里满满的欣慰，这是他女儿的亲外孙呢。若是在天之灵看见，也会欣慰吧。齐老将军随和，齐行之幽默，其父温和宽厚，齐行风有苦中不能多说话，其母温柔，相处起来竟无半点不适。等吃好晚宴，天已经黑了。刘子敬告辞，由齐行风亲自送回去。苏崇、苏华他们也都洗漱一番歇息，干净舒适的环境让他们都彻底放松。昨晚都睡得好吧？以后啊，要常回来看看我才好。我虽然老了，但好歹也是见过风雨的人，以后有什么不解之处，也可以同我说说。一家人相互帮助，才能够走得更远。我们知晓。苏华浅浅一笑，点头。齐老将军视线落在周恒身上。此番考试也快结束了，你和小林的婚事也要提上日程了吧？苏小玲今年18，婚事已经是迟了，所以应该尽快完婚，避免夜长梦多。京中繁华，周恒见过的少，趁早完婚才能避免出意外。苏三郎和赵氏都太善良，他们肯定是相信周恒，只会等周恒主动提起，而不会主动来安排。齐老将军问起，周恒愣了一下，竟不知该怎么回答。苏三郎和赵氏也是愣了，这件事情他们还没有跟齐老将军说过，想着周恒的身份，一时间也觉得太复杂。他们正想替周恒解释一下，齐老将军看见周恒愣神，就冷了脸，直接问：你小子作何犹犹豫豫的？你心里要是起什么歪主意，有你好果子吃。我齐家人可不是吃素的，且都信蛮力。要是气恼了，只能是你多担待。周恒知道齐老将军误会了，他没有犹豫，立马就起身对齐老将军鞠了一躬。齐将军，我周恒对苏小玲的心日月可见，我愿意娶她为妻，这是我的梦想。能早点娶她，我做梦都会笑醒。既然愿意，那你犹犹豫豫的干什么？苏小玲已经脸红了。齐将军，我犹豫是因为我还不能娶小玲。此事说来话长，请将军听我慢慢说来。周恒立即就把他的身份说给了齐家人听，等他们听完也就都明白了。他和苏小玲的亲事还真不是能快快解决的事情。齐父抓了抓头，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齐行风和齐行之神色震惊，齐行风脸都憋红了，才把到嘴边想问的话憋回去。你说的都是真的，不是骗我和骗他们的。齐老将军严肃地看着周恒，盯着他的脸，不放过周恒任何一丝面部表情。皇子的身份，还是皇后的嫡长子，这不是儿戏。周恒要是骗人，他就死定了。周恒直视齐老将军，开口：我刚才所言，一字一句都是真的，如有半句虚假，天打雷劈，三界不容。齐老将军看着周恒，他经常见皇上和皇后，周恒的面相没有半点和帝后相似之处，但他也解释了，因为在逃亡的时候为了一绝后患，神医为他推骨了，他的相貌不会和父母有任何相似，就是亲人站在面前也认不出来。此事非同小可，当下的确是二皇子殿下最得圣宠。此事非同小可，当下的确是二皇子殿下最得圣宠。二皇子也的确心思深沉，全京城都知道那个批命，皇后也的确不喜欢他。我与魏大人也算认识，今日我知道了你，就断然不会坐视不理。你要见魏家人，便由我来牵线吧。明日我去拜访一下魏大人，你等我消息就好。齐老将军有了主意，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做。周恒点头，他对齐将军，谢谢你。
有齐老将军帮忙，他想要见到外公就方便了很多，也会少了许多的危险。我帮你，但你也要答应老夫一个条件。等你恢复身份之后，就要立马和小林定亲，而且小林必须是你的正妃。齐将军，这不用您说，我都会做到的。我恢复身份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小玲为妻。小玲不只是我的正妃，也只会是我唯一的妻子。便是将来我走到位子上，我的身边也只会有她一人，不负不弃。苏小玲已经是满脸通红，她羞涩地低下头。周恒此刻的情意，她都感受到了。好，如此最好。齐老将军对周恒非常的满意。如果一个君王不沉迷美色，那就有更多的时间治理江山，这与国与民都是一件好事。周恒直白的心计，苏三郎和赵氏都忍不住笑意不断。苏小玲脸通红，心里如同吃了蜜一样。苏崇几人也露出笑意。第二天，齐老将军就郑重的出府，小厮立马就去禀报了。没多久，太师魏光荣的儿子魏小天就出来迎接了。齐大将军，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过来了？快请，快请进。你爹呢？家父身体抱恙，不便见人。大将军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我这小辈说说。这事儿你做不了主，我必须见你爹才行。醒醒！进屋之后，就看见魏光荣躺在床上，脸色看上去不是很好，很虚弱，病态显露。是谁来了？是老夫。是齐老将军光临，请恕我不能亲自迎你。将军前来是为何事啊？为了皇后的嫡长子，你的亲外甥的事情而来。不瞒你们，如今大皇子就在我府上。你说什么？爹，您别急。你刚才没有听错，我说大皇子殿下现在在我府中。此事有些复杂，但你听我解释之后，你就知道前因后果了。等魏光荣父子一问，齐老将军就把事情说给了魏光荣父子听。魏光荣和魏小天都神色复杂，魏光荣听着，眉头逐渐紧皱，他看着齐老将军，露出了怀疑之色。这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情？你走丢20多年的女儿找回来了，他们养大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恰好是周恒，周恒还和你的外曾孙女两情相悦了。的确是这样，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子。大皇子危机四伏，他能信任的大概就是你。我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肯定不会不管。你这是什么表情？我有那必要开这样的玩笑？你这是什么表情？我有那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将军息怒，此事非同小可，马虎不得。我还要查了清楚才能确认。大皇子失踪多年，他的身份需要经过重重验证，确保无误才行啊。那你什么意思？现在让你去见一面他，你见识不见？他最讨厌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是不是亲人，他觉得见一面就知道了。亲属之间冥冥之中是有牵绊的，就像是他的外孙女，哪怕20多年没见，哪怕他已经容颜老去，见他第一眼，他就知道赵氏是延绵，哪像是魏光荣，顾忌这么多，见一面也不会怎样。我是看你是个人物才来走这一遭，你要是不愿意见，那就算了，我去请旨见皇后，亲自跟她说。将军您消消气，我爹不是那个意思。我见，那你今晚或者是明天直接来我府上见，其他的见了之后再说。那就今晚吧。可以，那就今晚等你过来。你要是不来，明天我会进宫去。
他表达得很清楚了。魏光荣要是有什么小动作，他也不是傻子。我一定会来的。魏光荣真的是无言以对。那我先走了。魏小天把齐老将军送出门，就连忙回来了。他上前在魏光荣床前关问：爹，你还好吧？把暗卫全派出去，速度要快。里面好好查一下这个周恒到底是什么人物，在京中见了谁，和谁交好，一一查实再说。爹，你说这会不会是真的呢？齐老将军心直口快，他不像是那种能撒谎的人，没准儿恒儿还活着。前不久那只是假的，而那尸体只是二皇子的阴谋，我们得到的消息也只是一个阴谋。提及前不久的事情，魏光荣眼神有痛色。他早已没有了良心，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那一具尸体的身份已经确认无误，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周恒，虽然样貌也不一样，名字也有音色之差，有些东西也对得上，但大意不得。你先去查吧，你好好查，这几天爹会稳住齐老将军。这件事没查清楚，不许走漏任何消息让你妹妹知道，你可明白？爹，你放心，我知道，我会查清楚的。爹，晚上我和你一起去吧。你先吩咐下面人去查吧，晚上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安排好了一切，魏小天才安心了一些。想着爹的身体，他又叫来管家吩咐熬药的时候家人伸进去，再把提气救命丸准备好，这些都是晚上要用的。他有预感，晚上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平静。齐老将军回府就对周恒说了晚上魏家会亲自来见他一面的事情，让他一切安心。反正今晚见面了就能说清楚了。周恒点头，他感谢齐老将军帮助他。如果没有齐老将军，他和外祖家见面不会这么容易。中午的时候，周恒回房小憩，看见桌子上压了一张纸条，他愣了愣，下意识地四处看了看，拿起纸条展开查看。兄长安好，弟在平江楼等兄弟来见。志。纸条是周志写的，只有这一句话。这时候周志要见他，是为什么？周恒想不通，但他若是不去，恐连累苏家人，让他们有危险。这件事本也和他们无关，无论他想不想，都必须去见这一面才行。周恒避开了大将军府所有人，从后门出去。平江楼离大将军府不远，只有半刻钟的距离。周恒刚进平江楼，就有人来接他上楼。周公子，请喝茶，大哥。你叫我来，是为了何事？兄弟之间水火不容，这是无法改变的局面。大哥，叫你来也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想和大哥聊聊天，说说故事罢了。什么故事？我洗耳恭听。这件事儿要从几年前说起了。大哥可还记得，有一年你书信一封送我回到了京城来。周恒紧张了，他紧张地看着周志。那一年他送信回京，结果却是归期不定。原来那时候他就已经容不得他了吗？那一年你久病痊愈了，那一年我的双腿截去了。你估计这辈子都不能想象干得如同是枯枝一样的肢体是什么样子的。母后见了你的信很高兴，可在看向我的时候，她眼里的高兴又能瞬间隐去，对我的厌恶是藏也藏不住的。我不想你回来，至少不是那个样子就回来了。我布下了一个局，我找了一个人代替你，以你的身份潜藏着，等着我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被找到。半年前在芙蓉洲遇见你，我就知道时候差不多了。我把他的消息透露给了母后和魏家，他们欣喜若狂，又小心翼翼地防着我，怕我察觉。这半年为了将那个周恒接回京城，前前后后派出去了几百个暗卫，也是煞费苦心了。为了杀他，我的人前前后后折损了上百人，终于在入京的时候将他斩杀于京城50里之外。10多天前他的遗体才入京，魏家主见了棺木就服棺痛哭倒了下去，生起了大病了。宫里的母后知道了消息，也是伤心痛哭，生起了大病一场。在那个周恒入京前，
母后为了给他扫平障碍，设宴给我下了毒，但那事算了，我命太硬，便是进了鬼门，我也回来了。大哥，你说你现在突然冒出来，他们是信你还是不信呢？周至抬眸，冷漠的笑意透着嘲讽。周恒思绪杂乱，他不该来见他的。周至不会杀他，他要做的远比杀了他更阴暗。你到底想要什么？大哥，今天如果不来，魏家或许不会怀疑你。可惜的是，你不够了解你的对手。你来了，我想要什么，你既给不了，也拦不住。故事听完了，你也该回去了。阿志，一切和苏家无关。如果你想要我的性命，大哥，你活着远比你死了更有价值。我说了不杀你，就不会杀你。周恒的世界太过单纯了，他把一切想的都太简单了。他从来都没有把周至当成对手，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大哥，你可以回去了，再不回去，他们该担心你了。周恒快步离开。主子，回府吧，照计划进行。恒弟，这刚出锅的桂花糕，现在吃点正合适。我估摸着你也醒了，我没估错吧？刚好。以往他若是午睡，就是睡这么久。两人一起出门，大家都在吃桂花糕。齐行之笑着说：“小玲姐的厨艺太好了，这桂花糕做的也太好吃了，隐约还有点药香味呢。小玲姐的厨艺太好了，这桂花糕做的也太好吃了，隐约还有点药香味呢。好吃，吃。晚上吃了晚饭没多久，魏家的人就来了。齐父和齐母亲自出门迎接进来。看见魏光荣和魏小天，周恒的视线立马就落在了他们身上。近10年不见，舅舅和外公老了一些，更沉着了。魏大人，这位就是周恒，他正是失踪近10年的大皇子周恒。外公，大舅，我是恒儿。外公，你可还记得我4岁的时候在魏府爬墙摔断了一根手指，因为怕母后担心和责罚，我隐瞒不说，还是外公您发现的。到现在我的尾指都伸不直，仍然弯曲一点。还有5岁那年，寻表哥偷偷喂酒给我喝，我喝醉了，不醒在火炉旁，烫伤了手臂，疤痕到现在还在。周公子，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东西能自证身份吗？你的相貌已经大改，但当时送你出宫的时候，并没有你所说的推骨，这些是你出宫之后才发生的事情，真假难辨。有，当初母后知道带不走信物，故而在我肩膀烙印了一朵梅花伤痕，而今伤疤仍存。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信物能够自证我是周恒。周恒脱下了衣服，将肩膀露出，那一朵梅花伤痕异常醒目。魏小天上前检查，他眉头凝重，到底谁真谁假？周恒说的一切，包括他身上的伤痕印记，在死去的周恒身上都有，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样貌。你的身份我还会找机会验证，左右你也参加了会考，现在就安心等候殿选吧。魏大人，你最期望的外孙回来了，你这也太平静了吧？你不想承认，皇后娘娘未必不想认吧？母子多年不见，想必甚是思念。你可以慢慢查证，但先请皇后娘娘出宫见周恒一次吧。齐老将军目光冷厉，盯得魏光荣心突突的跳。不可！魏大人到底为何要阻止？皇子归族，你又凭什么要阻止？现在还有我的外曾孙女儿为神医之徒弟，那吴老头当年带着周恒去的时候，小丫头都已经记事了，她是怎么被治好，我也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你现在要阻止大皇子和皇后娘娘相聚，我怀疑你居心不良。大将军，您消消气，我爹不是这个意思。哼，你爹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意思？你来解释一下。魏小天哑然，
齐老将军完全听不懂他的委婉，非得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我知道你们不信我，是因为在此之前，你们曾经护着一位周恒进京，只可惜没成功，最终在京城50里外，他死了。此事你是如何知道的？魏小天凝眉问，苏三郎一家人也一脸疑问，苏崇等人都惊讶，周恒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么一件大事的？你连这个都知道？呵呵，你说的没错，在你之前，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位符合身份的周恒，他身上的伤痕都和你有的一模一样，他与同为双生子的二皇子有7分相似。我们接他回京，一路上已经足够小心翼翼，可还是被发现了。从连城到京城，一路上遭遇了大大小小的刺杀，就有20多次，数次死里逃生，保下他的性命。回京之路可以说难如登天，离京城最近的这一场刺杀，更是几百暗卫前来阻拦，可最后还是没能保下他的性命。这件事你是如何知晓的？此事京城里应当无人知晓才对，而且你也才进京没多久，你怎么会知晓？恒哥，赵氏担忧地唤了一声。周恒对苏家人微微一笑，示意他们不用担心。我说是周芷告诉我的，您信吗？魏光荣移开了视线，没有回答，他显然是不信。魏光荣看向苏家人，视线落在赵氏身上。你当年是如何流落到芙蓉州地的？你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吗？是，我都不记得了。我外孙女延绵的事情和此事无关，魏大人疑神疑鬼我管不着，我家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疑心。魏光荣这是连赵氏都怀疑，真的是无语了。魏光荣心里气得一紧，觉得有些头晕眼花，差点站不稳。爹，注意身体。苏姑娘，你为神医徒弟，可有名牌？有。可否一看？苏小璐点头。魏光荣看着苏小璐的名牌，苏小璐的身份没问题，他把名牌还给了苏小璐。苏姑娘，可否联系你师父入京一趟？抱歉，家师云游四海，行踪不定，我没办法答应你。当年吴神医真是把他带到你们村里隐居多年，都平安无事吗？是的。当年吴老头带着周恒到家里的时候，周恒还不能走，后来他的腿好了，他出师了，吴老头离开，行踪不定。周恒就在他们家里生活了近10年，平安长大，读书参考。这些平静的生活在魏光荣看来就根本不可能，即便告诉他10遍100遍，不相信就是不相信。魏光荣回避了苏家所有人的目光，他又看向周恒。孩子，你既然已经知道那件事，就应该理解我们为何如此小心翼翼。你的身份我们是必须要查明白的。皇后娘娘因那一位身死心痛大伤，她再也经不起一点打击了。你只有16岁，二皇子也只有16岁，可他的心智便是我也胆寒惧怕。魏光荣心里沉重，他的人拼死护送的周恒已经死了。面对着这个周恒，他真的难以相信，如果这是周芷的一份谋算，实在是让人胆寒惧怕。周芷本就聪慧过人，近乎妖异，说不定2个周恒都是他的谋算。走到现在这一步，他们其实已经输了。我知道了，目前我依然会安心等待电选，即便做不了周恒，我仍会是周恒。我读书10余载，也应该为我国效力。好孩子啊！如此，那我们父子就告辞了。齐老将军不耐烦地挥手：“走吧。”恒弟，刚才的事情怎么回事？为何我们都不知道？阿崇，抱歉，此事是我大意了。今日午时，我看见了他留给我的纸条，约我去见一面。他对我说了他不许的事情。齐老将军眉头紧拧，
如此的谋算着实让人害怕呀，难怪魏家人不相信。齐行之皱着眉头，二皇子这样做，他的目的只是让魏家人不相信你吗？他这一招也太绝了，一时间真让人想不出应对的方法。这样，即便到了皇后面前，你的身份也是存疑的，恐怕也是如此。苏华也沉着地说道，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周芷竟然早早的就布局了，他的棋局太大了。如果连他都能一眼认出你来，皇后娘娘10月怀胎，未尝认不出啊。这母子之间也是有微妙关联的。这有时候啊，哪怕是容貌大变了，再见面也是能一眼认出来的。齐母将手抚上心口，周恒的容貌已经大不一样，但周芷见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皇后10月怀胎生下他，说不定也能一眼认出来。这可以吗？齐父摸了摸脑袋，齐母看了看齐行之和齐行风，目光温柔而坚定。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我就可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谢谢你们，这件事我也想缓一缓，等殿试结束吧。我若是夺得3甲之一，我自己就有机会得见母后了。先这样看看吧，时候不早了，都休息吧。苏崇、苏华直接到了周恒房间。恒弟，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证明你的身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周恒点头。你的相貌还能改回去吗？师叔能帮你推骨，让你的相貌完全不一样。小鹿能帮你还原回去吗？你的相貌会是怎样？行之能推化出来？不能了，当初追杀太多，先生就说过，我与阿志异母同胞的双生子，有阿志的相貌在，我就会被一直追杀。推骨可改变骨相面貌，如此一劳永逸，但我的相貌也无法复原。那只有先等等了。苏华无奈，苏崇也发愁，他们都以为防着周芷暗杀就行了，谁知道最大的困难不是暗杀。他可真坏，我就叫小鹿别给他解毒了。苏崇说着就要出去找苏小鹿。阿崇别去。苏崇不解，阿志受的苦痛远远比我想象的还多，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容不下我，是因为我没有经历他所经历的吗？母后容不下的，他数次危在旦夕，都是生身之母亲自下的毒，比起他经历的，我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呀？小鹿为他解毒，我很欢喜，我希望他活着。便是将来，假如我能登上那位子，我也不会要他性命，我希望他好好活着。我们是同胞所出的双生子，他宁愿费尽心思去谋算一个假周恒的性命都不杀我。他本就没想过杀我，如果当年没有那该死的批命，我们兄弟间万万不会是这样的，母后也不会，外公也不会区别对待，他们也不会千方百计的想要阿志的性命。恒弟，不要太过自责了，你没有欠他，就算有人欠他的，那也不是你。兄弟二人轻轻关上门。华弟，咱们还能做点什么吗？大哥，我理解了这件事，那位二皇子手段高超，这件事才是一个开始。什么？他还有后招？哎呀，他到底想做什么呀？这恒弟弟又没有伤害他，恒弟弟也没有做错什么呀，难道恒弟弟和他一样他才满意吗？大哥，恒弟不会有事的，他的弟弟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他，他所做的一切大概只是为了他自己鸣个不平吧。我想不懂，你刚刚说还有后招，是怎么回事啊？我猜接下来他会救恒弟，最终他才是那个会帮恒弟恢复身份的人。哎呀，我不明白，他能帮助恒弟弟恢复身份，那这不就多一个威胁了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一点我也没想明白，但我相信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了。回房睡吧，别太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苏华拍了拍苏崇肩膀，只要他们保护好周恒，那便是做不了大皇子。以周恒的才学，日子也不会差了去。魏光荣和魏小天一回府，魏光荣脸色就沉得可怕，父子皆没有回房，直接到了书房商议。小天，这件事你怎么看？爹，这件事我也发乱。周恒身上的伤痕和那位一模一样，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那边的阴谋。但到底是谁，儿子也不好分辨，因为于情于理，他都没有必要让一个好端端的人来到我们面前来。我是怎么都想不通这件事了。爹也是有此疑问呐，培养多年的暗人几乎全折进去了，他的人是紧咬一口也不松，一路追杀，每一次动手都是要他的性命。说这是做戏，怎么可能？周恒也死了，死无对证。爹，咱也不能不信周公子呀。他果然是个魔，小小年纪随意出手，都能让我们如同吞针刺喉。魏光荣想起周芷，眼里尽是恨意。早知道如此，当初就该让女儿早点舍弃这豺狼，一时之忍铸就了大错。魏小天沉默，过了一会儿，魏小天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爹，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刺杀大将军府内周恒，看看二皇子那边会不会出手。如果是他的人，他就应该不会不管。我们若是不帮周恒恢复身份，他想要恢复身份也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他是二皇子的人，那二皇子会比所有人都希望大皇子回来。爹，最怕的就是这样。如果这一位真的是假的，他恢复大皇子身份，成为了大皇子，对于我们来说就太不利了。爹，这以防万一，还是先等探查结果回来再看看吧。只能先这样了。商定好了，父子两人才各自回房。到了3月初6，殿试的名单就下来了。苏崇落选，周恒、苏华都在其中，刘子金也在，定于3月15殿试。苏崇虽然没有参加殿试，但他已经满足了，不管会试结果如何，他举人在身，跑不了。好孩子，你们给你们爹娘增光了。虫根也别气馁，想考下一次再参考，这3年苦学一番，下次绝对能成。我没关系的，我能考到现在呢，已经心满意足了。说起来，我还更喜欢习武的。我没关系的，我能考到现在呢，已经心满意足了。说起来，我还更喜欢习武的。喜欢习武？习武好呀，大表哥，你可以去参加武考呀。虽然说你错过了去年的选考，现在赶不上报名，但是你可以去挑战过了选考的，而且打败一个就有资格了。以你的功夫，说不定呢能得个武状元呢。你这样一说，我还真有点想参加了，我考虑一下吧。不要太给自己压力，怎么样都好。赵氏已经很高兴了，现在的生活真的足够幸福了。他现在只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都能快乐平安。苏三郎也是温和地看着几个孩子，他想的和赵氏是一样的。这段时间他们都住在大将军府，齐老将军不准他们回去住，说至少等到魏家那边有个信儿了再说。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了多久了。下人进来禀报，齐老将军忙问：可是魏大人来了？将军，不是魏大人，是严大人。来的是严青云。齐老将军皱眉，他看了看赵氏，让他进来吧。他之前给严青云5天时间，时间到了，严青云是亲自上门道歉的，现在又来，他是个什么意思？他倒要看看他还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严青云很快来到了大厅，他拱拱手行礼：见过岳父。绵绵、三郎，爹要祝贺你们了。谢谢爹。严青云看向苏华、苏崇和周恒：外公啊，也恭喜你们。谢谢。严青云这才拿起盒子上前，走到赵氏身边：绵绵啊，爹对不起你，你娘曾经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爹不懂经营，已经没有了，但爹把它们折算成银钱，补偿给你作为嫁妆。你收下后，根据自己喜好，想做什么都可以。这里面是整整5万两的银票，你收好。
赵氏面对着突然出现的一大笔钱，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不要。可不等他开口，齐老将军就先开口：收下吧，如果你娘还在世，这些东西早该给你了。如果你有兄弟，那你嫁人也能够分走几成。可惜的是，你娘命薄，只有你一个孩子，他的就是你的，该拿。你外公说的没错，这本该就是你的。凑齐这一大笔钱，严家空了一半，严志远百般阻拦，他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现在赵氏收下了，所有的事情都能翻篇了。爹，谢谢。叫严青云爹，赵氏觉得很不自在。听着这一声爹，严青云却是高兴的笑了。齐老将军冷着脸，他希望严青云自己自觉点，快点走人。当着外孙女的面，他不好赶他。但严青云假装不知道，乐呵呵的留了饭，回去之前又温和的让孩子们回去住住。齐老将军实在是忍不下去：哼，严大人，住还是算了吧，怕是会戳了别人的眼睛。绵绵，只要爹还在，家里永远都有你的一席之地。等以后爹不在了，爹也就管不了他们了。无论怎么样，你一家人平安无事，不管在哪里，爹心里都高兴。谢谢爹，我会好好的。你和他走动着，外公也不反对，但一定不能大意了。严志远和严真真和你不是同一个母亲，那齐新月的死也是死有余故，但严志远和严真真不一定这么想。你从小就柔善，外公也知道，论心机，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能不焦急就不焦急。你们几个孩子这一点上面，我倒是不担心。赵氏乖巧的点头，他明白的。好了，我也回房了，年纪大了，父老了。等苏崇几人都出了大厅之后，齐老将军才对着齐父吩咐：明天去催一催魏家，问问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这都这么久了，放个屁也该有响声了。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也能查出点东西。祖父放心，孙儿明天就去问。齐老将军看着齐父，当年的奶娃娃也已经是中年人，若不是受伤退下来，他也没了。老天垂怜呀！齐父咧嘴露出白牙，笑容灿烂。他不知道祖父为什么这么感叹地看他，但笑就对了。好孩子，回去休息吧。你腰不好，自己多注意点，别觉得现在还年轻就不注意，以后老了有你受的。齐老将军充满关心的嘱咐，许多伤病都是越老越痛。祖父放心，近来有小陆丫头给我扎针，我感觉好了很多了。小陆丫头医术太好，我这毛病好是好不了了，但有她开药也不会太痛苦的，多亏了小陆丫头。这倒是。齐老将军很认可，想着苏小璐，他觉得真的是老天眷顾，冥冥之中这就是命数啊。祖父，您是不是想他们了？哎，想了，看见你就足够了。回去睡去吧，祖父好着呢。祖父啊，还要等新风行之成婚，再抱进孙孙。行，那您好好休息。齐父转身退下去，出门把门关上，才悄悄擦了擦眼角。第二天一早，齐父就独自出门了。来到太师府，见他的是魏小天。我这次来为着什么事情，想必你也知道，那就别绕什么弯弯绕绕的，直接说吧。你们魏家到底查清楚了没有？我们想见他一面，见面的地点就在魏府里，其他的只有他明天晚上来了才知道。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查出什么没有？这见面是和你们见面，还是和皇后娘娘？你说清楚。这个他来了就知道了，恕我不能多言，抱歉。齐大人，你不需要知道的这么清楚，你只需要把话转告给周恒，他来不来是他的事情。如果他怕我们有诈，那他可以不来。行，我明白了。
魏家的意思摆明就是不相信，但他们还要请周恒到魏家来，这摆明就是不怀好意呀。齐父转身就走。齐大人，希望你能如实转告。齐父走后，魏小天就转身去了主院。齐家谁来了？是大将军的孙子来了，来问那件事。我也是按照爹说的告诉他了。那就行了。爹，万一他没有告诉周恒呢？不会，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你安排好接下来的事情就行。如若伤他那边都不出手，就把人带回来。爹，咱们这样试探用处也不大。如果咱们真的伤到了周恒的性命，那二皇子肯定会把事情捅到姑母那里，不管真假，姑母对我们也会冷了心的。这样看，他们怎么都处于弱势。爹也明白这一点，但不做任何试探，爹心里也不踏实。别想太多，按计划做就行。是。正如他爹所说，这件事必须要解决。这个魏家并不相信你的身份，我觉得你不去更好。反正你去不去，他们都不会真的相信你。恒弟，别去。我知道他们不信我，但我要去。我失了先机，但我不能让这误会和怀疑累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他不去，那魏家就再没有信他的可能。这是恒弟的选择，他要去就让他去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罢了，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去吧。那咱们接下来就来商量一下，你这一次去怎么保护你的安全。我保护。算我一个。还有我。足够了，我相信只是试探，我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有你们几人就足够了。哪怕我受点伤，他们能相信我，那我受伤也无妨。可以，那就这样安排吧。齐老将军点头，安排好之后各自回了院子。这件事谁也劝不了周恒，他们能做的就是支持他。姐，你别担心，我和大哥会保护好三哥的。霞洛，谢谢你们，但你一定要记住，你和大哥在我心里更为重要，说是以你们自己为重。但仅仅是他而已，苏小璐、苏虫不行。霞洛，姐姐真的很喜欢恒弟弟，想要嫁给他，做他的新娘，给他生儿育女，和他长相厮守，一起老去。他是除了爹娘还有你们之外，对我最最重要的人。可如果因为他就要失去你们，我不愿意。姐姐可以失去他，却不能失去家人。这条路注定艰险。倘使以后有一天，姐姐为了他失去了生命，小璐你不要恨他好吗？因为那一定是姐姐自愿的。他并不好受，因为这时候他什么都帮不了周恒，唯一能做的是在他目光看来的时候，对他露出一抹温柔笑意，仅此而已。姐，你放心吧，我和大哥都会见机行事的，我们都会竭尽全力，这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第二天早早起来，苏小璐就开始准备飞针暗器，以备不时之需。苏小璐弄了不少，分给了苏虫和齐行风。到了晚上，魏家那边竟然差人来接了。抱歉了，小人只奉命来接周公子，除了周公子，其他人都不能同行。狗屁！我们要是不能去，那就别去了。那你们上来吧。小厮一看拦不下，只好放他们都上去，然后赶着马车回城。坐在马车里，周恒思绪难安。这时候，小璐感觉外面也太安静了。这一条街上怎么一点人烟都没有？轻轻拉了拉苏虫的衣袖，然后他摸出怀中的瓶子，倒出几粒药丸出来，每人吃一粒，手随时放在佩剑上，时刻准备好战斗。嘘，周公子，几位请下来吧，到了。这副扬手就撒了一把粉末过来。哼，找死！齐行风快速拔剑，直接就捅穿了车夫的胸膛，一脚把他踢下去。不用管这毒粉，我的百毒丹都可解。苏小璐跳下马车，月色笼罩的黑夜，数道黑影将他们全数包围，拦住了他们所有的路。苏虫、齐行风都下来了，周恒也下了马车，三人将他保护在中间。苏公子，
苏姑娘，齐大公子，此事和你们无关。如若你们能就此离开，我绝不阻拦你们；如果不走，刀剑无眼，为此丢了性命可就不好了。不对，太多了。的确是太多了。老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愿意来自陀罗网，是在表明诚心。你叫这么多人，难道真想杀了我们不成？苏公子说的没错，但有一点不对，我不是要杀你们，我只想取周恒一人性命。你们不要多管闲事，现在离去可无恙。但如果你们坚持不走的话，那我只好连你们一起杀了。所以你们查了这么久，查到的结果，你们还是不相信这就是事实。我也不和你们废话了，最后再问你们一次，你们到底走不走？小鹿、阿虫、清风，你们别管我，你们走吧。安琪、齐行风和苏虫心领神会。好，我们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马上。去他娘的！要动横地，先问问我手里的剑答不答应。三人同时运了内劲，将飞针朝着前后两群杀手射去。飞针有毒，中毒者只在几个呼吸间就倒了下去。杀了他们！周恒死了，他的儿子才有机会。杀了他们，一个都不能放过。苏小璐几人身上有毒针，杀手们一时半会儿也攻不下。杀手人数太多，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顶不住。周恒只觉得心口生疼。你们别管我，你们快走。恒弟注意安全，少说话。苏虫出剑利落，哪怕是这样的险境，他也从没想过不管周恒。周恒流下了泪水。魏小天压根没想到苏小璐几人会这么厉害，剑剑必杀，寒光闪现，如此功夫根本不是普通人。看着他的人一个个倒下，魏小天神色更加阴沉。废物，要你们有什么用？区区几个黄毛小孩都杀不了。何人敢在京中行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一道喝声响起，魏小天脸色变了变。京中护城禁军。魏小天一咬牙，撤！苏姑娘，这么巧，你们怎么又遇到暗杀？没事吧？有些中毒针的并没有死，还可以抓去严刑拷打。巧合？骗谁呢？苏姑娘，我护送你们回去吧。京中近来是不太平。我想见你们主子。我家主子不是你一个白身想见就见的。他见不见你又没有禀报，怎么知道？我会帮你传达的。阿虫、清风、小鹿，你们先回去吧，我去见他。好，那我们先回去，今晚你就住那里吧，明天来接你。好，那么大的府，不至于连一个住处都没有。明天见。苏虫、苏小璐和齐清风上了马车离去。周公子，请。你怎么把他带来了？主子也没说要见他呀。是我要来的，我要见阿志，他在马车上。周恒看着马车，神色黯然。金六、金七没说话，算是默认了。让他进来吧，回府。你早就料到了？差不多，但他真要杀了你，这点我不曾料到。魏小天真的想杀了周恒，这一点周志也没有料到。不过他只是稍微一想就明白了。为什么？即便不信我，也不至于杀了我。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周恒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不相信他，那不帮他恢复身份，他也可以做周恒，为什么一定要他死呢？大哥，没有了你，魏家的孩子就有希望了。一生臣和成为君，很让人心动的。只为了那位置，就可以这样做吗？我在苏家长大，苏成、苏华、苏小玲、苏小璐，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相互心疼和体谅。就是苏三郎和赵氏之间也是如此。我很羡慕他们，阿志，我很希望我们之间也这样。父皇和母后要和苏三郎和赵氏一样。如果他和周志只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该多好啊！大哥，你太天真了。皇族里哪有真正的亲情？即便是母后和魏家，也不过是利益相连罢了。你要的亲情，估计下辈子可能会有吧。这辈子就不要奢望他们了。你要尽快适应皇族里的冷血无情。阿志，我不和你争，你会不会可以高兴一些？周志看着周恒，浅浅的笑了，眼眸低垂。
将所有的心事藏于眼内。过去回不去，大哥只能往前走。我也一样，这京中的冷漠，还望大哥早点适应的好。周至回主院，他刚进去，周恒就被主院外守着的侍卫拦下了。周公子，你住的地方不在这儿，请跟我来。到了一处别院之后，周公子，今晚你就住在这儿，请吧。谢谢。点燃了蜡烛之后，躺下，闭上眼，安静地睡下。另一边，周至倚靠在床边，看着手里的折子。金四过来禀报道：主子，他已经睡下了。都下去吧，我这边不用人看着，过一会儿我自己就会睡了。明天一早他们来接，就让他走。金四等人退下，四周安静下来。周至这才放下了手里的折子，他目光幽深地看着自己的双腿，伸出手按在空荡的位置上，神色痛苦。他忍耐着痛苦。若是他们还在，倒真的有可能是情同手足。可惜没有这个可能，残缺的痛伴随他一生，再也无法改变，除非残肢可再生，残肢可再生根本就不可能，就如同这个世界不会有神一样。魏小天回到魏家，就直接去了书房和魏光荣禀报。魏光荣在书房等着他。如何？爹，那边人插手了，我们的人才刚刚合围，护城禁军就来了，而那边的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关注周恒。魏小天隐瞒了他要杀了周恒的事情，也隐瞒了周恒身边的苏家人武功高强的事情。那看来这个周恒真的是他的人了。看来接下来他就是要帮助周恒恢复身份。爹，那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得逞了，以嫡长子的身份，将来皇位很有可能落到他身上，咱们家到时候……魏小天露出担忧的神色。有他刺杀在前，假如以后周恒真的做了皇帝，那他第一个就要对付魏家，不管是周恒还是周至，都不可能容得下魏家了。爹，妹妹那边不能瞒下去了，万一她被周恒蒙骗了，她对我们也会有误会的。明日我会进宫一趟，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妹妹，让她趁早从皇族中另选一位皇子养在身边。魏家不管扶持谁，都不能扶持周至和周恒，要不是他们，那是谁都行。好，那儿子就告退了。此次折损了多少人？他暗中养的人只怕是所剩无几。爹，折近40余人。最近这段时间蛰伏下来吧，魏家伤筋动骨了，需要好好休养了。苏小璐几人回了大将军府，一回府，其他人都休息下了，就齐父在等消息，看他们回来。你们回来了，他呢？齐行风憋红了脸，这复杂的事情他还没有想好怎么用最简短的话语解释清楚。苏崇对齐父解释了一遍，齐父皱眉：这魏家莫不是疯了不成？怎么敢做出如此大胆的事情来？时候不早了，你们先早点休息，等明儿一早把他接回来了再说。苏崇和苏小璐点头。苏小璐回了房。小璐，今晚顺利吗？我不能陪着他经历这些，我也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事情是怎样，能知道的我都想知道。姐，今天并不顺利，魏家那边并不相信三哥的身份，他们请他过去不是想再证明些什么，而是想要杀了他。这件事本来周至也参与了其中，所以魏家的人动手，周至的人就赶了过来。本来三哥是要回来的，但他要见周至，他想要跟周至说些什么，所以他就跟着周至回去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接他回来。小璐，周至是一个怎样的人？苏小玲没有见过周至，她只是从这整个荒唐的故事里听到过他，她的心里也为他难过。姐，周至这个人挺古怪的，应该没有人看得透他吧？他如果不伤害恒弟弟，就说明他心里是有恒弟弟的，他只是不会说出来而已。他其实也跟我们一样。姐，你说的很有道理，过段时间我就该给他解毒了，到时候我会多观察他的。别太辛苦，等他需要药膳补食，姐姐也会帮忙。他毕竟是恒弟弟的亲弟弟，我也希望他能好起来，好好活着。苏小璐点头，他会救周至，最初不就是因为他是周恒的弟弟吗？小璐，快睡吧。
第二天一早，小鹿起来就和苏虫还有齐兴风一起去接周恒了。路上的时候，齐兴风还有些担心，周志会不会昨晚就把周恒杀了。但到了府门外，他们没等多久，周恒就完好无损地走出来了。随同他出来的还有周志，两人站在一起，身高也差不多。一起出来这一瞬间，齐兴风突然感叹了一句：好像啊。在这一刻，周志、周恒有很大的相似，这一看就知道是两兄弟。小鹿，走。早啊。一起走吧，正好我也要去一趟大将军府上。阿志你……周恒一问，周志没看他，而是对着齐行风他们浅浅道：走吧。行。周志要做什么，等会儿自然就知道了。周志上了马车，他的侍卫金四、金五就赶着马车走，苏崇几人也上了马车。齐行风在外赶车回府。路上，苏崇问周恒：恒弟，昨晚没有什么危险吧？没有，回府之后就睡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只知道阿志不会杀我，我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没事，不用想太多，事情都会完好解决的。昨晚周恒都到了周志府上了，周志什么都没做。难道华帝的猜测是对的？周志其实是想把周恒推上皇位。不过这都只是猜测，周志的心思太复杂，不到那一步还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马车回到了府里，下人已经先一步跑去禀报了。齐老将军得知周志也来了，他顿时就皱眉。他来干什么？苏三郎和赵氏都有些担忧，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周恒的弟弟周志。绵绵，这件事和你们无关，你们也不要牵扯进来了，先回房去吧。苏小玲主动开口：外曾祖，我想留下来。齐老将军看了看苏小玲，点头：你留下吧。说完又对着齐父和齐母开口：你们也下去，这件事你们也别卷进来，和你们无关。牵扯复杂，越少人牵扯越好。等齐父、齐母和苏三郎、赵氏刚退下，周志他们就进来了正厅。看见齐老将军，周志微微颔首：齐大将军身体可好？有劳二皇子挂记，老夫身体很好。那便好。二皇子请坐。二皇子殿下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也别绕什么弯弯道道，就直说你这次来的目的吧。将军直率，那我就直说了，我要和你们演场戏。这场戏等殿试结束开始。这场戏的结果就是周恒可以恢复他的皇族嫡长子的身份。周志一说完，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苏华看着周志：那敢问此戏如何演？那敢问此戏如何演？又有谁人配合？周恒能因此恢复身份，那二皇子殿下，你又能从中获取什么利益呢？苏公子问得好，我会从中获取什么样的利益？一块很丰厚，足够我同意此事的利益，而这份利益就是整个苏州都将是我的封地，我要封王了。周志在浅笑中将他能获得的利益全盘托出，封王就有了封地，这代表着他能养兵，属于他周志的兵，这利益的确够大。原来如此，所以演这一场戏的还有皇上。苏公子很聪明，这场大戏的确由皇上指导，他会参与其中。现在你有两个选择，演还是不演。周恒心乱如麻，他看着周志的眼睛，最后点头：我演。你只说了要配合一场戏，那这场戏是怎么样的，我们总得知道了才好配合吧。这场认亲戏会很简单，等殿试结束宣成绩的时候，我会将你认出，从而站出来向所有的朝臣认可你的身份。我会抵抗住百官的压力，让父皇当着百官的面与你相认，让你光明正大的回归你嫡长子的身份。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拼尽一切，在此次的殿试里拿下最好的名次，3甲之1最好。我答应。周恒坚定地开口，这样的好事他连拒绝的理由都没有。该说的我也说完了，如此便告辞了。说完就朝外缓缓走去。阿志，他喊了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周志只是顿了顿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二皇子谋略过人，他这一出，我也是真的什么都没看出来，好坏要看你们自己分辨了。他不坏。齐行风憋出了几个字，这是他的见解，别的不说，就是单论周恒这一件事情来，周芷还真不坏，他这就是在帮周恒。但唯一有一点让人费解，就是他为什么要帮呢？我同意大哥的看法，虽然我也不知道二皇子心里想什么，但这件事上他真的是在帮你。我相信阿芷，他不会害我。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但我知道他不会害我。恒弟，你相信我们就相信，也别想太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会有办法的。那就安心准备殿选吧。自古以来还没有皇子参考过，更没有皇子从平凡学子一步一步考到现在。你是自古以来的第一个，好好准备。苏华看着周恒，将来周恒这一份经历必定是名垂青史，再也不会有哪一位皇子有他这样的学识。周恒点头，他一定会全力以赴。魏光荣将要交代的都嘱咐好了魏夫人，让她进宫之后务必一五一十地和皇后说清楚。魏夫人严谨应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进宫去。到了正阳宫中，魏夫人见到了卧榻的皇后，皇后容颜憔悴，还没有从之前的噩耗走出来。魏夫人让伺候的宫女退下去，安静的殿内就剩下母女二人。灵儿，皇后魏灵眼神哀伤，语气孱弱。母亲，你怎么来了？母亲这次来是有消息要告诉你。母亲，我现在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已经心灰意冷了。想起恒儿就心痛，为什么死的不是他？他怎就这么狠心？那可是他亲哥哥呀，他怎么这么冷血？这样的孩子真让人心惧。这么多年，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都被他浇灭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今他羽翼丰满，我拿他丝毫没有办法，只是想起恒儿，这心呢就钝痛得很。自那一别，我便再也没见过他，便是连他尸骨都不曾见呢。那武神也太过可恨了，只管治好却不给我送来，还说什么前太后的恩情已还完了，不该他管的他便不管，说他愿意把恒儿送回来，我的恒儿怎会没了？魏灵露出哀怨神色，她心里痛苦难平，心里每天都像是有刀子在扎她的心，每日每夜都让她心如刀割，寝食难安，她痛啊。灵儿，又出现了一个恒儿。母亲，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又出现了一个恒儿？前不久，有一个叫周恒的人找到了我们，说他是皇长子的身份。你爹和哥哥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番查证，发现他是个读书人，进京之路无比的平静。他如今已经是举人之身，殿选也被点名了。我们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都没让周恒平安入京，而这个周恒没有人保护，却平安地回来了。你爹和哥哥都觉得太过荒唐，但又不想抹灭了这微末的希望。经查之下，难辨真假，却发现他和那边也有牵连。私下里多次和那位见面，你爹想用刺杀试探一下，那边也出手相救了。娘这次进宫，就是为了告诉你，要不了多久，这个周恒就会恢复大皇子的身份，那位也会帮他。你爹说，此事他不好拿主意，让我来告诉你一声，是真
是假，你自好好的分辨。魏夫人缓缓地说完，就沉默下来，不再言语。皇后震撼地消化着这个让她惊愕的消息。他要弄个假的来做他的傀儡，他休想！我不会让他目的达成的。娘，你回去告诉爹，让爹帮我想想办法要怎么做。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能达成。恒儿没了，我绝不允许个假货来替代他，占着他的身份。我这就去见皇上，把恒儿没有的消息公之于众。灵儿，这个事情你爹也想过了，他的意思是想让你认下临嫔的儿子，养在膝下培养。此事重大，你这身子又伤了，娘替你心疼啊。可有些事情又只能你去做。娘，你放心吧，我不会让那恶魔得逞，我绝不允许他得了那个位置，即便找个傀儡也不行。灵儿，你也要好好休养，振作起来，好好调养身体。若是可以，最好还是再生一个。古往高龄产子的事迹大有人在，你若是能再生下一子，比什么都好。魏夫人说出了心里话。母亲，我知晓的，有机会我会努力的。娘也帮不了你什么，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娘进宫时间有限，不能多陪你了。魏夫人看着女儿虚弱的身体，她也心疼。母亲放心，我不会倒下的，便是倒下也要将那魔鬼带走才是，不能留他祸害苍生。皇后勉强地露出个笑容来。魏夫人无奈叹气，叮嘱了几句之后才回去。魏夫人一走，皇后就坐了起来，喊来宫女给她梳妆，然后让工人去传信，把周芷请进宫里来。皇后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她倒要看看她的命到底是有多硬。她起身从箱子里翻出药盒，取出几瓶，将它们都混合。周芷进宫来，恭恭敬敬地行礼。儿臣给母后请安，不知母后唤儿臣来所为何事？皇后皱眉，她厌恶地看了一眼周芷。叫你来陪母后吃饭，坐下吧，汤也不烫了，便喝汤吧。周芷脸色冰冷无血色，僵硬地走到桌边坐下，看着白玉瓷碗盛满的汤，她低垂的眼眸里有着无数的风暴。这鸡汤太油腻了，看着令儿臣一点胃口也没有。不过如此好物丢了也倒可惜，不若赏赐给母后身边的宫女小兰喝了吧。殿下，奴婢皇口，这是娘娘亲自为殿下熬制的，奴婢无福享用。母后亲自为你熬的，你怎能不喝？周芷抬眸看向母后，眼中一片阴寒。如此好物，儿臣岂敢一人享用？应当母后先享用才是。周芷从来不反抗，但今天她反抗了。皇后吓了一跳，一时间心慌了。芷儿今天是怎么了？这往日母后请你吃饭从未挑剔，怎么今儿个反倒挑剔起来了？今天的周芷太反常了。因为儿臣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儿臣一下子觉得曾经想要的东西也不过如此，儿臣已经不想要了。母后想知道这件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吗？儿臣说给母后听吧。他眼里的冷漠和嘲讽让皇后心惊，她连笑意都勉强。好，好啊，芷儿要说什么就说，母后洗耳恭听。母后，我把大哥找回来了。你心心念念的大哥，他现在过得很不错，双腿已经痊愈了。魏皇后脸色发白，平静的内心掀起巨浪。母后，死的那个周恒是假的，真正的大哥改了名字，他现在叫周恒，恒心的恒，而不是衡量的衡。你应该知道了，外公和舅舅是怎么告诉你的？我猜他们一定说周恒才是假的，因为他们不愿意白白折损了那么多的暗卫，只是为了一个假货。他们应该没有告诉你，他们刺杀周恒是真的想要杀了周恒吧？
周芷眼里有着淡淡的笑意，他把真话说给皇后听，他也知道皇后不会相信他。母后，我会帮助大哥恢复身份，母后很快就会见到大哥了。吴神医带他逃亡的时候曾为他推骨，母后要做好心理准备。大哥现在的模样和我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容貌上是比不得那死去的假货一样像的。魏皇后脸色苍白，坐都坐不住，是以用手撑着桌子才稳住身子。她看着带着浅笑、温润谦和的周芷，心里只觉得恐惧。我怎会生出你这种的恶魔？周芷笑意停滞，她眼里尽是嘲讽。是啊，为什么你会把我生出来？我从未隐瞒过母后，母后不信别算了。母后身体不好，儿臣就不打扰母后休息了，儿臣告退。周芷缓缓地朝外走。你站住！你还没吃饭呢，你以前都会与母后吃饭，芷儿，吃了饭再走吧。周芷没有停下来，她还是朝着外面走。你给我站住！母后让你吃饭，你就要违逆母后的命令吗？周芷停下了脚步，她没有回头。母后，请恕儿臣不能听命，今天不会吃你做的饭菜，以后也不会吃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去。周芷走后，魏灵气得发疯，将怒火都发泄在了桌子的饭菜上，一股脑儿的全扫到地上。他自己也是没力气站稳，跌倒在地。皇后娘娘息怒！魏灵气红了眼睛。孽种！孽种！当初我就不该心软，早在发现他心肠歹毒时就该溺死他。那一年狩猎，兄弟两人双双坠马受伤，遭人暗害。他每次都用冷漠的眼神看他，好似知道他会把他放弃一样。给我梳妆，我要去见皇上。宫女们立马给皇后梳妆打扮。皇后带着宫女出了正阳宫去武德殿求见皇上，但她到了武德殿，御前伺候的太监进去禀报之后，很快出来传话了。皇后娘娘，皇上政务繁忙，现在没空见娘娘。皇上说了，等他忙完了之后会来正阳宫看娘娘的，娘娘还是请回吧。连公公可说清楚了，本宫有要事要与皇上商量。奴才说明白了，皇上现在真的没空。皇上说了，等他忙完了就来正阳宫看娘娘。公公还是再通报一声吧，我要说的事情重大，耽搁不得。连公公点头，然后转身又进去了。没多久他就出来了，依然是恭敬的回答。皇后娘娘，皇上说了，您先回宫，他忙完了立马就过来看您。皇上还说了，娘娘身体弱，还是回宫好好休养身体，他忙完了之后就一定会过来的。那本宫就先回宫了，等皇上忙完了，皇上若是忘了，还望公公提醒一声。是，奴才记下了。皇后这才回宫去。看着皇后走后，连公公进入内殿禀报。皇上，皇后娘娘已经回宫了，娘娘她神色虚弱，要不要差太医过去看看？靠在龙椅上闭眼沉默的皇上周昭淡淡开口。可得到允许，连公公就下去传令了。真是乏累。身后的老太监陈公公立马就上前给他揉揉额头。皇上累了就休息休息吧。老东西，恒儿回来在即，我如何能休息？老东西，你说智儿是不是真的不想做皇帝？这个位子他真的就不眼热吗？二皇子想不想，老奴不知道，但老奴相信皇上的眼光不会看错的。您说他不想，那他就真的不想。也是，不过说实话，智儿这孩子让人心疼，他双腿没了，残缺之身，注定和帝王无缘。这么多年他是受苦了，他呀心思越来越深沉，便是我这个父皇也看不透他到底要什么了。真想起那可恶的志明秃驴就可恨，要不是他那狗屁拼命，皇后也不会这样。
旧事重提，周遭的怒火也被勾起。陈公公连连安抚：皇上息怒，别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啊。若是实在是气愤，那就寻个由头，让真山寺进行2月解气就是了。他的确是气愤，这么多年来也只有用这样的方式解气了。当年朕要是不去解梦，也不会从那老秃驴口里吐出所谓的批命，害了我2儿受累受苦啊。若非是杀不得他，当年他批命出口，便该人头落地了。世人都以为周恒迟迟不能回宫是周至所为，其实不然。真正不让周恒回宫的是他这个皇帝。现在局势平稳，周恒也长大成人了，他是时候回归了。在周至进宫的时候，府内的巫先生就让府内的金三去请了苏小璐过来。有神医在，周至在宫中要是中毒了，毒素紊乱什么的，苏小璐才能支压住。苏姑娘，万分感谢你愿意去一趟。我又不是白费力，只要出得起银钱，我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每次出诊1000两，救命治病酌情收费。你们出得起诊费吧？出得起。出钱是一回事，情分结交又是另一回事。出得起就行，走吧。苏小璐到了周至府上就开始等候，好吃好喝的都有。而周至从宫里回来，刚刚一下马车，在府门等候的巫先生就立马大喝：快抬着他进府，去苏姑娘那儿。周至失笑：巫先生，主子这一次没有中毒，不用这么紧张。这不应该呀。主子并未在宫中留饭，以后主子也不会留饭了。这可太好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行，回头我得喝2壶庆祝去。我这把老骨头终于有点安生日子过了。可喜可贺啊。苏姑娘在府内？是的。她还愿意来？苏姑娘可不是白来，诊费1000两，治病酌情另算。主子这身体情况，解毒之后，怕是要花去好几万两了。无妨，送我去苏姑娘那里。苏小璐进了空间，准备收拾药草出来制药。她要给周至解毒，需要用的名贵药草很多。空间里面的药草有灵气滋养，她准备全部用空间里面的。这么多名贵药草，她可不能白费了，必须要周至给钱才行。周至进来，他就知道了，不过他没有第一时间睁眼。他觉得周至很奇怪，进来也不叫他。他能感觉到他在看他。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看的？真是个奇怪的人。苏小璐没管他，小心翼翼地把各种药材都挖出来。完整的药材连根系都是完整的，又种下了一些种子。苏小璐出了空间，他突然睁开眼，就看见了周至来不及反应，有些错愕的神色。小璐，你醒了？周至笑了笑，温和地说：刚刚只错愕了一息，现在已经恢复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没事吧？脸色看起来有些白。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看。不过我先说好啊，我可是要收钱的，情况严重要下针的话，一次1000两。好，谢谢小璐。周至伸出手，苏小璐把上他的手腕，脉象虚弱，情况还算稳定。你情况还好，气色看着不好，应该是累了。你的人说你进宫去了，你进宫就是站着吗？多数时候是站着。你这副身体最好还是别站。谢谢小洛，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用一直站着了。小洛，之前你说过年后进京要给我解毒，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你的身体需要调养2个月，5月份就可以开始，只要你的荷包丰厚，足够支付诊费和药钱的话。就差直说没钱不给治了。周氏这么聪明，不可能听不懂。好，我会准备好银钱的，一会儿我就先支付你1万两作为诊金。可以啊。二殿下，这是皇上亲自叮嘱送的，这一整块都是暖玉，殿下看着可还喜欢？很喜欢，请公公转达父皇一声，儿臣很喜欢，感谢父皇的恩赐。二殿下喜欢就好。殿下，此暖玉据说有奇效，
殿下可早日雕琢出来，贴身佩戴。好。周芷点头，他拿起了玉，若有所思。连公公笑着点点头，他可以回去复命了。很快，巫先生就过来了。周芷把玉石丢给他，巫先生拿起来端详。哎呀，倒真是个好东西，这么大块，可以切了，一物多用。中间的最好，取2片打磨一下，镶嵌在腿上最好。吴先生，你精通雕刻，可能雕刻人眼。主子能是能，但你要这个也没用，这暖玉难见，这个也不是很大，浪费它做人眼干什么？你要是喜欢，就用其他的玉和翡翠雕刻也是可以的，何必浪费这暖玉？吴先生，先用它做一只平常的人眼吧。苏姑娘的爹缺失一只眼睛，剩下的你再看着做。哎呀，主子，人苏姑娘又不亲咱们，以后给你看诊还要收钱呢。就别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吧，看着都揪心呢。再怎么样也是高高在上的皇子呀，找个能对他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多好。就那小神医，活蹦乱跳，武功高强，显然不好追，这得多辛苦。吴先生，你未曾娶妻，也不经情事，这些事情你不会懂的。而且我也不喜欢苏姑娘。巫先生皱眉，他看向身边沉默的金四。他不喜欢苏姑娘。不喜欢？要把人家小姑娘爱吃的东西都记得那么清楚，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能不畏疼痛装上假肢走路？金四呵呵一笑，别看我，反正不是我喜欢。苏小璐回了齐府，周恒几人都在等他。小璐，他怎么样？没事，他这次没有在宫里吃东西，没中毒，只是站久了有些虚弱，没有大碍。那就好。周恒松了口气，没事就好。接下来他们都要潜心的准备殿试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苏小玲对苏小璐说道：小璐，二皇子他适合什么样的药膳呢？明天我写个方子给你，你看着做就行。那便明天再说，早些睡吧。第二天起来，苏小璐写了方子给苏小玲，苏小玲用了一个砂锅开始做药膳。苏小玲做的是个鸽子汤，香味很快就飘了出来，配合上药材，一道能让人强筋健骨的药膳就做好了。苏小璐去送，看见苏小璐过来，金四等人都很高兴。苏姑娘，你带了什么过来？好香啊！是很香，很有食欲。是吃的吗？是药膳，今天我送过来，以后每天你派人去取。快趁热吃吧。周芷接过勺子，先喝了汤。药材的香气和食物的香气融合，却并不冲突。这是药膳，也是非常好吃的药膳。苏小璐看着周芷吃了，她也就起身回去。别忘记了，以后每天上门来取。好，谢谢小璐。周芷吃着鸽子汤和鸽子肉，巫先生也很快过来了。周芷只夹给他一个小小的鸽子脚。巫先生品尝了一下，皱眉：真奇怪呀，药性完全保留，又不损食物原有的鲜香，这样的药膳简直绝了。要是没记错的话，苏姑娘做的药膳和这个可是天壤之别啊。我也是第一次吃，她说以后每天都有。那这是好事儿。你下去吧，早点把我要的人眼雕刻好，我这没什么问题。吃饱后，周芷看了一会儿书，四周安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周芷心不在焉，他看着书籍上好似出现了苏小璐的脸。他合上书籍，揉了揉眉心，苏小璐对他的包容比他想的更大。他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喜欢。苏小璐的包容竟让他隐隐觉得那不公平的天平竟然偏向了他。周芷不敢深想下去，便是真的喜欢又如何？苏小璐四肢健全，鲜活好动，他又怎么会看上他这种残缺的人？本已在泥中，即便恶劣了些又何妨呢？只要他一辈子不知晓不就好了。转眼就到了3月14，明日就是殿试之日了。皇后也还未见到皇上，她每次请求皇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还差了太医给她看身体。魏皇后见不到，就没有办法把找到大皇子的事情告诉她，就没有办法说周恒已经死了，将会有一个假的周恒来替代周恒。
魏皇后没有办法，只好把消息传出宫，让魏光荣知道，让他想个办法。周芷如今也不再听他的话了，召他来见他也不来。一个开始忤逆他的周芷，他竟然一点办法也没有。揭开真相，不让皇上受到蒙骗，只能寄希望于他的父亲。魏光荣接到消息，整个人都很深沉。爹，皇上为什么不见妹妹？魏小天想不明白这一点。皇上对皇后不说感情多深厚，但恩宠面子上一直给的足够，这样多次求见都不见，实在是有些古怪异常。这件事我也没想通，那位近来也开始忤逆你妹妹了，再不肯进宫，也不肯留下吃饭，这件事儿怎么看都觉得奇怪。难道皇上有意扶他为储？这不可能，爹。自古以来没有立残缺皇子为储的先例，皇上要是选他，百官也不会同意的，太宗里也不可能会答应。哎呀，爹也知道不可能，但这两件事都透着古怪。他在皇上心中也一直很受恩宠，给予他的权力本来也大。若是其他的皇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怕是早就没了。可他不但活着，还成了气候啊！这其中若说没有皇上的爱护，是不可能的。爹，明日就是殿试了，那是他最好的机会，直面百官，直面皇上。那天他下手没有成功，周恒被选进殿试，在直面百官和皇上的时候，就是他的好机会。明天再说吧。爹，如果周恒恢复了大皇子的身份，那对我们很不利啊。爹知道，如果阻止不了，那只能让你妹妹早点养一位皇子在膝下，早做打算了。即便是恢复了身份，想要做太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哎，爹说的对。父子二人心事重重，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忧。明日我也进不了宫了，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了。苏崇学识止步于此了，他已经准备好下半年就转武考。他读书识字已经足够让他做一个明智的人，他其实更热爱的还是习武。认识齐行风之后，他对未来已经有了方向，他要从武，他要和齐行风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大哥放心吧，在宫里是安全的。苏华笑了笑，宫里有禁军刺杀什么的不可能出现。他看了看周恒，周恒眼神坚毅，对他笑了笑，他无所畏惧，已经做好了准备。苏华也放心了，只要周恒扛得住就行，显然他做好了准备。唉，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咱们都长大了。华弟、恒弟，我祝你们都能取得好成绩，得偿所愿。这一次他不能和他们一起前行了，但这是他们人生之中迟早会走的路。这次的殿试以后也会是别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永远相聚在一起。谢谢大哥。苏华温和一笑，长大了，他们也都懂事了，但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也都懂。这一份默契，他相信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谢谢阿春阿华，多亏有你们在我身边。周恒也笑了，苏崇和苏华让他心里坚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亲情。他相信不管过去多少年，他们都不会失去这份真挚的心，他也不会。恒弟，养好精神吧。虽然我们一同长大，但我还是不会相让，我依然会拼尽全力去夺得那新科状元的。彼此。心胸坦荡，周恒也很高兴，他们都是苦读数载，拼尽全力才不费这年年岁岁所学，才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是竞争对手，也是情比手足的真兄弟。好，我在家等你们凯旋而归，我会和小林、小鹿还有爹娘准备好接风宴等你们的。周恒躺在床上，他嘴角带着笑意。春去秋来，近10年的光阴，几千个日夜相伴。不管未来的路走向何处，他永远心怀感恩。过去受到苏家爱护的事情，他也永远不会忘记。而另一边，苏小璐和苏小玲依偎在一起。姐，你明天想不想进宫？小璐，我们怎么进得去呢？我有办法，我师父在宫里也有人脉嘛。明天我们就去太医院等着就行，等大殿里顺利了，我们就一起上大殿去。小璐，这会不会给你惹麻烦？
放心啦，我和我师父不一样，师父喜欢安静，我喜欢热闹呀。姐，我和师父不一样，师父只有我一个徒弟，而我以后会收很多很多的徒弟。我希望医术可以得到更多的传承，这样就可以救更多的人了。小鹿，姐姐不懂那些大义，只愿你所做的都是你喜欢的，这样就好。苏小玲微微一笑，她真的一辈子为妹妹骄傲，一辈子都信仰她。会的，我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是我喜欢的。老天让她有个空间，还让她留存上辈子的记忆，她又怎能辜负呢？她要活得潇洒，不拘世俗。不过在没成人这几年，她只会陪在家人身边，就像是小鸟一样，长成之前不会离开巢穴。谢谢小鹿，安心睡吧。苏小玲轻轻拍着苏小鹿的肩膀，苏小鹿所说的每一句话她都信。家中有了她之后，每一件事情在她心中都是一个奇迹。苏小鹿点点头，安心睡去。苏小玲不再忧虑，她暗暗地想，这一次也会是一个奇迹的，因为周恒也是苏小鹿庇佑的人呢。这个秘密爹娘似乎没有察觉过，两个哥哥也没有察觉过，他却察觉到了。从小到大，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和苏小鹿有关，一切都会变得幸运。苏小玲微微勾唇笑了，她小时候坚定的信念是不会出错的。她家的四妹就是天上的仙女下来的，她把好运带给了家里人，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3月15，皇上主考的殿选之日，被点了名字的学子纷纷赶往宫门进宫。苏华和周恒也早早的进宫了。苏小鹿准备带着姐姐出门，苏三郎、赵氏和其父其母他们知道了，也只叮嘱他们要小心。苏崇送他们到门口，小鹿和小玲上了马车，就让车夫直接去宫门。皇宫一共有4个进出口，分为东南西北，去太医院从北门更近。苏小鹿拿着名古的身份牌送进去，就和小玲在外面等候。没等多久，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疾步而来，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穿着官服的太医，都是一脸急切地喊着：师傅，你慢点啊！师傅，你慢点啊！秦守成丝毫没有慢下脚步。你们懂什么呀？吴神医是吴神医来了，这身份牌错不了。匆匆到了北门口，秦守成四处张望，视线最后落在苏小鹿和苏小玲身上。丫头，你们刚刚看没看见一个老人？秦太医，我师父他老人家没有进京，来的人是我。你难道就是小神医？对，但我姓苏，叫我苏姑娘就行。师傅，这俩丫头会不会是骗子？苏姑娘别在意啊，老朽这几个徒弟心高气傲，没见过神医本事，到时候还望姑娘指导一二。苏姑娘光临太医院，老朽万分欢迎，快请快请。小姑娘看着可比老头子可爱多了，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一定人美心善。没关系，大家都是大夫，学术上也应该相互探讨，共同进步。苏姑娘快请。苏姑娘师承名古，想来定是医术超凡。正好我们太医院有一奇特病情需要讨教，还请苏姑娘不吝指点一番。好啊。苏小鹿和苏小玲一起跟着去了太医院，秦守成很快就把案例呈上来。苏小鹿拿着案例看了起来。苏姑娘啊，其实患这病的人正在京中，他是一位郡主，受此困扰许多年了。他也曾求医过你师父呀，但并未得见。如今他成亲生子，他生的女儿身上也有异味，太医院也为此困扰多年了。苏姑娘若是愿意为他们母女治病，定是有重谢的。这病啊，往轻了说，他不痛不痒的，就算不治也不会怎么样。但往重了说呀，他也是遭受人嫌弃和厌恶，身上有异味，从小都会被同龄孩子讨厌排挤，一生难有挚友啊。师傅，我们研究多年也没有结果，这天生的事情，即便是神医，只怕他也没有办法吧？苏姑娘，有兴趣看一看这奇病吗？可以，我看看再说。好，多谢苏姑娘。
苏小璐也微微笑了笑。整个上午，苏小璐和苏小玲都在太医院。苏小璐就一些疑难杂症和秦守成等人探讨着。没多久，太医院太医们都聚集来听，有的还拿了笔册记录了下来。申时时刻，有工人急匆匆地跑来太医院，大声地喊着：“太医院听命！”整个太医院都齐齐一阵，这是出什么事情了？前来宣传的公公高声宣召：“传皇上口谕，令太医院在任太医全都到大殿听皇上指示。”秦守成在太医院年长，医术也高。宣召的公公传完，就恭敬地对着秦守成说：“秦太医，还请快些过去。秦太医，还请快些过去，莫让皇上等急了。此事关乎皇嗣嫡长子。”这多谢公公，我们马上就过去。突然宣召整个太医院，秦守成心里也有些不安，他不由得看向苏小璐：“秦太医，我能去吗？我就观望观望，说不定能帮点什么忙。”苏姑娘有此意，老朽求之不得呀。大殿里百官肃穆，便是连议论都不敢。开玩笑，皇家的事情谁敢议论？皇上批了殿试文章，点了3甲就出大事了。冒充皇子，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要查皇子的真假，整个朝堂都要动3动。而且此事攸关的是皇后和2皇子，一个说大皇子已死，一个说皇上钦点的探花就是大皇子。到底谁说的是真的？皇后乃至母族魏家都同2皇子唇枪舌战，皇上勃然大怒，势必要查出真相，谁真谁假，今天势必要分出来。所以整个太医院都惊动了。苏小璐跟随整个太医院进入大殿的时候，周至和周恒都跪在大殿中央，高位上坐着的掌位者一脸阴沉，下边坐着的皇后脸色有几分苍白，但她眼神看着下方的周至和周恒，眼里有掩饰不了的厌恶和憎恨。朝臣们也都垂眸噤声，嗨，这件事儿哪有他们插嘴的份儿？皇上，整个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来了。严公公上前，皇帝扫了一眼：“太医院听令，立马准备滴血认亲。朕要看看，这位探花周恒到底是不是皇子。事情闹得这么复杂，朕势必要追根究底，不然朕无法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皇上圣明。魏光荣心惊胆战，他隐约觉得之前所做的事情是做错了，又不愿意承认，越想心里就越冷。如果清河状元和探花都是2皇子的人，那这个皇位对2皇子来说就是在自己囊中取物一样容易。皇上，草民所言字字为真，草民也并非戴罪之身。2皇子殿下为草民证明身份，也至少念着兄弟骨血之情，也不是戴罪之身，还请皇上恩准我们起来。周恒能感觉到身边周至渐渐虚弱，从这场戏开始，周至就一直跪着，他的双腿跪下几乎就是要他的命。这么长时间，他脸上的气色是肉眼可见的在发白。不知怎么的，周恒觉得心口很痛，这是他的亲弟弟呀。冒充皇子，其罪万死难救，只不过是跪这么一会儿，有何委屈？皇后神色冷漠，地上跪着的2人她看了都不喜欢，因为周至的原因，她看周恒也充满了厌恶。和他没有半点相似的脸，怎么可能是他儿子？想要冒充他的儿子，他绝对不答应。周恒直视皇后，平静的眼神让皇后心口发紧。皇后娘娘，事情未出结果，我和2皇子殿下哪来的罪名？即便我是冒充皇子，我有罪，那也应该是我有罪。2皇子殿下只会是受到我蒙骗而已。而且2殿下是皇后娘娘所出，您10月怀胎分娩的孩子，这总不会出错吧？2皇子殿下身体不好，您为何毫不疼惜他？您这样的冷漠，让我不禁想问，您真的是2皇子殿下的生母吗？但质问当今皇后，她也真的是胆大包天了。可她忍受不了，心里实在是太难过了。她不明白，在母后心中，他们兄弟到底算什么？这真相没查明白，他们都没罪。
没醉的人不需要跪。侄儿身体不好，这跪这么久，脸色都白了。拿凳子来，让他坐下。连公公拿来了软凳，周恒起身，他伸手搀扶周芷，眼中有着担忧。阿志，我爱。太医，给侄儿看看。侄儿聪慧无双，办事从不让朕失望。去年更是平江陵之乱和芙蓉州之役都有大功，朕甚是喜欢。秦守成立马上前给周芷把脉。秦太医，还是不劳你了，我还是有劳苏姑娘吧。殿下说的是，有神医在啊，老朽自愧不如。神医？回皇上，这位苏姑娘师承名古，得神医真传，天资过人，小小年纪已是医术造诣极高之人。听二皇子的话，应该已经认识了苏姑娘了吧？父皇，秦太医说的没错，儿臣和苏姑娘是旧识。去年芙蓉州发疫病，对研出解药之人也正是苏姑娘。竟是这样，如此说来，苏姑娘还真是一位奇才也。苏小璐上前给周芷把了脉。二皇子殿下过奖了，我学医也只不过是为了黄白两物而已。苏姑娘学得神医真传，只为黄白两物，那朕想请苏姑娘做个查证，朕得拿多少银子才行？皇上是为国为民的好皇帝，民女也是大周臣民，家人亲友也得大周庇佑。皇上有需要，民女理应分文不取，但民女学医只为黄白两物，分文不取，民女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只取1文钱即可。那如果朕不是一个好皇帝呢？你当如何？皇上若不是好皇帝，那就要看皇上能付出多少诊金了。若是诊金足够让民女动容，那民女要救，即便是十恶不赦之人，民女也照救不误。哈哈哈哈，不愧是师承名古啊！苏姑娘，朕还真的要请你来做个验证，帮朕看看这一位周恒到底是不是朕的血脉。皇后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苏小璐。皇上，他们本就是相识的，他们……皇后娘娘说的没错，我与他们都是旧识。我拜师的时候，周恒的双腿还未好全，我亲自治好了他，他也见证了我拜师学艺的整个过程。我出师多年，师父行踪不定，而他未能回京，在我家住了近10年。我们是旧识，但不代表我们会因为他来犯这大不逆的罪行。苏小璐的一席话让人无法反驳。是旧识怎么了？是旧识就要为了他犯罪吗？苏姑娘说的很有道理啊。是旧识不能代表什么，人苏姑娘本就是神医徒弟，算一算年份，若说不是旧识，朕才觉得可疑。皇后，你说是吧？皇帝一开口，皇后即便有话想说，也默默地咽回去了。这个时候，她再说什么都不合适了。她垂眸，恒儿一去多年，如今事态复杂，臣妾什么都不知道。皇后说的没错，此事复杂，所以更要查清楚。朕的儿子不能不明不白，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让人冒充了。今天又有神医在，还有整个太医院，朕相信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的。皇后抬头看向皇帝，她还想反驳，皇帝却没把视线落在她身上，转而对着秦守成一众太医吩咐：事不宜迟，你们现在就立马准备查证吧。秦太医准备1份，苏姑娘也准备1份，这样也好让群臣都能看清楚。不管你们怎么做，我希望这都是你们亲自去准备，任何步骤都不要假他人之手。是。秦守成带着太医立马就准备滴血验亲，苏小璐也去了。滴血验亲就是用2碗清水。周恒伸出手被扎，眼睛也不眨一下，皇后却一动不动，她显然不愿意做这个验证。皇帝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他站起来走下来，来扎吧，朕不怕痛的。苏姑娘还能顺便给朕把个脉，看看朕身体有没有哪里不好。苏小璐点头，随着鲜血滴入碗中，2滴血迹渐渐融为一体。秦守成那边也是如此。皇帝看着苏小璐和秦守成问：这是什么意思？皇上，血水相融了。这意思就是说，皇上和周探花是父子，周探花就是在外多年的大皇子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这不可能，
他和我们没有半点相似，当年的一胞双生，如今又怎么会一点也不像呢？皇后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她直直地看着周恒，她不愿意相信，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周恒会和那魔鬼走得那么近？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一定是假的。皇后，之前恒儿也解释过了，当初为了逃避前朝余孽的追杀，吴神医为他推骨异象，所以才导致他如今的相貌和智儿没有半点相似。你好好看看恒儿，面貌上他们兄弟没有相似之处，可你看看眼睛呢？他们兄弟眼睛是何其相似，而现在小神医的结果和太医院也是一模一样的，就代表着这是真相。皇后一直这样疑问并不是好事，眼见着皇上已经动怒，魏光荣立马大声呼道：臣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大皇子才学过人，竟以平民身份取得探花之名，实在是让人敬佩啊！放眼过去，整个天下哪国的皇子能比得上咱们的大皇子？臣在此恭喜皇上，也恭迎大皇子回京。魏光荣一席话引得群臣沸腾。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大势已定，魏光荣也用眼神示意皇后不要再说了。皇上的意思就是要承认周恒的身份，而且在群臣的见证下，也的确验亲了。皇后如果再质疑，不但改变不了结果，还会彻底失去恩宠。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爱卿们，快快请起。今天是个大好日子呀！今年的三甲都是年轻有为的大好才子，三甲之一的探花还是朕的大儿子。依照百姓习俗，这可是光宗耀祖了。3日后，三甲巡界，同日，群臣百官和朕祭祖告慰先祖之灵，还让天下人都知道，今年的探花是我朝大皇子。朕还要褒奖二皇子，这几年里他为百姓所做的事情，朕都铭记于心。朕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褒奖他，而像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只怕再也遇不上了。所以今日朕决定，封二皇子周至为所有皇子之中第1位亲王，赐封号为明。今年的税赋也减免1成，让整个大周都与朕同庆。群臣纷纷应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喜色。苏小璐也露出了笑意，为周恒高兴，他终于恢复他的身份了。周恒神色平静，跪身下去。儿臣谢父皇隆恩。周至也要起身，皇帝却是先开口：侄儿，你就坐着谢恩吧，以后你就是明王了。朕希望你能一直清明下去，能做一位明事理的好明王。周至有足够的聪慧谋算，他深知人心，其实更适合做皇帝，但他身体残缺，注定和皇位无缘。皇帝不知道以后周至会不会生出夺位之心，所以他赐他明字封号，希望他能记住这个封字的由来。周至拱拱手，面色不变的谢恩：儿臣谨遵父命，谢父皇隆恩。周恒看了周至一眼，心中思绪百转千回。他没有骗过他，他之前就说过，他帮他恢复身份，他能得到的回报就是封王。今天周至即便是跪着，也能把魏光荣所有的质疑一一反驳，最终让魏光荣无话可说。即便是魏家把那死去的周恒说出来，也没能阻止周至帮他恢复身份。好了，今年的科考也圆满结束了，众位爱卿也累了，朕也累了，全部回了吧，朕也要好好享受父子团聚的喜悦了。恭送皇上，恭送皇后娘娘，恭送大皇子，恭送二皇子。皇后即便不情愿，这时候也不能下了皇上的面子。周恒担忧地看了一眼周至：阿志，你还坚持得住吗？周至淡淡点头，疼依然是疼的，但吃了苏小璐给的药后，他精气神儿也恢复了。哈哈，恒儿关心弟弟，不错，很不错。爹娘，我们二哥是新科状元了，二哥好厉害的。爹知道了，娘也知道了，爹娘为你们骄傲。
娘也是，娘为你们高兴，为你们骄傲和自豪。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让他骄傲和自豪。大家相视一笑，齐老将军欣慰地看着这一幕，他不由得看了看天上，他的雨儿若是在天有灵，此刻应该也是笑着的吧。半个时辰后，刘子金和苏华就回来了。大将军，子金不请自来，还望大将军莫怪。不怪不怪，你们一个状元一个榜眼，别人请还请不去呢。外面麻烦，在我这儿想住多久都行，老夫保证不会有人来叨扰你们。华弟、子弟，哎呀，恭喜你们取得如此好的成就啊！哎，对了，恒帝怎么没来呢？大哥，恒帝还在宫中，他是当今探花，也是大皇子，这段日子应该都会留在宫里了。现在他会很安全的，等他抽队出空了，相信他会来见我们的。我也相信恒帝。对于这一点，苏家人都信，因为周恒是他们朝夕相处的亲人。周恒的人品和脾性，苏家人早就了解。晚上吃饭，所有人都喝得醉意朦胧，就是赵氏也有醉意。在大将军府很安全，因为府内根本没有年轻的丫鬟。刘子金和苏崇、苏华搀扶着一同回房休息。刘子金虽然醉了，但他意识却很清醒，还写了家信，准备让将军府的人帮忙传家信回去。他就等着3日后的巡街，巡街之后他就要回家了。等到放任书下来，他要去上任，那时候他也当爹了。阿崇，你也可以给你喜欢的女子写信啊。阿华，你定了亲，这时候书信一封回去，你的未婚妻啊会很高兴的。你们相信我啊，任何的女子呀，收到这样一封信，都会为你们高兴的。哈哈，多谢提醒，那我也写一封信给孙姑娘。借着醉意，苏华也写了信。我又没定亲，我就不写了。那个，我先回房睡觉了。说完就回房去了。他刚刚扫了一眼刘子金给王慧兰的信，总觉得怪怪的，这么细碎的事情都写进去，看了不会烦吗？但刘子金每句话开头都是阿兰。苏崇心里也忍不住，最后还是拿出了纸笔，把进京之后的事情一一写在了纸上，包括他才学不足、止步于此都写了进去。写完之后，他又很犹豫纠结，记还是不记呢？他红着脸悄悄出了门。苏崇把信封交给信差，生怕自己又抢回来，所以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又买了一瓶酒灌了下去。回到大将军府的时候，脑子昏昏沉沉，倒头就睡。周恒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头顶的纱帐，夜已经深了，但他毫无睡意。这本该对他熟悉的地方，此刻看来只有陌生。他久久不能眠，满脑子都是父皇说过的话。恒儿，你永远可以相信你弟弟，阻拦你回来也只不过是年少怄气罢了。你母后但凡对他有一点母爱，他都不会那么做。恒儿，智儿身体不太好了，他没有多少日子活了，你们兄弟之情缘分太短了，在这段日子好好和智儿学吧，早日习惯，早日掌管京中局面，知道吗？当初你和智儿出生，父皇曾梦见过双龙降世，若没有致命的批命，你们兄弟绝不普通，该是大周的双绝之才。老天爷那一杆秤啊，总是要偏向你一些。小时候你爱笑，便更讨你母后欢喜。智儿总是小心翼翼的，他总是倔强的，可你知道吗？他对这皇位并无兴趣，他要的不知这世上谁人能给。恒儿，要当皇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后的你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苦，要有比常人更深的谋算，才能稳内局平外乱。奢华舒适的宫殿灯火通明，但他却觉得太寒冷。他想念那一间小小的屋子，想念晚上都能听见苏崇的鼾声，想念所有的一切。殿下，昨晚睡得好吗？他冷淡，宫人摸不清他的喜好，伺候起来只会更小心。
洗漱好，就有工人来传话，说皇上请他过去一起用早膳。周恒到的时候，皇上还没到。不一会儿，皇帝就过来了，看见周恒，他严肃的脸上露出笑意。哈，恒儿来了，昨晚睡得可好？可习惯？谢父皇关心，儿臣睡得很好。还能再清闲2日。等巡节过后，你也要上早朝了，多听听，多看看，不懂就问智儿。周恒点头，父子2人一起用膳。皇上神色柔和，周恒的神色也比较放松。智儿，有空也多去看看你母后，有时间也多陪陪她。儿臣知道。周恒起身跪下，皇帝不解：快起来，这是做什么？父皇，儿臣有一事要恳请父皇答应。什么事啊？你起来说。父皇，儿臣在苏家近10年，与苏三郎赵氏之女苏小玲情投意合，许下终身。儿臣发过誓，等儿臣恢复身份之后，会明媒正娶苏小玲为妻，还请父皇成全。皇帝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浓眉皱起，神色有些凝重。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恒儿，你可知道，就算苏华为新科状元，他在京中也无权无势，没有任何根基，娶苏家女对你帮助并不大。父皇，我和苏小玲是真心相爱，从我到苏家起就对她有欢喜之情。我想娶她为妻，有她在，我想再怎么坎坷的前路，我也有勇气走过去，还望父皇成全。周恒很认真，直视父皇望过来的眼神，不躲不避。恒儿，你的正妻之位未免过重了。恒儿，你可想过，未来的皇后之位于他来说是何等的风口浪尖？你若喜欢，侧妃也尚可。你是未来的储君，你的身边会有后宫3000，把他推上风口浪尖是何等的危险？父皇，我此生并不想另娶了，我一生只想有1位皇后就足够了。这不可能。父皇，请成全儿臣这小小心愿吧。不管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现在没有苏小玲陪我，我走不下去。周恒不想一个人走这条路，他需要小玲陪着他。他们说好的，他恢复身份就娶她，无论以后有多困苦，他都愿意相陪，他不能食言。恒儿，你……请父皇成全。罢了，你执意如此，父皇又怎能拆散你心中所爱？只是恒儿，你要知道，她若成为你的妻，势必是别人的眼中钉。无论你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有很多人针对她，谋害她，你明白吗？父皇，我明白，但我依然坚定，我的妻子只有她能当，请父皇成全。既然你执意如此，那父皇就成全你。请父皇成全。既然你执意如此，那父皇就成全你。即巡街之日，也为你赐婚。多谢父皇成全。周恒露出笑意，皇帝看得清明，无奈地摇摇头。年少的偏执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父皇，我能出宫去看看他们吗？可以，记得把人带上就行。智儿有他的人，你也该有你的人。他们应当来报道了，去认一下人吧。周恒点头，他回了宫殿，就看见了一队黑衣暗卫等候着他，见了他纷纷下跪参拜。周恒问了他们的名字，请主子赐名。那我便以穆开头，给你们为名，按照年龄大小而来，依次是穆1、穆2、穆3、穆4，每15人之后加一穆字。第二顺名为林1、林2、林3等，依此类推。多谢主子赐名。暗卫们纷纷跪了下去，从今以后他们就是周恒的人了。穆7、穆8、林1和林2作为名卫，贴身保护他。从今以后，周恒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寸步不离地跟随。其他暗卫则是在暗处，有一部分还会外出给周恒收集各种情报。安顿好暗卫，周恒就带着穆7、穆8和林1、林2出宫了。
他来到了大将军府，见着他，齐行风别提多开心了。他正好要出门，这下也不用出门了。他高兴不已，正想叫一声周公子，发现不太合适，就把到嘴边的话憋回去了。最后他生涩地叫了一声：大皇子殿下。这就是5个字了。齐行风说完，就嘴巴紧紧闭着，再不开口。周恒回来了。大殿下。齐老将军态度恭敬的称呼。周恒恢复身份了，他是皇子，身份尊贵，见了他是要行礼的。苏三郎和赵氏也刚要行礼，周恒立马上前抓住他们的手臂。三叔、婶婶，你们可别如此。阿崇、阿华，你们也不用这样。不管我恢复什么身份，我永远都是你们认识的那个周恒。恒哥，你好便好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已和父皇请旨赐婚了，父皇也同意了。2日后，巡祭和祭祖，父皇会为我和小玲赐婚。好，恭喜大殿下。齐老将军心底最后的石头也落地了。恒哥，辛苦你了。苏三郎深深的明白，周恒想要苏小玲做他的正妻，是要走很多辛苦的路了。但他不怕辛苦，坚守承诺，也实现了承诺。以后，婶婶就把小玲交给你了。望你们能够携手共进，无畏艰险。望你们能够携手共进，无畏艰险，白首不分离。苏小玲脸已经红了，她羞得低下头。我和小玲一定会牵着手，一直走下去的。只是这一路，在我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小玲会因为我受很多的辛苦和委屈。但我保证，我不会忘记我的初心。小玲，你要信我，好吗？好。这是他的恒弟呀，从小就会偏爱他，会给他堆小雪人、送小礼物的恒弟，他喜欢的恒弟弟，他要牵手一辈子的人，他当然会相信他。过去、现在、将来，他都会相信他。不管未来有多难，他们一定会一直牵着手，长长久久地走下去，直到他们都老去，也依然相信和深爱对方。周恒出宫的时间不能太长，最重要的事情说了之后，周恒就和苏小玲单独走走。2人走在将军府的小院里。恒弟，你在宫里还习惯吗？苏小玲先开口打破沉默。周恒虽然笑着，但苏小玲觉得他心情很沉重，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安慰他，他很希望带给周恒安慰。小玲，宫里不像是外面，看似平静，可平静之下可能酝酿着狂风暴雨。父皇同意了我的请求，但他也让我知道，并非是我如愿了，一切就安宁了。周恒看着苏小玲，眼里有着担忧，还有他隐忍克制的情绪。恒弟，我知道。小玲，这是一条太过艰险的路，你……恒弟弟，我知道不容易，你相信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好，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走，不离不弃。苏小玲羞涩地点头。这一天她期待了很久，所以不管以后会怎样，她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绝不放开周恒的手。她要和他长长久久，白首到老。周恒也忍不住微微笑着，紧紧握了握苏小玲的手，温软的小手带着一股力量，一直温暖着他的心。2人安静地散步，一起看着大将军府内的景色。很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石木七上前提醒了一句：“主子，该回宫了。”周恒皱了皱眉头：“小玲，我要回去了。”“好，恒弟弟，你自己小心。”回去之前，周恒又单独见了苏小璐。“小璐，阿志的身体还能治好吗？”“他身上中的毒太多了，要完全解毒需要很多年。如果这6000年里他的身体一直撑下去，毒解了，他还能活个几十年。但每一次解毒、引毒这个过程，他不一定熬得下去。”“谢谢小璐，我知道了。小璐，阿志就拜托你了。”“嗯。”苏小璐点头，他会尽力的。
周恒回去了，他一到宫里，宫人就对他禀报：殿下，皇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现在就过去吧。周恒到的时候，皇后已经等了很久了。儿臣给母后请安。周恒平淡的行礼，皇后对他难以亲近，他对皇后又何尝不是难以亲近？入座吧。昨天母后没有好好看看你，我们母子之间应该有许多话相说。周恒在母后对面坐下来，他看着满桌子的佳肴，眼神里有着不明的情绪。这些菜肴会有毒吗？